系统检测，您的血量为0，无法复活，已经死亡。杨晨瞳孔急剧扩大，惊骇不已，身体瞬间消失不见。赫然杨晨猛然从床上惊醒，满面怒容。蔑视！涂雪！你们居然背叛我！杨晨怒不可遏，怒目圆睁怒，愤怒地咆哮起来。旋即环视周围一眼，瞳孔再次扩大几分，察觉到有些不对劲，迅速起身，拿起一旁的手机定眼一看。2050年5月8日，这怎么回事啊？看着熟悉又陌生的环境，这是自己的家，自己离开了10年的家。10年前，世界末日来临，无人能幸免。正在这时，一款全球高端网络游戏公司联合开发研制的天域世界开启，大家可以进入天域世界中避难。进入天域世界，人类不会消失，会以一模一样的形态存活于天域世界。许多人激动兴奋不已，可以永远的玩游戏。当他们进入游戏之中，才发现游戏中死亡后是真的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同时也消失在天域世界。许多人都格外惜命谨慎起来。对于电子竞技特别热爱的人，优势凸显出来。现实中，父母都骂他们无所事事，沉迷游戏。如今，对于游戏十分熟悉的人，很快在天域世界中崭头露角。不少曾经游戏的战队、工会再次联合在一起，称霸天域世界。杨晨从小对于电子竞技十分酷爱，操作技术能在天域世界排名前10，但他洁身一人，资金不充足，很快也遭到了碾压。熬过10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帮派家族。在一次顶级任务中，却遭到了自己最好的兄弟、最挚爱的妻子联合另外一个顶级帮派势力对他痛下杀手。正因为如此，他重生穿越回到了10年前，依旧无法置信涂雪和蔑视居然会背叛他，甚至联合他人对他痛下杀手。若非遭到两人的暗算，杨晨绝不会死亡。重活一世，他必定要让两人付出代价，同时弄清楚两人为何要暗算自己。看了看时间，世界末日会在3日后到来。据说天域世界的设计师以及所有设计这款游戏的人，知道内情者都在开服前1个小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恐慌之下，所有人都进入天域世界。全球几百亿的玩家进入天域世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不过杨晨却信心十足，在天域世界10年，苟到后期，他成为天域榜上排名前100的强者，对于剧情的走向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十分清楚。上一世他想要守护的人太多，可自己实力太弱，重活一世他必定弥补所有的遗憾。还有3天的时间，世界末日降临，天域世界开启。当然，即使不会玩游戏的人，也会被强行拉入天域世界。一些老人以及不会操作的人，甚至死在野怪的手里。至于天域世界为何会变异，强行拉人无从得知，因为开服前所有涉及天域的人全部消失不见。杨晨迅速登录上官网，领取开局福利。最初的设计人员在天域官网上发布了一个问题：谁能回答正确，能领取到一套25级的套装。要知道30级以前拥有一套套装，足以与其他人拉开很长的一段距离，实力也会有质的飞跃。每个国家只能1人领取，可惜无人能回答正确答案。在开服前3个小时，终于有1人回答正确。后来他才听说那答案有多么简单。登录上天域的官网，果然答案没有被人破解，毫不犹豫输入答案，果然正确。将自己的 ID 输入傲视天下，继续沿用上一世的名称，随后需要绑定游戏人物。如今还没有开服，他得事先选好服务器。80区，上一世他进入的也是80区，对于那里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同为新手，必须了解情况，才能更快的发育。如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进入各个大区的人太多，会造成服务器爆满，许多人无法卡进去，以至于不少人准备和家人一起，最终大区爆满，只能跳转到别的区。套装绑定了80区，杨晨势必要进入80区。对于他来说没有问题，开服乃是在3天后下午4点整。可进入游戏中，偶然听其他人说起，在开服前3分钟就可以进入。第一次点击进入会提示4点整开服，但连续点击3次便能提前进入天域世界，故此他无需担忧。世界遭遇恐怖的灾难，所有人都无能为力。预计4天后，世界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天域世界是唯一的机会。不少人都准备好了进入天域。一些企业老板将自己的员工聚集在一起，开始组团，创建家族帮派。转眼3天的时间过去，世界同胞们，我们世界由于遭受严重生态破坏，一场巨大的灾难马上降临。这1年，无数的城市被毁灭，相信你们已经见到。天域世界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入其中，我们的意识、精神力都会存在，身体也会存在。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着同样沉重哀伤的广告。杨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戴上游戏头盔，准备进入天域世界。3点57分，他迅速开始操作，连续3次后，果然进入了游戏界面，宛如置身于一个真实梦幻般的世界一般。欢迎来到天域世界。迅速输入自己的 ID， 傲视天下，选择大区80区。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挑选职业：战士、刺客、法师、射手、猎人。上一世他是战士，对于许多新手或者操作不流畅的人，战士最容易上手。刺客需要灵敏的操作，法师十分脆弱，前期伤害不够，刷怪升级都成问题，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射手只能远距离输出，近战十分脆弱。猎人这个职业，上一世记忆中远远比不上其他的职业。不假思索，杨晨选择了法师，虽然前期脆弱，不过伤害提升之后，可是令无数人向往的职业。记忆中，前世天域榜第1名的强者便是一名法师。除此之外，前100名强者没有一名法师，因为选择法师的人少。其次，法师太耗钱，还有法师太脆，活到后期的法师少之又少。第2章，天域世界。眼前光亮一闪，置身于一片森林马路之上，天域的新手村一点也不陌生。丁检测到玩家身上有 bug， 系统进行修复。杨晨顿时一愣，自己的身上有 bug， 这什么情况？丁 bug 无法修复，无法修复，到底是什么 bug？ 打开自己的人物面板，傲视天下，等级 LV1， 职业法师，复活次数3，满复活，技能5，力量1，智力1，敏捷1，物理攻击1，魔法攻击3，释放速度正 0.0%， 物理防御2，魔法防御2，物理暴击率 0.0%， 魔法暴击率 0.0%， 经验值080， HP 100， MP 100，没有任何问题。 HP 是血量， MP 是技能释放能量，都没有问题。忽然他的目光落在属性面板最下方，幸运值 100%， 幸运值100%，这个就是 bug， 是了，一定是了，还是无法修复的 bug， 岂不是他算是开挂了？而且幸运值根本不会出现目前的等级之上，天域世界幸运值十分重要，许多隐藏地图会提示击杀 BOSS 有几率掉落稀有装备，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品和幸运值，幸运值越高掉落的几率越大，除此之外便需要人品，太久没掉落会掉落。当然 BOSS 首次击杀必掉，而且首杀奖励十分丰厚。杨晨的100%幸运值那就是100%的掉落，当然每张图只能爆一次，这就是完全开挂了。也许一些人从一幅地图集齐一套装备得需要10多天，他只需要有实力将 BOSS 击杀必定掉落，甚至1天就能集齐套装，这个 bug 简直就是开挂了。最重要的是幸运值可以用于后期的装备升星和装备强化，强化需要大量昂贵的材料以及大量的金钱，但这强化不能保证100%成功，强化到+5后有几率会强化失败，甚至掉落强化等级，强化到+10后甚至可能出现装备爆炸的情况。100%幸运值，杨晨强化到+10之前都必成功，10以上后他只会面临强化失败，不会出现装备武器爆炸的情况，这便是幸运值带来的好处。不少游戏都有隐藏的幸运值，需要玩家充钱消费来提升幸运值，而且最高幸运值最多只有80或者90。天域最初的设计也是为了赚钱，可后来世界遭到陌生生物的攻击，世界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天域脱离了天域公司的设计层面，独自改善了一些东西，秉承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幸运值这个东西最高只有90，而且还会定期减少，获得幸运值的在10级之后，为天域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奖励幸运值。天域世界和现实世界一般，设计概念乃是天域世界遭到了神秘的种族入侵，一些原本的生物被魔化成为堕落者，一些野兽堕落成为魔兽凶兽，这些玩家需要维护天域世界的和平，就必须斩杀这些野怪，达到一定的成就之后会奖励幸运值。幸运值100%游戏 bug 永远不被清零，如有神助，杨晨整个人顿时兴奋激动起来，有些按耐不住，加上他对于天域世界全局的掌控，这一世他必定完成上一世没有完成的梦想，寻找出世界的真相以及天域世界的真相，为何会将所有人都囊括进入了天域世界？蔑视、吐血、血狼佣兵团，等着，这一世我一定会给你们惊喜，让你们付出100倍的代价。虽说提前2分钟进入18区，不过依旧有不少人提前进入了新手村。丁欢迎来到天域世界，勇士们为了天域世界征战吧！领取新手任务。勇士们，天域世界遭到地狱深渊以及魔族的侵袭，危在旦夕，希望你们为了天域世界挺身而出，守护天域世界最后一方净土。3天后午夜12点，地狱深渊魔鬼会降临天域世界，唯有主城能庇护你们不被恶魔所杀。勇士们希望你们尽快达到5级，进入诺丁城避难。杨晨对于这个十分熟悉，3天一次，地狱深渊魔鬼出现，必须回到城里，城里是安全区。午夜12点到1点，若没能进入安全区的玩家会直接被秒杀。每人拥有3次复活机会，每周日凌晨12点刷新复活机会。没能进入安全区的人被秒杀，复活机会减1次。1周7天，若3次复活机会使用完毕者，
将永远被杀，消失在天域世界。新手村不具有保护效果，所以3天的时间必须进入诺丁城。进入诺丁城的标准便是5级，否则会遭到地狱深渊的灭杀。前世的经验告诉杨晨，地狱深渊5级之后每天都会出现。若是在刷怪或者与他人 PK 杀戮之中死亡，可以使用原地复活。原地复活不会消耗复活次数，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第一复活基础金额1个金币，第2次10个金币，第3次100个金币，第4次是1万金币，往后便是1000万金币，高额复活。这应该是当初天域世界设计之初，游戏公司设定的，只要充钱便可以代替消耗复活次数。可惜如今变了，现实世界的钱已经无用。天域世界的货币，1000个铜板等于1个银币，1000个银币等于1金币，100个金币等于1个元宝。死亡后1分钟内，若不原地复活，系统自动使用复活机会复活，从主城区复活区域复活，减少1次复活机会。勇士，您的主线任务发布，领取降魔棍，开启你的征程，为诺克大师收集。传闻野外野猪群身上有几率爆。主线任务和正常游戏一样，此时正好是4点，80区服务器爆满，千万名玩家进入80区，个个跃跃欲试。我靠！天域这款游戏果然体验度100%，与真实世界一模一样，这一辈子都可以玩游戏，开工升级。一名非主流打扮的男子激动兴奋地尖叫起来，领取木棍后向野区进发，开始疯狂砍怪。其余玩家纷纷领取主线任务和武器后，开始疯狂地升级之路。杨晨矗立原地，并没有加入这些人的行列。法师职业降魔棍，战士的是一根木棍，都是新手武器等级 LV1。降魔棍，一星白色中品。法术攻击2，职业法师，佩戴等级 LV1。第3章紫色装备。主线任务根据小地图提示便能找到 NPC 领取，砍怪升级。杨晨领取主线任务后，并没有着急升级，而是开始跑新手村各个地方的 NPC。这些人 NPC 身上有不少支线任务和装备任务，许多任务需要击杀的野怪都是同一种，没领取任务的话，日后想做这个任务还会重新来刷一次这些野鬼，严重浪费时间浪费体力，甚至会耽误升级的速度。上一世杨晨便是因为如此，开服2天后严重被人超越。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杨晨都在领取各种各样的任务，同样也有大部分游戏玩家的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同时领取支线任务、成就任务，不过他们领取速度太慢了，每个 NPC 都会挨着去试试。上一世的经历完全告诉了这些 NPC 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任务。1个小时后，杨晨将新手村的任务全部领取完毕，只剩下唯一一个隐藏任务。这个隐藏任务乃是后来有人触发80区公告，他才知道，就在新手村入口处，那名叫玲玲的小女孩身上被无数的人给忽略，野区也得从这里进入，故此杨晨将这个隐藏任务放在最后领取。来到 NPC 玲玲处开始交谈。嗨，小朋友你好。玲玲，叔叔您好。天域世界，我们的家园遭到了入侵，希望你们能保护我们的家园。大部分一看这对话，也没有任何任务的触发按钮，便失望离开。杨晨，小朋友，那你的家人呢？玲玲，我的家，叔叔，我与我爸爸失散了，他应该在诺丁城，你能给我爸爸带一封信吗？杨晨顿时大喜，果然上一世那人没有骗他，果然能触发隐藏任务。丁恭喜您触发玲玲隐藏任务，为爸爸带信，请寻找到玲玲爸爸，将信件带给他，会有丰厚奖励，是否领取？毫不犹豫领取任务，背包内出现一封紫色信件，按照记忆，这个隐藏任务奖励十分丰厚，除了武器之外，是一套15级的紫色装备。领取任务后，杨晨进入野猪林，开始第一个任务，一个小小的火球喷发，每次喷发消耗 MP 0.5，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每秒恢复的 MP 也是 0.5。哈哈，我终于到3级了，看看那些傻叉不来做任务，1个小时了才1级。第一个进入诺丁城达到5级者，拥有成就奖励，还有装备奖励以及丰厚的经验。我一定要成为第一人。一名头顶黄色毛发的男子盯着杨晨嘲笑一番，疯狂地砍怪。刷怪升级并非无限制，每天只有300点体力，一旦体力用完便不能刷怪。若继续刷怪，人物会猝死，并且无法使用金币复活。又是1个小时过去，最先做任务的人已经达到了4级。不过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主线任务没了，需要5级才能领取主线任务，唯有继续刷怪，要么做其他任务。做其他任务去领任务太慢，大部分人选择继续打怪升级，至少得刷2个小时，他们才能升到5级，升级速度严重下降。一道金光从他的身上闪过，杨晨头顶赫然 LV2 傲视天下。5分钟的时间，又是2个任务完成，金光再次闪过 LV3。靠，这小子开挂了吧？升级速度怎么如此之快？大家都是杀的2级蝙蝠，他杀10只怎么就3级了？周围几名和杨晨一起来杀蝙蝠的人惊愕的宛如见鬼一般。
我靠，这小子绝对开挂了，经验怎么长这么快？10分钟过去，又是一道金光闪过，凌晨 LV4 了，已经追赶上最开始做任务的那帮人。杨晨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杀怪加上任务所得装备已经好几件了，不过基本上都是白色装备，一根魔法杖等级还是5级才能装备，其余部位帽子、上衣、裤子、腰带、鞋子几乎都靠任务配齐全。之前那帮停留在4级的玩家，除了主线任务奖励的装备外，没有获得其他任务奖励，大部分一身装备都没凑齐。杨晨明显与他们拉开了差距，魔法攻击已经15，蝙蝠怪任务做完，他已经换了一副地图变异螳螂图，每杀一只怪经验加 5%， 升级到5级目前需要经验500点，也就是需要杀100只螳螂，大部分4级的人都在杀螳螂。20只螳螂后，杨晨再次完成了几个任务，一道金光闪过，头顶变为了 LV5。丁，恭喜你升级到5级，获得进入诺丁城资格。您是本区第一个升级到5级的玩家，奖励称号升级达人。升级达人，称号所有属性加1点。恭喜你获得第1位升级奖励，只此一份，请您查收邮件。本区公屏上一条红色耀眼的公告出现，本区第1位升级到5级，拥有进入诺丁城的玩家傲视天下获得了冲关大奖。无数公屏之上出现无数玩家的惊呼声。诺诺，哇，这是哪家的小哥哥？这么厉害，这是怎么操作的？这么快就升到了5级？唐伯虎，这开挂了吧？升级那么快，我可是第一个升到4级的，至少还要半个小时才能5级。虎中之王都5级了，我他妈进来快2个小时了，刚弄明白怎么做任务呢，我才2级呢，都5级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杨晨对于公屏上的信息视而不见，清点了一下财产，铜板3000个，银币100个。金钱在天域世界可是十分重要的，不少玩家赚到铜板后，跑到新手村 NPC 武器大师那里购物武器，提升自己的攻击力，完全是浪费。前期升级太快，新手村的武器都是 LV1 的，升到5级之后完全垃圾。杨晨自然不会做如此愚蠢的事。第一个升到5级，还奖励了一把一星紫色5级魔法杖。好家伙，果然第1名奖励不错，紫色中品魔法杖，魔法攻击加30。天域世界的装备好坏颜色来区分，最低等的白色、蓝色、绿色、紫色、粉色、橙色、史诗、红色、传说、彩色、神器。第4章前世仇敌。公屏再次刷起公告，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魔法杖一把，附带上图鉴。花花公子，我日，什么玩意？紫色装备了？不是刚升到5级吗？从哪里弄来的紫色装备啊？闭月羞花，瑟瑟表情，哇，小哥哥好厉害啊，拥有紫色装备了，缺女朋友吗？可以带我一起吗？情深不寿，之前看官方所说率先升到5级，有丰厚的奖励，这紫色武器必定是升级奖励，居然是紫色武器。飞龙在天，我马上就要5级了，前500名都能拿到奖励，冲啊！紫色魔法杖之外，还有一双绿色靴子，一根绿色腰带，对诺丁城贡献值增加3点，贡献值可是好东西。40级之后开启贡献商场，可以从中兑换好东西，将所有装备更换上。物理防御40，魔法防御30，物理攻击5，魔法攻击50，50点的魔法伤害。进入诺丁城后还能学习一个技能，不过杨晨暂时不打算进入诺丁城，如今他身上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打算一次性将新手村任务全部搞定，再进入诺丁城。来到新手村野外唯一一副5级怪的范围，红色变异蜘蛛，已经有不少人来这里打怪升级，大部分都已经开始组队。这蜘蛛打一下能打10滴血下去，目前这些4级玩家的血量不过400左右，不组队的话根本无法应付。一名玩家看到杨晨过来，冷笑一声，脆皮法师居然不组队打算单杀，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杨晨面对一只蜘蛛，挥动魔法杖，一枚火球落下，蜘蛛头上弹射出伤害50，这蜘蛛不过100点血量，2下普攻，一只蜘蛛怪搞定。叮，恭喜你击杀变异红色蜘蛛，获得经验10点。叮，恭喜你击杀。正准备看杨晨如何被杀的男子瞠目结舌，目瞪口呆。我日，什么鬼？50点的魔法伤害，2个普杀一只怪，虽然只有1个等级的差距，不过这伤害差距也太远了，他们一刀下去，运气好才10点伤害，一般都是5、6只怪一起围攻，杨晨的伤害跟上后，6只怪一起也奈何不了他。蜘蛛怪打到他身上的伤害只能有6滴血。看，他已经5级，他是率先达到5级的人，他身上有紫色装备。不远处一名 ID 霸王在天的男子冷冷瞥了杨晨一眼，紫色装备，等过2天都到了诺丁城，我霸王家族的人全部聚齐之后，杀了他，爆出他的紫色装备。5级之下无法开启 PK， 也无法杀人，但5级之后便可以。
杨晨疯狂地攻击击杀野怪，同时收集着最后一个新手村的任务。这个任务同样极为重要，因为需要收集红色变异蜘蛛的灵魂结晶500个。幸亏他拥有100%的幸运值，必定每只怪都会掉落，只需要杀500只怪就行，其余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平均杀3、4只怪才能爆出一颗灵魂结晶，一些脸黑的人需要5、6只才能爆出一颗。看到杨晨一只怪下去爆一颗结晶，众人的脸都黑完了，疯狂地吐槽起来：这尼玛狗屎运也太好了吧！每一只怪都爆结晶，眼红的不行。尤其是他的攻击还这么高，杀一只怪十分轻松。若不是新手村有保护，无法开启 PK 的话，众人都想要上去合力杀了杨晨，将他身上的结晶抢过来。人家杀500只怪就行了，他们得杀2500只左右，惹得众人怨声载道。不过有势力的人就不同了，拉着他们工会家族的人进来，占据区域，开始疯狂地杀怪，甚至抢别人的怪来杀。最后一击是谁给的？掉落的结晶属于谁？这是新手村的保护系统。到了诺丁城那边，爆出来的东西，周围的人都可以抢夺，那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半个小时的时间，不少人达到了5级。头顶 ID 清一色霸王开头的一个家族，200多人入侵野区，开始疯狂地刷怪。这个结晶任务，只要不提交任务，便可以无限制的刷，爆出结。霸王家族的人疯狂地刷，再将集齐的材料给他们族长或者给其他人，等差不多了再去交任务。由于霸王家族强势入侵野区，不少人最后一击都被霸王家族抢去，辛辛苦苦将蜘蛛打成最后一滴血，居然被人抢走最后一击，是个人也无法接受。你们凭什么抢我们的怪？一名玩家发出不满的怒吼声。霸王项庄瞥了他一眼，蔑视地看着他。不服气是吧？等着5级后，诺丁城野区别让我看见你。我们霸王家族的人抢你的怪，那是你天大的运气，有本事你也抢我们的呀！杨晨也有好几只怪被霸王家族的人趁机抢去，这些人都懒得自己打，看到谁最后一击了，连忙上前抢。杨晨的攻击比较高，他的怪不容易被抢夺走。连续好几只蜘蛛被抢走，杨晨有些动怒了。对于这个霸王家族，他可是记忆犹新。上一世他作为一名普通玩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可是刷了很久。就是因为这个霸王家族的人强行抢怪，不少人都敢怒不敢言，怕到了诺丁城那边被霸王家族报复。这霸王家族刚开区进来，便拥有了2000多人的家族，族长是霸王项羽。这个霸王家族在诺丁城横行霸道，肆无忌惮霸占野区，甚至压榨一些玩家，抢夺他们身上的装备，甚至每天黑暗深渊降临的时候，霸王家族还曾一度在入城的门口收取保护费，不交纳保护费不让入城。尤其是只有一次复活机会的玩家，不敢浪费复活的机会，只能交纳保护费。作为一名普通玩家，杨晨上一世没少被这霸王家族欺凌蹂躏，苦不堪言。杨晨眸子中闪过一抹恨意，霸王家族上一世的债，这一世你们该还。想要称霸诺丁城，得问我答不答应。被抢2只怪后，杨晨也发动了反击，趁着霸王家族的人将变异蜘蛛打到1半多的血量后，毫不犹豫发动了攻击，抢怪抢夺下。他杀一只怪2个普攻够了，可霸王家族的人明显办不到。第5章，公平震动。霸王家族的人至少需要10下普攻才能杀一只怪，明显给杨晨创造机会。当他们普攻7、8下后，杨晨轻松收割。这完全是霸王家族在给杨晨打工，向来都是他们抢别人的，如今他们被抢了，可想而知怒火如何。周围霸王家族的人双眼中的怒火仿佛随时都快要喷出，恨不得活吞了杨晨。可惜并未进入诺丁城，无法玩家对玩家出手，否则周围200号人必定上去活撕了杨晨。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居然敢抢我们霸王家族的东西！告诉你，识趣的将你身上结晶用交易的方式给我，否则让你从天域世界消失。霸王项庄横眉怒眼，飞扬跋扈地走到杨晨跟前，厉声威胁道。杨晨淡淡看了他一眼，没有丝毫的畏惧之意。怎么只准你们抢别人的怪？难道就不准别人抢你们的吗？何况野区的怪是你们家的呀，你们可以打，难道我就不能打吗？让我把结晶交出来。行啊，有本事自己过来拿啊！杨晨瞥了他一眼，嘴角上扬，提起魔法杖，再次发动了攻击，气得霸王项庄浑身颤抖，目眦欲裂，愤怒地咆哮起来。有本事把你的 ID 放出来，让我看看，等到诺丁城，我霸王家族弄死你！结果杨晨完全不鸟他，再次开始抢怪。霸王家族他们平均杀4、5只怪才能爆出一颗结晶，如今还要被抢怪，气得霸王项庄整个人快要发疯了。珊珊仙女，哇，这个小哥哥好帅哦！一人独占霸王家族，气得那个霸王项庄七窍生烟了。苏城杨过，霸王家族的人太可恨了，这个人为我们出了一口气。千山愁，不过这人等进入诺丁城恐怕惨了，若是被霸王家族发现的话，恐怕不知道怎么死的。霸王家族可是有5000多人，只不过一些人没来得及进入80区，
饶是如此，也有近3000人。周围的玩家一听这话，纷纷沉默了，无奈的摇摇头。杨晨再强，也不过是在新手村，进入诺丁城就完全不同了。霸王项庄随后在他们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很快又是顶着霸王家族 ID 的300多人过，气势汹汹过来，开始疯狂刷怪。杨晨这下没有办法抢到多少了，毕竟他如今也没有群攻技能，霸王家族的人太多，杨晨可不会和他们在这里纠缠下去。到了诺丁城，霸王家族必定不会放过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强。他的任务全部完成，灵魂结晶更是有1100多个，超额完成了任务。你们2个跟着他，看看他进入诺丁城之后去了什么地方，居然敢得罪我们霸王家族，等我们做完任务后好好收拾他。看着杨晨离开，霸王项羽眼眸闪过一抹阴鸷之色，随后招呼过来2名到达5级的人跟随着他。来到 NPC 处，杨晨准备提交任务，应该没人能比他早。年轻人，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材料，我们村被变异红色蜘蛛侵扰，若能寻找到他们的灵魂结晶，我可以提炼出防御红色蜘蛛的药品。年轻人，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杨晨从背包内取出一枚灵魂结晶。是这个吗？ NPC 激动万分，兴奋不已，用力点头。对，年轻人，你果然是我天域世界的勇士，不过一枚结晶不够，你能为我收集更多的灵魂境界吗？你需要多少？ NPC 眉头紧蹙，沉吟了片刻，瞪大眼珠道：500颗，我需要500颗灵魂结晶，勇士，你能为我收集吗？杨晨毫不犹豫从背后内拿出所有灵魂结晶。够了吗？够了，你居然收集了双倍的结晶，年轻人，你果然是我天域世界的勇士。为了感谢你，我这里有东西赠送你，请你接收。丁，恭喜你获得经验值加600。一道金光闪过，杨晨的头顶变为了 LV6。丁，恭喜你获得天域贡献值加3点。丁，恭喜你获得传送券1张。丁，恭喜你获得5级绿色套装1套。丁，恭喜你获得3个银币。5级绿色套装，这便是许多人做这个任务的意义。除了武器之外，衣服、裤子、帽子、腰带、靴子5件套齐全，还拥有套装属性，各种属性加5。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傲视天下，等级 LV6， 职业法师，复活次数3，满复活，技能5，力量8，智力15，敏捷8，物理攻击8，魔法攻击80，释放速度正 0.0%， 物理防御60，魔法防御50，物理暴击率 0.0%， 魔法暴击率 0.0%， 经验值50850， HP 700， MP 700，魔法攻击已经到80了，若如今他去刷蜘蛛图的话，会更快的完成任务。年轻人，你超额完成，给了我这么多灵魂结晶，我另外再赠送你1件礼物。 NPC 忽然开口，杨晨顿时一愣，露出欣喜之色，万没有想到这个任务居然还有升级版，超额完成还有奖励，上一世似乎没人得到，不过这个也正常。灵魂结晶太难爆出，一收集就是500颗，而且还得拼命升级，都不想在这个任务之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几乎没人会超额完成。这也是杨晨拥有100%的幸运值。丁，恭喜你获得 NPC 的额外馈赠法师靴。打开背包，赫然一双红色5级的法师靴子出现在背包内，居然是一星粉色法师靴。粉色装备在20级之前少之又少，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公屏立刻发起了公告，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红色上品法师靴1双。逗比二狗，我日，开挂了吧，这么屌，居然有粉色靴子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啊？我一身白装都没凑齐，都有粉色装备了。楚楚少女，哇，小哥哥好厉害啊，粉色靴子了，能不能送给人家啊？霸王项羽，谁得了粉色法师靴出来说一下，我出2个金币买。霸王家族人多势众，财力也不可小觑，居然出2个金币买1双法师靴。公屏顿时炸天了，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傲视天下干啥了，为何这么屌。第6章，第一个技能，意外之惊喜啊！一星红色上品法师靴，敏捷加10，物理防御加10，魔法防御加10。装备描述：月光法师靴子有一定几率触发正 30% 敏捷，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各加10点。如今他的敏捷已经18点，触发 30% 的敏捷，那就是近24点的敏捷。要知道，如今不少刺客的敏捷也不过15点左右。法师主要加智力与敏捷，智力提升技能的攻击力，而法师太脆，所以需要敏捷，其中包括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敏捷度高，一旦发生危险，可以凭借敏捷力以及操作可以躲避技能伤害。刺客这个职业主要便是靠暴击率伤害和敏捷来完成刺杀，他的敏捷超越了刺客，这是何等的恐怖！今日的体力差不多消耗殆尽，
只能等恢复体力了。来到新手村一个 NPC 面前，勇士，你已经达到5级，可以前往诺丁城，是否进入诺丁城？是。传送大阵开启，杨晨身上闪烁起白色的光芒，瞬间消失不见，只觉得眼前一黑，恢复视线后，已经置身于一座繁华的城市中。如今诺丁城已经有近1万人进入了，而且每时每刻都有人传送进入诺丁城。行走在大街上，他发现好几人达到了6级，他的等级被追了上来。不过这6级之中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做那个套装任务，甚至有一名6级魔法师，如今的魔法攻击只有30点。诺丁城十分辽阔，在没有开启主城以及没有到达40级以前，他们都得在这诺丁城。每个区新手村和诺丁城都一模一样，唯有到达40级，开启主城之后，便会选择相应的主城，并且绑定主城。届时，各个大区的人都会选择自己想去的主城，开启群雄争霸。按照记忆，有好几位熟悉的人，便是在他前往主城后认识的。想要恢复体力值，必须休息，和前世一般，需要进入宾馆休息。而宾馆的等级不同，恢复体力的速度也不同。比如，在最差的宾馆需要睡8个小时，而在诺丁城最豪华的宾馆，只需要2个小时便能恢复所有体力值。最贵最大的自然是诺丁酒店，每次的住宿费是3个银币。这个家族唯有排名靠前，做任务奖励多的玩家可以承受。目前杨晨身上也不过25个银币加3500个铜板，也就相当于28个银币左右。要知道，不少玩家可是在新手村浪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这个价格还会随着等级的提升增长。玩家等级提升，杀的怪等级也会增加，爆出的钱也会增多，自然住宿费会增加。按照前世记忆，主城酒店后期会增长为一次10个金币，有投资才会有回报。杨晨选择了诺丁酒店，如今时间是关键，3个银币也能够他住3个晚上，何况明天之后，他相信收入会增加。酒店也和真正酒店一般，独立的浴缸、独立的卧室，还有书房，甚至还送水果，待遇可不是宾馆所能比的。我去，那人居然进入了诺丁酒店，土豪啊！3个银币1个晚上，都不带犹豫就进去了。酒店门，不少玩家见到这一幕，纷纷露出羡慕、嫉妒、恨之色。诺丁酒店2小时就能恢复所有体力，如今时间就是金钱，我也想进入其中，可是实力不允许。看着背包内1个银币和几百铜板的玩家，无奈的摇摇头。整个诺丁城的玩家每小时几万到10万的速度增长着，不过进入诺丁城后，几乎所有人的体力值都用完了，必须找地方休息。杨晨之所以选择诺丁酒店，正是因为时间，他进入诺丁城时间早，只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恢复体力，他能更快的去开启任务。按照前世的记忆，诺丁城有一幅隐藏地图，隐藏地图内必定有着一只 BOSS， 所有的首杀都会有首杀奖励以及丰厚的奖励，何况他还有100%幸运值这个 bug， 杀 BOSS 会掉下天大的福利，可谓是上天的宠。这幅隐藏地图的首杀他必须完成。2名时刻盯着杨晨的霸王家族玩家站在诺丁酒店门口，只能望而却步，给霸王项庄发去消息。副组长，他进入诺丁酒店，我们身上金币不足，进不去啊！霸王项庄，废物，3个银币也没有，你们就在门口守着，给我跟上他。霸王星宇苦着脸，副组长，我们还有体力值没有刷完啊，我们得升级啊！霸王项庄，妈的，你们慌什么慌？我已经6级了，等完成了结晶任务，明天带你们刷高级图，很快将你们等级提升上来。舒舒服服在床上躺了2个小时，杨晨感觉自己的精力十分充沛，旋即起床去领任务。2名霸王家族的人在门口等候着。由于诺丁城进入的玩家太多，来往人群络绎不绝。杨晨什么时候离开的，2人也没有注意到。如今大部分人都处于恢复体力之中，杨晨已经在城里开始疯狂领取各种支线任务和主线任务，同时将那副隐藏地图任务领取。目前等级他所能领取的任务全部领取，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得多亏了这双法师靴，若没有这双法师靴的话，至少需要1个小时才能领取完毕，毕竟移动速度也加了不少。领取任务后，来到勇士殿堂，进入其中。金碧辉煌的殿堂内有5人，直径来到一名魔法师跟前。勇士，我们天域世界受到侵袭，希望你能保卫我们的家园，抵挡侵略者。我可以赋予你技能。杨晨连忙回应，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守护天域世界。唰，一道白光落在他的身上，开启了一个技能栏，同时背包内出现一本技能书，还是紫色技能书。我去，果然幸运值这个 bug 强大。上一世他第1个技能不过是白色技能，记得最厉害的也不过绿色技能，这上来就是紫色技能。技能描述：研爆术，同时释放出3个火球，可同时攻击3个目标，火球落在目标上会发生爆炸，增加额外15点法术伤害，5秒恢复一次，每次消耗 MP 值30点。3个火球落下的周边也会受到一定的伤害。第7章，升到9级，技能也需要提升等级，可通过玩家升级后的技能点数提升。
每次转职所有技能点数都会清零，可以重新给技能提升等级。杨晨将所有的技能点数用上，将研报数提升到5级。如今他的魔法攻击达到120点，加上技能的额外攻击能达到150点。公屏之上再次发起公告，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紫色技能研报数。叮叮，键盘侠们再次活跃起来。烟雨江南，又是这个傲视天下，这个傲视天下也太屌了吧！咱们80区的福利都快要被他一人全部独占了吧？花花公子，傲视大神，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家族？我给你一个副组长的位置。雅雅很可爱，小哥哥，你有没有女朋友？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若是有了，你介不介意多一个女朋友？来到野区，此时空无一人，毕竟大部分人此时都还在恢复体力值。来到一处变异小偷前，杨晨挥舞着魔法杖，施展出研报术，3个火球从天而降，分别落向3只变异小偷。轰！火球落下，地面颤抖，3只小偷头顶飘起伤害150。瞬间3只小偷的行动性格，头顶的血条瞬间被清空，爆发一道白光，掉落出一堆铜板以及蓝色装备，幸运值100%，简直就是巨大的 bug， 几乎每杀一只怪必定会掉落东西，他的经济也能迅速飞升。一个研报术可以秒杀变异小偷，即便是普攻也是2个普攻一只怪，若是攻击再高一些的话，一个普攻能秒杀这7级的变异小偷。变异小偷的任务完成，一道金光闪过，杨晨已经到达了 LV7， 随后换了一副8级怪的地图开刷，研报术依旧可以秒杀8级怪，依旧2个普攻杀一只怪。转眼2个小时的时间过去，杨晨将身上的任务几乎全部完成。又是一道金光闪过，他头顶已经变为了傲视天下 LV8。他回城了一趟，背包都快装不下，100%的幸运值掉落的东西太多了，白色装备和蓝色装备全部被他扔进杂货店换钱，还有3件绿色装备和1件紫色装备放在了拍卖行上交易。7级后便能使用拍卖行交易，不过买东西的人却不限等级，1级的人也可以在拍卖行买东西。杨晨在系统商店内购买了不少回血剂和能量剂，想要刷这幅隐藏地图，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上一世他到了主城后，曾经听闻人提起，他们那个主城的一位大神之所以起飞，在9级的时候获得了一场机遇，遇见了一幅隐藏地图。一时好奇，随口问了问这幅隐藏地图的事，这一世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还剩下一大半的体力值，他预计所有的体力值恐怕都会消耗在这幅隐藏地图之上。做好充足的准备，前往一处10级怪的地方，变异黄蜂怪。此时野区已经有不少玩家开始做任务砍怪升级了，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组队。虽然组队每杀一只怪经验会少一些，但速度提升不少，远远强过一个人单杀的速度。这是对于大部分人，对于杨晨则不然，他的攻击超高，对付这些怪没有任何压力，自然不会组队和别人分享经验。何况有了上一世的经验，他也不打算和别人组队。上一世自己天域世界明媒正娶的妻子和情同手足的兄弟，居然勾结外人杀他，他绝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变异黄蜂怪目前还没人来击杀，这可是10级高，而且大部分人都处于6级，最高也就7级，他们得花一点时间将自己的等级提升上来，才能来到这里。魔法师居然想要单刷10级怪，疯了吧？魔法师如此脆，没有战士在前面抗伤害，刺客收割，他去送死吗？周围一支队伍的战士盯着杨晨嘲讽起来。哇，这名小哥哥还挺帅气的，怎么如此想不通，居然去单刷10级的怪？若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和他组队啊。队伍一名女孩花痴一般的开口。杨晨提起手中的魔法杖，研报术施展出。轰轰，3个巨大的火球落下，地面颤抖，3只黄蜂头顶飘起伤害180，200滴血的黄蜂怪瞬间只剩下20滴血，血条快要清空。随后补上3个普通，几秒的时间，3只黄蜂怪被击杀。丁，恭喜你获得经验值加30。丁，恭喜你获得经验值加30。旁边队伍的5人瞠目结舌，愣怔在了原地，无法置信。愣怔了许久，那名战士回过神来，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刚才是我眼花了吗？他的法师攻击居然有180的伤害。弓箭手看了看手中的弓箭，我日，不过比我们高2级而已，攻击有这么变态吗？我的攻击才80啊，连他的一半都不如。女孩也傻眼了，那双美眸之中的花痴之色更加浓烈。哇，原来小哥哥是大神，如此厉害！杨晨对于几人的惊讶置之不理，疯狂地刷着黄蜂怪，平均3秒杀2只怪。不过期间需要休息下，补充 MP， 至于血量 HP 很少补充，因为这10级怪打不了他多少血量。上一世他作为一名剑客，对于基本操作算不上太流利，不过经历10年的磨砺，对于操作方面，计算攻击、灵活走位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这些黄蜂怪极少能攻击到他。黄蜂怪的任务只是杀100只怪，但杨晨并没有停手，继续刷着。1个小时过去，已经杀了1000多只黄蜂怪，
一道金光闪过，他已经升到9级了。杨晨有些担忧了，若再不刷出隐藏地图，不少玩家都来这里了。果不其然，顶着霸王 ID 开头的玩家迅速过来，为首的人是霸王家族的族长霸王项羽，至少有300名霸王家族的玩家过来，和之前一样，他们疯狂抢夺别人的手中的怪。你们霸王家族是不是太霸道了？凭什么抢我们的怪？这样会引起公愤的。第8章，霸道的霸王家族。如今霸王家族的人已经扩充到了3000多人，在80区十分有名。霸王项羽歪着脑袋回头看着那名战士，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公愤，来啊，我看看公愤什么样的。过分，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过分。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给我交出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刷怪。什么方式发育最快？抢劫的方式最快，抢怪可以省体力，抢金币能把装备快速搞上去。霸王家族目的就是称霸80区，让人养着他们霸王家族，和上一世的手段一模一样，奴役着80区的大部分玩家，让霸王家族飞速发展。战士顿时傻眼了，怒火中烧，片刻后愤怒咆哮起来：凭什么给你们钱？霸王项羽冷笑一声：凭什么？我让你知道凭什么。瞬间他身上泛起红光，开启了 PK 模式，举手手中的长刀砍向那名战士。同时霸王家族所有人身体纷纷泛红，开启了 PK 模式。那名战士以及所在队伍其余4人没能承受几道攻击，躺在了地上。同时他们背后内爆出不少铜板和几件装备，他们原本等级已经到达了7级，如今被杀等级掉落到了6级。5级可以开启 PK 模式，可以攻击玩家，受到攻击的玩家不用开启 PK 模式也能反击。在天域世界中死亡会掉落等级和随身携带的金币或者装备。主动开启 PK 者杀人会产生罪恶值，成为红名，罪恶值越多字体越红。红名无法回城，在城门口有2名金银2卫将军 NPC， 红名入城会遭到2人的截杀。罪恶值越高，被杀之后损失越大，等级掉落1级，身上所穿的装备和背后内携带的装备大部分都可能会爆出去，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成为红名。而且红名不洗刷掉身上的罪恶值，永远没有办法回城，传送券和回城券都无法使用。不过在前世记忆中，2级主城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红名入城了，杨晨记得很清楚。金银2卫将军是根据玩家等级设定的 NPC， 那名玩家攻击超高，秒杀了2位将军，趁着刷新复活的时候回到了城内。城内无法开启 PK 模式，只要回城就安全。当然眼下不可能有人能秒掉金银2位铁甲将军。霸王项羽看了一眼地上爆出来的东西，让人捡起来，得意道：不给我，我主动拿。率先被杀的战士难以咽下这口气，使用了原地复活，花费了1个金币，看起来也是小财主，等级被降低，各项属性攻击也下降了。怒不可遏盯着霸王项羽：你们就是一群强盗，我和你们拼了！霸王项羽嘲讽的大笑起来：哟呵，居然原地复活，不交钱滚回新手村去！再次提刀向那名战士攻击去，霸王家族的人都动了，瞬间那名战士再次被秒杀，等级掉落到5级，身上掉出1件绿装和1团铜钱。这次那名战士无法原地复活了，金币不足，1分钟后系统主动将其复活在城内的安全区，复活机会1，剩余2次复活机会。霸王项羽看着周围的玩家，立马呵斥起来：今天每人交2个银币，不给的我们主动来拿。周围的玩家敢怒不敢言，很快有人主动缴纳了2个银币后继续刷怪，没有缴纳的人被霸王家族的人强行爆出来。随后霸王家族的人开始抢怪升级，清洗身上的罪恶值。杨晨眉头皱了皱，按照这个速度，霸王家族的人很快会过来，几个队伍和他一起刷黄蜂怪，见霸王家族后毫不犹豫掉头就走，任务也不做了。霸王项羽金光一闪，升到了8级，同时霸王家族好几人都升到了8级。又是一只黄蜂怪死在他的手中，不过这次黄蜂怪的尸体却没有消失，也没有掉落任何的东西。丁，恭喜你触发了黄蜂洞穴，是否进入？来了，终于来了！杨晨顿时一喜，整个人有些激动兴奋起来。果然这黄蜂怪杀上1000之后会触发隐藏地图。丁，任务发布，勇士，你是天域世界的绝对勇士，为我诺丁城的安危付出巨大，斩杀了如此之多的黄蜂怪。如今黄蜂王的洞穴出现，请勇士为我诺丁城除掉这个祸害。杨晨毫不犹豫将这任务领取下，不过却没有着急进入其中。这霸王家族发展的太快，对他可不是好事。上一世霸王家族对他的蹂躏记忆犹新，必须遏制一下。族长，这小子没有交保护费。霸王家族一人过来后，立马将杨晨围了起来。霸王家族10几名到达8级的玩家迅速过来，霸王项羽也赶了过来。小子，将你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杨晨嘴角上扬看着他。哦，我为何要交钱给你？霸王项羽的脸色顿时阴沉下去，面目狰狞。为何要交钱？这是保护费，你不交钱就别想从这里刷怪。
杨晨冷笑一声：“这怪是你家养的，不识抬举，给我上！”周围好几名霸王家族的人发动了攻击，2名弓箭手迅速射出2支利箭。杨晨早已准备好，凭借鞋子的敏捷和精湛的操作，迅速躲开。丁你受到了玩家的攻击，伤害20。丁你受到了玩家的攻击，伤害10。虽然躲开了正面攻击，不过杨晨故意让自身受到一点伤害，瞬间霸王家族的5人拥有了罪恶值，而杨晨杀他们却不会增加任何的罪恶值。挥动魔法杖，3颗火球从天而降，落在3人的身上。霸王家族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杨晨会动手，而且释放速度之快。3人的头顶血条一半，伤害180。霸王家族3名射手总共血量只有650，射手防御力不高，刚才的战斗刷怪让他们只剩下400多的血条，一个技能下去打掉一半的血量。杨晨继续补上2个普通攻击，刷刷，2道白光闪过，2名霸王家族的射手血条被清空，躺在了地上。至于原地复活，他们2人级别太低，没有那么一个金币。第9章送装备，这一幕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中。由于这3人是红名，等级掉落到6级，还爆出了2件绿装和3个银币。杨晨手疾眼快，凭借着敏捷力高，迅速将地上的物资拾起，可谓是损失惨重。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周围的玩家心情十分不错，宛如自己杀了霸王家族的人一般。铁血江山，太好了，让霸王家族的人也尝尝这个滋味。十里清风，好是好，不过他完了，这周围可是有几百名霸王家族的人。霸王项羽顿时就怒了，横眉怒目，敢杀我霸王家族的人，给我杀了他！一起上，给我杀爆他！周围霸王家族的人纷纷聚集过来，上百人围拢过来。这样的密度下，杨晨敏捷度没有任何的用处，躲过这人的技能，躲不开其余人的技能。下一秒，霸王家族的人瞬间傻眼了，杨晨瞬间消失不见。族长，这人怎么消失了？莫非用了传送卷？项羽霸王惊愕地瞪大眼珠，环视周围一眼。不对，传送卷和回城卷也需要3秒的时间，难道是瞬间传送卷？那小子怎么买得起？族长，这里有隐藏地图入口。忽然，一名霸王家族的人激动兴奋地吼了起来，一群人纷纷围了上去。霸王项羽整个人立马激动兴奋起来，哈哈，隐藏地图，这里面有 BOSS， 不是说15级后才有 BOSS 吗？没想到这里居然出现了，我要起飞了！首杀奖励必定十分丰厚。族长，那小子一定是进入了里面。霸王项羽眼眸尽显阴鸷之色，冷哼一声：“没事，进去连同那小子一起爆掉。那小子攻击有点高，肯定身上有好装备，一起爆掉他，我们就发财了。”族长，这地图最多进去20人，那小子已经进入其中了，只能进去19人。霸王项羽旋即挑选了19人，让其余的人守在入口处，不要让任何人进入其中。19人在他看来足以杀了杨晨和 BOSS。丁宁已进入黄风怪洞穴，杨晨置身于隐藏地图内，周围刷新出上百只黄风怪。这些黄风怪不同于外面的黄风怪，你不攻击它，并不会主动攻击，洞穴内的黄风怪会主动进攻。附近30多只黄风怪向他挥舞着翅膀飞来。杨晨提起魔法杖，精湛的操作，整个人移动到黄风怪中央的位置，顷刻之间，上百只黄风怪向他聚集过来。正当这时，霸王项羽和18名霸王家族的人进入其中，为他吸引了不少火力。族长，那小子在那！霸王项羽瞥了杨晨一眼，目露凶光：“小子，看你往哪逃！”族长，黄风怪过来了，杀过去！霸王项羽一马当先，提着一把刀冲上去砍怪。有了霸王家族的人帮忙砍怪，杨晨轻松了不少。1分钟的时间过去，黄风怪被杀了一半。杨晨一人杀了10只，另外40只死在了霸王家族手里。随后，杨晨不再杀黄风怪，依仗着粉色法师靴，迅速到了霸王家族一名血流只有300的法师刺客身边。火爆术落下，同时一个普通攻击，唰，一道白光，那人的尸体躺在了地上。叮，您击杀了玩家霸王浩哥，不增加任何罪恶值，获得杀戮值1点。杀戮值，这可是好东西，到了后期有杀戮值商场，甚至可以凭借杀戮值领取到称号。同时，周边还有1人承受了火球的伤害，血条只剩下一半。见杨晨向他移动，吓得魂飞魄散，怪都不打了，急速往后退。一名战士迅速上前一刀砍过来，将杨晨给逼退。霸王项羽瞬间暴走了：“你想死，我成全你！不要管这些黄风怪，先杀了他！”霸王家族剩下的17人纷纷向杨晨攻击而去，早已计划好一切的他迅速往黄风怪之中逃窜。5名战士拎着武器迅速追上来，他们的敏捷度不高，根本无法避开黄风怪，再次和黄风怪交手在一起。刚才击杀那名霸王家族的人再次爆出了一件绿色装备，还是不假法师所穿，这简直就是来送装备的呀！
加上之前的几件绿装，用不上的可以挂到拍卖行卖。如今紫色装备和绿色装备能卖到不少钱，一旦粉色和史诗装备出现，绿色装备和紫色装备就不值钱了。算算，这应该能卖1个金币了。5名战士被黄风怪阻拦，可杨晨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再次发动攻击。火球落在其中3名战士的身上，加上几个普通攻击，再次带走2名战士，收益十分不错。这隐藏地图最多容纳20人，有人选择复活后，外面又有几名霸王家族的人进去其中。此刻杨晨帮着黄风怪在攻击了，他躲在后面，霸王项羽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要杀杨晨就必须杀光所有黄风怪。前赴后继，终于磨死了10只黄风怪，杨晨收获也相当不错，甚至还有2件10级的装备，1件上衣和1条项链，这些都是霸王家族的人爆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无法穿戴，也没有回城携带在身上，如今完全是给杨晨送装备了。气得霸王项羽整个人快要抓狂了，双目一片猩红。族长，怎么办？霸王项羽整个人快要气炸了，目眦欲裂，除了磨死这些黄风怪以外，无计可施。给我杀！咱们人多，磨死他！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反正他们霸王家族在副本外面可有几百人，这黄风怪快要被杀光了，如今只剩下了30多只。霸王家族的人全面发动了攻击，半个小时过去，霸王家族又是10多人死亡为代价，终于将100只黄风怪全部消灭。霸王项羽面容狰狞无比，小子，这下我看你往哪跑？将你身上全部的装备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杨晨瞥了他一眼，淡淡一笑，想要装备，有本事你自己过来拿。霸王项羽大手一挥，给我杀了他！杀！18名霸王家族的玩家怒吼一声，围攻上去。第10章抢夺 BOSS。 轰轰！还未等他们发动攻击，地面急剧颤抖起来，一副天崩地裂的模样。丁黄蜂王出现，请各位勇士为了诺丁城的安危击杀黄蜂王。一道系统声响起，一只巨大的黄蜂怪出现，狠狠坠落在地上，掀起一阵尘烟。2名霸王家族的玩家正处于黄蜂王坠落的中心地带，没有任何悬念，2道白光闪过，留下2人的尸体。黄蜂王 BOSS 困难级 LV15级精英领主，困难级 BOSS 手杀他必定爆10分不错的装备。霸王项羽愣怔了一下，随后露出兴奋激动之色。困难级 BOSS 发财了，哈哈！杀了他！旋即霸王家族的人纷纷攻击黄蜂王，至于杨晨暂时放下， BOSS 会主动攻击他们，他们可没有杨晨的敏捷力，无法闪躲，而且他们人多，成为 BOSS 的目标的几率十分大。吼吼！黄蜂怪吐出一团黄色烟雾，6名战士连忙冲锋在前，抵御着烟雾，他们的血量飞速下降，这烟雾有毒。后方的几名射手和2名魔法师迅速发动攻击，伤害30，伤害80，伤害110，伤害60，最高的伤害就是110。击杀 BOSS 会按照个人输出力来计算经验奖励。杨晨同样发动攻击，瞬间他的输出超过了霸王家族最高者霸王项羽，而首杀奖励计算乃是最后一击那人身上。霸王项羽瞳孔急剧扩大几分，扫了杨晨一眼，旋即向一旁的几名霸王家族的人吩咐起来。1分钟之后，杨晨成为输出最高者，打了几千的伤害，黄蜂王的血条只剩下1/3不到了。忽然霸王家族4名战士迅速绕到了杨晨的身后，同时2名魔法师和射手转变攻击方向，所有的攻击落向杨晨。杨晨早有准备，迅速抽身离开，不过2名法师和2名射手同时出手，攻击范围太广，没能完全躲开。丁你受到玩家攻击伤害50，丁你受到玩家攻击伤害40。850点血量瞬间掉到500点，若非他闪得快，如今他的血量只能剩下100点。7人同时出手，居然没能秒掉杨晨，让他们诧异万分。卧槽，这个法师的防御这么高！杨晨阴沉着脸，提起手中的魔法杖，研爆术，3颗火球落下，距离最近3名战士无法脱身，3颗火球准确无误地落在了他们身上，跳起180的伤害。随后2个普通攻击，1名战士的血条见底，其余2名战士迅速抽身往后退，拼命地吃加血剂。不过加血剂每次只能恢复20点，最多的30点，除非等级高了之后可以买高级加血剂才能加更多的血。又是一个普攻落下，那名战士此时也反应了过来，连忙施展技能抵挡，攻击落下，他只剩下1滴血，转身拔腿准备跑。3枚火球瞬间落下，将他的血量清零。那名战士爆出一把蓝色长刀和一堆铜板，化作一道白光消失不见。杀了他，杀不了就给我拖住他，等我杀了这 BOSS 再慢慢收拾他。霸王项羽见状，眼珠瞪得老大，怒吼一声，6人再次向杨晨发动攻击。 BOSS 只剩下1/3的血量了，目前他无法分出太多的人手，一旦攻击降低， BOSS 的回血量可是超高的。
杨晨此时也吃下了不少的加血剂，为了对付这隐藏地图的 BOSS， 他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购买不少血剂，而且全部都是这个阶段的终极血剂，一次恢复100点的血量。霸王家族的人可没有这么幸运，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2名战士和2名法师以及2名射手拼命的上去准备拖住杨晨，见到这一幕后顿时心里一惊，卧槽，他带了这么加血剂，他带这么多加血剂干嘛？恢复血量的杨晨再次提起魔法杖，施展出研爆术，3颗火球落下。6人见状纷纷往后退，都不想被这研爆术砸中。如今 BOSS 快没血了，这隐藏地图已经开启了静止 BOSS 的自我保护形态，所有人都无法在此时进入地图内，一旦他们死亡便无法再进入其中，得不到任何的 BOSS 奖励。研爆术乃范围攻击，1名射手撤退不及时，依旧被打出了伤害80。他本来就只有200点的血量，杨晨趁机上前，一个普攻落下，瞬间射手的血条被清空，没有战士在前面抵御伤害，法师和射手那就是活靶子，毕竟他们的敏捷力太低了。若是几人团结一致的话，杨晨还真不好对付，不过都不想死，想要蹭 BOSS 的经验。卧槽，你们3个战士干嘛？在前面抗住啊！杨晨将1名法师逼到地图的角落处，法师发出惊呼声，愤怒地咆哮起来：抗的几把呀？这伤害这么高，我们已经没有加血剂了。战士回应一声，随后几人相视一望，他们准备趁着杨晨对付这名法师，从背后偷袭。5人迅速上前，猝然2颗火球从天而降，面向他们砸过来。5人瞳孔急剧扩大，大惊失色，不是在攻击那名射手吗？此时他们明白自己上当了，声东击西。可惜他们已经来不及撤退了，尤其是3名战士。3颗火球准确无误地落在他们的身上，头顶跳起伤害150。他们的血量本就并非满状态，尤其是其中1名战士只有300点的血量，挨了这一下，只剩下150点的血量，吓得他魂飞魄散，连忙往后退，怕自被秒了。其余几人皆是如此，不过杨晨并没有继续对他们出手的打算，2个普通下去，那名被逼到角落的法师血条彻底被清空，尸体躺在了地上，等级掉落至7级。剩下的5人血量所剩无几，杨晨还在吃加血剂，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这还打个锤子，谁也顶不住啊！第11章，暴怒的霸王项羽。几人内心一阵咆哮，纷纷抽身往后退，都想要蹭 BOSS 的经验，谁也不想死。这却给了杨晨的机会，不停地恢复着血量，迅速来到了霸王项羽一群人身边，挥动着魔法杖，3颗火球落下，轰轰，2名射手和1名法师的血条瞬间被清空，躺在了地上。他们本就打 BOSS， 血量所剩无几，如今却给杨晨机会。项羽霸王顿时就怒了，这 BOSS 最多还有2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能磨死。如今杨晨杀了3人，至少得需要3分钟才能将这 BOSS 磨死了，整个人暴跳如雷。你想死是不是？杨晨冷冷看了他一眼，怎么，只准你们霸王家族的人杀别人，不准许别人杀你们吗？何况还是你们抢我的 BOSS， 别光动嘴皮子，想要杀我，放马过来！霸王项羽更加愤怒了，双目之中快要喷出怒火来，扫了一眼一旁5人，让你们拖住他。5人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1分钟后，5人的尸体躺在了地上，还爆出了3件绿色装备。杨晨直接来了一个换装，属性好的以及攻击防御强的全部装备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不上的职业不适合的准备回去之后拿到拍卖行卖掉，可谓是大丰收。 BOSS 如今只剩下1000多滴血了，马上就要挂掉了。项羽霸王露出兴奋与紧张之色，看了一眼杨晨，快打死 BOSS！ 加上他如今只剩下8人，其中2人的血量100都不足了，杨晨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直奔2名残血射手而去。吓得2名射手大惊失色， BOSS 都不打了，转掉头就跑。本来这些人在前面抵挡着 BOSS 的攻击，抗住伤害，如今将项羽霸王的位置暴露出来。轰！一团黄色的烟雾准确无误地喷在了霸王项羽的身上，整个人倒飞而出，伤害230。趁着这个机会，杨晨施展出研爆术，并且加上一个普通的攻击，霸王项羽头顶的血条瞬间被清空，尸体躺在了地上。霸王家族的人都未曾想到杨晨会对霸王项羽出手，纷纷顾着四处逃散。5秒的时间，杨晨对另外2名血量不足100的人动手了，将他们变为了尸体。剩下的5人连 BOSS 都不敢打了。唰！一道白光从霸王项羽的尸体上闪过，原地复活。霸王项羽 LV6， 之前他杀人太多，名字变为了血红，被杀直接掉落了2个等级，还爆出了一个金币和一件紫色腰带。杨晨毫不犹豫将金币和腰带收起来。霸王项羽怒不可遏，把装备给我，要不然你别想在80区混下去。杨晨冷笑一声，想要装备自己过来拿呀。杨晨将腰带换上，他的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再次增加10点，
随后开始攻击 BOSS， 对于霸王家族的人置之不理。不管 BOSS， 给我杀了他！霸王项羽怒喝一声，剩下的5人和他一起对杨晨施展攻击。早有准备的杨晨连忙躲开，对于霸王项羽的攻击完全无视。如今失去了腰带，等级掉落到6级，攻击力从115降为了50点，连他的防御都无法破开，只能打出5点的伤害。杨晨就是站着让他打，霸王项羽也不见得能将他打死。承受了他一击之后，更好了，霸王项羽名字再次变为了灰色，毫不犹豫一个普攻过去。轰！顷刻之间，霸王项羽的血条再次被清空，成为了尸体躺在地上。我日！霸王项羽怒骂一声，彻底没了脾气，一个普攻都能秒了他。杨晨也被其他5人的攻击打中，又是2瓶加血剂吞下去，恢复了200点血量，挥动手中的魔法杖，30秒的时间，5人全部被干掉，等级掉落到7级。他们这次出来，知道自己会成为红名，身上都没有带太多的金币，怕爆出去，如今好几人都没有办法原地复活。霸王项羽在自己的家族群里发送消息，原地复活留着，马上 BOSS 要挂了，他们拿下首杀是不可能了，不过 BOSS 的奖励必须抢到，让他们等着 BOSS 挂掉后立马原地复活，抢夺爆出来的东西。隐藏地图外已经聚集了500多名霸王家族的玩家，全部都是8级和7级。杨晨凭借着灵活的走位，将 BOSS 的伤害降到了最低，不过还得感谢霸王家族送的装备，防御力超过100，伤害增加到了210，一个研爆术和加上2个普攻。轰！黄蜂王发出一团耀眼夺目的金光，爆裂开，2道耀眼橙色的光芒散发而出，还有1道粉色的光芒。同时，杨晨身上连续闪过2道光束，他升到了11级。丁，恭喜你击杀了黄蜂王，为保护诺丁城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奖励贡献值5点。丁，恭喜你升到11级，所有属性乘加5，距离下次升级需要2500点经验值。丁，恭喜你成为首次击杀 BOSS， 奖励成就传送卷1张，加3强化卷1张，额外奖励经验值500点，获得保卫者绿色称号。强！8道白光闪起，霸王项羽连同另外7人瞬间原地复活，疯狂地向 BOSS 爆出来的战利品冲过去。想抢我的战利品，那就试试。杨晨冷哼一声，挥动魔法杖，最前面的3名霸王家族的人瞬间被3颗火球秒杀，等级掉落，攻击属性降低，连装备也爆出去，只有被杨晨秒杀的命。此时杨晨的攻击可是高达近300点。剩下的4人继续抢夺，杨晨2个普攻带走1人后，再次发动研爆术，剩下3人再次被秒杀，其中2人还抢到了1件装备和5个银币，刚拿到还没捂热，再次爆了出去。这下他们可原地复活不起了，100个金币。尸体纷纷消失，出现在诺丁城安全区内。霸王项羽趁着几人吸引火力，同样抢到1件装备，正当准备抢第2件的时候，一个火球落下，他的血条再次被清空。这下饶是他富有，也没有办法原地复活了，1000个金币啊！除非让霸王家族的人凑。第12章大丰收。他的武器月光刀爆了出去，那条粉色的项链却没有爆出去。从安全区出来后，霸王项羽已经掉落到了5级，再次赶到隐藏地图外，率领着霸王家族的人将出口团团围住。同时公屏系统滚动起来，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个人成就，首次击杀诺丁城 BOSS 获得保卫者称号。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追星魔杖橙色图鉴。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光逆之刃橙色图鉴。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逆天套装上衣紫色图鉴。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强化石 X10。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升星卡 X1。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家族另一枚。恭喜玩家霸王项羽获得血魂项链1条粉色图鉴。其余奖励无法触发公告，这些已经让公屏彻底炸了。玩家 A， 卧槽，又是这个傲视天下，太屌了吧！天啊，我连绿色装备都还没有凑齐，居然都拥有史诗级别的装备了。玩家 C， 傲视大神，你有没有家族？我能自力更生，自带锅碗瓢盆，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家族。玩家 F， 牛逼了我的哥，膜拜！铁血战天，兄弟，你这用不上的装备卖不卖？我花钱买。霸王项羽，你个狗逼！原来你叫傲视天下，你给我等着，80区没有你混下去的位置。所有人听着，哪个家族敢收留傲视天下，就是与我霸王家族为敌。对于霸王家族的凶名，不少人都清楚，一时之间不敢议论，只能在私底下议论。玩家 D， 傲视天下得罪了霸王家族。玩家 G， 是啊，我刚看见了，霸王家族的族长霸王项羽之前是8级，如今掉落到了5级，8成是被傲视天下给杀到5级去了。玩家 K， 卧槽，牛逼啊！从今往后，傲视大神就是我的偶像。这霸王家族经常霸占野区，强行抢夺装备金钱，爽啊！
最好将他杀回新手村去。玩家 Y， 傲视小哥哥日子不好过了，他只有一个人，霸王家族可是有3000多人呢。霸王项羽，傲视狗逼，你出来啊！有本事你出来！今天不把你杀回新手村去，我他妈是你儿子！本想拿 BOSS， 如今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许多好装备都爆了出去，还损失了100多个金币。值得庆幸的是，抢到一条粉色项链，可这条项链是15级的，目前他根本没有办法佩戴。自己的武器也爆了出去，可想而知心情如何。从家族里找过来一名战士玩家，把你的绿色武器给我。那人瞠目结舌，望着他，族长，这可是武器啊，把武器给你了，我用什么啊？我用嘴去咬怪啊！霸王项羽横眉怒目，过2天家族里面打到武器了，我就还你。你以为我看得上你这绿色武器呢？不由分说，让那人强行把武器交换过来。那人本有80点攻击，随着武器变为一根木棍，攻击力下降到30。整整600多人在副本入口守候着，守了大半天后，副本入口都消失了，也不见杨晨出来。这个阶段，商城还没有传送券和回城券卖，必须得等到15级后。项羽霸王恍然大悟，一定是 BOSS 首杀奖励，其中必定有回城券。杨晨回城了，旋即打开公屏，用2个银币的金喇叭发言：傲视天下，你个没中的居然跑了，你给我等着，最好不要让我看见你。随后吩咐自己家族的人外出做任务的时候好好盯着杨晨，同时还发布了奖励，谁能提供傲视天下的位置，确认后给1个金币的酬劳。这个阶段1个金币，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不少人都心动了。杨晨对此浑然不知，使用了唯一一张传送券回到城内，打开自己的背包，清理一下，绿色以下的装备全部卖给杂货铺。这个黄蜂王爆出来的才是极品啊！运气好的人首杀 BOSS 能爆出1件史诗装备就不错了，因为拥有100%幸运值这个 bug， 他爆出来的东西几乎是别人的双倍。追星魔杖描述：技能魔法攻击加80，整体伤害加100，有 5% 的几率触发， 10% 的暴击率，额外附加伤害30点魔法伤害，战斗中有几率触发 1% 的武器技能效果，星火燎原。杨晨激动兴奋不已，这伤害加的太高了，就这魔法杖的伤害都已经达到了100点，加上 10% 的暴击率效果的话，那就是110，等到他15级的时候，伤害必定能破1000。逆天套装上衣描述：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80，每秒回血效果加10。集齐套装可额外增加双重防御70点，魔法攻击加100。逆天套上一世他也见过，虽然是15级的装备，若能集齐套装的话，20级的紫色散装也没有它的效果好。这逆天套装可以通过 BOSS 身上爆，可以通过设计图纸收集材料，请锻造师制造。强化时可以强化武器和装备，这可是好东西啊！可以强化装备，有着100%幸运值，10个强化时可以顺利强化到+3。强化装备武器需要主要材料强化时，强化加1需要1颗强化时，往后是翻倍。而强化后的武器属性攻击都会增加不少，强化越高增加的越多。+3强化券可直接将武器装备强化到3，这个价值可是无法估量。升星卡提议提升装备的星级都是好东西。还有家族令，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家族，类似于霸王家族这种，没有家族令，没有得到天域世界的认可，无法开启家族任务，必须有家族令才能正式建立家族。80区还没人建立家族，达到10级后才拥有建立家族的权利，首次建立家族还有丰厚的奖励，何况家族任务经验也十分丰富。来到城中家族 NPC 面前，年轻人，你是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族吗？杨晨点点头，是。年轻人，你可知道建立自己的家族需要家族令？你有这个东西吗？杨晨从背包内取出家族令。NPC 有些激动，接过家族令。年轻人，你果然是一位勇士，现在你可以创建属于你自己的家族了。按照提示，杨晨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家族——傲视群雄家族。他是族长。傲视群雄家族，1500，家族等级 LV1，家族贡献度0，距离2级家族需要500点家族贡献度。所有成员享家族属性增加，所有属性加5。虽然加的不多，不过家族等级提升之后，增加的属性变多了。第13章，又报 BOSS。丁，恭喜您在诺丁城首个创立家族，获得成就奖励，天域贡献值加2。逆天套紫色裤子1件，又是逆天套1件，这真是运气逆天了。2件逆天套和魔法杖全部放入仓库内，等到15级的时候，他的战斗力必定突飞猛进。看看自己的金钱收益情况，霸王家族给他送了不少钱呢。金币3个，银币300，铜板8000，放在拍卖行的几件装备全部卖出，收入了100多个银币。霸王家族送的这些装备，从里面挑选了几件适合自己的穿上，5件装备，粉色靴子，其余5件都是紫色装备，升到11级，
各种属性提升，还有装备的加成，他的攻击力如今达到了400多，若加上触发被动效果的话，极有可能达到500的魔法伤害。物理防御200多，魔法防御200，敏捷达到了80，智力100，而且还剩下了不少绿装和紫色装备。杨晨统统放到了拍卖行上，再过几天绿装必定会被淘汰，拍卖行上的绿装就没有那么值钱了。为了这隐藏地图，刷光了所有的体力值，他必须进入酒店恢复体力值。对于如今的他来说，诺丁酒店的消费完全不是问题。今日诺丁酒店再次涨价3个银币。进入酒店内，洗了一个澡，躺在床上，打开消息界面，无数的人在添加他为好友，大部分人都拒绝了，唯独在一个 ID 铁血战天之上。铁血战天，铁血家族的族长，对于这个铁血家族，上一世也见识过。这个铁血家族拥有1000多近2000人的家族，实力稍逊霸王家族一筹。但这铁血家族虽然是大，却从不会干那种嚣张跋扈的事，名声不错。犹豫了片刻，他接受了好友请求。叮！铁血战天，傲视兄弟你好，那个你是魔法师职业吧？光逆之刃你应该用不上吧？能不能卖给我？当然，价格你尽管开口。光逆之刃他的确是用不上，毕竟职业不同。傲视天下，你出多少？铁血战天50个金币，这是目前我能出的最多价格。若超出这个价格，你可以告诉我，剩下的金币欠着，等我赚到之后再给你。史诗装备这个阶段乃是最好的装备，到了20级的时候，这个史诗装备都不会被淘汰。25级的时候没有出现新的史诗装备，这个装备依旧强悍无比。杨晨沉吟了片刻，就卖你50个金币吧。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交易？铁血战天，谢了兄弟，我铁血欠你一个人情，日后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不推辞。今晚12点我通知在什么地方交易，我现在做任务。杨晨不假思索答应下来。铁血战天，对了，傲师兄，你是否报出了家族令？你能卖给我吗？家族令这个东西也是铁血战天迫切需要的，一旦他得到家族令，创建家族，开启家族任务，整个家族的实力必定突飞猛进，升级速度快了，甚至迟早会超越霸王家族。杨晨没有否认，是我手上确实有家族令，不过我已经创建了家族，因为家族任务我也需要。铁血战天一阵失望，原来如此，那算了，晚上我通知你交易时间，谢谢你了，傲师兄。关掉聊天对话框，惊愕地发现霸王项羽居然发送过来了好友申请，迟疑了片刻，他点击同意。霸王项羽，你个狗逼，把光逆之刃给我，再赔偿我100个金币，我就放你一马，否则我要让你彻底从天域世界消失。杨晨一笑置之，直接拉黑删除了好友，气得霸王项羽暴跳如雷。如今他已经重新回到了6级，开始疯狂地升级。休息2个小时之后，杨晨的体力值再次恢复，看了一眼背包内的强化石，将他的武器强化到+3。这根魔法杖之前有150的魔法攻击，强化之后变为450的魔法攻击，这是何等可怕！全部属性加上，它能施展出近800的魔法攻击。将所有的铜板全部丢入家族之中，家族贡献值从0变为了60。金钱提升家族等级太难了，还是得做任务。通过传送阵进入家族地图内，开始刷家族任务。丁傲氏家族，您的家族有魔兽入侵，请您保卫自己的家园，消灭所有入侵魔兽。顷刻之间，周围刷出了上百只魔兽，这些魔兽只有13级。对于攻击高达800的杨晨来说，一个普攻便能消灭一只怪，789的魔法攻击，这些怪一只的血量也不过600左右。没一会儿，任务便完成了。要知道，如今诺丁城大部分玩家的攻击只在100左右，这些魔兽爆东西的几率十分之高，尤其是金钱的收益，对于幸运值100%的杨晨来说，如有神助，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别人的家族任务都是需要组队做，他直接单刷无压力，家族任务最多可组队6人，目前即便是6人加起来攻击也没有他一人高。丁，恭喜你成功保卫家园，不过也成功激怒了一只魔兽统领蟑螂王。又是一只 BOSS 出现，家族任务也能刷出 BOSS， 真是喜出望外。记得前世后来到了主城之后，听说100个区里面只有1个区1个家族能在家族任务里面刷新 BOSS， 这等逆天的运气他也能遇到。蟑螂王 LV15 5万血量，吼吼！蟑螂王怒吼一阵，疯狂地向杨晨攻击而来。丁宁收到蟑螂王的攻击，伤害80，如今他的防御已经够高了，还能打他80的伤害，这蟑螂王的攻击真不一般。如今他的血量已经超过1000，对于80的伤害可以完全无视。火爆术配合上普攻，加上灵活的走位，蟑螂王攻击10次才能命中他1次。轰轰，3颗火球落下，蟑螂王的身体爆发出一团金光，一丢物品爆出，这次没有粉色和橙色，紫色装备却有不少。第14章攻击力暴增，一道金光闪过，
他头顶的等级赫然变为了 LV12。丁，恭喜您升到12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200-2000。杨晨上前仔细看了看，居然有2件逆天套，一条法师腰带，还有一件铠甲上衣，战士、刺客、猎人可以穿戴，法师无法穿戴。除此之外，还包了几百个银币和一堆铜板，剩下的3件紫色装备他根本看不上。整理好之后，将用不着的紫色装备全部上架到拍卖行。如今拍卖行上面已经有人开始卖强化石了，这个十分容易理解，近1000万的玩家，总有运气好的爆出强化石的，大部分人都需要金币银币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强化石1-2颗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用，装备不好就是在浪费强化石。80点攻击强化加1也不过120的攻击，后面根本强化不起，何况强化一次目前需要100银币。杨晨花了2个金币，将拍卖行的强化石几乎都拍了下来，打开邮件来到强化大师跟前，开始强化粉色魔法靴，强化+3后才停了下来。他的武器直接强化到+4，魔法攻击瞬间突破1000，强化+5暂时不用，他得把剩下的强化石用到15级的装备上。逆天套装如今只差2件就能凑齐了。今日家族任务完毕，传送到诺丁城，领取任务后开始任务。在做任务之前，他来到技能大师面前，10级了，他可以学习第2个技能了。冰霜剑雨，描述：群体攻击，能攻击10米范围的敌人，随着等级提升，攻击范围可增加，命中敌人造成200点法术伤害。若对单独几个目标或者一个目标施展，可造成300点法术伤害，冷却时间5秒，消耗80点 MP。群攻技能，这真是他需要的。加上他一身装备的魔法攻击，施展这个技能至少能打出1300的伤害，单体攻击更是能到1400的伤害。这个时间点，大部分人的体力值都消耗完毕，回城补充体力，而他的体力值早已恢复满。诺丁城一部分先驱者也纷纷到达10级，10级玩家突破10万后，便会迎来第一波 BOSS。如今10级玩家已经有3万多，11级玩家也有几百人，甚至还有几名12级玩家。不过杨晨很快就能超越这几人，因为别人的体力值已经消耗殆尽。按照预计，今天晚上12点刷新过，便有10万玩家突破10级，明天会有许多 BOSS 出现。至于傲视家族招人的问题，他不会去刻意做，若真的有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加入就加入。经过上一世的背叛，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家族人多眼杂，极有可能会有别的势力混入其中，到时候在背后给他捅刀子，那就追悔莫及了。若非想要拿到成就奖励和家族任务，以及天域世界后期需要家族帮派，他是断然不会创建家族的。他得争取明天到达15级，如此才能装备上逆天套装以及史诗魔法杖。一般的 BOSS 他看不上，按照前世的记忆，会有一个福利 BOSS， 他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 BOSS。当然这个 BOSS 也不是一般的难对付，没有15级和高额攻击，想要拿下这个 BOSS 十分困难。你们能和我组队吗？求求你们和我组队，帮我完成以下任务好不好？野猪怪边上，一名满脸稚气、楚楚可怜的少女苦苦哀求着路边的行人，祈求组队。为了完成这个野猪任务，他已经用了好几次复活机会了，这一周只剩下2次复活机会了。可他选择的职业是猎人，虽然已经到达了10级，不过武器也不过是10级的蓝色装备，一身的装备都是蓝色品质，连一件绿色装备也没有。不过路过的人都没人理他，装备太差了，而且还是猎人的职业，都觉得带上他是一个拖油瓶，还要分他们的经验，故此无人和他组队。哟呵，小妹妹，你今年多少岁啊？忽然一名战士眼眸之中涌现出贪婪之色，不怀好意地盯着他问道。少女美眸闪过一抹担忧之色，唯唯诺诺道：我16岁，美女胚子啊，小美女，若你愿意做我女朋友的话，我和你组队如何？少女一听，美眸急剧扩大几分，美眸之中闪过一抹之色，连忙摇摇头：不了，我不组队了，我自己做任务。旋即拿起一张猎人专用的弓箭，开始刷野猪怪。他的攻击和防御都低得吓人，根本与10级的人物不匹配，100的伤害都不到。要知道，霸王家族的人8级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能打出100多的伤害，除去防御力，真实伤害能够打出80-90。这少女真实伤害只有60点，很快她的血量被打掉1/3。那名战士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拔出自己的长剑冲上去，唰，一刀下去，少女好不容易打成一丝血的野猪怪被那名战士给斩杀，最后的奖励也落在那名战士手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怪？少女峨眉紧蹙，那双明亮的美眸之中充满委屈之色，可怜楚楚的模样，鼓足勇气问道。战士瞥了他一眼，没有一点愧疚感。我抢你的怪？我什么时候抢你的怪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怎么就抢你的了？小妹妹，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若是做我女朋友的话，我帮你做这个任务怎么样？我可是霸王家族的人，跟着我们霸王家族的人，你可不吃亏。少女美眸之中晶莹的泪水再也无法忍受，从眼眶之中滚落出来。
忍着委屈继续转身杀怪。周围的人无奈的摇摇头，对于霸王家族的人，他们都不敢招惹，只能同情的看一眼少女。这霸王家族的人真不是个东西，听说今天下午霸占了好几个野区，连人带怪一起杀了。对啊，那个野区有10多人是铁血家族的，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约好了今天晚上开战呢。几名玩家议论纷纷起来，虽然同情少女，却无一人敢上前帮忙。第15章，英雄救美。英雄救美可是需要实力的，我们可千万不能出动。如今天域世界是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可不能招惹霸王家族的人。周围的玩家视而不见，继续刷着野怪。那名头顶霸王剑圣的玩家看着少女，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厉芒。妈的，别脸不要脸，给我杀了他，将他身上的东西给我抱出来。周围10多名霸王家族的玩家一听他的话，跃跃欲试上前。羞羞，一名射手毫不犹豫开启 PK 模式，发动攻击。少女的血量顷刻之间只剩下5点。我去，他的什么装备？一个普通攻击居然快没有血了。霸王剑圣情不自禁地惊讶起来。5点血流，周围的野怪轻轻打他一下，足够要他的命了。面对攻击过来的3只野猪怪，他的俏脸苍白如纸，惶恐不安。若再次死亡，这一周他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今天才周3，如此他的性命岌岌可危。轰！千钧一发之际，3颗火球落下，3只野猪怪瞬间被秒杀。杨晨出现在了他的身边，看着他淡淡道：“你是要做任务吗？我也打算做任务，一起组队吧。”少女瞪大美眸，一脸疑惑地望着杨晨，惊愕不已，万万不敢相信，他在这里待了整整1个下午，如今又到晚上了，无一人愿意和他组队，居然主动和他组队。杨晨眉头微微一皱，露出疑惑之色：“怎么，你不愿意？”少女连忙摇摇头，随后用力点头，目光却落在不远处的霸王剑圣一群人身上，欲言又止。他确实需要队友，可他不想让杨晨牵连上霸王家族的人。霸王剑圣一群人迅速上前，伸手一指杨晨，嚣张至极：“小子，你想死是不是？敢插手我们霸王家族的事，你敢和他组队，那就是与我霸王家族为敌。”周围的玩家无奈地摇摇头，看到少女被救，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安慰。可如今发现杨晨不过是多一个去送人头的而已，这简直就是故意送人头。一个脆皮法师居然还想着英雄救美，这怕是送死啊！杨晨对于霸王剑圣的话宛如没有听见一般，嘴角上扬，看着少女：“你不用管他们，你只需要告诉我愿不愿意和我组队就行。”霸王剑圣彻底怒了，居然敢无视他的话，顷刻之间暴走了。小子，你是在找死？敢跟我霸王家族为敌，弄死他！2名射手和1名法师立马准备攻击。轰轰！没等3人发动攻击，3个火球从天而降，准确无误落在他们的身上，伤害1200。顷刻之间，3人的血条被清空，头顶跳起伤害1200。要知道这几人还要防御力，居然打出了1200真实伤害，这得多高的攻击啊！众人纷纷傻眼了，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对视一眼，无法置信，这什么鬼伤害？这至少伤害到了1500左右了吧？周围玩家的伤害普遍也不过200左右，这还玩个毛线啊！不是说法师脆十分难发育吗？这法师也太强了吧！少女也无法置信，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杨晨，随后美眸之中涌现出浓烈的担忧之色。对方可是霸王家族的人，杀了霸王家族的人，按照他们睚眦必报的性格，定然不会善罢甘休。这名法师应该是咱们80区的精英人物了，可惜太意气用事了，居然为了这名少女得罪了霸王家族的人。周围的玩家纷纷叹息起来。霸王剑圣此时也回过神来，一脸凶狠：“你居然敢杀我们霸王家族的人，小子你完了！给我杀，把他杀回新手村去！”此时他身后还有10名霸王家族的玩家，其中1人一天，顿时瞳孔急剧扩大几分。还上，他的攻击太高了。霸王剑圣狠狠瞪了他一眼：“怕个毛！刚才只是我们没有防备，他一个法师攻击再高，依旧是个脆皮，只要进了他的身，他就得死。射手和法师远程输出，战士和我一起冲上去。”霸王剑圣吩咐完之后，4名战士和他一起催动技能向杨晨靠过去。剩下3名射手和3名法师在后方开始输入，无数的利剑和火球、冰球向杨晨攻击去。此时他的敏捷度可是在这个阶段超高，红色法师靴被强化到了+3，躲开几人的技能覆盖，不过依旧被范围技能伤害到。丁你受到玩家攻击伤害30，丁你受到玩家攻击伤害40。霸王家族的6人瞬间傻眼了。卧槽，他的防御也超高，敏捷度也太强了吧，居然只有几10点的伤害。这点伤害对于杨晨来说无关痛痒，一点反应也没有。冰霜剑雨，杨晨施展出自己的10级技能，无数的冰剑从天而降，直奔霸王剑圣几名战士而去。
根本不给他们晋升的机会。丁你击杀了玩家，霸王剑圣，罪恶值+1。丁你击杀了玩家，霸王冲天，罪恶值+1。丁你击杀了玩家，霸王风雪，罪恶值+1。霸王剑圣几名战士直接被秒杀，全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这可是5名战士啊，居然被秒杀了。头顶探出伤害1200，这战士也扛不住啊，这伤害逆天了。卧槽，他们被秒了，这小子绝对开挂了，挂逼，绝对的挂逼。才12级，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攻击？老子要举报他！天域世界有举报功能，举报这个挂逼。剩下6名霸王家族的玩家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其中1人准备向天域世界举报。杨晨可不管几人的想法，面色森冷，缓缓踏步向几人走过去。6人瞳孔急剧扩大，惶恐不已。一名法师上前：“你想要干嘛？我告诉你，我们霸王家族可是有3000多人，你伤害高也没用，我们用人海战术磨死你。只要你放了我们，我可以回去向族长求情，否则让你永远待在新手村。”第16章少女的身份。杨晨眼眸忽然闪烁几下，饶有兴趣看着他：“你们族长是霸王项羽对吧？”法师几人顿时一愣，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纷纷露出疑惑之色，十分不解杨晨这话是什么意思。听说你们族长昨天被人杀到了6级去对吧？你们知道是谁吗？几人一脸懵逼，一名射手率先反应过来，恍然大悟，惊呼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一名法师，杀了我们家族好多人，他的 ID 叫傲视天下。”回头一看，杨晨头顶上隐藏的 ID 已经释放出来，4个清晰的大字“傲视天下”。射手宛如见鬼一般，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指着他：“你就是傲视天下？快给族长发信息，傲视天下在这里！”话音刚落，一阵寒冰剑雨落下，6人直接被秒杀。霸王项羽被杀回了6级，如今摇身一变，再次到了8级，还收集了不少强化石，只不过十分可惜，等级不够，10级装备穿不上。如今家族里大部分人都到达了10级，甚至11级都有好几人了，他这个族长才8级，实在没有脸面。傲视天下，你给我等着，我不弄死你，我跟你姓！愤怒的咆哮后，继续开始刷怪升级。你们都开启保护模式，把怪最后一滴血留给我，这样我才能节约体力，快速升级。周围几十名霸王家族的人拼命砍怪，将最后一击留给他。族长，我们家族的人发现傲视天下了。霸王项庄从兴奋激动地跑了过来。霸王项羽一听这话，整个人同样来了精神，眼眸之中寒光闪烁，面目狰狞。终于找到他了，我就说他不可能不做任务吧。把家族的人都给我集合起来，集合500人，马上赶过去。这么多人，我看他如何应付。霸王项庄点点头，开始呼叫家族里面的人赶往野猪怪的地方。与此同时，杨晨解决完霸王家族的人，看着一旁瞠目结舌的少女：“你愣着干嘛？做任务吧。”少女听到他的话之后才回过神来，美眸之中出现复杂之色。他居然为了他得罪了整个霸王家族，我该如何报答他呢？丁玩家傲视天下申请组队。少女连忙接受申请。他这个任务杨晨之前做过，知道杀100只野猪怪，提起魔法杖，冰霜剑雨技能施展，瞬间10多只野猪怪只剩下1滴血。他故意将血量锁定，留下最后一击给少女。2分钟不到的时间，100只野猪怪都只剩下1滴血。少女开始疯狂收割。哇，有这么一位大神带飞，真爽！这哪里是刷怪，完全就是捡经验啊，真幸福啊！周围一名女玩家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眼神。别花痴了，傲视天下可是咱们区的大神，之前连续触发了好几次公告，还得到了史诗级的武器。人家喜欢这种稚嫩的小女孩，你没戏了。另外一人鄙夷的开口道。众人一听，纷纷露出恍然大悟之色。原来他就是傲视天下，难怪他不怕霸王家族的人。听说昨天霸王家族的族长被人杀回了6级去，似乎就是这个傲视天下干的。霸王项羽在公屏整整咒骂了1个下午呢。不到2分钟的时间，少女的任务已经完成，迅速来到杨晨身边。谢谢你大哥哥，我也没有多少金币，我身上还有1个银币和几千个铜板，我都给你，算是报答你带我刷图吧。少女俏脸之上浮现出尴尬之色，十分不好意思，毕竟就这么点金币，请大佬刷图肯定是不够的。可他除了这些金币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一身装备都是蓝色装备。杨晨眉头微微一皱，沉吟了片刻。这些钱你留着吧，想要在天域世界活下去，没有钱可不行。霸王家族的人很快就要到了，任务做完了，赶紧离开这里。说完他直径离开。之所以出手救这名少女，并非想要英雄救美，而是这名少女上一世他也是在新手村诺丁村遇见，那时候他比少女混得还要惨烈，身上的蓝装也不过只有3件，终日在霸王家族的铁蹄之下被蹂躏。一次任务无法完成，还是少女以死亡一次的代价帮助他完成。他年纪今年只有16岁，之所以10级，
混得这么惨，是因为在进入游戏后错信了一名男子。两人上学的便是开始谈恋爱，还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进入天域世界后，那男的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从少女的身上骗走了金币和装备，故此混得十分凄惨。杨晨与他相遇后，相互照顾，苟且发育，后来一起离开诺丁城，一同前往了同一所主城区域。依旧是同样的时间，在这一世遇见了少女。少女还有一个哥哥，游戏天分十分不错，因为某些原因离家出走，少女的联系方式。末日降临，进入天域世界后，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哥哥，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诺丁城再一次遇见他，命运再一次轮回了，上一世的剧情再次上演。杨晨嘴角上扬，那双俊朗的眸子中寒意四射，他迫切的希望剧情能再一次上演，这一世他会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遇见了，那便坦然接受。少女的哥哥正是灭世，上一世勾结自己妻子，联合其他势力暗算自己的人，救他第一是为了还上一世的恩情，第二是为了留下找到灭世的线索。大哥哥，我知道我这些钱不够，不过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大哥哥，我能不能加你一个好友呢？少女连忙追上，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他。杨晨愣怔了一下，侧目看着他，眼神闪烁几下。好好保护你自己，若你真想报答我的话，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你如今的实力只能是拖油瓶，别再跟着我了，赶紧离开，我还有任务。霸王家族的人定然不会放过他，少女继续跟着他会十分危险，毕竟他这一周已经没有复活的机会了，还有借助他寻找到灭世。第17章，赚取50个金币。望着杨晨离去的背影，少女那双美眸之中出现晶莹的泪花，楚楚可怜，紧紧咬住自己的朱唇，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内心的失落感十足，甚至有些沮丧。叮，附近玩家傲视天下通过搜索，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看到消息面板的信息之后，少女眼眸之中的委屈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破涕而笑，欣喜若狂，连忙同意，给杨晨发了一条消息：大哥哥，我叫丫头，我真名叫乔雪，谢谢你帮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还有一个哥哥，我报答不了你，等我找到我哥哥，我让他报答你。看到这条消息，杨晨嘴角出现一抹复杂的笑容。乔雪性格单纯，没什么坏心眼，可他的哥哥却截然不同。若有一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他出手救他的动机，还会不会如此？不管如何，他一定要让灭世和吐血付出代价，弄明白两人为何要背叛他，置他于死地，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法改变。丫头注视着消息面板，许久没有回应，那双天真无邪的美眸中再次出现失落之色，往诺丁城而去。他要自己变强。当两人相继离开不久后，霸王家族的500人出现，将整个野区霸占，甚至连野猪怪都看不清，密密麻麻全是霸王家族的人。傲视天下呢？不是说在这里吗？谁给的消息？给我叫过来！霸王项羽瞪大眼珠，双目之中充满愤怒之色，怒吼起来。霸王剑圣被叫了过来，哭着脸道：族长，刚才那个傲视天下真的在这里呢，我和族中10多名兄弟在这里刷野猪怪，刚才直接被他秒了。霸王项羽一脸愤怒，咆哮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发位置？不是告诉你们，谁见到了这个傲视天下，通知所有人过来集合吗？霸王剑圣委屈巴巴道：族长，不是我不早说，之前我也不认识这个傲视天下，他隐藏了 ID， 我根本不知道是他，他杀了我们之后才将 ID 显示出来的。你放心族长，我已经记住他的容貌了，下次见到他之后，我立马通知你。霸王项羽一脸郁闷，好不容易找到傲视天下，又让他给跑了。给我散播消息，谁能提供傲视天下位置，让我能找到他的，我出2个金币的奖励。霸王剑圣忽然灵机一动，眼眸闪过一抹阴狠之色。族长，我有办法找到那个傲视天下，并且让他主动出现。刚才他救了一个少女，他不好对付，我们可以对付那名少女，只要将他抓住，不怕傲视天下那个狗逼不出现。你说什么？霸王项羽顿时眼前一亮，来了兴趣。杨晨浑然不知，来到一副14级变异老鼠，开始刷怪升级，他得尽快提升到15级。现在是晚上8点，按照他的想法，今天过后必须达到15级，明天会开启 BOSS 地图。诺丁城此时也有10万的玩家超过了10级 ，BOSS 刷新后留在新手村无法升到5级的玩家会遭到灭杀。黑暗深渊降临，新手村没有安全区。1个小时过去，一道金光闪过，杨晨头顶赫然变为了13级的标志。同时，拍卖行寄卖的装备也全部卖出，赚了不少。14级的怪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升级需求，他准备换一个地方。野外一路上都是野怪，不过诺丁城的怪，只要你不主动攻击，这些怪都不会攻击玩家。到了主城后，那就不同了，野怪拥有领地意识，一旦闯入他们的领地，立刻会发动攻击。按照前世的记忆中，诺丁城前期升级最快的一幅地图，这里的怪都是16级，而且刷新的速度特别快，每秒都在刷新。
对于拥有1500点攻击的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我日，这个法师开怪了吧？一个人在单刷16级的怪，还十分轻松，毫无压力的感觉。这尼玛我砍个13级的怪，怎么就这么吃力呢？周围无数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愤愤不平，都怀疑自己和杨晨不是在一个世界。2个小时过去，杨晨再次闪过一道金光头顶标志，赫然变为了14级，各种属性再次增加不少。看了看属性条，升级到15级居然需要8000的经验值。这里的16级怪伴随着他升级，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必须换一副地图。他的体力不多了，必须杀更高级的怪。丁检查到玩家拥有100%幸运值，特意开启一个特殊任务，是否领取？系统提示声响起，杨晨顿时喜出望外，幸运值超高，还能触发特殊任务，这也太爽了，不定时会发布。领取任务描述：请按照提示位置到冰封之地，寻找诺丁城城主失踪的女儿，并且将她安全带回，城主会有丰厚报酬，奖励经验值6万点。这经验值足够他升级到15级。不过这个任务似乎不是那么好完成的。冰封之地，上一世他已经听说过，天域世界的公告对于这个地方也没有过多的介绍。这个地方山川大地全部被冰封，天域世界的公告之中有这么一段介绍：冰封之地乃是1000年前天域世界降临之际，天域世界的众多大神联手封印了一批黑暗深渊者。黑暗深渊十分恐怖，上一世杨晨已经领教过了，这冰封之地下方真是封印着大批的黑暗深渊者。看了看任务的坐标，乃是在冰封之地边缘地带，若是在深处，这个任务他会立马放弃。记得主城出现后，有一名主城排行榜上第3名的存在60级到冰封之地后，从此消失在天域世界，可想而知多么的恐怖。目前他这点实力断然不敢进入其中，这个任务得等15级后换上逆天套装再去打探。看了看时间，他也铁血战天约好了今天晚上交易，还得去赴约。去附近刷了一会儿18级的怪，铁血战天发过来消息：铁血战天，傲师兄，什么地方交易？我现在过来。不好意思，今晚有些事，我得先把这件装备拿回去放到仓库。杨晨恍然大悟，难怪还不到12点就给他发消息了。我在这边刷图，你过来吧。将他自己的位置发送过去。10多分钟后，一名身穿铠甲，手拿巨剑，头顶着铁血战天的男子出现。傲师兄，不好意思，前提了，我们交易吧。杨晨点点头，打开交易面板，将史诗武器放上去。2人同意交易后，他瞬间获得50个金币。第18章拉拢盟友。看着史诗武器，铁血战天欣喜若狂。只不过现在他刚到13级，无法装备这件武器，否则定要试试威力如何。傲师兄谢了。杨晨淡淡一笑，不用客气，我又不是免费送你的，你可是付了50个金币啊。铁血战天却一本正经摇摇头，不，史诗级武器，若是往后肯定这个价格足够了，不过在当下是物超所值，史诗级武器太稀有了，我铁血战天欠你一个人情。杨晨无奈的笑了，这铁血战天果然是一根筋，忽然眼珠一转问道：对了，我给你看一件东西，看看你有没有兴趣。逆天套上衣铠甲图鉴。铁血战天的瞳孔急剧扩大，惊愕不已，惊讶不已。逆天套，这应该是15级的顶级套装吧？傲师兄，你这件上衣准备卖吗？我愿意出10个金币，不过我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金币，回去之后我找家族里面的众人凑好之后给你。傲师兄你开个价吧。杨晨淡淡一笑，先交易吧。收好逆天套，铁血战天兴奋不已。史诗级的武器加上逆天套装的上衣，明天 BOSS 就要刷新出来，他的实力提升对于整个铁血家族来说那都是好事，他们的整体实力会越来越强。傲师兄，回去之后我立刻凑齐金币，最迟明天给你。杨晨摆了摆手，不用了，这件逆天套我本来就没用，和我职业不同，我也用不上，这件事上衣送给你了。送给我？铁血战天无法置信，瞪大眼珠，这可是逆天套装，紫色上品居然直接送给自己了，这家里有矿。当然，何况要凑齐这逆天套也不容易，一件上衣而已。我得去刷怪了，明天 BOSS 降临，我得争取在开启之前升到15级。杨晨说着准备离开，铁血战天这才相信是真的白送给自己，一脸认真严肃道：傲师兄，大恩不言谢，我铁血家族欠你一个人情，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只要我铁血战天能办到的，一定替你办到。好，那多谢了铁血兄。杨晨随后开始继续刷怪升级。铁血家族上一世就和霸王家族不对路，双方在诺丁城发生了无数次激战，不过最终铁血家族还是战败了。霸王家族不择手段，压榨着所有玩家，发育速度极快，铁血家族本就人数要少一些，自然不是对手。凭借他一人之力，再厉害也没有办法和霸王家族3000多人斗，拉上铁血家族这个盟友就不同了，送铁血战天逆天套那就是资助他们，
反正他留着也没用。100-300的幸运值，明天若能击杀一头 BOSS， 奖励必定十分丰厚。诺丁城南门外一片平原，几千人聚集在这里，还有不少玩家都在围观。霸王项羽将他的体力值全部刷完，终于到了10级。在他的身后站着3000名霸王家族的玩家，威风凛凛。对面是铁血家族的2000玩家，铁血战天在他的对面，如今依旧是13级，斜睨了霸王项羽一眼，冷笑道：哟，这不是昨天在公屏叫了一下午的狗吗？我还以为多厉害呢，没想到被人杀到了6级，这一天的时间又到10级了啊！霸王项羽顿时就怒了，脸色骤然大变，这无疑是在揭他的伤疤。狗你麻痹！给你们铁血家族2条路走，第一条路归顺我霸王家族，第二条路把你们全部打回新手村去，赶紧选择吧！铁血战天脸色瞬间森冷无比，战意爆发。2条路我都不选，把我们打回新手村去。来，试试，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把我们打回新手村去！敢死铁血家族的！霸王项羽怒吼一声，霸王项庄这些到达13级的人纷纷施展技能冲了上去。上！铁血战天同样一声怒喝，一马当先，拎着巨剑冲上去，近5000人的战斗爆发，十分激烈。霸王项羽由于等级还没有发育上来，不敢冲到最前沿，场面震撼无比。不少周围的玩家开启视频同步到公共区域，整个80区的人都能看到。半个小时后，铁血家族的人明显有些招架不住了。霸王家族的人利用搜集来的民脂民膏，至少有500精英人员分到1个金币，被杀之后立马原地复活，将残血的对手击杀。铁血家族可没有这么多钱，死亡后只能通过安全区复活，随后又从安全区赶过来，加上战场。开战前，铁血家族的平均等级在11级，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的平均等级已经到了10级。霸王家族的平均等级依旧保留在11级，被杀之后等级掉落，铁血家族的劣势越来越大。又是半个小时过去，铁血战天下令撤退了，他们家族的平均等级已经掉落到了9级。再打下去，他们铁血家族明天的 BOSS 就不用打了，10级装备穿不上，拿什么去打？霸王家族的平均等级也掉落到了10级，不过他们赢了之后收获也不小，地上掉落了不少银币和装备，被杀之后不仅要掉落等级，还会掉落身上的东西。霸王家族虽然等级掉落了，不过整体实力还增强了不少。霸王家族的人更加无比嚣张，在公屏之上叫嚣起来：霸王剑圣，铁血家族的儿子们，不行了吧？爸爸教你做人，以后出门都给我收敛着点，否则把你们打回新手村去！霸王上天，铁血家族的垃圾们，若是你们不服的话，可以约好时间，我们改天再打一场。霸王沾花惹草，来来，铁血家族的垃圾们都出来，什么时候再约一场？你们送的装备挺好用的。霸王项庄，咋了？垃圾们不敢出来应声了吗？铁血硬汉，你们霸王家族不过就是仗着人多势众而已，有本事我们出来单挑啊！铁血无情，霸王家族你们别逛，在野外不要让我遇到你们，遇到一次我杀你们一次。霸王厕所唱歌，垃圾们打不过就打不过呀，还野外搞偷袭，那就来试试啊！第19章，全城备战。铁血无情，你们霸王家族实力不咋地，嘴上功夫还挺不错的 SB。霸王上天，实力不行，来来，让你们铁血家族的人过来再试试。很快，公屏上只剩下霸王家族的人叫嚣，铁血家族的人直接选择了不回复。叮！诺丁城的玩家们注意了，几百年前，诺丁城附近出现了10头猛兽，他们肆意妄为，对诺丁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域世界的大神出手将他们封印起来。如今100年过去，10头猛兽的封印将于明天早上8点解封，届时诺丁城的安危就靠诸位勇士了。希望你们能维护诺丁城的安危，在猛兽出现之际找到他们，将其击杀，以免破坏诺丁城。一条公告出现，整个80区的人都收到了消息 ，BOSS 出现，而且一出现还是10头，谁能第一个击杀首头 BOSS 将会得到首杀奖励。整个诺丁城的人都兴奋激动起来 ，BOSS 出现，他们可以获得装备了，实力可以得到提升。击杀 BOSS 分为最后一击与输出最高者，可以获得成就贡献值和经验。至于 BOSS 爆出来的奖励，谁能抢到就是谁的。想要击杀 BOSS 至少得有10级，每5个等级是一个跨越，10级可以穿10级装备，因为 BOSS 爆出来的装备都是15级的，没有达到15级无法穿戴装备，而等级相差太大，属性相差太大，也打不过 BOSS。这也是为何必须等有10万人突破10级后才会出现 BOSS。如今整个诺丁城达到10级的玩家已经有60多万人了，还没有达到10级的玩家从商城里面拼命的买家血迹，疯狂地砍怪升级，争取在明天早上之后升级到10级。铁血战天也率领着铁血家族的人疯狂地升级，他们家族的平均等级掉落到了9级，整体实力下滑了一大截。若不能在明日的 BOSS 战斗中提升的话，他们铁血家族会十分危险。
必须连夜让大部分人回到10级去，而他自己也掉落到了12级。霸王家族的人也开始疯狂地刷图升级，他们的和之前一样无耻，直接抢怪，见谁打成残血了，上去连人带怪一起杀了，顿时公屏内怨声载道。杨晨处于一片18级的变异盗贼中，周围只有他一人，他还差1000的经验便能升级到15级了。抽空看了一眼公屏的消息，顿时眉头微微一皱，铁血家族战败了，明天铁血家族的人极有可能抢 BOSS， 抢不过霸王家族的人，上一世也是如此，在第一天 BOSS 降临的时候，铁血家族失利，而霸王家族的人抢下了4头 BOSS， 成功发育了一波，随后疯狂打压铁血家族和一些其他的小家族，迅速霸占整个巴士区，成巴士区真正的霸主。看了看自己的体力值，已经过了晚上12点了，家族任务已经刷新了，他这点体力值无法升级到15级，但回去做完家族任务应该差不多了。整个诺丁城真正的天域世界认可的家族只有傲视家族，不过明天过后，这些 BOSS 必定会报家族令。BOSS 降临后，每隔3天都会刷新这10头 BOSS， 只不过后面击杀 BOSS 没有任何的首杀降临，成就奖励也低得吓人，爆出来的东西也差得太多。上一世杨晨击杀第一只 BOSS， 那可是在1个月之后，可谓混得十分凄惨。打开消息面板，找到铁血战天的窗口。傲视天下，明天 BOSS 要刷新了，我需要你们铁血家族帮一个忙。作为酬劳，我会告诉你们3只 BOSS 刷新的地点如何。BOSS 刷新没人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只能去寻找。若无法找到这只 BOSS，4个小时后 BOSS 会主动靠近诺丁城，攻击诺丁城的建筑。若是能率先找到 BOSS， 首杀的几率极大，毕竟别人还没有发现，已经将 BOSS 给击杀了。3只 BOSS 若铁血家族能顺利拿下的话，可以稳稳发育一波，否则明日之后必定被霸王家族的人打压下去。拥有上一世的记忆，10头 BOSS 刷新在什么地方他一清二楚。至于为何只告诉铁血家族3只，是因为3只足够了，分散太多他们人手不够，根本拿不下，贪多嚼不烂。何况有好几只 BOSS 刷新的地点，十分容易被人发现，想要抢夺下十分不容易。铁血战天郁闷的不行，他们铁血家族可谓损失惨重，后悔不迭，不应该和霸王家族的人约战，打算今晚通宵把平均等级拉上去。忽然收到一条消息提醒，定眼一看，居然是傲视天下，明天可是打 BOSS 的日子，去帮忙如何打 BOSS， 他可不想错过这发育的机会。杨晨刚送了他逆天套的上衣，之前还许下豪言壮语，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如今拒绝又不好意思，不过告知3头 BOSS 的刷新地点却极为吸引人。铁血战天，傲视兄，你知道 BOSS 刷新的地点？杨晨知道3个地点，早上你过来，我会告诉你。铁血战天，那个你能告诉我究竟帮什么忙吗？杨晨，帮我打一头 BOSS， 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行，我需要你。另外带一些人过来，30名战士，然后20名法师和射手，一共需要50人，都把加血剂带足，可能消耗十分巨大。希望你挑选的这50人都是你们家族的精英。铁血战天顿时愣怔住了，有些懵逼。告诉他3头的 BOSS 的下落，如今又让他帮忙打 BOSS。铁血战天，傲视兄，我不明白，你告诉我们3头的 BOSS 刷新地点，是打算和我们组队刷 BOSS 吗？杨晨，不，我要击杀的 BOSS 并非这10头 BOSS 之一，而是另外的 BOSS。我告诉你这3头 BOSS 的下落，你可以让你家族的人提前去做好准备拿下。当然，你们协助我击杀 BOSS， 我也不会占便宜，谁能抢到最后一击，就算谁的。BOSS 最后爆出来的东西，我只要我能用得如何？第20章八爪鱼皇。铁血战天整个人瞬间激动起来，这哪里是帮忙啊，也算是为自己打 BOSS 啊！何况还告诉他另外3头 BOSS 刷新的地点，到时候交给家族里面的人，让他们分散带人去 BOSS 刷新的地点等着，每个地点分600人足够了。铁血战天，傲视兄，这不算帮忙，若你真的能提供3头 BOSS 刷新的地点，那就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这次不算帮忙，算是我铁血家族再欠你一个人情。说吧，早上几点什么地方？杨晨，早上6点，你挑选的50人，让他们分散而来，不要聚集在一起，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BOSS 刚刷新，都不知道刷新的地点在哪里，一旦聚集的人太多，很容易被人盯上。铁血战天没有任何的犹豫答应下来，随后他开始在家族内挑选出50名精英，严阵以待，打算砍怪，砍到6点直接过去。很快，杨晨给他发了一个坐标，到时候分批直接过去。同时，另外3只 BOSS 刷新的地点。凌晨6点，大部分人的体力值都快刷完了，都特意保留一些留着刷 BOSS。随后，铁血战天分配任务，家族50名精英分批赶往坐标地点。这50人都达到了11级，其中有5人已经12级了。铁血战天也再次升级到了13级。距离诺丁城十分遥远处，杨晨已经等候在这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附近的野怪都是20级左右。目前诺丁城还没人来这里砍怪，等级不够。族长，这里的野怪最低也是20级的，我们来这里干嘛？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刷 BOSS 吧？就算是刷 BOSS，
那也是刷20级的 BOSS 了。铁血无情警惕地扫了一眼周围的野怪，心有余悸地问道。铁血战天同样露出疑惑之色，10级开启的 BOSS 应该最多就是15级才对，此处怎么会刷新 BOSS？ 真要是出来一只20级的 BOSS， 他们怕也打不下来啊，除非有个500人。但杨晨让他过来，再三确定坐标没有问题。不清楚，我们铁血家族欠人家一个人情，既然答应了傲视天下，那就必须得来。我们铁血家族可不能做言而无信的人，何况我们也不是白来，若真的有 BOSS 能拿下的话，我们也能趁机发育。铁血无情点点头，眼神闪烁几下。族长说的对，若真有20级的 BOSS， 我们铁血家族这么多人，我就不信还抢不过他一个人。到时候我们就发了。不过族长，你是不是他信任这个傲视天下了？他怎么知道 BOSS 会在哪3个地方刷新？若不是的话，咱们的人都在那里守着，岂不是一头 BOSS 也拿不到了？铁血战天愣怔了一下，眉头紧蹙，陷入了沉思之中。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如今被提起，内心担忧愈演愈烈。这样，通知家族里的人，分出100人去外面打探消息。若那3个地方没有 BOSS 的话，立马转换地方。好，铁血兄，你来得够准时的。杨晨见4人过来，连忙招呼。铁血战天十分客气回应道：“哪里？何况这也不是帮忙。不过傲师兄，你昨天所说的是真的？”杨晨点点头：“当然是真的。我们联手击杀 BOSS， 最后一击和输出最高各凭本事。至于爆出来的东西，我考虑过了，也各凭本事，谁抢到是谁的。”铁血战天一听，无法置信，赫然抬起头，瞪大眼珠盯着他：“傲师兄，你没有开玩笑吧？”杨晨淡淡一笑，摇摇头：“当然。”铁血战天依旧无法置信，他们铁血家族可是来了50人，若真的抢东西，他还真不相信杨晨一人能抢过他们。傲师兄，那个你真的确定这里会刷新 BOSS？ 这第一批 BOSS 应该是跟随玩家的等级来的吧？这里刷新的应该是20级的 BOSS 吧？沉吟了片刻，铁血战天眉头紧蹙，疑惑地问道。杨晨眺望着树林内，胸有成竹，斩钉截铁道：“当然，铁血兄，莫非你以为我在骗你不成？一会儿等到了8点你就知道了。”铁血战天点点头，没有说话。随后铁血家族的50人都到齐了，此时已经7点多了，众人都站在杨晨身后等候着。不过大部分人都持着怀疑的态度，不相信这里会刷 BOSS。若非上一世的记忆，杨晨也不相信这个地方会刷新20级 BOSS。上一世进入主城后，偶尔听其他区的人提起过，这里出现了一只20级 BOSS， 有人偶然遇见击杀了。这头20级的 BOSS 不会进攻诺丁城，2个小时后若无人击杀，他会退回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终于8点到了。叮！附近玩家请注意，此处一只变异八爪鱼因找不到回家的路，误入此处，请附近的勇士做好准备。八爪鱼仇视人类，没有足够的实力，请立刻退去。听到系统提示音，众人皆是一脸惊骇，居然真的刷新了 BOSS。杨晨也变得凝重起来，一脸严肃认真。战士往前，近身攻击，射手寻找有利位置输出，法师在最后输出伤害。听到他的吩咐，铁血战天挥挥手，50人迅速分为3个阵营，严阵以待。好！一声怒喝，周围的野怪纷纷退避三舍。一只巨大的紫色八爪鱼出现，它的头顶赫然出现橙色的文字 ：LV20八爪鱼皇 S 级。S 级八爪鱼！铁血无情眼珠瞪得老大，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呼声。天域世界的 BOSS 也分等级：普通级、困难级、精英级、S 级、SS 级、SSS 级、噩梦级。这刷新的石头 BOSS 应该是困难级和普通级，精英级的几率都不太可能。这里居然出现了一只20级的 S 级 BOSS。铁血战天一众人的神情紧绷，无比凝重，严阵以待。20级的八爪鱼皇还是 S 级，若他们铁血家族所有人在这里还能一战，可如今他们只有50人，即便加上风头正盛的杨晨，依旧不相信能拿下这头 BOSS。第21章原地复活。族长，要不要叫人过来支援 S 级的八爪鱼皇？凭借我们几人的实力，怕是应付不了。铁血无情警惕地注视着八爪鱼，向一旁的铁血战天问道。铁血战天同样如此，如临大敌一般，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八爪鱼皇，摇摇头。来不及了，族中大部分人都没有传送券，何况他们赶过来，必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力。S 级的20级 BOSS， 若是能拿下的话，我们一波起飞了，富贵险中求。何况我们都还有复活的机会，不用怕。啪！八爪鱼皇见到众人后，露出凶狠狰狞的眼神，发动攻击，3只触角攻向3名战士。轰轰！3声闷响，3人的身体倒飞而出，狠狠砸在地上，激起一阵尘烟，头顶跳出伤害300。动手！30名战士和20名射手法师同时释放技能，战士在前排近身发动攻击，抵挡住大部分的伤害。
同时，八爪鱼皇头顶露出血条，10万的血量。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两人都是战士，算是攻击最高的，打出伤害200。这八爪鱼的防御力也十分强悍。至于其他人的伤害都100左右，法师和射手能达到150左右。杨晨提起魔法杖、岩爆术、冰霜剑雨，连续2个技能施展出，八爪鱼皇的头顶之上挑起，伤害1500，伤害1800。铁血家族的人惊骇的宛如见鬼一般，瞪大眼珠注视着他。我日，这是什么伤害？居然能打出1800的伤害，这伤害应该超过2000了吧？这尼玛是人吗？到达15级后，杨晨回城将史诗武器换上，逆天套的3件也穿上，加上粉色法师靴强化+3，史诗武器强化+3，如今他的伤害已经高达2300。只不过这八爪鱼皇的防御力太强了，至少有500的防御。牛逼，我服了！一人惊叹一声，继续攻击。有了杨晨的高额输出，没一会儿，八爪鱼皇的10万血量已经被打掉了1/3。铁血家族有10名战士加1名射手已经成为了尸体，他们都无法选择原地复活，一个金币复活一次，他们舍不得。吼吼！忽然，八爪鱼皇的身上闪烁起金色的光芒，进入了霸体状态，大地剧烈颤抖，无数紫色的触角拔地而起。快躲！众人只能暂停攻击，躲避这些触角。杨晨同样如此，凭借着高额的敏捷躲开了大部分触角，依旧被1-2根触角所伤，血量减少了1/3。霸王家族的人此时血量最多的也只有一半，10多人只剩下100点血量不到，拿出加血剂拼命的吃。不过这加血剂有冷却时间，每次只能恢复20点。霸体状态解除了。杨晨见状，施展出他15级的技能冰火炼狱。八爪鱼皇所在的位置出现无数的冰块以及烈焰灼烧他的身体，伤害1900。同时将八爪鱼皇给冰冻起来，趁着这个空档，铁血家族的人疯狂地输出。杨晨也连续补上岩爆术和冰霜剑雨，开始疯狂地普通攻击。八爪鱼皇的血量瞬间只剩下5万。轰！忽然3名法师的攻击伤害瞬间反弹回去，3名法师瞬间被秒杀。反弹伤害，杨晨瞬间反应过来，这八爪鱼居然还有反弹伤害的能力，这应该是他的技能。此时八爪鱼皇爬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反弹有时间，过了再打。5秒的时间过去，八爪鱼皇动了，杨晨一群人再次发动攻击，又是2名战士死亡，霸王家族的人只剩下30人，而且他们的血量都低得吓人。这八爪鱼每秒还能恢复100点的血量，若不是杨晨这个变态输出在，他们早已全部阵亡，连1/3的血也打不掉。铁血战天双目瞪得老大，一脸凶狠，一咬牙握住手中的巨剑，腾空而起，一道剑气斩释放出，八爪鱼皇的触须准确无误地打在他的身上。轰！一声巨响，铁血战天的血条彻底被清空。杨晨趁机3个技能全部施展一遍，八爪鱼皇只剩下3万多的血量。同时，另外3名战士的血条也被清空，杨晨的血条也只剩下一半，这还是不停的施加血迹的情况。拼了！原地复活！一咬牙一跺脚，铁血战天直接原地复活，同时另外2名战士也原地复活，被 BOSS 击杀不会掉等级，这个情况会好不少。凭借着刚恢复血量，3人一马当先，充当肉盾，缠住八爪鱼皇，为杨晨赢得时间。杨晨和剩下的众人也没有让他们失望，趁机打掉5000的血量，八爪鱼皇只剩下28000的血量。八爪鱼皇的技能再次冷却，无数的触角升起，8人血条被清空，其中4人直接原地复活。随后反弹伤害，又是2名法师和1名射手被秒掉，唯有射手原地复活。铁血家族只剩下21人，他们的血量严重下降，难以支撑。若再死亡铁血战天，他们肯定无法复活了，毕竟原地复活的金额太高了。念及至此，杨晨眉头微微一皱，凭借着自己的敏捷度和超高的操作技术，瞬间到了八爪鱼皇的跟前，将他的3个技能全部施展出，同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攻击。铁血战天一群人顿时一愣，十分不解。不过随后他们明白过来，杨晨没有死过，他复活只需要1个金币，而这1个金币的代价他能承受。全力输出！铁血战天怒吼一声，20人虽然攻击不高，不过合在一起也能打出1000多到2000的伤害，加上杨晨3个技能和1个普通的伤害，八爪鱼皇瞬间血量降低到了9000，杨晨也因此血条被清空。丁宁已死亡，是否选择原地复活？没有任何犹豫，杨晨尸体上闪过一团白光，原地复活了。复活期间，铁血战天一群人再次打掉1000的血量，只剩下8000。杨晨又是3个技能下去，还有4000的血量。卧槽！族长让我们来对了，这铁血家族果然有猫腻，我们发达了，居然是20级的 BOSS。忽然上百名顶着霸王 ID 的玩家出现。第22章，
横插一脚，霸王项庄一马当先，冲在最前方，上百名霸王家族的人跟在他的身后。杨晨和铁血、战天一群人纷纷眉头紧蹙，露出诧异之色。万万没有想到，霸王家族的人居然会出现在这里，正好是如此关键的时刻。但此时思考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必须拿下这 BOSS。耗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绝不能为他人做嫁衣。霸王家族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铁血战天无比愤怒。族长怎么办？霸王家族的人这是要抢 BOSS？ 铁血无情满脸着急地问道。铁血战天看了看八爪鱼皇，又看了一眼后方的霸王项庄一群人，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厉芒，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我们现在只有10几人，输出不够，我们肯定拿不下这 BOSS。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霸王家族的人抢到这只 BOSS， 否则我铁血家族在诺丁城将永无出头之日。老子宁愿帮傲视天下拿下这 BOSS， 送给他也好。走，跟我一起拦住霸王家族的人。傲师兄，我们挡住霸王家族的人，你一定要拿下 BOSS。 铁血战天冲着不远处杨晨大吼一声，随后转身向霸王家族的100人冲过去。他们不确定这里有 BOSS， 是故意来打探消息的，等级都不高。铁血家族威武霸气，给我干死这群王八蛋！一马当先，吞下加血迹，迎战霸王项庄。干死这群王八蛋！冲啊！铁血无情怒吼一声，也冲了上去。剩下10几名铁血家族的人也纷纷冲了上去。霸王项庄看着快要没血的八爪鱼皇，兴奋激动的不行。给我上，杀光他们，抢下 BOSS。 随后他迎战上铁血战天。杨晨避开八爪鱼皇的一击，开启 PK 模式，冰霜剑与技能打向冲过来的6名霸王家族身上。伤害1400，伤害1500，伤害1450。瞬间6名霸王家族的人被秒杀，剩下准备上前的众人纷纷瞠目结舌，愣怔在原地，无法置信。沃日，这法师的伤害好高，肯定有2000多的伤害，6名战士都被秒了。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他就只有1人，而且还是法师，只要我们进了他的身体，就是个脆皮。战士往前冲，法师射手殿后，一起上。1多名霸王家族的人前赴后继冲向杨晨和八爪鱼皇。杨晨眉头微微一皱，放弃了攻击八爪鱼皇，抽身往一旁闪躲。八爪鱼皇的血量瞬间恢复到6000点，连续停止3秒不攻击，八爪鱼皇的恢复的血量暴增。霸王家族的人开始疯狂攻击八爪鱼皇，而此时八爪鱼皇的技能 CD 时间也到了，反弹伤害。10多名霸王家族的人瞬间被反伤，血量剩下1丝。杨晨早已准备后，再次一个冰霜剑雨加冰火炼狱2个技能下去，10多名霸王家族的人瞬间被秒。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死死拖住霸王家族大部分人，不过他们本就没有多少血量，根本不是霸王家族的对手。很快8人死亡，他们已经复活一次，无法在原地复活。霸王家族的人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一次原地复活。霸王家族10多人被秒之后，铁血家族只剩下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2人，而他们的血条已经见底了。无数的火球、冰剑以及剑气、刀气落下，铁血战天一马当先挡在了铁血无情身前，他的血条瞬间被清空。饶是他也复活不起，100个金币啊！出来打 BOSS 身上自然不会带太多的金币，怕死亡被爆出去，只能选择系统复活。本周复活机会1，剩余复活机会加3。诺丁城内安全区复活处，铁血战天刚从里面走出，铁血无情紧随其后走了出来。你也挂了？傲视天下抢到 BOSS 没有？铁血无情摇摇头，眉头紧蹙，一脸愤怒。不清楚，我挂掉的时候 BOSS 已经恢复到1万的血量了。霸王家族的人在开始攻击 BOSS， 而且霸王家族的人有不少人身上有传送券，有40-50人传送了过去。傲视天下悬了，旋即他的目光闪过一抹凶光，猛然抬起头。族长，要不咱们也买传送券过去？铁血战天摇摇头，苦笑一声，来不及了，传送券必须在城内商场购买，我们家族大部分都在野外，等他们回来根本来不及。这霸王家族的人应该大部分人也在野外，他们能传送过去的人不多，只能祈祷傲视天下能造就奇迹了。叮咚叮咚，忽然2人的消息面板疯狂地叫响起来，家群内无数人在艾特他们2人。铁血飞升，族长地点真的刷新了 BOSS， 我们已经在开始攻击了。铁血飞花，族长 BOSS 刷新了，霸王家族的人来了，我们快招架不住了，求请支援。铁血长枪，族长，霸王家族的人来抢 BOSS 了，人太多了，我们快支撑不住了。铁血战天2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3头 BOSS 居然有2头都被霸王家族发现了，还面临被抢。过去帮忙。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2人买好传送券后，直接传送过去。与此同时，八爪鱼皇这边，霸王家族还有130多人疯狂地攻击八爪鱼皇，他们之间没有参与战斗，对于八爪鱼皇的技能十分不熟悉，
凭借自己人多势众，疯狂地发动攻击。八爪鱼皇的血量再次被干到了不足5000。霸王项庄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激动了，快 ，BOSS 快没血了，加速攻击！瞬间又有10多人血条被八爪鱼皇清空。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原地复活，面对100金币的高额复活，他们同样承受不起。血量还剩3000，八爪鱼皇忽然爬在地上不动，庞大的身躯之上闪烁起彩色的光芒，所有攻击免疫。杨晨知道八爪鱼皇的技能 CD 又到了，凭借之前的经验，灵活的走位，开始躲避地上无数的触须。霸王家族的人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没有经验，面对无数的触须，大部分人只能硬抗。第23章首杀，一波下来，有30多人的血条见底，20多人直接被秒杀。趁着这个机会，杨晨丝毫不客气，施展出冰火炼狱，20多名血条见底的人被秒杀。霸王家族的人员骤减，只剩下90多人。由于击杀的玩家，这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白名玩家，杨晨的 ID 也无法隐藏，变为了猩红色，十分耀眼夺目。LV15 傲视天下，他是傲视天下，他就是我们族长要找的人。霸王项庄目光落在杨晨的身上，定眼一看，瞳孔急剧扩大几分，发出惊呼声：“是你！你就是傲视天下！”蓦然他的双目之中涌现出无尽的怒意，在新手村被杨晨抢怪，他还一直记忆犹新，这些日子一直在寻找他，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要找的人居然和自己族长找的人是同一个人啊！顿时凶光绽放，杀了傲视天下！他身上有史诗装备，都是顶级装备，把他身上的装备爆出来。随后他露出兴奋激动之色，20级的 BOSS 马上就要斩杀，还遇见了杨晨这个大仇人，若能将杨晨给爆了，按照想法，这不亚于击杀一头 BOSS 的福利。八爪鱼皇此时的技能已经用完，无数的攻击落在他的身上，瞬间血量再次降低1000，血条呈现出警报红色。不过霸王家族也付出了3人的性命。杨晨急步向八爪鱼皇的位置移动过去。队长，傲视天下想要抢 BOSS。霸王项庄一听，眼珠瞪得老大，怒吼道：“傲视天下，你敢抢我们霸王家族的 BOSS？ 你不想在80区混下去了是吧？给我拿下 BOSS！” 霸王家族的人放弃了攻击杨晨，转身直奔八爪鱼皇而去。霸王项庄一马当先，准备抢下最后一击，完全忘记了他们杀了铁血家族所有人，他们才是来这里抢 BOSS 的，将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急速移动的杨晨余光看了一眼身后冲上来的众人，嘴角上扬，提起手中的魔法杖。冰火炼狱，率先冲过来的众人完全没有预料到杨晨会突然发动攻击，没有任何的防备，他们都认为杨晨是要抢 BOSS。一阵惨叫声，10多名霸王家族的人顷刻之间成为尸体躺在地上。霸王项庄怒不可遏，气愤的浑身颤抖，目眦欲裂。傲视天下，你给我等着，一会儿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把你身上的装备全部爆出来，拿下 BOSS， 不要让他回血。八爪鱼皇再次恢复了3000多的血量，剩下60多人再次向八爪鱼皇发动攻击。若所有人都发动攻击，只需要1秒的时间就能秒掉八爪鱼。杨晨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 CD 时间，再次施展出冰霜剑雨，阻挡霸王家族的人。最前沿的20多人纷纷抽身往后退，杨晨的伤害高到爆炸，轻而易举秒杀他们，没人想出这个眉头。不过依旧有6人被秒杀，同时其余人的攻击落在八爪鱼皇身上，瞬间八爪鱼皇的血量只剩下800多。施展冰霜剑雨后，杨晨硬生生承受了八爪鱼皇的一击，血量只剩下1/3，没有任何的停留，研爆术落向八爪鱼皇。叮！一声脆响，八爪鱼皇消失，爆出数道光芒，粉色、橙色以及无数的紫色，还有金币。他在赌博，赌阻挡住霸王家族的人，剩下的人没办法秒掉八爪鱼皇。趁着自己最后一个技能秒掉八爪鱼皇，果然成功了。他距离八爪鱼皇最近，击杀八爪鱼皇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战利品的位置。首杀被抢了，抢夺战利品！霸王项庄怒吼一声，带领霸王家族的人蜂拥而上。见众人过来，杨晨迅速抽身离开，还剩下1/3的东西没有失去，再有2秒的时间，他能全部捡完。我去，这什么手速啊！单身20年的手速也没有这么快吧？毛都没有抢到一根。全区公告：丁恭喜玩家傲视天下完成80区首杀 BOSS 任务，击败了变异八爪鱼皇。丁，恭喜你击杀了变异八爪鱼皇，获得天域世界贡献值加30，经验值奖励3万。连续2道金光闪过，杨晨连续升了2级，达到了17级，原本1/3的血条也瞬间恢复满状态，各方面的属性得到巨大的提升。丁，恭喜你完成了首杀任务，奖励金币10个，逆天套装靴子和项链各1件，嗜血魔杖图纸1张，强化10+10升星卡 X1。逆天套靴子和项链各1件，如此他的逆天套5件都凑齐了，能拥有套装效果了。丁，恭喜你拾取了
金币 X20。丁，恭喜你拾取了紫色装备魔刀。丁，恭喜你拾取了魔龙法杖。红色传说。听到系统提示音，杨晨欣喜若狂，居然获得传说装备，这品级还在史诗装备之上，但20级 BOSS 爆出来的装备都是20级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史诗级的上衣和一把史诗级的射手武器，这可是一波飞升，就连粉色装备也有2件，紫色装备杨晨都懒得看了，这无疑是大丰收。霸王项庄清理了一下他们所抢到的东西，5、6件紫色装备，金币20多个，粉色猎人装备1件，史诗战士武器1把，这还是他们所有人抢的东西。傲视天下，将你刚才捡到的东西都交出来，尤其是那件传说武器，只要你交出来，你与我们霸王家族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霸王项庄横眉怒目，尤其是看到公屏之上杨晨得到这么多好东西，整个人气急败坏，他们这么多人居然抢不过一个人。 BOSS 被击杀，他们虽然没有奖励，但也享受到了经验加成。霸王项庄已经达到14级，其余的人都是12级和13级，就连之前的铁血战天，他们同样享受到了2经验加成，只不过距离太远，享受到的经验不多。杨晨淡淡瞥了他一眼，嘴角上扬，讥讽道：这 BOSS 是我发现的，也是我自己打的，战利品也是我自己抢到的，你是白痴吗？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第24章豪横的霸王家族。霸王项庄顿时一愣，这些日子他们霸王家族当霸主习惯了，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不给，忘记眼前这人可是连他们族长都杀过的狠人，傲视天下。你要是不给我的话，那就把你杀了，把你身上的装备全部爆出来。杨晨嘴角上扬，上前2步，用力将魔法杖杵在地上。来爆！别说不给你们机会。霸王项庄顿时一愣，眼神闪烁几下，得意地看着他。我知道你伤害高，想要用激将法对吧？告诉你，我可不会上你的当，你伤害高又怎么样？我们这里有50多人，我还不信你一个人能杀我们这么多人，给我上，爆了他！霸王家族众人瞬间摆开阵势，战士刺客迅速向杨晨逼近，射手法师占据有利位置，释放技能。杨晨早有准备，瞬间消失在原地，来到几名刺客的身旁，冰火炼狱。丁，由于您击杀的玩家是白名，罪恶值+1。4名刺客瞬间被秒杀，头顶跳起伤害1600。刺客乃是凭借近身的暴击率和敏捷度，防御力也就比射手和法师强上一点。我日，他的敏捷度这么高，居然比刺客的敏捷度还高，伤害也这么高，这么还怎么打？麻痹的，这个傲视天下绝对开挂了。霸王项庄身旁一名男子惊愕叫出声，周围众人纷纷投来赞同的眼神。霸王项庄眉头一皱，眼眸闪过一抹厉芒。举报他！毫不犹豫，操作者将杨晨给举报。丁宁举报的玩家傲视天下经过系统的检测，并没有存在开挂的行为，举报无效。霸王项庄瞬间目瞪口呆，无法置信，没有开挂？这尼玛，他身上穿的都是什么装备啊？轰轰，几枚火球落下，又是几人被秒杀。剩下的法师和射手纷纷惶恐万分，阵脚大乱，不停地往后退。若他们能精诚团结的话，虽说可能杀不了杨晨，但也能让他付出极大的代价。不过他们大部分人拾取到了 BOSS 爆出的战利品，这要是死亡了，将东西爆出去，那就得不偿失了，都不想当替死鬼。1分钟的时间，霸王家族的人只剩下20多人了。这些人想都没想，转身拔腿就跑。杨晨的目标很明确，直奔霸王项庄而去。别人他可以不管，不过这霸王项庄在霸王家族算是副族长。霸王项庄见状，瞳孔急剧扩大，惊骇不已，扫了一眼四处逃窜的众人。你们这群王八蛋，全都跑了！旋即一脸凶狠地盯着杨晨，露出忌惮之色。傲视天下，我知道你厉害，不过你要想清楚，我们霸王家族可是有整整3000多人，50人不是你的对手。下次我们出动500人，保证你在诺丁城混不下去。聪明点，你放了我，再将 BOSS 爆出来的东西全部交给我。回去之后，我会给我们族长求情，说不定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杨晨嘴角上扬，淡淡一笑，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你们的族长现在恨不得活吞了我吧？我之前也没有招惹过你们霸王家族，在新手村是你主动抢我的怪，后来是你们族长想要打劫我，如今你更是想来抢我的 BOSS，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霸王项庄一听这话，眉头紧蹙，眼神闪烁了片刻，忽然脸色骤变。那你去死吧！提起手中的刀，施展出技能刀气纵横。杨晨早有准备，对于霸王项庄上一世还是极为了解的，灵活的操作，避开主要攻击，只不过被打出了几十点的伤害。我日，法师防御也这么高！看到那伤害数字，霸王项庄忍不住惊呼一声，转身拔腿就跑。不过杨晨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言报数，3颗火球落下，他还没有回过神来，自己的血条被清空。下一秒，公屏之上出现他的消息：霸王项庄，傲视天下，我和你势不两立，
你最好不要让我看见，否则让你滚回新手村去。霸王上天，80区的人听好了，凡是提供傲视天下位置，我们证实之后，我霸王家族奖励金币30，谁能杀他一次的话，我们霸王家族奖励50个金币。这条消息变为了金色，在公屏之上显示了足足10分钟，不用打开消息面板也能看到，完全是在公屏上拉起了横幅。3个金币的一条消息，杨晨自然也看到了，不得不感叹道：霸王家族果然有钱，3个金币一条的消息如此豪爽。旋即眉头紧蹙起来，诺丁城这么多人，即便是今日过后，也有近1000万的玩家，在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不会有大胆妄为之徒。日后他到野区刷野怪，若是被其他人发现，即便不出手，通知霸王家族的人来也是麻烦。难怪上一世霸王家族能称霸整个80区，有钱能使鬼推磨。此时公屏之上十分热闹，花花大少，卧槽，霸王家族果然豪横啊！击杀一人居然给50个金币。狼人杀手，我进入天域世界就立志做一名杀手，这份活太适合我了。50个金币，这是要报复的节奏啊！唯唯诺诺，傲视天下是谁啊？一个人也敢招惹整个霸王家族？如花似玉，楼上的真是土包子，傲视天下小哥哥都不认识。这些天触发了不少次公告的小哥哥呀，刚刚还拿下了 BOSS 的首杀奖励。傲视小哥哥，虽然我很崇拜你，不过我也是真的很穷，你在哪？能不能出来让我杀一次？反正你也有复活机会，让我赚点金币吧。无敌猎人，傲视天下厉害啊！前些天听说把霸王家族的族长杀回了6级去，今天又干啥了？引起霸王家族如此之大的愤怒，公屏之上瞬间爆炸了，无数人讨论了起来。1000多万的玩家，至少2/3的人都在打听杨晨的事迹，纷纷想要知道他究竟干啥了。霸王家族，你们想要玩，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关掉消息面板，杨晨嘴角上扬，眼眸闪过一抹厉芒。第25章杀戮模式。沉吟了片刻，再次打开消息面板，找到铁血战天。杨晨，铁血兄如何了？3头 BOSS 都拿下了吗？等了1分钟的时间，消息面板闪烁起来。铁血战天，傲师兄，你怎么样？我刚才看到了 BOSS， 你已经拿下了对吧？我这边拿下了1头 BOSS 了，如今准备拿第2头 BOSS， 不过霸王家族的人已经和我们干上了，你那边怎么样？果然霸王家族和上一世的一样，抢夺 BOSS， 而且上一世还顺利抢下了 BOSS 的首杀，让他们霸王家族顺利发展起来。杨晨，我这边已经没事了，不过战利品没有抢到多少，把你的位置给我。铁血战天没有任何犹豫，将坐标发送过去。15级野猪怪的刷新区域，如今至少有上万名玩家聚集在此。一头困难级的野猪王已经被打掉了1半的血量，但此时却只有极少人在攻击野猪王。霸王家族的1000多人和铁血家族800多人发生了混战，周围有伞的玩家也都想要分一杯羹，毕竟只要攻击了 BOSS 都会有经验奖励。何况 BOSS 击杀后会爆出不少东西，即便是冒着得罪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他们也想要冒险一试。这头 BOSS 是铁血家族最先发现，随后霸王家族的人赶过来，不少小家族的人也过来了，都想要分一杯羹。只不过野猪王周围都是铁血家族和霸王家族的人，他们根本靠不进去。如此之多的技能，万一被误伤了就不好了。很快，霸王家族的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霸王项羽带了1400人过来，如今还剩1000人。铁血家族的800人只剩下400多人了。霸王项羽再次到了12级，穿上从诺丁城众多玩家手中压榨来的装备，而且一身装备都强化到了+2，本来有2件装备已经强化+3了，他可非不满足，想要强化+4，毕竟越往后面强化，装备的攻击各种属性会成倍的增长。可惜他的脸太黑，强化了好几次都失败了，甚至掉到了强化+2。收购来的强化石都被他给消耗空了。若是这强化石放在杨晨的手里，至少如今能强化到+8，必定会让整个诺丁城震惊。目前强化石不太好报，之前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强化石用处不大，缺钱故此将强化石放在拍卖行上。如今不少人都会将强化石留起来，毕竟强化后的装备增加的属性增加太多了，都觉得用处大。不过强化需要的强化石和费用太贵了。在杨晨的记忆中，上一世后期强化石的价格可是卖到了好几百个金币。霸王项羽虽说才12级，但他的攻击力可不弱，已经高达800多。铁血垃圾们，赶紧给我让开，这 BOSS 可不是你们能染指的，将 BOSS 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一马，否则今日送你们全部去复活。铁血战天脸色铁青，十分不好看，怒目圆睁。霸王项羽，这只 BOSS 本来就是我们铁血家族先发现的，你们来抢 BOSS， 居然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你就没有一点害臊的意思？霸王项羽对于他的讥讽置之不理，嘴角上扬，嚣张至极。你白吃了吧，你发现就是你们的了，我霸王家族看上的东西就是我霸王家族的，再不让开的话，我让你们铁血家族的人都滚回新手区去。呸，你们霸王家族的人还真不要脸，把我们杀回新手村去。来啊，我看看你
你们霸王家族有多少人陪着我们一起去新手村？铁血无情愤怒地咆哮起来。既然你们想回新手村去，那我就成全你们，给我将这帮垃圾杀回新手村去，拿下 BOSS。霸王项庄也到了这边，扬起手中的长刀，把这帮垃圾杀回新手村去。霸王家族的人瞬间发动了攻击，轰轰，无数的冰霜剑雨落下。霸王家族最前沿的10几人一点防备也没有，十分突然，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他们的血条全部被清零，躺在地上成为了尸体。伤害1500，伤害1350，伤害1450。丁宁击杀玩家霸王冲天，由于对方是灰名，不增加任何罪恶值，杀戮值+1。混迹在人群中的杨晨顿时露出欣喜之色，杀戮值这可是好东西，达到15级后便会开启杀戮值，只要对方胡乱杀白名玩家，会变成灰名红名，而击杀这些人不会成为红名，会被天域世界视为正义者，奖励杀戮值。往后杀戮值会越来越用处，最为重要的是在诺丁城前往主城前到达40级的时候，有一套顶级装备杀戮套装。这个套装十分难以集齐，只能收集图纸、收集材料制作，而制作杀戮套装便需要杀戮值。突如其来的这一幕震惊住了所有人，瞠目结舌，无法置信。这么高的伤害，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啊！这也太恐怖了吧！在杨晨周围的玩家目光纷纷落在他的身上，霸王家族的人也被震惊住了，剩下的人没继续往前冲。霸王项羽对于这个技能太熟悉，目光瞬间落在杨晨的身上。傲视天下，又是你！你居然敢来这里！霸王项羽此时也回过神来，上前几步，瞪大眼珠一看，顿时露出兴奋激动之色。哈哈，傲视天下，你居然敢来这里！你这是在找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给我报了傲视天下，他身上有史诗装备，而且不止一件，谁能杀他一次，老子奖励50金币。杨晨冷冷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周身血光绽放。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抱我。霸王项羽一听这挑衅的话，更加按耐不住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挑衅？随后他看着杨晨周身的血光，惊异道：卧槽，你居然敢开启杀戮模式，给我杀！只要杀他一次，他就废了。第26章，团灭霸王家族。杀戮模式也是混战模式，玩家到达15级之后可以开启，即便是杀白名玩家也不会产生罪恶值，一旦被杀，等级掉落5级，身上的装备和金币会掉落大部分，整个人都会废掉，一般人都不敢如此做。唯唯诺诺，傲视天下疯了吧？居然开启了杀戮模式，这一旦被杀，等级掉落，身上的装备至少掉落2/3，整个人都废掉了。花花公子，傲视大神的想法岂是我们所能猜测的？我们只需要买好瓜子，坐好小板凳看戏就行。不过傲视天下确实太冲动了点，兄弟们上，废了他！霸王项庄怒吼一声，上百名霸王家族的玩家纷纷发动攻击，冲向杨晨，周围的人迅速让开，以免波及自己。杨晨瞬间消失在原地，同时开始换装模式，逆天套5件齐全，套装属性激发，手中的魔法杖强化+4，5件逆天套全部强化到+3，敏捷高度近300，智力加400多。冰火烈狱！一声怒喝，杨晨出现在霸王家族的人群中，15级的技能施展出，20多人瞬间被秒杀，头顶跳起，伤害3000，伤害3100，伤害2900。还有30多人血条见底，卧日，好劲儿猛啊！这什么鬼伤害？3000的伤害，他的真实伤害应该到4000了吧？我他妈伤害才900多，输出伤害能打500就不错了，他居然有这么高的伤害！周围的玩家惊吓的鬼叫起来。哇，傲视小哥哥好帅哦！一人单挑霸王家族100名玩家，要是做我男朋友就好了。傲视大神牛逼啊，我被你圈粉了。周围的女性玩家露出花痴的笑容，痴迷的盯着杨晨。我严重怀疑我和傲视天下进入的不是同一个天域世界。霸王项庄正准备往上冲，见到如此恐怖的伤害，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往后缩了缩，震惊不已。卧日，族长，这个傲视天下的伤害有高了，打八爪鱼皇的时候他伤害只有2000多啊，如今翻了1倍了。霸王项羽也被吓住了，幸亏刚才没有头脑发热往前冲，好不容易才回12级，可不能再被杀了。岩爆兽，冰霜剑雨。杨晨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3个技能全部施展完后，抽身往后退，同时发动普攻攻击。无数的冰箭落在霸王家族人身上，好几人被瞬间冰冻起来，这是触发了冰冻效果。2个技能下去，又是20多名霸王家族的人被秒掉。杨晨的身上也跳了许多的伤害，伤害20，伤害15，伤害25，伤害30，伤害5。傲视大神的防御力也恐怖无比啊！不是说法师脆吗？
居然也有这么高的防御。那5点的伤害是谁打出来的？这他妈是来搞笑的吗？法师防御力确实不行，不过那是相差不大而已。如今杨晨可是17级，逆天套强化+3，套装属性加成太高。若换做一名战士拥有逆天套，不用强化也能达到他这防御，奈何整个80区都无人能办到而已。霸王项羽眼神阴沉无比，眼眸闪过一抹凶光。不用怕，他的技能有 CD 时间，我们人多不用怕，每人给我打5点的伤害出来，1000人也是5000多的伤害，瞬间能秒了他，都给上。原本被吓住的霸王家族众人纷纷回过神来。对，我们霸王家族人多，弄死他。只不过1000人的攻击断然不可能全部落在杨晨的身上，除非 BOSS 站在那不动，给他们机会输出。杨晨可没有那么傻，技能施展完后迅速离开，保护傲视天下，给他提供输出的机会。干死霸王家族这群王八蛋，为我们家族的人报仇！铁血战天此时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怒吼一声。铁血家族剩下的人400人，因为杨晨的出现，热血沸腾，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霸王家族的人很快被牵制住了大部分。霸王项羽顿时就怒了，怒目圆睁，咆哮起来：铁血垃圾，你想要干嘛？你想要保住傲视天下？铁血战天一刀砍翻一名霸王家族的人，大笑道：霸王臭屎，你白吃吧！你刚才抢我们的 BOSS， 杀我们的人不是挺爽的吗？我们杀你们乃是天经地义。铁血家族的兄弟们，给我狠狠杀这群霸王臭狗屎，给我们兄弟们报仇！5秒的时间，杨晨的技能 SD 时间到了，再次施展3个技能，有了铁血家族的人在前面抗住伤害，他可以无限输出，至于落过来的攻击，凭借他的防御可以忽略不计。顷刻之间，又是50多人被秒杀，1分钟不到的时间，霸王家族至少有150人被击杀，铁血家族的人也损失了50多人。又是一阵冰霜剑雨，10多名霸王家族的战士被秒。霸王家族的人心态彻底崩了，大部分战士被秒杀，后面的法师和射手根本不敢上前。杨晨的伤害太恐怖了，一时之间阵脚大乱。杨晨见状，瞬间冲到了人群中，阵脚大乱，已经不用让铁血家族的人帮忙抗伤害了。进入人群中，他的群攻技能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几分钟过去，霸王家族的人被杀得哭爹喊娘，丢盔弃甲，只剩下400多人，还有100多人都是残血，而铁血家族的400多人还剩下100多人。死在杨晨手中的人数高达500多人，杀戮值也增加了到500点。这些残血留给了铁血家族的人，杨晨开始疯狂地攻击。几分钟后，霸王项羽和霸王项庄被击杀，剩下100多名霸王家族的人直接跑了。战场之上留下丰厚的战利品，围观的众人眼红的不行，不过却又不敢去捡。杨晨刚才的攻击实在太可怕了，轻而易举能将他们秒了，何况还有铁血家族在一旁。傲师兄，多谢了，若不是你的话，今天我们肯定被霸王家族的人团灭了。第27章打压霸王家族。周围的人震惊不已，凭借一己之力击杀了霸王家族1000多人，扭转战局，一人击杀了近800人，太夸张了。杨晨淡淡一笑：没事，你之前也帮我打 BOSS 了，算我还你的。铁血战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毕竟打 BOSS 基本上都是杨晨在自己输出，最后他们都被霸王家族的人击杀了，也没能帮忙，最终能抢下 BOSS 也是杨晨自己的本事，何况一起打 BOSS 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了，谁能抢到是谁的。傲师兄，说起来惭愧啊，怎么说都是我们占便宜了。他的眼眸闪过一抹光亮，看着琳琅满目遍地的战利品。傲师兄，你看这些战利品如何处置？这些战利品可是让人垂涎3尺。他也明白，大部分人都是杨晨击杀，若没有他的话，别说战利品了，他铁血家族今日必定跌落到2线家族，所以得询问杨晨，他说如何分配就如何分配。杨晨扫了一眼，强化石我要了，另外再要10个金币，其余的都归你们铁血家族。铁血战天一听，瞳孔急剧扩大，震惊不已，有些无法置信。虽然强化石无比珍贵，但眼下他们铁血家族最需要的是装备，上一次他们被团灭，损失极大。至于10个金币，霸王家族的人至少爆出了40个金币左右，何况将一些用不上的装备放在拍卖行卖掉，也能有好几个金币的收益。傲师兄，你把其余的都给我们。杨晨淡淡一笑，当然，若没有你们铁血家族帮忙的话，我也无法团灭霸王家族的人，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铁血家族的100多人疯狂地拾取地上的战利品，将所有的战利品收集到一起归纳，强化石全部交到了杨晨的手上，足足30个强化石。杀 BOSS 吧，还是之前那句话，谁能抢到最后一击算谁的。铁血战天没有任何的犹豫答应下来，铁血家族剩下的100多人和杨晨一起再次攻击野猪王，此刻野猪王的血量都快要恢复满状态，需要众人重新再打一次。不过有杨晨在，十分轻松，野猪王和八爪鱼皇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他的伤害太夸张，这野猪王的防御根本不是八爪鱼皇所能比的，一个普攻下去，伤害2800。冰霜剑雨，伤害2900。铁血家族的人只需要帮他牵制住就行。铁血战天他们一群人也在拼命的输出，都想抢下输出最多，只不过杨晨的输出太可怕了，根本抢不过。冰火炼狱，轰！野猪王消失，一团白光闪过，紫色、粉色光芒闪过。快抢战利品！按照之前的约定，谁能抢到战利品就是谁的。铁血家族的人疯狂涌上去，杨晨的速度更快，200多的敏捷度可不是白给的，从中抢到了好几件东西，随后闪身离开战利品范围。唰！一道金光闪过，他从17级升到了18级。丁，恭喜您击杀野猪王 BOSS， 获得8万经验值，当前等级18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12001000000，升到19级居然需10万的经验值，这得刷不少野怪。这一次没有任何的奖励，天域世界有 BOSS 首杀奖励，也有个人击杀 BOSS 奖励。八爪鱼皇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全部的首杀奖励。上一世他之所以有2个月才后还要击杀普通 BOSS， 便是为了完成个人首杀奖励。丁，恭喜您拾取了家族令 X1。丁，恭喜您拾取了紫色装备 X1。丁，恭喜您拾取了粉色装备追星逐月猎弓，图鉴需要等级15级，职业猎人，攻击加350%，5%几率可触发暴击效果，附带10%的破甲效果。丁，恭喜您拾取了紫色装备 X1。打开背后一看，拾取到了唯一一件粉色装备，居然是猎人的武器。不过也正常，就算拥有幸运值100分，也不可能每次都爆自己职业的装备。这猎人的武器粉色品质，整个80区也不超过10件。当然目前为止，若放在拍卖行上卖，绝对能卖一个好价钱。铁血家族那边也收获不错，抢到不少银币铜板，还有金币。紫色装备4件，还有1件战士粉色装备。铁血战天也升级到了14级，再升1级的话，他就可以装备15级的粉色装备了。何况之前他们铁血家族还拿下了一头 BOSS， 收获十分不错，他们铁血家族的整体实力必定增强不少。叮！消息面板疯狂地闪烁，铁血战天一群人连忙打开消息面板，他们家族还有1000人在拿另外一头 BOSS， 可如今同样遭到了霸王家族的针对，叫复活的兄弟都去那边支援，这该死的霸王家族。铁血战天气急败坏，旋即到杨晨的身边。傲师兄，不好意思，我们那边那头 BOSS 也遭到了霸王家族的人，我得赶过去支援了。杨晨看着他，我和你们一起过去，这个霸王家族也是时候好好收拾一下了。他已经决定好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打压一番霸王家族的人，否则他们发展太快太迅速可不好。铁血战天一听，顿时兴奋激动起来，有了杨晨帮忙，他们铁血家族一定能战胜霸王家族。傲师兄，大恩不言谢，我铁血家族又欠你一次。随后招呼铁血无情让他们复活的人过来集合，浩浩荡荡向另外一头 BOSS 而去。铁血家族如今众人平均等级只有11级了，近1000人赶往另外一头 BOSS 所在的地方。霸王项羽他们复活之后同样赶了过去，整整3000人和铁血家族1000人激战起来。很快霸王家族以伤亡100人的代价击杀了铁血家族300多人。霸王臭屎，你铁血爷爷来了！铁血战天大吼一声，一马当先冲上去，铁血无情紧随其后。族长，铁血战天他们过来了！正杀的兴起，出心中恶气的霸王项羽一听，顿时一愣，往后一看，怒不可遏：铁血垃圾，刚才还杀了我一次，让我掉到了11级，弄死他们！第28章战力升华。轰！地面剧烈颤抖，无数的冰霜剑雨落下，霸王项羽周围20多人瞬间被秒，他们的等级掉落，防御力更弱了，秒杀他们更加容易了。吓得霸王项羽和霸王项庄连忙抽身往后退，惊骇不已。卧槽！傲视天下又来了，铁血家族和傲视天下联盟了，族长我们怎么办？霸王项庄顿时一惊，他已经掉落到了13级了，再死一次的话就得掉到12级去了。霸王项羽一脸凶，怕什么？之前我们只有1000人，如今我们可是有3000多人，弄死他！不过他忘记了，铁血家族也有2000人。杨晨再次开启杀戮模式，开始大杀四方。10分钟后，霸王家族近1000人去复活，铁血家族不过损失了500人。这个傲视天下太厉害了，走，这个 BOSS 给他们，我们去找其他的 BOSS。几分钟后，霸王项羽支撑不住了，再打下去，他们霸王家族的平均等级得掉到10级去。这个 BOSS 杨晨没有抢，故意留给了铁血战天，让他拿下了自己的首杀任务。不过战利品，杨晨从中拿走了一张图纸和一张升星卡，铁血战天没有任何的意见。半天的时间过去，10只 BOSS 已经全部被击杀，铁血家族拿下了3只 BOSS， 霸王家族也从别的地方寻找到1只 BOSS， 另外从几个小家族手里抢了1只 BOSS。3天后 BOSS 还会刷新，每隔3天都会出现，
而且数量会越来越多，刷新的时间也会缩短，因为诺丁城1000多万玩家，他们首杀 BOSS 的任务得完成。不过后面的 BOSS 没有任何的单独奖励，至于爆装备，能爆出一件粉色装备，那也需要极好的人品，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有如此逆天的运气。一般人能爆出1、2件紫色装备就不错了。杨晨回到诺丁城，准备进入家族地图，将家族任务给完成，升级到19级，需要10万的经验值，这需要的经验值太多了。幸运任务若是完成，可得到6万经验值，必须找时间将这个任务完成。从仓库将强化石全部取出，一共60颗强化石。武器如今强化到了+4，强化到+5需要16颗强化石，没有任何犹豫开始强化。叮，恭喜您强化成功，强化+5。随后将逆天套的5件套全部强化到+4，它的属性再次增加不少，尤其是攻击力高达5700。BOSS 爆了不少好东西，还有2张升星卡，同样使用到了武器之上。瞬间武器变为2星强化+4的武器，升星可以提升装备品质，同样增加不少属性。拥有100%的幸运值，这个 bug 就是爽。无论是升星还是强化装备，几乎都不用担心掉，除非是升星到了7星，强化到10之后，才有可能强化失败和升星失败。不过那也仅仅是失败而已。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傲视天下，等级 LV18， 职业法师，复活次数3，满复活，力量240，智力480，敏捷400，物理攻击500，魔法攻击6200，释放速度正 3.5%， 物理防御2800，魔法防御2500，物理暴击率 0.0%， 魔法暴击率 30.6%， 经验值1200100000， HP 3500， MP 3500，贡献值40点，杀戮值1506点。杨晨十分满意，6000多的攻击力，防御也有1500，想要破开他的防御，至少得需要4000点的攻击。目前诺丁城应该无人有这么高的攻击。随后进入家族地图之中，开始家族任务。对于别的家族做任务很难，但对于杨晨来说，家族任务单刷也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如今傲视家族已经升级到了2级，傲视群雄家族21000，家族等级 LV2， 家族贡献度100，距离3级家族需要1000点家族贡献度，所有成员享受家族属性加成，所有属性加10。2级家族可以容纳1000人，达到3级可以容纳2000人，不少人都想要加入家族做家族任务。如今巴士区已经有不少人拿到了家族令，创建了真正的家族。铁血家族在最后一只 BOSS 身上获得了家族令，霸王家族击杀其他小家族，抢到了1枚家族令，同样创建了家族。除了杨晨的家族外，诺丁城出现了7个家族。霸王家族用金钱贡献进去，瞬间将霸王家族升级到了2级。除此之外都是1级家族。铁血家族的人将家族任务做完后，必定也能达到2级家族。这便是家族人多优势，家族贡献度可以很快达标，给自己的家族升级。此时公屏之上十分热闹，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再次争吵起来。霸王剑圣，铁血垃圾们，你们是傲视天下的走狗吗？每次都带上傲视天下。霸王冲天，铁血垃圾，你们敢不敢出来公平的打一架？铁血无情，霸王臭屎，你们就是我们80区的一坨臭狗屎，公平打一架，你们敢吗？我们双方一人挑选1000人出来，单挑如何？霸王项庄，铁血垃圾，行啊，有本事你们来啊！此时整个诺丁城都在流传着杨晨的事迹，毕竟不少人亲眼所见了他的伤害，击杀了霸王家族1000多人，3000的伤害，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个傲视天下开挂了吧？娇小可人，哇，傲视小哥哥太厉害了，不行，我一定要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我要做他女朋友。霸王项羽和霸王家族的高层们聚集在一起，族长，我们虽然拿下了2头 BOSS， 不过兄弟们的等级掉落，还有不少人等级掉落了2个等级，我们平均等级11级都不到了，还爆出去了不少装备。霸王项羽一听，顿时怒不可遏，都是这个傲视天下，妈的，不是他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损失这么大？我一定要弄死他！霸王项庄眼神闪烁几下，族长，可这个傲视天下攻击太高了。第29章冰封之地。是啊，族长，不仅攻击高，防御力也超高，敏捷度更是高的吓人，想要击杀他，怕是不容易啊。霸王剑圣也点点头，我们去太多的人，他会发现，到时候逃跑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去少了，估计100-200人也拿不下他。霸王项羽更加怒了，心里气不打一处来，扫了一眼几人，你们都是废物吗？不知道想想其他的办法。上次那个女孩的情况查得怎么样了？众人顿时颔首低眉，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绞尽脑汁开始思考该怎么办。霸王剑圣连忙上前一步，族长，那个女孩就是一个普通玩家，
不太好找。这些日子我已经让兄弟们尽量寻找了，只知道他的 ID 叫丫头。霸王项羽一听，双目之中的怒意不减分毫。找这么久，找一个人也找不到吗？除了他的 ID 之外，还有什么特征？霸王剑圣眉头紧蹙，思考了片刻，顿时眼前一亮。有了族长，她只有16岁左右，挺可爱的，这样的少女在80区应该少见。霸王项羽立刻吩咐起来，通知家族所有人，给我寻找这个叫丫头的少女，找到之后跟着她，然后再通知我。杨晨从家族地图出来，准备做幸运任务，寻找诺丁城城主的女儿，前往冰封之地。在前往那个地方前，他在商城上购买了不少加血剂，更是花高价钱买了一张瞬间回城券，做了充足的准备。冰封之地封印着恶魔深渊的恶魔，这恶魔深渊的恐怖，上一世他已经经历过了。150级的时候，曾经遇见过恶魔袭击主城，最为恐怖的是，被深渊恶魔击杀的人无法复活，一旦被恶魔深渊的怪击杀，将永远死亡，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天域世界在没有开服之前，官网上有过对恶魔深渊的解释，乃是上古遗留下的恶魔，在深渊之中经历万世折磨，仇视整个天域世界，是要灭杀所有天域世界的生物。深渊恶魔战力超群，一般的玩家根本不是对手。深渊的恶魔还拥有天赋技能，但一旦击杀深渊恶魔，奖励同样十分丰厚。这是官方的解释。可进入天域世界后，发现深渊恶魔并非和官方阐述的那般，被击杀的玩家无法复活，甚至恶魔深渊之中居然出现了类似于玩家的人，根本不像是怪或者 NPC。上一世后期，杨晨曾与这样的人交手，一直在追寻恶魔深渊那几名玩家的事，好不容易有头绪之后，却遭到了背叛，被击杀。这一世他一定要弄清楚恶魔深渊那边的情况，也许天域世界的出路就在恶魔深渊。不过这些还早，目前他才18级，根本不是他考虑的范围。准备妥当后，他往冰封之地而去，拥有瞬间回城券，发现任何的状况，他都可以第一时间回城。足足行走了1日的功夫，他终于到了冰封之地。似乎这个地方都快要脱离诺丁城的范围。打开地图，对于冰封之地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文字标注。这一天的时间，诺丁城的玩家都在拼命升级做任务，尤其是有了家族之后，做完家族任务能获得不少经验。不过如今家族等级最高只有2级，只能容纳1000人，除非家族升级到3级，能容纳2000人，4级可以容4000人，5级容纳5000人。家族最高等级只有5级，想要扩张势力，那就必须建立帮派。不过创建帮派得前往主城后开启。一天时间过去，整个诺丁城的平均等级都达到了10级。霸王项羽疯狂升级，再次将自己提升到了14级。铁血战天已经达到了15级，16级也出现了10多人。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应该能在等级之上排进前10的，只不过霸王项羽被杨晨杀了好几次，掉落了好几个等级。铁血战天和霸王家族血拼了好几次，也掉落至少2个等级，否则两人此时应该是16级了。族长，霸王家族的人似乎有些不正常，今天似乎在找什么人。铁血战天正在野外刷图，铁血无情眉头紧锁，来到他的身边开口说道。铁血战天一听，顿时一愣，旋即眉头紧蹙，疑惑地问道：找人？霸王家族想要干嘛？莫非他们是在傲视天下，想要打探他的情况？铁血无情摇摇头，不是，我找人打听过了，他们要找的人不是傲视天下，具体找谁不清楚，应该是一个女的。铁血战天点点头，沉吟了片刻，抬起头，不管霸王家族的人想要干嘛，总之不能让他们得逞，一旦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发育好了，倒霉的就是我们铁血家族。派人跟着，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好，我这就安排人盯着他们。冰封之地边缘地点，一边是草原，另外一边是冰封大地，附近的山脉也都被冰封起来，一股股刺骨的寒意迎面而来。天域世界真人度100%，故此杨晨也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城主的女儿最后消失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可周围一片冰川，一望无际，荒无人烟，连一个野怪也没有。看来只有进入冰山内了。他打算在附近的冰山之上寻找一番，若附近冰山上也没有的话，他便不打算做这个任务了。进入冰封之地深处太过于危险，以他目前的等级太低了。附近冰川山上，杨晨寻了一个遍，依旧荒无人烟，连一只野怪也没有。这个任务也太坑了，没有任何的提示，只是告诉大概的区域，这不是来碰运气吗？寻找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依旧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已经是最后一座冰山了。若还没有人的话，他打算先回城了。轰轰，冰山颤抖，一只冰雪覆盖的野兽出现。杨晨连忙抽身往后退，露出凝重之色。当他看到这野怪头顶标注后，瞳孔急剧扩大。寒霜龙 LV50， 我日啊，这系统也太坑了吧！这也叫幸运任务？50级的怪，至少也得有几万的攻击力吧？这不得一巴掌拍死他！第30章，救城主女儿。严阵以待，注视着寒霜龙，同时将瞬间回城券握在手中。
一旦有任何问题，立刻传送回去。年轻人，你来这里干嘛？忽然寒霜龙口吐人言问道。NPC。杨晨恍然大悟，受人之托，我来这里寻找诺丁城城主的女儿。寒霜龙露出惊疑之色，随后有些激动。年轻人，你终于来了，我等了很多年了。诺丁城城主的女儿在100余年前就来到了此处，他说过他的父亲一定会来带他回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年轻人你终于出现了。杨晨点点头，疑惑地看着他。那主城的女儿现在在哪呢？他们父女十分想念对方，我带她回去，让他们父女团聚。寒霜龙摇摇头，目光变得极其复杂，叹了一口气道：100年前，我寒霜龙一族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家族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片冰川之上。也是那个时候，城主的女儿来到了这里。可这里的深渊恶魔出现，灭了我冰霜龙一族。我们的族长和长老们耗尽了所有力量，将这些深渊恶魔再次封印起来。可城主的女儿也掉落进了第1层封印之中，那里没有深渊恶魔，但有不少被魔化后的野兽。我需要镇守在此处，无法进入其中。年轻人，只能劳烦你进入其中，将城主的女儿给带出来。寒霜龙张嘴喷出一团冰雾，一道传送门凭空出现。丁是否进入副本？冰川封印中解救城主的女儿。杨晨不禁暗叹，果然这个任务不是那么好完成的。既然都来到这里了，自然不能半途而废。毫不犹豫选择进入副本之中。顷刻之间，他置身于一片幽暗的世界中，天空之中没有半分的光亮，周围的树木全部呈现为灰色。嗷嗷！一阵阴森的嚎叫声，上百只独角狼出现，这些独角狼都是22级的怪。见到杨晨出现，疯狂地涌了上来。冰火炼狱，瞬间冲上来的20多只独角狼被秒杀。如今他的攻击可是高达6200，即便是22级的怪，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畏惧。岩爆术、冰霜剑雨2个技能补上，又是30多只狼被秒杀。剩下独角狼疯狂地向他扑过来，速度极快，直扑他而来。杨晨瞳孔急剧扩大几分，惊骇不已。这些独角狼的敏捷度都快要赶上他的速度了。凭借着灵活的走位，躲避开10多只独角狼的攻击，他被打出了300多的伤害。不过这点伤害对于他来说无关痛痒。再次一波技能下去，上百只独角狼全部猎杀完毕。嗷嗷！树林深处再次发出一阵狼嚎，一头高达2米多的巨狼出现，同时又是上百只独角狼出现。独角狼王泛着幽绿色的眸子，凶狠地盯着他，嘴里发出一声狼嚎。顷刻之间，周围上百只独角狼露出锋利的獠牙，向杨晨扑上去。杨晨吞下加血迹，将速度提升到极致，发动攻击。1分钟不到的时间，50只独角狼被他击杀。嗷！独角狼王似乎动怒了，嚎叫一声，速度极快，一个冲刺撞向杨晨。砰！一声闷响，杨晨的身体被撞飞出去，伤害300。这独角狼王的攻击力至少得有3000多，而且速度极快，宛如鬼魅一般，就连杨晨的速度也比不上。他的技能甚至有时候无法击中这独角狼王。若是玩家拥有这么可怕的速度，即便是他也一筹莫展。但这独角狼王想要杀他，就必须攻击他。想明白这一点后，杨晨将技能打在自己周围。冰火炼狱，果然独角狼王中招了，吃了这个技能，他的血量减少了1/6。杨晨这个技能打出了5800的伤害。这独角狼王只是速度上占据了优势，防御力却十分低。独角狼王似乎被触怒了，更加疯狂地攻击杨晨。杨晨躲不开独角狼王的攻击，只能依仗自身的防御和这独角狼王硬拼。当然他占据了上风，独角狼王只是速度快，可杨晨的攻击高。岩爆术，轰！独角狼王的身体消失不见，一团白光闪过，一道橙色的光芒散发而出，还有一堆的金钱。杨晨顿时大喜过望，又是史诗级的装备。丁恭喜拾取了狼王级不削，橙色史诗级。杨晨迫不及待打开背包，看着这件史诗装备的描述，增加敏捷度加150，释放速度正5%，物理防御加50，魔法防御加90，自带技能2连闪现，技能 CD 1小时。等级需求25级，职业要求魔法师、刺客。一双鞋子敏捷度就加150，太夸张了。尤其是这个2连闪现的技能，若是给刺客穿上，伤害和暴击率足够的话，可以从100万军中取敌将首级。还是史诗级的靴子，太给力了，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啊！随着独角狼王被击杀，剩下的30多只独角狼四处溃散逃走。杨晨继续往前走，寻找诺丁城城主的女儿。从昏暗的树林内行走了一会儿，发现前面居然有火光。23级盗贼怪至少有200多只，一名13、14岁的被人用树藤捆了起来。同时女孩的头顶上若隐若现一个感叹号，很显然她就是城主的女儿。她的任务目标，卑微的人类居然敢来我们的领地，杀了他！200多名盗贼怪向杨晨围上去，技能宛如雨点一般落下，盗贼怪不停地被击杀，也幸亏是杨晨接这个任务，
若换成其他人，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很快200多名盗贼怪被击杀干净，顺利到了小女孩面前。大哥哥，你是来救我的吗？小女孩发出可怜楚楚的声音问道。杨晨点点头，是你父亲让我来带你回去的，连忙上前为女孩松绑。谢谢你大哥哥，我好想我的父亲。大哥哥回去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父亲也会报答你的。小女孩十分真诚地开口说道。杨晨淡淡一笑，谢谢，走，哥哥带你回家。旋即两人往出口的地方走去。第31章绑架。18级野区怪铁蟹战天正和家族的人刷怪升级。族长，霸王家族的人有行动了。刚才我一直注意着，霸王项羽和霸王项庄本来在刷怪升级，忽然听到了什么消息，兴奋激动的叫了不少霸王家族的人跑了。铁蟹战天一听，顿时来了兴趣，眼眸闪过一抹金光。霸王项羽他们带了多少人过去？他一共带了20多个人，至于有没有通知其他人过去支援就不知道了。铁蟹战天一听，沉吟了片刻，我们附近有17、18个人，叫过来，我们一起过去，通知吴情他们做好支援我们的准备。走，我们跟过去看看，这霸王项羽又要整什么幺蛾子。铁血战天领着自己家族17、18个人过去。16级蝙蝠野怪的位置，乔雪已经升级到了12级，他升级的速度太慢，2天多的时间才升了2级，他的装备太差，若非上次杨晨的帮忙，早已被霸王家族的人欺凌。这2天的时间，他想要报答杨晨，可知道自己实力太过于低微，别说报恩，说不定会成为拖油瓶，所以努力刷怪升级，提升自己，想要有朝一日能帮上杨晨。上一次杨晨送了几件装备给他，也是依靠这几件绿装，如今才能正式和别人组队刷图，否则不会有人和他组队刷图。雪儿，任务不是还差几只怪吗？快，2只怪我已经打成残血了，快过来拿！队伍中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激动兴奋地开口喊道，他也在做这个任务，只不过他瞒着众人说他任务数量够了，将所有的怪都让给乔雪。队伍一共有5人，还有2男1女，这几人都是他的好朋友，自然明白他的心思。乔雪峨眉微微一皱，看了一眼2只残血的怪，摇摇头。烟雨哥，不用了，我还差10只而已，你打吧，我自己可以的。他明白烟雨江南的心思，不过他没有任何的心思在这方面，他想要变强，想要报恩，何况自己打怪才能提升自己的操作技巧，提升自己的实力。天域世界现阶段操作不需要太灵活，一旦到了200级后就需要考验操作了。烟雨江南眼眸闪过一抹失落，不过却也不放弃，坚持道：没事雪儿，你先把任务完成了，升级也快一些，我们也好去刷高级的怪，我们得到的经验也多一些。不远处霸王项羽一行20多人出现。你没有弄错吧？霸王剑圣一脸认真严肃，就差立正了。族长放心吧，绝对不会弄错，他的 ID 那么醒目，叫丫头，上一次傲视天下就是和他组队替他完成任务的，我敢保证他们之间的关系匪浅。霸王项羽一听，整个人意气风发，十分激动兴奋。傲视天下，这下你完蛋了吧？我还以为你是铜皮铁骨呢，干不过你，你身边的人我还拿不下吗？霸王项庄也兴奋激动起来，完全按捺不住。对族长，抓住了他的女人，到时候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我已经通知组里的兄弟，有200人过来接应我们。族长你看，就前面那个少女。霸王剑圣兴奋地指着刷怪的乔雪。烟雨江南一群人也看到了霸王项羽一行人出现，顿时眉头紧蹙，露出担忧之色。对于霸王家族的行径，他们自然有所耳闻，80区众所周知。我们不要刷怪了，是霸王家族的人。霸王家族的人十分嚣张跋扈，经常横行霸道，还打劫敲诈其他人。赶紧走，不要惹上不必要的麻烦。队伍中另外一名女孩峨眉紧蹙开口说道。几人纷纷点头赞同。乔雪十分不甘心地看了一眼被自己打成残血的野怪，回想起杨晨的话，远离霸王家族，只能无奈地放弃。烟雨江南瞬间来到他的身旁，雪儿别怕，我保护你。霸王剑圣见几人退走，瞪大眼珠，伸手一指，族长，他们想要跑，围住他们。霸王项羽下令，20多名霸王家族的玩家上去将他们5人团团给包围起来。烟雨江南想要表现一番自己，硬着头皮上前一步，怒视着霸王项羽，你们霸王家族凭什么围住我们？我们又没有招惹你们。霸王项羽顿时一愣，旋即上去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将他打翻在地上，趾高气昂道：凭什么？我霸王家族想围谁就围谁，给我滚一边去！看也不看他一眼，直径来到乔雪跟前，顿时眼前一亮，果然是美人坯子。小美女，跟我们走吧。乔雪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惊慌之色，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露出警惕之色。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废话真多，给我将他带走！2名霸王家族的人迅速上前，准备强行带走他。放开他！烟雨江南从地上暴怒而起，开启 PK 模式，
一箭射向其中一人，瞬间打出110点的伤害。对我们霸王家族的人动手！周围的霸王家族玩家纷纷开启 PK 模式，2、3个技能烟雨江南就被血了，被人一脚踹翻在地上。霸王象装上去用脚踩在他的脸上，这还是他们故意留一丝血，否则他已经死了。霸王象装蔑视地盯着他，嘲讽道：“哟呵，怎么？你还想要英雄救美吗？就你这点实力，还想要英雄救美？”霸王项羽更是难得看他一眼，别废话了，送他去复活，把人带走。唰，一道白光，烟雨江南成为了尸体。乔雪这周只有一次复活机会了，得等到明天周末过了，复活机会才能刷新，所以他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任由被带走。至于其余3名队友，待在一旁一言不发。霸王臭屎！没想到你们居然干起这勾当来了。正当他们准备离开之际，铁血战天带人赶到了。霸王项羽顿时眉头一皱，我日，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啊，居然遇到你们这帮垃圾，滚开！今天哥没空和你们闹。第32章等级掉落。铁血战天冷笑一声，嘲讽道：“你没空？你杀我铁血家族人的时候，怎么就有空啊？”霸王项羽顿时脸色骤变，阴沉的可怕。他好不容易抓住了乔雪，可以威胁到杨晨了，千万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任何的问题。偏偏这个时候遇见了铁血战天，心里顿时有些快要抓狂，厉声道：“铁血垃圾，今天我没空，若想打架的话，改天我一定好好教训你们铁血垃圾一番。”铁血战天顿时脸色一沉：“霸王臭屎，你说改天就改天吗？要不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啊？那样岂不我铁血家族很没有面子？霸王臭屎，今天我非杀你不可！”铁血战天如今的战力已经达到了3300多，若是到了15级，换装之后必定攻击还能再次提升不少。等达到15级，他也准备了不少强化石，争取将武器强化到+3去。之前他可是见过杨晨的武器，早已强化+3，实在不明白他从哪里弄的强化石，他强化到+2都强化2次失败，耗费了不少强化石。霸王项羽怒不可遏，不过不想和他们纠缠下去，看着一旁的霸王项庄，弄死这帮垃圾！双方的人马瞬间开打。霸王项羽本想带着乔雪离开，可铁血战天根本不给他机会，一刀向他劈下。霸王项羽无奈只能迎战。族长，我们来了！下一秒，200多名霸王家族的玩家赶到。霸王项羽见状，顿时眉飞色舞，兴奋起来，狂傲之色再次恢复。铁血垃圾们，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让你们滚回新手村去！铁血战天脸色有些难看，这下不好对付了。正当他打算撤退之际，身后又出现了200多人。族长，我们来了！铁血无情怒吼一声，弄死霸王家族的臭屎们！双方发生剧烈的碰撞，不停的有人增援。虽然铁血家族的人数比较少，但上一次杨晨帮忙拿下了3头 BOSS， 而且获得霸王家族大部分战利品，整体实力却提升了不少，弥补了人数上的差距。一时之间，双方旗鼓相当，公屏之上再次火热起来。玩家 A， 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怎么了？又在野区开战了。准备去刷16级蝙蝠怪的老铁们，奉劝你们别去了，因为你们一只怪也刷不到，极有可能被误伤。玩家 F， 我刚才就那边刷怪呢，这怪刚刷新就被双方的技能给秒杀了，我都被误杀复活来了。玩家 D， 他们2个家族这是在争夺咱们80区的霸主权吧？那场面太刺激了，双方几百人混战在一起。玩家 C， 几百人？现在双方都投入上千人了，双方似乎都快要杀红眼了。复活之后立马再次过去，整整1个下午，双方都处于混战之中。乔雪也趁着混战离开了。双方实力旗鼓相当，霸王家族的人平均等级再次被杀回11级，铁血家族的平均等级掉落到12级。要知道，诺丁城如今的平均等级都已经达到了13级左右，2个顶级家族已经低于平均等级了。最关键的是，双方都不明白为嘛开战。族长，看来最近我们不能继续和霸王家族的人战斗了，我们的等级已经掉落出平均等级了。还有族长，我们今天为嘛和他们开战啊？铁血战天愣怔一下，仔细回想了许久，也没有想明白今天下午为何要跟霸王家族的人开战，而且还如此激烈，他更是掉落到了12级。为嘛开战我也不知道，反正干霸王家族就对了。不过你说的对，我们得加紧发展自身，通知家族里面的人今晚全部通宵练级，必须把等级先提升起来，体力值不刷完谁都别想回来休息。忽然他想到了什么，看着一旁的铁血无情，对了，霸王家族今天抽什么风？干嘛要去抓那名小女孩？弄清楚这件事。霸王项庄点点头。霸王家族这边，霸王项羽整个人暴跳如雷。铁血垃圾，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去抓那个小丫头？这帮垃圾，我早晚把他们杀回新手村去，不让他们彻底消失在天域世界。霸王项庄一群人一听，吓得从地上跳起来，大惊失色。
族长还打？我们平均等级已经掉落到11级了，这再打下去，恐怕我们10级装备都穿不了，那样我们就危险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暂时不要招惹铁血垃圾他们了，得把等级先提升起来。族长，我已经掉落到12级了。霸王象装苦着脸说道，他真怕霸王项羽不顾一切的与铁血家族开战。霸王项羽横眉怒目，狠狠瞪了他一眼。12级，老子都已经掉落到10了，通知家族里面所有人，全部给我练级。随后大片大片的野区被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霸占，两个大家族之前疯狂打架，如今疯狂升级。这一次出击的双方没有发生矛盾，即便是在同一个野区，都是你刷你的，我刷我的。冰封之地内，杨晨领着小女孩正准备从传送门离开，忽然小女孩停顿在原地，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眼眸之中十分慌乱。小妹妹，你怎么了？你在找什么东西？小女孩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哥，我有一件很重要的项链丢了，是我妈妈给我的，我弄丢了，不敢回去见我父亲。100年前我进入这里的时候，项链掉落了，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可如今却找不到了，你能帮我找回来吗？丁公喜您触发了隐藏任务，为城主女儿寻找项链。100年前，她的项链掉落在此，被隐藏在暗中的恶魔盗贼捡走，是否进入恶魔盗贼洞府？一团黑色漩涡出现，无疑是一道传送门。不寻回项链，城主的女儿必定不会走。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得进入其中。小妹妹，你在这里等着我，我知道你的项链在什么地方，我去给你找回来。随后进入传送门之中，瞬间置身于一片80年代凋败不堪的街道上，这里就是恶魔盗贼的地方。第33章寻找项链。刚进入其中，一群变异老鼠出现，这些老鼠都是22级的怪。杨晨没有任何的犹豫，开始疯狂地刷怪。丁，恭喜您击杀了恶魔老鼠，获得经验值加100。丁，恭喜你击杀了恶魔老鼠，获得经验值加100。半个小时后，他终于将恶魔老鼠全部击杀完，获得了1万多的经验，加上之前独角狼的经验值已经高达3万，将这个任务完成可是有6万的经验值，到时候只差1万的经验值就能到19级了。今天诺丁城有人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7级，而且是好几人。可恶的人类，居然闯入我们的领地，还杀了我们的宠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一名身披黑色披风、头戴黑色头巾面罩的男子出现，整个身体被黑色布料包裹得严严实实。LV 27级恶魔盗贼，血量20万。这个恶魔盗贼的血量居然有20万，等级更是比他高了9个等级。饶是他战力超群，也有些吃不消，露出凝重之色。若是将之前的独角狼王爆出来的靴子装备上，他可以凭借敏捷力和这恶魔盗贼纠缠一番。现在怕是有些困难，这恶魔盗贼敏捷度必定不弱。果然，恶魔盗贼这个设定居然还是刺客。一阵疾驰，手中出现匕首，连环匕首抛出去。杨晨连忙操作着避开，不过依旧被匕首给划伤，伤害1500。这恶魔盗贼的伤害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居然打出了他1500的伤害，而且还不是中心点的伤害。若是中心点的伤害，恐怕会更加夸，至少得打出他2000的伤害。连忙吃下加血剂，之前对付独角狼王的时候没用多少加血剂，这一趟出来他可准备了不少加血剂，原本以为没用处了，如今才发现真正的用处在这里。随后迅速释放技能，伤害3000，伤害2800，伤害3200。3个技能一套输出完毕，再接上一个普攻，恶魔盗贼被打掉1万的血量。这恶魔盗贼的防御力也不是一般的强，他如今可是有着6000多的攻击力，居然只打出这么点伤害。几番攻击下来，他的血条只剩下1/3不到了，快要见底了。恶魔盗贼被打掉了6万的血量，还剩下40万。这期间他不停地吃加血剂，这次带出来的加血剂都快要被他吃完了，一旦加血剂吃完，他顶多能抗住2波伤害就得挂。不过经过一番试探，对于恶魔盗贼释放技能的规律也摸清了一些，如此可以避大部分伤害，不过依旧有800多的伤害，加血剂一瓶接上一瓶的干，当做饭干。足足磨了半个小时，恶魔盗贼终于只剩下6万的血量，不过他的血量只剩下800点了。凭借着灵活的操作，疯狂地躲避着恶魔盗贼的伤害，不过恶魔盗贼的速度还是太快了。轰！一道白光闪过，他躺在地上成为尸体。丁系统检查到你已经死亡，您还有3次复活的机会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原地复活，金币2个。原地复活涨价了，之前才1个金币，如今变成了2个，这个也正常，因为天域世界的物价可是增长很快的，一旦到了200级后，记忆中第1次复活金币就是100个金币，第2次1万个金币。恶魔盗贼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轰！原地复活，杨晨的 MP 和 HP 瞬间加满，所有属性满状态，疯狂地开启技能输出。丁，恭喜您击杀了恶魔盗贼，获得经验值2万。随着恶魔盗贼被杀，同样爆出了不少好东西，还有一双利爪武器史诗级别，职业要求
猎人，需要等级30级。紫色装备就是4件，强化是 X10，金币 X20。不禁暗叹幸运值100%就是爽，几乎爆的东西是别人的双倍，而且爆好东西的几率也100%。尤其是盗贼怪爆金币挺多的，复活用了2个金币换回了20个金币，十分超值。最为重要的是一张图纸，杀戮套武器的图纸，史诗级图纸。杨晨顿时狂喜，杀戮套装乃是史诗级的套装，一旦能完成所有套装，属性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记得上一世进入主城后，曾听闻过有人在诺丁城集齐了一套杀戮套装，称霸那个区。即使是后来去了主城后，50级穿上杀戮套装，战力依旧排名在前100。杀戮套的上衣设计图有了，如今武器也有了，回去之后得搞到材料开始做准备，制作杀戮套。等到了40级的时候，穿上杀戮套，在80区应该没人能是他的对手。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一条项链上，这项链之上还有一个感叹号，很显然这就是城主女儿的任务项链。丁，恭喜您拾取了炽热天使项链，红色传说级，30级装备。红色装备，杨晨眼神一跳，这可是红色装备啊，传说级的装备目前他也没有，忍不住看看属性。智力加350，魔法伤害加3000，敏捷加200，附加 35% 真实伤害，有 10% 几率触发被动免疫伤害，24小时技能 CD。 这项链太恐怖了，若他装备上的话，伤害必定7左右。他如今穿的是逆天套，取下项链只要4件套效果，不过也足够了7000的伤害，定然是有的。可惜这是任务项链，而且还是封印装备，想要解开封印至少需要100个金币，而且还需要许多材料，何况这项链不交无法提交任务。默默诅咒天域世界官方一阵，没事弄什么项链任务啊，看得着摸不着，收好项链到了传送门口，小女孩正等着他。大哥哥，你找到项链了吗？杨晨不舍得从背包里面拿出项链。是这条吗？是，谢谢你大哥哥，回去之后我一定报答你的。杨晨苦笑一声，报答？能将这项链给他吗？第34章，城主的奖励。丁，恭喜你完成隐藏任务，替城主女儿寻回项链，奖励经验值5000点，与城主女儿提升亲密感加50。听到这个声音，杨晨十分无语，就经验值和亲密度，居然没有其他的了，这也叫隐藏任务。带上小女孩回去交任务，无法使用传送券，必须徒步走回去，他得一路护送，这又得消耗1天的时间。半日之后，终于靠近诺丁城，能看不到不少玩家正在刷怪升级了。此时不少玩家纷纷疑惑地注视着杨晨，眼珠瞪得老大。快看，那人身后怎么跟了一个少女啊？还是 NPC？ 这什么情况？一名玩家惊讶地尖叫起来，周围众人的目光都被他尖叫声所吸引，瞠目结舌，无法置信。沃日，什么鬼？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居然连 NPC 都吸引住，跟着他走了？什么魅力大？8成是游戏 bug 吧，否则 NPC 怎么会跟着玩家走？众人信以为真地点点头。好尖儿调啊， NPC 都跟着他走，这种感觉太爽了，为嘛没有 NPC 跟着我走呢？跟着你走，你好好看清楚是谁。闻言，众人纷纷瞪大眼珠，仔细地注视着杨晨，随后倒吸一口冷气，惊讶道：傲视天下，他就是傲视天下。之前凭借一人之力扭转铁血家族和霸王家族的战斗，他独自一人击杀了霸王家族1000多人。何止，之前霸王家族的族长还被他杀掉了好几个等级。这可是我们80区的大佬啊！终于见到傲视大神了，真厉害 ！NPC 都跟着他走。铁血战天一群人正在诺丁城内休息恢复体力，铁血无情进入其中。族长，我打听清楚了，之前那名叫丫头的女孩似乎和傲视大神有关系，听说傲视大神之前还帮这丫头刷怪完成任务。铁血战天恍然大悟，我就说啊，霸王臭使他们怎么无缘无故去找一个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女孩，原来是为了对付傲视天下。铁血无情眉头微微一皱，肃然道：族长，霸王项羽想要利用那名女孩来威胁傲视天下。铁血战天一翻白眼，瞥了他一眼，我又不是白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以为我不懂吗？我当然知道霸王项羽想要利用这个女孩来威胁傲视天下了。铁血无情顿时有些尴尬的笑了笑，眸子闪过一抹金光。那族长，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傲视天下？铁血战天沉吟了片刻，打开消息面板，找到傲视天下。铁血战天，傲视兄你在吗？此时杨晨子正在城主府内，城主面前提交任务。城主一脸威严，不怒自威，当看到少女后，所有的威严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仁慈，激动的热泪盈眶起来。若若，若若真的是你！父女两人相遇十分感人。杨晨在一旁看着父女两人的对话，许久之后，对话终于结束，城主威严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年轻人，你果然做到了，谢谢你替我寻回女儿。叮，恭喜您完成任务，获得城主的奖励：追风之刃、粉色装备、杀戮套图鉴、裤子、追魂魔杖、史诗、金币 X30、召唤卡 X4，获得城主亲密值加50，强化10+10，经验值奖励6万。刷，一道金光闪过。叮，恭喜您升到19级，所有属性加10，距离下次升级3500-1500000。终于到19级了，距离下次升级需要15万的经验值，迫不及待看看背包内的奖励。追风之刃，装备等级20级，职业刺客。这武器完全没用，职业不匹配，不过放在拍卖行之上卖掉，应该能赚不少。杀戮套制作图，这可是好东西，如今杀戮套武器、上衣、裤子都有了，用不了多久，还差3件就可以凑齐了。金币自动忽略。召唤卡 X4， 这可是好东西，召唤卡可以召唤各种角色，甚至召唤 BOSS 为自己战斗，拥有时间限制，时间到了之后，召唤出来的人物消失。在前世的记忆中，不少人无法打过 BOSS， 又想要单杀 BOSS， 花费高额的金币购买召唤卡，帮助自己打 BOSS。 召唤卡有好有些坏，若是召唤10级的人物，那便是废卡一张，10级的人物估计被人一刀就秒了。诺丁城银甲将军召唤卡，使用后可召唤银甲将军为你战斗，持续时间1小时，1小时内银甲将军被击杀自动消失。银甲将军 LV40， 战力10万，防御12000，血量9万。看到3条属性介绍，杨晨狂喜不已，果然幸运任务不简单，10万的攻击力，防御12000，血量9万，这可是相当于一个 BOSS 的血量了。最为恐怖的是他的伤害，10万的攻击力，随便一个普攻下去，谁有抵挡不住？而且还是4张卡片，一共可以召唤4次。这银甲将军便是进入诺丁城城门口的 NPC， 一旦有红名玩家没有清洗掉罪恶值进入城中，便会遭到银甲将军的攻击，所以红名玩家杀人后都会在外面刷怪，清洗掉自己的罪恶值。追魂魔杖等级25，职业魔法师，这武器十分适合他，等到了25级再换上这根魔法杖，到时候攻击必定会再次提升不少。多谢城主，我就不打扰你们父女团聚了。领取到这么多任务，杨晨欣喜若狂，他得赶紧把这2天的任务做完，开始搜集杀戮套的材料。这一趟果然收获不错。大哥哥，等等！忽然城主的女儿开口，杨晨疑惑地转身看着他。大哥哥，我说过我会报答你的，我送你一件礼物。叮，恭喜你获得城主女儿若若赠送的礼物。杨晨看着这礼物，瞳孔急剧扩大，震惊不已，下一秒欣喜若狂，这任务真是太值得了。第35章霸王项羽的算计。下一秒公屏之上出现红色公告，随着大部分玩家等级提升，紫色装备公屏已经降为白色公告，一眨眼就被另外的消息顶上去，根本无法看到。红色公告不同，会在公屏拉起横幅。叮，恭喜玩家傲视天下获得炽热天使项链，红色传说级30级装备。整个公屏瞬间就炸了。唐伯虎，我去，又是这个傲视天下，动不动就触发全区公告，尼玛都有传说级装备了，我他妈一身的紫装还没有凑齐呢。闭月羞花，哇，傲视小哥哥好厉害啊，居然有传说级装备了，可不可以送给人家啊？我愿意给你生猴子。风流少年真特么厉害，传说级装备了，怎么好事都落到傲视天下身上了？公屏十分火热，甚至不少人都猜测杨晨开挂了，纷纷开始举报，最终他们都得到一个官方回复：丁宁所举报的玩家傲视天下没有任何的开挂行为，举报无效。城主府外也有不少玩家，我日，那不是我们80区的大神傲视天下吗？他在城主跟前干嘛？莫非在城主跟前祈祷自己爆率高？祈祷你妹啊！刚刚他触发了公屏，获得了传说级的项链，肯定是在城主身上获得的，哈哈，我们要发财了！身旁一名玩家双眼放着绿光，整个人兴奋激动起来。同伴十分困惑不解，惊讶地看着他：你怎么抽风了不是？自己傻笑了起来。我抽个屁的风！那傲视天下在城主这里获得了传说级的装备，显然城主身上有隐藏任务，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来这里？我们要是领取到了这个隐藏任务，岂不是一波起飞？同伴恍然大悟，一时激动兴奋起来，有些按捺不住。对，城主的身上有隐藏任务，我们去试试。两人来到城主跟前，不停的对话，依旧没有触发隐藏任务的提示。操！这个隐藏任务不会只能领取一次吧？傲视天下领取了，别人无法领取了。其中一人怒骂一声，眼眸之中流露出深深的羡慕嫉妒恨之色，盯着杨晨离去的背影，向同伴开口道：去找霸王家族的人，就说我们发现了傲视天下，我去跟着他，看看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同伴一怔，不解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还不简单吗？霸王家族的人不是在悬赏傲视天下的消息吗？隐藏任务赚不到了，我得赚些金币，我们连恢复体力的钱都快要没有了。同伴再次露出恍然大悟之色，脸上洋溢起兴奋激动之色。我这就去找霸王家族的人。霸王项羽一群人如今整天窝在野区，疯狂地刷怪升级，而他们霸王家族所在的地方，其余的玩家都不敢来刷怪，只能等他们刷完后再去做任务。族长，有人举报了傲视天下的位置，他们正跟踪着他，让咱们给金币。霸王项羽一听，眉毛一挑，眼神闪烁几下。给金币，等我们真正抓到了傲视天下再说。告诉那人，让他跟着就行。我们霸王家族的人跟着肯定会引起怀疑，让他们跟着不会引起怀疑。霸王项庄连忙凑了上来，有些紧张道：族长，傲视天下的伤害太高了，我们带多少人过去呢？霸王项羽瞪了他一眼：带多人少过去？你是白痴吗？人多了他肯定早跑了，人少了我们去送装备吗？霸王项庄一脸尴尬，愣怔在原地，不过悬着的心放下不少，杀了几次傲视天下，他们掉落了好几次等级，他是真的有些怕了，好不容易提升上来的等级再掉了。经过2天的努力，他已经升到了15级，霸王项羽也到了14级。那族长，我们还去吗？霸王项羽双目之中充满阴鸷之色，凶狠无比。这个仇一定要报！傲视天下杀了我们好几次，若不杀他几次的话，我霸王家族还如何在80区立威？妈的，上次要不是铁血家族那帮垃圾们，我们已经得手了。现在他们搅合在一起，不能直接对傲视天下动手，否则铁血垃圾必定会掺和进来。霸王项羽说着，嘴角上扬，开始臆想脑补，十分得意。所以我们得避开傲视天下和铁血家族那帮垃圾，还得从那个女孩身上下手，找个机会将那个丫头绑过来。到时候我们提前埋伏好，找一个好地方，一次性将这个傲视天下给解决。霸王项庄一听，顿时激动起来，忍不住夸赞：族长，你真厉害！我们被铁血家族的人盯着，不过其他人没有，太妙了！哈哈，废话，你以为老子是白痴呢？得用计谋。霸王项羽听到赞赏，更加开心了。离开城主府的杨晨看到自己有消息，打开面板，犹豫了片刻，给铁血战天回了一个在字。铁血战天，傲师兄，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你认识一个叫丫头的人吗？杨晨顿时一愣，乔雪按照前世的记忆，应该不认识铁血战天才对，为何会忽然提起他？傲视天下，认识不熟？犹豫了许久，他回应了几个字。铁血战天旋即将霸王家族绑架乔雪的事讲述了一番，并且告诉他不用担心，如今铁血家族的人监视着霸王家族，他们有一点动静都能知道，让他不用担心。傲视天下，铁血兄多谢。杨晨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前世的记忆，乔雪一次次在他身边撒娇，在诺丁城的时候，他的装备太差，更是将他身上一件紫色装备放在拍卖行卖掉，给他买了一件紫色装备。虽说灭世是他的哥哥，但乔雪却没有任何一丝对不起他。随后他眉头紧蹙，眸子射出一股寒意。霸王家族，看来之前的教训对你们还是不够啊，居然不长记性，居然想到利用乔雪来抓住他的软肋来威胁他。如今霸王家族由铁血家族的人看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等到了20级，他准备好好给霸王家族的人尝尝记性。第36章，烟雨江南。积累了不少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他得把这些任务全部给清理了，花了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将所有的任务领取完毕。他的敏捷度可是有好几百了，花费1个小时领取任务，可想而知任务有多少。诺丁城如今又出现了一批 BOSS， 不过爆好东西的几率已经极低了，除非有新的 BOSS 刷新，完成 BOSS 的首杀经验值和奖励都十分丰厚。何况之前的 BOSS 爆出的东西都是15级，过了15级的人自然对这些 BOSS 兴趣不大，顶多当做精英怪。不过有这些体力值，不如留着刷高级怪。正因如此，给了不少人喘息的机会，不少人击杀 BOSS， 爆出了家族令，创建属于自己的家族。整个诺丁城已经出现了20多个家族，排名第一的家族当之无愧是霸王家族，等级已经达到3级，可容纳2000人。2级家族更是有着10个之多，铁血家族也马上要升级到3级。杨晨简单看了一眼关于家族的情况，看来他的傲视家族必定会被超越，他不在乎。他的家族暂时不打算招人，除非遇见真正合格的人。有了上一世的经历，家族绝不轻易招人，尤其是到了后期，天域世界面临许多问题，会出现不少潜伏在暗中的黑手，一旦大肆招人，极有可能会有奸细混入其中。家族乃是重中之重，一个家族只能容纳8000人，到了主城那边可以建立帮派，一个帮派升到顶级可以容纳20万人。帮派之中有奸细正常，无法避免，但核心人物家族里面不能有奸细，故此他打算到了主城那边再给家族增加人员。至于合适的骨干，他心里已经有数了，去了主城后会遇见不少熟人，只不过这些人后来都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让杨晨悲痛不已。
这一世强势归来，必定不会让他们再受欺凌。通过传送阵进入家族地图内。丁，欢迎进入傲视家族内。家族任务都是大同小异，清理家族内的入侵野怪，如今近7000的攻击，这些野怪完全没有挑战性。20分钟不到，家族任务全部刷完。回到诺丁城，看了一眼杀戮套制作材料需要的东西：杀戮套武器、杀戮魔法杖。制作材料：金币 X50， 变异龙核 X1， 杀戮值 X2000点，封魔结晶 X1000。变异龙核应该是30级开启的一头变异龙的身上爆出的。这个变异龙核在上一世他记忆犹新，十分珍贵，爆率极低。很多人为了得到这变异龙核，不知道在变异龙刷新地方等了多久，一直击杀。运气最好的一人也是击杀了5次才爆出了一枚。杀戮值2000点，如今他都还不够，看来得多赚一些杀戮值。可杀戮值没那么好赚，必须得开启杀戮模式。一旦被人围攻击杀，等级掉落5级，身上装备掉落至少2/3。这还只是武器需要的杀戮值，加上装备5件套需要的杀戮值，估计得上万。这也是为何上一世如此之多大区只有几人拥有杀戮套的原因。封魔结晶乃是30级野怪的爆的，爆率也几率，估计击杀10只封魔能爆出3枚结晶。目前武器材料只有金币足够，变异龙如今没办法，杀戮值可以慢慢搞定。封魔结晶，如今他19级，去砍30级的野怪不太现实，最终决定去把任务完成，加速提升自己的等级。丁全服公告：天域世界各位勇士们，整个天域世界超过10万勇士到达20级，每个区的等级榜开启。整个天域世界有10万玩家到达20级后，每个区会开启等级排名榜，当然只是每个区的等级排名，无法查看世界榜单，这得以后才会开启。公屏之上，水军再次热闹起来。花花公子，沃日，10万人到达了20级了，我他妈还是14级呢，这些人都是嗑药了吧？一飞冲天，这公屏怎么屏蔽啊？老子不要让别人刺激我了，我要闭关修炼。花舞蝶飞，哇，这么多人20级了，不知道咱们80区有没有20级？杨晨也有些震惊，他升级的速度够快了，没想到其他区的人更快。不过等级并不代表实力，战力榜还没有出现，去了主城那边才会开启。好奇的打开等级排名榜，目前只会显示前1000名的等级，至于太靠后的不会显示。80区玩家931万人，等级排名：第一名 LV19 傲视天下，第二名 LV17 血色飞舞，与第二名差了2个等级，还是挺不错的。若非做幸运任务，耽误了近3天的时间，杨晨早已到了20级。令他惊讶的是，开服到现在1个多星期，居然有近400万人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恶魔深渊降临，便清除了许多老弱病残，只杀扼杀了近300万玩家，他们都不会玩游戏，完全就是游戏小白。至于剩下的100万玩家，自然是在竞争中永久死亡。关掉面板，杨晨开始前往野区做任务升级。一人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完全没有被他察觉。雪儿，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只13级的 BOSS， 还没人发现。烟雨江南拉着乔雪来到蝙蝠怪后面一个山洞前，兴奋地说道：上一次被杀后，烟雨江南十分内疚，没能保护好乔雪。这2日运气爆棚，发现这里居然隐藏了一只 BOSS， 便将他拉了过来。乔雪眨着天真无邪的眼睛，露出疑惑之色问道：这里真的有 BOSS？ 烟雨江南兴奋地点点头，真的有一头13级的 BOSS，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只 BOSS 在里面无法出来，只要我们通过这传送门进入其中，就可以击杀他了。之前我进去探查过，我还联系了3人，他们应该马上过来了。乔雪眨着美眸，疑惑地看着他：你还通知了3人过来？第37章宝藏男孩。烟雨江南摇摇头，认真看着他：雪儿，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他们不会抢我们的 BOSS， 他们3人挺讲义气的，这些天我和他们组队，他们的人品都不错，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我已经和他们谈好了， BOSS 最后一击让给你击杀，完成个人 BOSS 首杀任务，到时候爆出来的装备适合自己职业的留下，若不是自己职业的就给他们，我会付给他们一笔酬劳，算是答谢他们帮忙击杀 BOSS。 乔雪那明若秋波的美眸闪烁几下，依旧有些怀疑，因为刚进入天域世界，他曾被人骗过，2人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可进入这里后却将他骗得一无所有。很快3名玩家过来了，1名刺客，1名法师，还有1名战士。雄霸哥，烟雨江南连忙笑脸相迎，不知道这人是不是风云电视剧看多了，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霸天下。雄霸天下十分高傲的应付一声，点点头，算是回应，一脸不耐烦的模样。行了，赶紧吧， BOSS 在什么地方？我还有其他事需要做。烟雨江南陪笑着点点头，随后创建队伍，将乔雪几人全部拉入队伍。雄霸哥，这个 BOSS 就在里面，这里有传送门，我们就行。雄霸天下他们3人都已经达到了14级，装备还算不错，
尤其是雄霸天下，一身装备都是10级的紫色装备，只不过没有强化和升星。5人进入传送门之中，轰！一只红色巨大的蜘蛛从天而降，地面急剧颤抖起来，众人的身上跳起伤害20。LV13 蜘蛛王普通级，动手！雄霸天下大吼一声，率先发动攻击。烟雨江南和乔雪也开始疯狂输出，尤其是烟雨江南，每当有伤害过来，都会率先挡在乔雪跟前。这蜘蛛王有1万滴血，防御力也不低。雄霸天下一个技能下去，运气好只能打出80点的伤害值，乔雪最弱伤害只有30点。幸好这蜘蛛王的攻击不是很高，不过几人的防御也难以抵挡，不停的吃加血剂。40分钟的时间过去，蜘蛛王的血量终于只剩下1000了。血量不多了，雄霸哥，血量还有100的时候，你们就停手吧。雄霸瞥了他一眼，嘴角上扬，没有回应，继续输出。烟雨江南热脸贴了冷屁股，尴尬的笑了笑，只能继续输出，只要能为乔雪拿下 BOSS， 受点委屈没有什么。一番攻击后 ，BOSS 的血量只剩下180多点了。雄霸哥可以了，剩下的交给雪儿就好。雄霸冷笑一声，眼眸闪过一抹狰狞之色，向一旁的同伴使了一个眼色，同伴瞬间开启 PK 模式。轰！一个火球术的技能打在烟雨江南的身上，顷刻之间，他的血量见底，大惊失色，瞳孔瞪得老大，又惊又怒看着他，咆哮起来：“你干嘛？”男子冷笑一声，不屑道：“干嘛？让你好好待在原地。”雄霸天下疯狂地攻击着蜘蛛王，咣！一道光芒闪过，蜘蛛王身体爆裂开，几道紫色以及绿色的光芒闪过，雄霸天下毫不客气，将地上的战利品全是拾起，同时他也升到了15级。因为 BOSS 最后一击是他给的，整个过程的输出也是最高，他的经验加成自然最多。乔雪他们几人的经验加成就没有那么多了。烟雨江南此时终于反应过来，目眦欲裂，眼珠子都快要掉了出来，双目之中布满血丝，愤怒地咆哮起来：“雄霸天下，你为何要这么做？不是说好我给你们500个银币，你们帮我们打 BOSS 战利品平分吗？你为何要这样？”雄霸天下顿时一愣，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宛如看一名傻子一般，扫了一眼2名同伴，嘲讽地笑了起来：“卧槽，这是宝藏男孩啊，你白痴啊！500个银币就想让我给你做事，这击杀 BOSS 才值得500个银币吗？就爆出来的这些装备也不只值得500个银币，何况500个银币你还得给我，哈哈！”说着，他仰天大笑起来，2名同伴笑了起来，3人都开启了 PK 模式，渐渐地逼近烟雨江南和乔雪2人。烟雨江南脸色大变，刚才愤怒的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之色，警惕地注视着几人，将乔雪护在身后。你们想要干嘛？ BOSS 你们也拿了，战利品你们都拿走了，我们不要了。雄霸天下对于他的话嗤之以鼻，冷笑一声：“不要了，我的500个银币还没有拿了，怎么能就走呢？把银币给我交出来！”烟雨江南一听，气愤的浑身颤抖起来，眼珠瞪得老大，咬牙切齿，抢走了他的 BOSS， 还要让他给钱。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雄霸天下再次大笑起来，眼神凶狠无比。霸道？我们跑这么远来打 BOSS， 来到不该给我们跑腿钱吗？少废话，500个银币，若你不给的话，今天你们2个都得死在这里。烟雨江南眼眸露出慌张之色，今晚12点才会刷新死亡次数，他还有一次复活机会，可乔雪已经没有了，若死亡的话，那就是真的死亡了。至于金币复活，2个金币定然是没有的。500个银币几乎是他这些日子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若是为乔雪拿下 BOSS， 这500个银币他心甘情愿，可如今 BOSS 没拿到，战利品也被抢走了，还要他拿出500个银币，这才是致命的。好，我给你们。他是真的怕乔雪出事，旋即和雄霸天下交易，将他身上所有的财产500个银币给了他。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交易完毕，烟雨江南带上乔雪，警惕地注视着几人，准备离开。你可以走了，不过他得留下。雄霸天下心情十分不错，缓缓开口说道。烟雨江南和乔雪一听，2人的瞳孔急剧扩大几分，惊骇不已。第38章乔雪。乔雪峨眉紧蹙，美眸之中涌现出愤怒之色。一旁的烟雨江南快要暴走了，愤怒无比，额头青筋暴起。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BOSS 给你们了，银币也给你们了，还要抢人吗？雄霸天下3人相视一望，顿时大笑起来，十分得意，眉飞色舞。过分？这就叫过分了呀？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过分，把他杀了，把那个女的带走。2名同伴没有丝毫犹豫，开启 PK 模式，对烟雨江南动手。1分钟不到的时间，烟雨江南化作一道白光，成为了尸体，原地复活。他可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只能选择回城复活。小妹妹，你最好老实的跟我们走，否则别怪我们对你动手。乔雪紧紧咬住嘴唇，露出委屈巴巴的眼神，
他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并非他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见见杨晨，也想见自己哥哥一面，故此仍有几人将他带走。霸王项羽在家族众人的帮助下，已经恢复到了15级。收到一条消息之后，整个人立马兴奋地跳了起来。雄霸天下还是有点用处的，成功了，已经将人带到了指点位置。霸王项庄一听，同样露出兴奋激动之色，连忙跑了过来。族长，雄霸天下抓住人了？抓住了，我已经让他们带那女孩去了指定位置。你确定那幅地图没有问题吗？霸王项羽眯着眼睛问道。霸王项庄认真严肃地点点头，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道：族长，没有问题。亡灵之都内明有一幅隐藏地图，我们家族有人在那边做任务，进入那幅地图内，必须将2层的怪全部刷完，才能完成任务。一共拥有3次挑战的机会，必须死上3次才能离开，死亡后会复活在地图的入口处。得到确认，霸王项羽立马露出兴奋激动之色，脑补出杨晨被杀的画面，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傲视天下，这就是你得罪我霸王家族的下场，让你永久消失在天域世界，最差也让你掉3个等级，身上的装备就是我的了。随后眯着眼睛露出阴狠之色，看着一旁的霸王项庄，让雄霸天下将他们雄霸家族的人都叫过去埋伏起来。霸王项庄顿时一愣，瞪大眼珠，十分不解地望着他。族长，雄霸家族的都是些废物，他们能对付傲视天下吗？而且他们雄霸家族只有200多人而已。霸王项羽瞥了他一眼，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你怎么如此蠢？傲视天下伤害输出这么高，肯定会秒杀不少人，雄霸家族不是想要加入我们吗？让他们家族的人当替死鬼挺不错的。我们也召集1500人进去埋伏，另外的1600人全部集合在地图外。铁血家族的人来的话，在外面给我挡住他们。霸王项庄一听，恍然大悟，拍手称赞起来：族长，你真厉害啊，是真正的智勇双全啊，我这就去办。随后霸王家族的人在公屏之上叫嚣起来：霸王剑圣，傲视天下，出来！你的女人丫头被我们绑架了，想要救她的命赶紧过来，否则让她永远消失在天域世界。霸王冲天，卧日！傲视天下，你不会是想当缩头乌龟吧？自己的女人被绑架了，你还敢装沉默？太上皇，霸王家族的人搞什么飞机，居然干起了绑架！飞龙在天，这霸王家族不是如此嚣张狂妄吗？一个傲视天下都对付不了，居然还用如此卑鄙的手段绑架别人的女人。唯唯诺诺，傲视小哥哥居然有女朋友了，真是好伤心啊！闭月羞花，霸王家族的人，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呀？为何要对无辜的人出手呢？简直就不是人！杨晨没有出现，不过公屏之上出现了不少对霸王家族的诅咒声。霸王项庄，谁在议论我霸王家族的人？别以为在公屏之上就没有办法了，信不信把你们的 ID 记住，挨个找你们算账，到时候把你们送回新手村去。公屏之上大部分人选择了偃旗息鼓，只能在心里默默咒骂一番，不敢继续在公屏之上叫嚣咒骂了。霸王项庄盯着偃旗息鼓的公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成就感十足。铁血无情，霸王臭屎们，你们还真是臭屎，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能用出来，也就只有你们这种臭屎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霸王项庄，铁血垃圾们，别在公屏之上瞎逼逼了，有本事让傲视天下不插手，你们来试试，打得你们铁血家族妈都不认识，你们也就只能跟在傲视天下后做垃圾。铁血狂战，你们霸王臭屎不敢对傲视天下动手，居然对一个女人动手也好意思开口，不得不说果然是一坨臭屎，说话嘴巴这么臭，你们这是吃屎了吧？霸王肥龙，铁血垃圾，别从公屏瞎逼逼，有本事现实来碰碰。铁血狂龙，行啊，有本事说位置，马上来。族长，不知道霸王家族把那个丫头藏在什么地方去了。对了，族长，你联系上傲视天下了吗？铁血无情眉头紧蹙，盯着一旁的铁血战天问道。铁血战天同样眉头紧蹙，露出担忧之色，摇摇头。我给他发了许多消息，没有回应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铁血无情沉吟了片刻，会不会那个丫头不是他女朋友，所以他压根不管啊？铁血无情顿时一愣，瞪大眼珠，眼神闪烁起来。霸王家族这边同样如此，他们已经在亡灵之都隐藏地图内埋伏下1500人，加上雄霸家族的200多人，近1800人。地图入口还聚集了1700多人，阻挡铁血家族的人。可杨晨一点反应也没有。霸王项羽还搜索 ID 添加好友，附带上了消息，连续发了好几次，可一点反应也没有。霸王项庄瞪大眼珠看着他，眉头紧蹙，露出担忧之色。族长，那个傲视天下该不会不来吧？要是他不来的话，日后肯定会报复我们的。第39章特殊地图。霸王项羽一听这话，
同样眉头紧蹙，露出担忧之色。万一这个乔雪不是杨晨的女朋友，或者根本不管他死活的话，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总不能每天召集家族3000人满地图寻找杨晨吧？事后杨晨来个秋后算账，联合上铁血家族的人，他们霸王家族就惨了。沉吟了片刻，面色凝重起来。去问问霸王剑圣，他到底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丫头真的是傲视天下的女朋友吗？万一两人只是普通关系的话，傲视天下肯定不会来的，这可是害死我们霸王家族了。亡灵之都这隐藏地图内还有不少玩家正在做任务，伴随着霸王家族的人强势进入这里，他们的任务也无法继续了。亡灵之都的任务，第一层的怪杀100只，第二层的怪杀100只，在第二层还有一只领主怪。领主怪并不等于 BOSS， 血量相差不大，只不过爆的东西没有那么好。3次复活机会，若3次复活机会用完，无法通过的话，会自动回主城复活。这个任务没有一定的把握，都不会过来做，因为这里禁止组队，只能凭借个人实力击杀这些野怪。如今1800人占据，这野怪刷新一只被杀一只，根本没有办法做任务。霸王家族的人这是干嘛？这么大阵仗！亡灵之都内的玩家纷纷躲到一旁，生怕霸王家族的人找上自己，小声议论起来。玩家 C， 靠！你不看公屏的吗？霸王项羽他们已经在公屏之上说了，他们抓住了傲视天下的女朋友，如今带上在这里埋伏傲视天下，有一场激战可以观看了。玩家 B 一脸惊愕，傲视天下，他不是一个人吗？霸王家族居然带这么多人来埋伏他，至于吗？玩家 A 瞥了他一眼，得意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傲视天下可是咱们区的大神，如今已经19级了。之前凭借一人之力联手铁血家族杀的霸王家族溃不成军，他一人就击杀了霸王家族1000多人。玩家 B 再次惊愕无比，内心震荡不已。那么厉害，那岂不是霸王家族这埋伏也不见得能奏效？玩家 A 摇摇头，露出惋惜的模样，叹了一口气。这亡灵之都的地图必须复活3次才能离开，霸王家族想要故意将他引到这里来，这是想要彻底灭杀他。我们区的大神要陨落了，虽说他的攻击高，不过他是一名法师，就是一个脆皮，之前是依靠着铁血家族帮忙抗住伤害，才能对付这么多人。霸王家族的人明显做好了准备，没有铁血家族的辅助，傲视天下怕是完了。周围的人一听，纷纷露出惋惜之色，大部分人都受到霸王家族的压榨，杨晨的行为无疑是替他们出了一口心中的恶气，若是他完了，以后无人再敢和霸王家族叫嚣了。傲视天下可是名人啊，这阵仗也太大了，若是将这里的场面视频保存下来，肯定能吸引不少人打赏，我得花500个银币开启直播，肯定能赚回来。一名玩家忽然灵机一动，开启了直播，不少人都被吸引进了直播间。当看到霸王家族的阵仗，巴士区不少人都在惋惜，心里默默诅咒着霸王家族的人，同时默默祈祷着杨晨千万不要去，这就是去送死，没了铁血家族人的辅助。杨晨在一副24级野怪的地图内，终于通关击杀了领主。这时他才发现消息面板疯狂地闪烁起来。铁血战天，傲师兄，霸王项羽绑架了你女朋友，我无能为力，没能帮上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铁血战天，傲师兄，他们在亡灵之都，你可千万别去，你女朋友死亡一次应该不会真的死亡。我已经召集了1000名家族兄弟去亡灵之都，不过被霸王家族的人挡在了外面。杨晨顿时脸色阴沉下去，眼眸之中寒光闪烁。乔雪被霸王家族的人抓住了，他之所以不与任何人结交，便是怕有这么一天，他和乔雪只见过一面，也被霸王项羽拿来做文章。恐怖的杀意从他眼眸中迸发而出，他知道乔雪已经没有复活机会了，若霸王家族的人真的杀了他，那就真的死亡了。他不想让任何人成为他的软肋，可想到前世乔雪那天真无邪可爱的模样，以及对他的照顾，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继续看着消息面板，还有一条好友申请，丁来自于霸王项羽，好友申请。杨晨毫不犹豫同意。霸王项羽，傲视垃圾，你女人在我手上，你想她死的话，赶紧过来。霸王项羽，别考验我的耐心了，让铁血家族的人停手，你一个人进来，否则我就杀了他。霸王项羽，特么你连自己女人都不要了是吧？行，再给你1个小时，你再不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亡灵之都，杨晨脑海中浮现出亡灵之都的情况，复活3次都是在入口处，要么就是完成任务通关。这霸王项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将他扼杀。利用金币原地复活，被杀3次，他的等级也会掉落3个等级。念及至此，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戾气。亡灵之都内，霸王项羽焦躁不安，唯恐杨晨不过来，一阵心烦意乱。忽然有了消息过来，傲视天下，她不是我的女人，不过你既然想让我过来，那我就过来一趟。哈哈，傲视天下这个傻逼还真的过来了，今天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霸王项庄一群人也兴奋起来，
之前他们几乎都被杨晨击杀过，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还有他身上的顶级装备，3次的机会，可是能爆不少装备出来。人群中，烟雨江南也混在其中，他准备趁着机会救乔雪，可看到霸王家族这么多人，只能望而兴叹，暗恨自己为何如此没用，无法救出乔雪。当听到傲视天下的名字后，露出恍然大悟之色。他知道乔雪心里惦记着一人，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杨晨。第40章战斗爆发，他内心一时之间陷入了纠结之中。他不希望杨晨来，那样证明在杨晨的心中有乔雪，可又希望他来，若他不来，乔雪会没命。来到亡灵之都前，此时铁血家族的人和霸王家族的人已经对峙起来。这一次，霸王项羽下了血本，怕留在外面的1600多人无法抵挡铁血家族的进攻，花钱请了2个小家族过来帮忙，合计一共2000人。忽然，铁血战天的余光发现杨晨过来了，连忙迎了上来。傲师兄，你别进去了，这个地图十分特殊，霸王家族已经在里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进去就是自投罗网。他的眉头一皱，沉吟了片刻。傲师兄，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弟妹也许有复活机会，而且天下何处无芳草。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被杨晨打断。铁血兄，这件事你不用插手，你拖住这里的人就好。杨晨神情冷漠，面若寒霜，向亡灵之都入口而去。霸王家族的人纷纷让开一条路，他们族长可是早已吩咐过了，傲视天下来不用阻拦。此时公屏之上再次活跃起来，毕竟不少人开启了直播。唯唯诺诺，哇，傲视小哥哥好帅，他居然真的一人去了。闭月羞花，傲视小哥哥真男人也，我要是他女朋友就好了，明知是死还奋不顾身独自前去，做他的女朋友真是太幸福了。沉鱼落雁，傲视小哥哥不要去啊，霸王家族他们在里面埋伏你呢。酷爸爸，傲视天下，实力这么强，没想到脑子有毛病，明知送死还去。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就他这实力，要什么女人没有？为了一个女人送死，简直就是脑子有坑。老公你说什么呢？正巧这时他的女朋友从一旁出现。进入亡灵之都地图内，第1层并没有多少人，杨晨直上第2层。当他进入第2层之后，雄霸家族的200多人率先上前将他团团包围起来。雄霸天下也听说过杨晨恐怖的伤害，不过他必须好好表现才能进入霸王家族中，何况他们有200多人，他还不信解决不掉一名法师。围观人群中，烟雨江南见到杨晨后，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异样之色，随后露出一抹苦笑。乔雪怔怔地望着他，无法置信，那双明若秋波的美眸中写满震惊之色。他与杨晨不过只有一面之缘，根本没有任何交集，为了他居然明知送死也义无反顾而来。眼眸瞬间湿润起来，泪水模糊双眼，除了他的哥哥外，没人对他这么好。大哥哥，你快走，不要管我，快走！忽然间，乔雪瞪大美眸，大吼起来。他不想因为自己让杨晨受到任何的伤害。2名霸王家族的玩家紧紧控制住他，根本无法挣脱束缚，泪水顺着脸颊滚落而下。霸王项羽顿时眉飞色舞，兴奋激动起来，迫不及待上前。傲视天下，没想到你也有今天。杨晨斜睨着他，嘴角上扬，淡淡问道：今天怎么了？对于乔雪的话充耳不闻，霸王项羽立马露出高高在上、嚣张跋扈的模样。妈的，怎么了？傲视天下，今天我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杀了我这么多次，很爽吧？今天让你彻底消失在天域世界。霸王项庄也迫不及待上前装逼。傲视天下，没想到你有今天吧？今天把你身上的装备爆得干干净净。杨晨目光在2人的身上扫了一眼，别说没给你们机会，今天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来爆！大哥哥，你快走！乔雪泪痕满面，哭喊着。杨晨淡淡看了他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走，往什么地方走？我来这里并非为了你。霸王项羽上前一步，戏谑调侃道：哟，有这么一位男朋友，还真是羡煞旁人啊。不认识，傲视天下，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少女就是你女朋友。没想到啊，你这口味挺独特的。不过不得不说，这少女过几年后必定是大美女。把你身上的武器全部丢掉，否则我就杀了她。此话一出，乔雪以及所有人纷纷瞪大眼珠注视着他，就连直播间的人也都注视着杨晨，看看他做什么决定。杨晨面不改色，看不出任何一丝表情，冷冷盯着霸王项羽。我说过了，他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想要用他来威胁我，只怕是打错了算盘。想要我的武器，有本事自己过来拿。霸王项羽眉头紧蹙，没想到这个场面，按照他所想，杨晨会乖乖放下手中的武器，然后任他宰。如今反倒是不好办了，真的杀了乔雪，就没有威胁到杨晨的人了。妈的，老子不屑用他威胁你，今天我这里可以是1800多人，看看你有多厉害，我就不信了。给我杀了傲视天下，谁能杀傲视天下一次，我奖励50金币。
50个金币，这可是一笔巨款啊！众人眼珠都直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雄霸天下同样如此，举起手中的武器，给我爆了他！随后一马当先向杨晨冲上去。50个金币，谁也别跟我抢！我要亲手爆了傲视天下！杨晨淡淡瞥了他一眼，提起手中的魔法冰霜剑雨，无数的冰剑从天而降，穿透雄霸天下和最前沿20多人的身体。丁宁攻击到雄霸无双，由于对方是白名玩家，罪恶值+1。丁宁攻击到雄霸诸王，由于对方是白名玩家，罪恶值+1。瞬间20多道白光闪过，雄霸天下以及最前沿的20多人直接被秒杀，他们的头顶跳起恐怖的伤害，伤害5800，伤害5700，伤害5900。沃日，才1日不见，他的伤害又增加了，他的攻击至少有7000多8000了。霸王相中瞳孔急剧扩大，吓得差点从地上跳起来，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有冲上去，自己族长果然聪明，让雄霸家族的人打前锋。第41章被击杀，霸王项羽也被吓了一跳，眼珠瞪得老大，片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兴奋激动。我们要发财了，他攻击这么高，身上一定有好装备，让兄弟们都给我往上压，给我爆了他！正在观看直播的众人也都惊呆了，眼珠瞪得老大，无法置信。玩家 A 转过身，看着身旁的同伴，卧槽，刚才我看见了什么？那个伤害是多少？5900。你打我一巴掌，我不会出现幻觉了吧？快用力打我一把！啪！狠狠一巴掌将他抽翻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真的，居然是真的！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伤害？公屏之上也热闹非凡，唯唯诺诺，傲视小哥哥好厉害，好高的攻击啊！居然能打出5900的伤害！雄霸家族的众人瞬间停下脚步，惊骇不已。什么时候他们见过如此恐怖的杀害了？吓得矗立原地，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分神，杨晨可不会，凭借着高强度的敏捷度，瞬间冲入人群中。冰火炼狱，轰轰！方圆10米内冒起无数的烈焰和冰焰。这个技能一出，雄霸家族至少40多人被秒杀，还有20多人被打掉1/3的血量。这刚开战，雄霸家族就损失了60多人。杨晨灵活的走位，在人群中大杀四方，雄霸家族的人瞬间丧失了斗志，心生退意。霸王家族的人这个时候压了上来，别怕，他就攻击高，法师很脆的。战士全部往前冲，法师射手在后面输出。岩爆兽，冰霜剑雨，冰火炼狱，3个技能再次释放后，雄霸家族又有70多人被秒杀。雄霸家族的200多人如今只剩下80多人。听到霸王家族的话之后，迅速转变阵型。400多名战士疯狂地冲向杨晨，同时600多名法师射手在后面释放技能，他能躲避攻击，可600多人的大范围攻击无法躲开，只能躲避中心伤害。饶是这些人的攻击不高，但汇聚在一起之后也是十分可怕，破开了杨晨的防御。一番攻击后，他被打掉了一半的血量，前方400多名战士也被他秒掉了100多人。观看直播的众人纷纷傻眼了，震撼无比。卧槽，这个傲视天下也太鸡巴猛了吧！之前听别人说，我一点也不相信，如今终于见到他的实力，果然强悍无比。法师的防御什么时候这么高了？这么多人还不能完全破开他的防御。傲视天下果然是我们80区的大神啊！就这么被霸王家族的人弄死了，太可惜了。他还有一半的血量了，没人给他抵挡伤害，他无法安心输出，被击杀是迟早的事。不少人都为杨晨默哀起来。霸王项羽见他还剩下一半的血量，更加兴奋了，大仇终于要得报了。快，他还有一半的血，别给他喘息的机会，不要让他吃加血迹。谁杀了他，我奖励50个金币。杨晨此时的技能 CD 再次恢复好，又是一套技能释放出，近100名战士再次被秒。后方的射手法师猎人疯狂地释放技能，杨晨迅速抽身往后退，依旧被打掉不少血量。如今他只剩下1/3的血量了。雄霸家族的200多人全部死亡等级掉落1级，从第1层的复活位置开始复活。霸王家族损失了300多人，也开始复活，他们等级掉落1个等级，属性降低了不少了，尤其是15级的人被杀，他们身上本穿着15级的装备，掉落1个等级之后成为了14级，连装备都没有办法穿上，脆的一匹，只好从自己背包里拿出10级的装备穿上。老子亲自上！霸王项羽见他快要没血了，怒吼一声，提起手中的武器，一马当先冲上去。他如今也15级了，穿上15级的装备能有3000多的攻击力，他身上所有的装备都强化到了+2，若没有到15级，他还真不敢上去。300多名战士重新组建好站位，再次发起了冲锋，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连喝加血剂的机会也没有。
杨晨深知他自己最多还能支撑2波冲击，他的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凌厉的凶光，3个技能再次释放，同时向战士的阵营冲过去。后方的法师和射手们都以为杨晨会往后退，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次他居然会反其道横之，他们大部分人的技能落空，杨晨承受的伤害也降到了最低。冲入战士的阵营同样没有那么好过，这些战士的防御力高，而且都是近战技能，疯狂地往他的身上招呼。杨晨凭借灵活的操作以及高额的敏捷，在众人之中不停地穿梭，同时释放技能，秒掉了70-80名战士，而他的血条也快要被清空了。霸王项羽眼珠瞪得老大，兴奋不已。让开，最后一击让我来，亲手报仇才能满足报仇的快感。只不过根本没人让开，说好了之前奖励50个金币，这是连50个金币都想要省啊，太不讲武德了。冰霜剑雨，杨晨释放出技能，随后漫天的技能落下，他没能躲过，这些技能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顷刻之间他的血条被清空，化作一道白光。霸王家族加上雄霸家族损失了700多人，将他给击杀了。就在他死亡的瞬间，头顶同时弹起金色几个字，幸运值100%。他刚做任务刷了不少野怪，背包都快装不下了，还没来得及回去放入仓库，直接赶到了这里。他的罪恶值已经超高了，名字红得发紫了，这种情况下被击杀，背包内的大部分东西都保不住了。可惜无力回天，在他被击杀的瞬间，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在他头顶闪过。霸王项羽顿时兴奋起来，哈哈，终于爆了！他率先跑到杨晨击杀的地方，想要抢夺战利品。当他到了之后，惊骇的瞪大眼珠，无法置信注视着地上。谁干的？给我站出来！整个人暴跳如雷。第42章再次开启杀戮模式。围上来的众人也傻眼了，地上居然只有2件紫色装备，还有3件绿装，以及1个金币和一些不值钱的材料。霸王项羽双目血红，怒不可遏。杨晨的名字红得发紫，如此之多的罪恶值，被击杀后就爆这么点装备，鬼信啊！他身上这么多史诗装备，还有粉色装备，居然1件也没有，严重怀疑有单身20年的手速将装备给捡走了。沃日，不会吧？咱们去的大神就爆这么点装备？霸王项庄也惊愕地瞪大眼珠，无法置信。就连当事人杨晨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完全没有想到幸运值100%这个 bug 如此逆天变态，这无疑是天域世界的宠儿，幸运之神啊！直播间内不少人发出惋惜声，唯唯诺诺，这霸王家族真不要脸，这么多人欺负，傲视小哥哥一人，傲视小哥哥真是太可怜了，我好心疼。霸皇无敌，这可是我的偶像啊，居然被击杀了，等级掉落之后属性也会掉落，更加不可能是霸王家族的对手了，我的偶像完了。乔雪已经泣不成声，心中懊悔不已，呆呆坐在地上。霸王家族的人已经没有理会他了，若非因为他，杨晨绝不会身犯险境，恨不得让自己去死。族长，刚才没看到人捡东西，一定是没报多少，我们去复活入口等着他，还有2次的机会，我就不行他什么都不报。看到霸王项羽情绪缓和不少后，霸王项庄连忙提醒道。霸王项羽也回过神来，如今可不是惋惜的时候，一次不报那就再杀一次，只要能杀杨晨3次，他等级掉落到16级，到时候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招呼一声霸王家族所有人，将之前家族死亡爆出去的东西捡起来，迅速赶往第1层的复活口去，准备堵截杨晨再杀他一次，一次不报那再杀一次必定会爆装备。霸王家族的人此时已经没理会乔雪，纷纷赶往第1层而去。烟雨江南迅速来到乔雪身边，担忧地看着他，露出十分懊悔自责的之色。雪儿，对不起，我没用，我没能保护好你。乔雪呆呆地坐在地上，一言不发，晶莹的泪水不停地从瞬颊而下，滴在地上。丁全服系统提示：新的1周已经开始，各位勇士们，你们的复活机会已经全部刷新。随后每个人都响起了不同的系统提示音。丁检测到您上周复活机会+3，满复活全部清零。新的1周已经开始，刷新复活机会+3。本周您拥有3次复活机会。刚复活的杨晨听到这提示音后，露出欣喜期待之色，旋即嘴角上扬起来。这一个晚上他都在等这个提示音，如今终于出现了。霸王项羽也露出了兴奋激动之色，哈哈，复活机会刷新了，傲视天下，这是老天爷都要让你死啊！霸王家族以及雄霸家族1800多人再次汇聚在一起。霸王项羽迫不及待上前装逼，目光落在杨晨的身上。傲视天下，复活机会刷新，我们所有人的复活机会都刷新了，给你一个机会，把你身上的装备统统给我脱下来，这样的话我可以放你一马，怎么样？杨晨淡淡看着，神情冷漠，嘴角上扬，一股戾气从他体内散发而出。想要装备，来，自己过来报。想死成全你，今天不把你弄死，我直播吃屎！瞬间杨晨浑身上下闪烁起血红色的光芒，耀眼夺目，宛如一名杀神一般。
项羽霸王顿时一愣，眼珠瞪得老大，困惑不解。卧槽，他干嘛？居然开启了杀戮模式！霸王项庄同样困惑不解，无法置信，情不自禁惊讶道：“他这是脑子有坑吧？杀戮模式被击杀会掉落5个等级呢，到时候他15级的装备也穿不上。”直播间的众人同样困惑不解，露出疑惑之色。唯唯诺诺，傲视小哥哥是被杀了一次，脑子短路了吗？居然开启杀戮模式，如今他掉落到了18级，属性也降低了不少，还开启杀戮模式，霸皇无敌，他这是想要孤注一掷吗？凭借他一个人怎么能杀掉霸王家族1800多人？霸王项羽愣怔了许久，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狐疑地注视着杨晨。别以为你开启杀戮模式就能吓唬住我，把你杀回新手村去，给我上！雄霸家族的人已经在最前沿。雄霸天下一脸愤怒，刚才被杀了一次，好不容易到15级，如今却掉落到了14级，连15级的装备都穿不上了，战力急剧下降。虽然想报仇，但对于杨晨的攻击十分清楚，往后一退。都给我上！他开了杀戮模式，只要我们杀他这一次就足够了，他就彻底废了。雄霸家族的200多人之中，50名战士立马到了前面，刺客穿梭其中，试图靠近杨晨击杀他。法师和射手也在后方做好准备。霸王家族的人也开始分裂大阵，500多名战士和400名刺客在最前沿，法师和射手在后方。雄霸家族的替死鬼们死完后，他们在替补上。闭月羞花，完了，傲视小哥哥彻底完了。这要是被击杀了，掉落5个等级，他就只有13级了，为何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呢？唯唯诺诺，不行，这直播我不看了，我看不了傲视小哥哥被击杀的场面，太心痛了。杨晨虽然掉落到了18级，不过是属性掉了一点，15级的逆天套依旧在身上，攻击力只不过降低了几百，如今依旧有着7000的攻击力。冰火炼狱，率先上来的20多名战士被冰火双重属性疯狂伤害，直接被秒杀。杨晨瞬间冲入人群内，冰霜剑雨再次秒杀20多人。丁，恭喜您击杀了玩家雄霸逆天，获得杀戮值+1，杀戮值急剧攀升，这杀戮套需要的杀戮值可不少。2套技能释放完毕，雄霸家族150人被击杀。他技能在 CD 状态，全力攻击。轰！霸王家族疯狂输出之际，一名2米多高的巨人从天而降。第43章，偷鸡不成。附近10多名玩家被瞬间击飞出去，霸王家族大部分攻击都落在这巨人的身上。与此同时，举手扬起手中的巨剑，剑气斩。一个技能释放出，雄霸家族剩下的人以及霸王家族100多人，瞬间血条被清空，全部被秒杀。卧日，卧槽，好劲儿吗？这巨人是什么鬼？直播间内无数的人都被震惊住了，瞠目结舌，惊骇不已。霸王项羽和霸王项庄2人表情最为夸张，他们能清晰感应到巨人身上散发的可怕气息，太恐怖了。不过瞬间秒杀了近300人，这尼玛还怎么打？3剑下去就能杀他们1000人，更不用说还有一个高额伤害的杨晨。族长，那是什么鬼玩意？好几把猛啊！霸王项羽也回过神来，目光落在那名2.5米高、一身银色铠甲人的身上，忽然之间眉头微微一皱，下一秒瞳孔急剧扩大。卧日，这不是诺丁城门口的银甲将军吗？麻痹的，这还怎么打？系统出问题了吧？ NPC 跑到这里来了。此时不少人都认出了银甲将军，惊骇不已。银甲将军居然是银甲将军，这不是 NPC 吗？怎么跑到这里来帮傲视天下杀人了？这什么情况？ NPC 还可以乱跑？众人满脑子的疑问。傲视大神也太屌了吧，居然连 NPC 都拉过去了，他该不会是天域世界的儿子吧？ NPC 都能调动。霸王项羽此时快要疯了，暴跳如雷，开始咒骂系统。麻痹的， NPC 居然杀玩家了，这还玩个锤子啊！老子要举报系统有漏洞！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举报系统有漏洞。丁，根据您提供的情况，我们进行核实，没有存在漏洞。卧日，霸王项羽彻底崩溃了。就这一瞬间，银甲将军又是一击，300多人被击杀，而这些杀戮值全部计算在了杨晨的头上。正愁没地方寻找杀戮值，霸王家族却主动送上门来。被击杀的人无情的因为地图限制的原因重新复活，他们等级掉落后攻击力骤减，尤其是15级掉落到14级的人，连装备都穿不上，10级的装备都被他们放在仓库或者直接卖掉了，这还打个毛线啊！杨晨守着复活处，30秒的复活保护时间，30秒过后，无情的被他再次秒杀。尤其是雄霸天下，刚复活又被击杀了，从15级掉落到了13级，最重要的是必须死3次，这尼玛再死一次就到12级了，没办法，还是赶紧复活，主动伸出脖子让杨晨再杀一次，这样他就可以离开这幅地图了。
银甲将军攻击力可是高达10万，杀这些人就跟砍菜一般。霸王家族的人想要破开他的防御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击杀银甲将军了。当然，城门口的银甲将军真正的伤害可不止10万，预计在18万左右。杨晨是利用城主奖励的召唤卡召唤出来的银甲将军，攻击自然减弱了不少。之前他担心霸王家族的人对乔雪动手，并没有使用召唤卡，一直在拖延时间，用死亡一次的代价，终于到了凌晨12点，复活机会刷新。乔雪有了复活机会，他没有任何的担忧，开启了杀戮模式。银甲将军又是一剑下去，300多人被秒杀，无数的白光奔向复活处。霸王家族的人彻底崩溃了，他们想要哭了，好不容易升上来的等级又被杀掉了，甚至不少人连续被杨晨杀了好几次，这一次更是要掉落3个等级。冰霜剑雨技能落下，霸王项羽和霸王项庄也被送去了复活。霸王家族的人彻底崩溃，阵型大乱，都想要逃离这个鬼地方，甚至主动站在原地等着杨晨过来杀，只要被杀3次就可以离开了。至于离开的人，自然不可能再来这里了。雄霸天下复活之后再一次被击杀，他的等级已经掉落到了12级。卧槽，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城复活。随着时间的挪移，半个小时过去，霸王家族的1800人只剩下600多人，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复活了，只要死了这一次，次数就够了。他们宛如待宰的羔羊一般，伸出脖子等待着杨晨击杀他们。全场没有一人等级超过15级，身上装备都无法穿上，攻击力也没有，没有银甲将军，他们也对付不了杨晨。轰！银甲将军全力一击，这600多人全部被击杀。当霸王项羽被击杀之际，忽然散发出橙色的光芒，杨晨连忙上去将其拾起。修罗之刃15级的史诗装备，还被霸王项羽强化到了+3。他在强化+2的时候失败了好几次，强化+3可是他耗费所有的强化时才提升上去的。洛丁城内，从安全区内复活出来的霸王项羽检查一番自己的背包，双目血红一片，整个人暴跳如雷。我日，我的武器居然爆出去了！傲视天下，你还我武器！整个人愤怒地咆哮起来。直播间的众人完全看傻眼了，震惊不已，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结局，霸王家族近2000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人，还被人家杀掉了3个等级。亡灵之都门口的霸王家族玩家早已撤退，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被安排进去杀杨晨，否则他们都得掉落3个等级，有多快跑多快。银甲将军都出现了，万一杨晨丧心病狂从里面出来对他们出手的话，那就不好了。看着遍地的战利品，原本在亡灵之都做任务的玩家们纷纷眼红起来，不过看到杨晨和他身边的银甲将军之后，都站在原地不敢动。霸王家族就是很好的例子，想要击杀杨晨，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完全就是送装备。杨晨一个人也捡不了这么多装备，给铁血战天发了消息，让他带着铁血家族的人进来帮忙捡战利品。这些装备之中有20件粉色装备，还有7、8件史诗装备。至于金币足足有120多个，杨晨只收下金币粉色装备和史诗装备以及强化石，除此之外，紫色装备那些全部送给了铁血家族。第44章买回来。铁血战天一听他把所有的装备送给自己，瞳孔急剧扩大几分，惊骇不已。傲师兄，这我不能要，这么多装备能卖不少钱呢。杨晨淡淡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铁血兄，你们铁血家族帮了我不少忙，这些就算是酬劳了，你不要推辞客气。啥？帮了这么大的忙，貌似自己什么都没帮啊，顶多就是帮忙捡东西，这也太豪爽了吧！1800多人的装备，平均一半的人掉落1件装备，那都是900件装备，尤其是霸王家族的人，他们搜刮了不少装备，他们的装备都远超普通玩家。他铁血家族装备上之后，实力必定突飞猛进，整个人激动的不行。傲师兄谢谢了，以后你有任何的吩咐尽管开口，只要我铁血家族能办到的，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万死不辞。铁血战天言辞铮铮，神情十分严肃认真。那谢谢了。乔雪此时也在第一层，一双美眸之中充满震惊之色。烟雨江南站在他的身旁，见杨晨向他们走过来，内心莫名的紧张起来。80区的大神啊，无论是等级还是战力，那都是第1名。尤其是银甲将军还在一旁，召唤时间是1个小时，如今过去不过40分钟。大哥哥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不仅没能提升自己的等级，还成为了你的拖油瓶。乔雪一双美眸之中充满愧疚之色，眼角噙着泪水。杨晨平静地看着他，沉默了许久。你跟着我走。他终究还是于心不忍，怕这样的事再度发生。末日降临，大家进入天域世界，即便真的死亡，也没有太多的人畏惧，因为进入天域世界的时间太短，都认为不过是游戏而已。随着时间的挪移，众人适应之后，危机感会越来越强烈，因为他们都想要活下去，和现实世界一样的残酷。为了赚取金币，亲兄弟都可能反目成仇；为了争夺装备，
父亲也可能成为仇人，不少人还成为了职业杀手。乔雪太弱了，他实在不忍心见到他被欺负，上一世一幕一幕浮现在他脑海中，何况还要利用乔雪找到灭婶，这个仇他必须报。大哥哥，你让我跟着你吗？杨晨眉头微微一皱，疑惑地看着他。若你不愿意的话，我不勉强。不知道为何，乔雪第一次见到杨晨的时候就觉得十分亲切，宛如自己的亲哥一般，这种感觉在心头久久环绕。怕杨晨生气，连忙点点头，我愿意。雪儿。一旁的烟雨江南见他答应，露出着急之色。瞬间杨晨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忽然之间眼前一亮，嘴角上扬。你叫杨鹏对吧？烟雨江南顿时一愣，瞳孔急剧扩大，不敢置信地望着他。你认识我？要知道在天域世界，其实真名一点也不重要，记住的都是对方的 ID。可杨晨却能叫出他的真名，在记忆中搜寻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半分杨晨相关的记忆。杨晨自然不认识他，不过上一世却认识，因为上一世这个烟雨江南便围绕在乔雪的身边，他们在诺丁城的时候还一起共患难，虽说总是想着乔雪，可乔雪总是把好东西都让给了他，长此以往，杨鹏十分不爽。不过此人却十分讲义气，除了在乔雪的事上以外，其余的时候对他也挺不错的，只不过可惜在4世纪后进入主城，为了保护乔雪被人彻底击杀了，活脱脱的一个短命鬼。故此杨晨认识他，如今他也反应过来，杨鹏根本不认识他，连忙解释道：算不上认识，你一直跟在雪儿的身边，我打听过你。乔雪顿时一愣，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慌乱之色，连忙解释道：大哥哥，你不要误会，我和他只是朋友。杨鹏的眼眸之中却闪过无尽的失望之色，内心苦涩不已，在乔雪的心里只是朋友关系。不过瞬间失望之色消失不见，朋友已经很不错了，他会努力证明自己对乔雪的心意。杨晨淡淡笑道：你不用解释，你们两人什么关系，我不会过问的，我只是当你是妹妹。杨鹏一听这话，顿时心中一喜。乔雪眼眸闪过一抹失望之色，无奈地点点头。离开亡灵之都，回到城内，乔雪和杨鹏两人身上的装备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甚至连进入宾馆恢复体力的钱也没有。杨晨给了他们一人1个金币，让他们去恢复体力，他自己也进入诺丁酒店休息。虽然掉落到了18级，不过这趟收获十分不错，尤其是杀戮值，之前他有1200多杀戮值，今天他赚了5000多杀戮值，这都得感谢霸王家族的人。至于装备，用不上的挂在拍卖行卖掉，乔雪和杨鹏可以让他们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叮！正当他准备休息之际，消息面板闪烁起来：霸王项羽，傲视天下，把我的武器还给我。修罗之刃，你的装备我也不要了，只要你将修罗之刃还给我，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杨晨想要拿装备，自己过来拿。霸王项羽愤怒地暴跳起来，这武器可是强化到+3啊，还是史诗级的武器，砸了这么多强化石进去，他必须得拿回来。不过威胁傲视天下显然没用，强行压制着心中的怒气。霸王项羽，我花钱买还不行吗？你开个价吧。顿时心痛无比，自己的武器爆出去了，还得花钱买回来。不过这武器家的攻击太高了，必须得买回来。杨晨顿时嘴角上扬，回复200个金币。霸王项羽，卧槽，你怎么不去抢啊？居然要200个金币！杨晨，不要算了，我放到拍卖行，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购买。霸王项羽顿时急了，不要，我买200个金币，行，等着我去凑金币，等我凑够了金币，我再联系你。霸王项羽开始在家族群内募捐。第45章，蒙面人。杨晨嘴角上扬，开始检查装备，同时给装备修理耐久度，一般4-5天会修一次装备耐久度，一旦装备失去了耐久度会爆掉。杀戮值如今已有6300多点，等级提升之后，他便可以刷材料图，至少得到28级，才有实力刷材料怪，早日将杀戮套做好。等到40级的时候，80区应该没有对手。霸王家族这边，霸王项羽终于凑齐了200个金币，当然大部分是从雄霸家族身上压榨出来的。对于自己家族的人，霸王项羽不会压榨的太厉害。雄霸天下苦着脸，十分郁闷，自己不仅爆出去一件紫色装备，更是掉落到了12级，如今还被霸王项羽压榨出去100个金币。族长，我们如今掉落到了12级，整个80区的人都在笑话我们呢，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雄霸天下跑到他的边上，愤愤不平问道。霸王项羽瞥了他一眼，眸子中涌现出无尽的愤怒之色。算了，不可能，这个傲视天下简直就是我霸王家族的克星，若不是他的话，我霸王家族早已称霸整个80区了。这个狗鳖，我早晚得弄死他。他手中有召唤卡，估计还有召唤卡，等他召唤卡用光之后再找他算账。我现在得把武器拿回来，再把等级提升上来。我们霸王家族一半的人还是11级12级呢，
这几日必须先把等级提升上来。雄霸天下一听，脸色终于缓和不少，自己这100个金币没有白花，这可是将他们整个雄霸家族给洗劫了一遍。没办法，等级掉落太多，若不依附于霸王家族的话，他们雄霸家族根本没有办法在80区混下去。随后霸王项羽让家族等级高的人带他升级。族长，这霸王项羽真不是人，把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压榨干了。雄霸家族一人愤愤不平，开口说道。雄霸天下眼眸闪过一抹凶狠凌厉之色，冲着霸王项羽的背后吐出一口唾沫。呸！什么霸王家族？我雄霸家族可是有6000多人的战队，我们只不过当时服务器爆满，没有进入一个区而已。等到了40级，我们都主城那边汇聚之后，我让霸王项羽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忽然他的眼神暗淡下来。不过现在我们只能苟着好好发育，争取早日达到40级，到时候回归我雄霸家族去。那人点点头，只能如此了。14.15级的野怪区域几乎都是霸王家族和雄霸家族的人在拼命刷怪练级。2个小时过去，霸王项羽闪过一道金光，终于回到了13级，迅速打开消息面板。霸王项羽，傲视天下，200个金币，我已经凑足了，你可要说话算话，把我的修罗之刃还给我。杨晨正好休息完毕，恢复好体力值，看到消息嘴角上扬。杨晨，放心，我可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不过你该不会又安排人马埋伏我吧？霸王项羽顿时一愣，立马咒骂起来，埋伏个锤子，埋伏了你好几次，每次都是给送装备又送金币的，还敢埋伏你吗？何况他们霸王家族如今都才12级13级，都已经调出80区的平均等级了，整个80区的平均等级都在14到15级左右，他们连平均等级都达不到，再去埋伏，估计他们得回新手村去了。霸王项羽，不会，何况我也不敢埋伏你啊，你伤害那么高，也不是你的对手啊。杨晨，行，不过交易地点我决定，等一会我再告诉你，到时候我通知你过来。来到23级野怪的地方，开始刷怪做任务。他掉落了一个等级，如今只有18级，必须尽快提升上来。80区已经出现了4个18级的人了，当然这4人都不会来这里刷怪，他们只会选择20级，最多21级的怪升级，可不是每个人的攻击都像杨晨这般变态。当然，刷23级的怪经验来得快，耗费的体力也少。冰霜剑雨，冰火炼狱，2个技能下去能击杀10多只野怪。丁，恭喜您击杀了黑蝙蝠，获得经验值加500。他的经验飞速成长，10只怪就是5000经验值，100只怪就是5万经验值。如今升级需要10多万经验值，需要杀200多只野怪，1个小时过去。闪过一道金光，他头顶的标志变为了 LV 19级，再次恢复到19级，荣登等级排行榜第1名。回到19级，杨晨没有继续升级，给霸王项羽发了一条消息，让他到指定位置过来交易。霸王项羽收到消息后，激动的不行，他的武器中终于要回来了，带上2名家族成员，迅速赶往杨晨发过来的位置等候着。见到杨晨出现，迫不及待迎上去。我武器呢？杨晨瞥了他一眼，淡淡问道。金币呢？霸王项羽狠狠瞪了他一眼。交易。随后他将200个金币放进去，杨晨也将修罗之刃放进去，2人相互确认后，交易完成。若有一方不同意，系统会自动取消交易。丁，恭喜您交易获得了200个金币。杨晨顿时嘴角上扬起来，这生意十分不错，如今他算是有小资产了，手里有好几百个金币。霸王项羽打开自己的背包，仔细看了看，见到修罗之刃后，露出一抹笑意，旋即狠狠瞪了杨晨一眼，向自己2名家族的人吩咐道：哼，我们走。旋即3人赶往野区，准备继续刷怪升级，眼底闪过一抹凶狠之色，冷哼道：傲视天下，你给我等着，早晚让你在80区消失，等我15级后穿上装备，到时候再慢慢找你算账，不弄死你我他妈吃屎。族长，上次你貌似就说过没有弄死他，你吃不吃屎？你还没有吃呢。旁边一人扭过头，疑惑地看着他，忽然开口道：吃你麻痹。霸王项羽勃然大怒，一脚踹过去。正当这时，一名蒙面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他头上的 ID 也被隐藏起来。第46章，还有一把，买吗？霸王项羽眉头微微一皱，疑惑地看着，正憋了一肚子怒气，正好没地方发泄。你找死是不是？在天域世界居然还做蒙面人，赶紧给我滚开！蒙面人看着他冷笑几声，让我让路可以，把你们身上的金币和装备都给我交出来，只要你们交出来，我就给你们让路，如何？霸王项羽顿时一愣，旋即瞪大眼珠，露出狰狞之色。看来你果然是想要找死，向来都是我们霸王家族打劫别人，你居然敢打劫我，想要死我成全你！霸王项羽毫不犹豫开启了 PK 模式，拎起手中的紫色武器，还没等他释放技能，一个火球从天而降，轰！顷刻之间，他的血条被清空，头顶跳起伤害6300。
我日！剩下两人瞠目结舌，眼珠瞪得老大，无法置信望着眼前的蒙面人。这尼玛还是人吗？伤害这么高！他们80区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牛人啊？这伤害赶上傲视天下了吧？我尼玛！一道橙色的光芒闪烁起，强化加3的修罗刃出现，蒙面人毫不犹豫捡起地上的修罗之刃，扬长而去，留下惊愕的二人。从复活泉出来，再次回到12级的霸王项羽，一看自己的修罗之刃爆了出去，整个人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刚花了200个金币，好不容易将修罗之刃给买回来，还没捂热乎呢，现在又被爆了出去。公屏之上，每条消息500银币的消息疯狂闪烁起。霸王项羽，卧槽你妈的！刚才是谁在坐标115113击杀了我？给老子滚出来！霸王项羽，你个棒槌！有胆量做，没胆量承认吗？有本事给我滚出来，让我看看！敢抢我的武器，我倒要看啊，谁这么大的胆子？玩家 A， 卧槽，霸王项羽又被人给爆了呀！玩家 C， 是啊，霸王家族不是那么厉害吗？只知道咱们区的大神傲视天下，经常爆他，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位狠人啊？居然把霸王项羽给爆了！玩家 D， 这霸王项羽真有钱啊！500银币一条的消息，硬是在公屏刷了1个小时。族长，我觉得这是80%是傲视天下干的，打出6000多的真实伤害，咱们区除了他之外，应该没有人拥有这么高的攻击了。霸王项庄沉吟了片刻，连忙提醒道。霸王项羽一听，仔细回想着蒙面男子的特征，身材服饰和杨晨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将 ID 隐藏，戴上了面巾，遮挡住了他的容貌。蓦然他的双目血红一片，愤怒的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那怒火仿佛快要喷出来一般。傲视天下！连忙打开消息面板。霸王项羽，傲视天下你个狗逼！你太不要脸了，让我花钱把武器买回去，转手就从我手里抢走了，你个狗逼，把装备还给我，否则我弄死你！杨晨升到了19级，正在我24级野怪区域刷怪做任务，根本没有留意到有消息过来。霸王项羽见无人回应，更加怒了。霸王项羽，你个狗逼，不讲武德，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是吧？你他妈就不是一个男人，有本事做就要有胆子承认。想要爆我的装备，你光明正大的来好了，居然还蒙面隐藏自己的 ID， 当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你枉为我们80区的大神，把武器还给老子！一条消息接上一条消息。1个多小时过去，杨晨体力快要消耗完，才停止刷怪，打开消息面板，看到霸王项羽的消息，顿时嘴角上扬起来。杨晨，霸王项羽，你装备被爆了，难道就一定是我爆的吗？你得罪了那么多人，万一是你哪个仇家怕你寻仇，故意蒙面爆你的装备呢？何况我若是想要爆你的装备，我用得着蒙面吗？我直接过来爆就行了，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仇深似海，我何必多此一举？霸王项羽顿时一愣，转念一想，忽然觉得杨晨所说的十分有道理。杨晨和他之间差不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双方战斗了这么多次，杨晨若是想要爆他的装备，直接过来抢就好了，根本用不着蒙面。莫非还另有其人，故意来爆我的装备？霸王项羽内心猜测起来。杨晨，不过对于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心心念念的武器，花了200个金币，刚把装备买回去，就被人家爆出去了。不是我说你，你自己是什么人，心里没点数吗？80区得罪了这么多人，出门怎么就不多带一些人呢？否则也不至于让人如此轻松把装备爆出去啊！霸王项羽一看，更加坚信这件事与杨晨没有关系，心中后悔不迭。是啊，自己家族这么多人，为嘛不多带一点人过去呢？若是多带一些人过去的话，还能被人如此轻松的爆掉。霸王项羽，哼！傲视天下，我被爆了，你应该很开心吧？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你这是在看我笑话？杨晨，谁看你笑话了？只是看你十分看重那修罗之刃，何况还是强化加3的，这应该没少砸强化石进去吧？这么多强化石砸进去才强化加3，就这么被爆出去了，实在是挺可惜的。正好我这里还有一把修罗之刃，要不卖给你吧？霸王项羽顿时一愣，你还有修罗之刃？杨晨，当然了，最近人品比较好，我刷了一只精英怪，一次性爆了好几把修罗之刃。霸王项羽惊愕的瞪大眼珠，尼玛，真的还是假的？你居然还有修罗之刃，还一次性爆了好几把？杨晨，没办法，我人品好，你若是想要的话，这把也卖你了。修罗之刃，强化加3，史诗武器，图鉴。看到图鉴之后，霸王项羽整个人的脸瞬间黑了，暴跳如雷，气愤的差点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和他自己的修罗之刃一模一样，同样强化加3，这尼玛哪里是爆了好几把，根本就是他爆出去的。一只精英怪爆好几把一模一样的史诗武器，完全是异想天开，他居然如同蠢猪一般相信了。第47章，土豪的生活。杨晨无疑是在戏耍，把他当作猴耍，他居然天真的相信了。霸王项羽，
你个狗逼！这是老子的武器，你他妈已经卖给我了，居然还抱了我，将装备拿回去！傲视狗逼，把装备还给我！你就不是人，你太狗了！杨晨，喂，霸王项羽，别喊屎喷人好不好？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抱你装备了？你被打劫了，关我什么事啊？你该不会看见修罗之刃就觉得是你的吧？我说了，这是我运气好，一次性爆了好几把修罗之刃，这一把我也强化加3了而已。霸王项羽，你个狗逼！别以为蒙面了我就不认识你，你那身形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武器的耐久度也和我的一模一样，你个王八蛋，赶紧把修罗之刃还给我！看着疯狂叫嚣的霸王项羽，杨晨十分满意，当然抱霸王项羽的人自然是他，这也算是他讨要一点利息，也算是遏制霸王家族发展，毕竟金钱就是实力，坑他几百个金币，短时间内霸王家族不会有任何作为，对于他的疯狂叫嚣一点也不理会，有条不紊地发了一条消息：杨晨，我是一个生意人，看你是熟人还是老客户了，给你打个折，199个金币就行，你想通了就告诉我，到时候交易。发送之后直接关掉了消息面板。霸王项羽盯着消息，目眦欲裂，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尼玛，还老客户优惠199个金币，遏制霸王家族发展。杨晨心情不错，回到诺丁城内，找到乔雪和杨鹏休息的酒店，两人此时正在诺丁酒店外面等候着他，以为他还在恢复体力。杨鹏本想带着乔雪去刷怪升级，可乔雪执意要等杨晨，无奈之下他也只能陪同着一起等候着。你们两人在门口干嘛？杨晨疑惑地看着守护在酒店门口的二人问道。乔雪听到他的声音，兴奋地转过身，那皎洁的美眸之中充满浓烈欣喜之色。看到杨晨，他总觉得十分熟悉，很有安全感，蹦跶到他的跟前。大哥哥，我们在等你，谢谢你救了我。看着他的模样，似乎前世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的雪儿妹妹又回来了。杨晨点点头，进去吃饭吧，正好肚子饿了。乔雪和杨鹏顿时一愣，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诺丁酒店。在天域世界也是可以吃饭的，而且吃饭也可以恢复一些体力值，只不过相对于休息要恢复的极少，主要是恢复体力的方式便是休息。而在天域世界吃饭也是需要付费的，刚开服大家都不会吃饭，觉得太过于浪费。如今开服也有1个多星期了，不少人也有一些财力了，想要享受一番，这里的食品和现实世界的味道相差无几。尤其是诺丁城的美食不仅味美，可谓是色香味俱全，甚至恢复的体力也比其他饭店多一些，当然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吃一顿饭至少在5个金币内。乔雪和杨鹏简直是想都不敢想，进入诺丁酒店吃饭，开服到现在他们身上的钱1毛不花也不够进去吃一顿饭。大哥哥，我们没有钱。杨晨淡淡的笑了笑，没事，我请客，走吧，顺便和你们说点事。乔雪一听立马兴奋起来，现实中她可是一个小馋猫呢，顿时眼前一亮，进入游戏这么久了，两人都十分怀念美食的味道。谢谢大哥哥，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杨晨饶有兴趣回头看着他，边走边问，哦，那你拿什么报答我呢？你现在等级也不过14级啊。乔雪俏脸绯红，顿时尴尬无比，美眸瞪得老大，憋了许久。我会努力提升自己，报答大哥哥的。杨晨笑了笑没说话。进入诺丁酒店，三人直接上了2楼的贵宾区域，直接上了3份海鲜大餐。我日，那小子也太有钱了吧，居然吃贵宾席，那一顿下来至少4个金币吧。楼下一名嚼着干巴巴炸酱面的男子露出深深的羡慕嫉妒恨之色。尼玛，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人家吃海鲜大餐，我啃个面包都不敢要1瓶水，这尼玛是在吃金币呢。又是一名玩家抱怨起来。一对 CP 正在吃饭，略微有些性感的女子看着3人的海鲜大餐，美眸之中涌现出无尽的怒火，看着对面狼吞虎咽的男子，狠狠一巴掌打过去。吃，你就知道吃，你是一头猪吗？你个废物，什么时候才能请我吃一顿海鲜大餐啊？看看人家的女朋友，直接请她吃海鲜大餐，再看看你，居然让老娘啃馒头，分手！我和你正式分手！女子愤愤不平地扔下石头一般的馒头，怒气冲冲离开酒店，留下一脸懵逼的男子。随后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杨晨3人，连忙追出去。杨晨3人浑然不知，因为他们吃一顿居然让人家分手了。吃过饭，杨晨看着2人，你们把交易面板打开吧，你们随便放一点不值钱的材料进交易面板。乔雪没有任何犹豫照做，杨鹏犹豫了一下，也打开交易面板，放入一件白色垃圾品质装备。瞬间两人瞳孔急剧扩大，惊骇不已，激动的浑身颤抖起来，不敢置信地盯着杨晨。乔雪表情十分夸张，看着自己的背包里1件猎人武器史诗级别的，还有5件紫色装备，都是他猎人职业的。杨鹏是一名战士，同样如此，1件史诗级的武器，5件紫色装备。大哥哥，你这是？
杨晨淡淡无奇道：“给你们的装备，你们两人都是14级，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刷几处高级怪的地图，让你们升到15级，到时候这些装备你们都能用上了。”乔雪二人惶恐万分，美眸之中涌现出浓烈的复杂之色，连忙推辞：“大哥哥，这太贵重了，还是史诗级的武器，你放在拍卖行能卖不少金币呢，我不能要。”第48章还来买。杨鹏同样惶恐万分，紫色装备在他们的眼前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直接上来史诗级的装备，还是武器，武器可比装备值钱。他与杨晨之前根本不认识，可谓是萍水相逢，甚至在他的心里一直对杨晨十分警惕，将他当作了情敌。可杨晨不仅给了他1个金币去酒店休息，更是赠送他价值不菲的装备，这一套装备若放在拍卖行上的话，至少得值20多个金币到30个金币。内心十分愧疚，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羞愧不已，十分自责，这一套装备实在是受之有愧。我也不能要，太贵重了，我怕我还不起。杨晨扫了一眼二人，嘴角微微上扬。既然你们都想要回报我，那就不要客气，把这装备收下。没有装备，你们如何快速升级？如何去打 BOSS？ 如何完成任务？如何回报我呢？此时交易已经完成了，杨晨根本不给他们退回去的机会，总不能将这装备扔了吧？乔雪美眸闪烁几下，眼底闪过一抹坚定之色，听到杨晨的话，知道他所说的是实话。若继续这样下去，他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定然无法跟上杨晨的脚步。想要报答杨晨，那就必须把差距给提升上来，否则他会成为拖油瓶。想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欣然接受。大哥哥，谢谢你，你放心，雪儿一定会报答你的。杨鹏十分尴尬，他可不是女的，是一名男的。按照他心中所想，他与杨晨之间应该是情敌关系，这装备受之有愧。可雪儿都答应了，若他不收下的话，势必两人之间的差距会拉开，别提保护乔雪了。大不了以后有了好装备加倍还给杨晨好了，就当是租他这一身装备来用了。见两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认真严肃地看着杨晨：“我以后也会还你的，你放心，我杨鹏绝不会欠别人。”杨晨点点头，没有反驳。对于杨鹏，他还是十分了解的，知恩图报，是一个极其讲义气的人，唯有在乔雪的身上才会宛如变一个人一般。你们两个应该还没有家族吧？我创建了一个家族，你们要不要进来，也好把家族的任务做了，享受一下家族属性加成。乔雪一听，美眸顿时闪过一抹光亮，不假思索答应下来。好啊，我愿意加入大哥哥你的家族。杨鹏犹豫了一下，也点点头答应下来。凭借他们两人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家族收留他们，想要加入家族，不知道要过多久以后去了。他也准备进入家族后为家族贡献，也算是报答杨晨。好，我也进入。丁宁收到傲视群雄家族的邀请，是否同意进入傲视群雄家族？下一秒，两人都收到同一条消息，没有任何犹豫，两人点击同意进入傲视群雄家族。傲视群雄家族等级 LV2， 家族成员31000，贡献值1201000，族长傲视天下，成员丫头烟雨江南。同时，他们两人头顶之上的名字前面出现了白色家族的名字：傲视群雄丫头，傲视群雄烟雨江南。乔雪美眸瞪得老大，出现疑惑之色：大哥哥，为何家族里面没人呢？大哥哥，你这么厉害，想要进入你家族的人应该很多吧？杨晨淡淡一笑：我创建家族是因为完成个人成就，还有每天做家族任务获得经验值，并非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当然，在天域世界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可胡乱招人进来，他们都是为了享受家族的属性加成，做家族任务升级，并非为了家族。一旦有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家族。乔雪美眸闪烁几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你们先进入家族地图，把家族任务完成，一会儿我们组队去刷怪。乔雪和烟雨江南点点头，来到诺丁城家族地图传送的位置，进入家族地图内。杨晨也准备再去恢复体力值，一会儿继续升级。八爪鱼皇可是报了一把传说级的武器呢，逆天套只有5件套，武器可以随意更换，不会影响套装效果。更换上这魔法杖，他的攻击必定会突飞猛进。等他到了20级后，镇魔塔应该便会出现，每个区只要有人达到20级，镇魔塔便会出现。这座塔一共20层，若有人能首次通过20层，会获得丰厚的奖励、经验值、贡献值，许多珍贵的材料都有可能。进入镇魔塔最低要求便是达到20级。叮！正当他准备去休息恢复体力之际，忽然收到一条消息：霸王项羽，你个狗逼，算你狠！修罗之刃我买了199个金币，来诺丁城大门口交易。杨晨顿时一愣，眼眸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原本他以为霸王项羽应该不会买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来买。杨晨想要交易，摆正自己的态度。霸王项羽怒火中烧，强行忍住心中的怒意。
行，傲视天下，就按照你所说的价格，199个金币交易。这修罗之刃我买了。1个小时后，诺丁城大门处交易。随后，杨晨进入酒店休息，恢复体力，准备休息1个小时后去大门口交易。酒店内一旦离开房间，视为退房，若再次进入，需要重新缴纳金币。2个小时能将体力值恢复满，无疑杨晨是浪费了1个小时。不过对于如今的他来说，完全无压力，马上又要赚到199个金币了。这400个金币都是白拿的，他的总资产金币已经有600多个了。幸运值100%这个 bug， 他击杀一只野怪报的钱也是双倍，别人报几十个银币，他能报上百个银币。随着击杀野怪等级提高，报的钱也越多。1到5级的怪基本上报的都是铜板，如今野怪大部分都是报银币了。休息1个小时后，杨晨来到大门口，片刻后见霸王项羽怒气冲冲，带着一大群人过来。第49章，躺经验。我的武器呢？霸王项羽没一点好脸色，上次刚花了200个金币，还没捂热乎呢，就被爆出去。若不是考虑到实力不行，武器还在杨晨手里的话，早就翻脸了。怎么就你的武器了？这是我自己的，交易吧。杨晨似笑非笑注视着他。霸王项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敢怒不敢言，打开交易面板，将199个金币放进去，同时杨晨也把修罗之刃放进去。叮，恭喜你，交易获得199个金币。听到这提示音，杨晨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笑意。霸王项羽同样看了一眼自己背包内的修罗之刃，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注视着杨晨，露出愤怒之色，面目狰狞起来。傲视天下，你个狗鳖，收了我的金币，还把装备抱回去，你给我等着，早晚让你滚回新手村去。话还没有说完，霸王项羽迫不及待率领家族的人迅速离开。杨晨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起来，不可置信的摇摇头。霸王家族如今想要发展起来，恐怕是有些困难了。无需担心，被他敲诈了400个金币，之前的2次更是让他们家族的人等级掉落，装备爆出了不少，实力骤减。这些装备都在铁血家族的手上，这些日子铁血家族可是吸收了不少人进入家族，如今的铁血家族已经有2500人了。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杨晨，以雷霆的手段横扫了霸王家族。铁血家族飞速发展，若不是他横扫了霸王家族，铁血家族根本没有发育的机会。铁血家族站稳了脚跟，自然会打压霸王家族，铁血战天肯定会站在他这边，这段时间可以放心的升级了。霸王项羽一群人生怕被杨晨纠缠上，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可是诺丁城内无法开启 PK 模式，十分不解霸王项羽在畏惧什么。问了一下乔雪和杨鹏2人的情况，惊愕地发现2人居然连家族任务也无法完成。毕竟家族任务都是5个人组队，他们只有2个人，2人的装备实在太差了。他给的装备都是15级装备，2人不过14级，无法穿戴15级装备，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低得吓人。来到家族地图传送阵入口处，进入家族地图内，2人此时正在抵御着野怪入侵家园。乔雪和杨鹏都已经死亡1次了，一个技能下去居然只打出了200点的伤害。杨晨加入队伍，一个技能冰火炼狱下去，紧接着冰霜剑雨，2个技能第一波入侵野怪被消灭殆尽，留下满地的战利品。乔雪和杨鹏2个瞠目结舌，震惊不已。饶是已经不是第一次见杨晨的攻击，但依旧震惊无比，只能默默在心里吐槽道：沃尼玛，真变态！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把任务交了，出去刷怪升级。听到杨晨的话，2人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连忙到家族管理员 NPC 跟前将任务提交。2人的经验条已经有1半的经验，还有1半的经验就可以升到15级了。离开家族地图，杨晨带着他们到了一处19级野怪的地方，等级太高的地方，他们防御力太低，可能会被野怪击杀。19级的野怪正好，对于他们的等级经验也十分丰厚，危险性也不大。快看，一个法师居然带着2个15级的人来这里升级，这是脑子有坑吧？喜欢装逼也不是这么装逼的吧？法师这么脆都需要战士抗伤害，刷19级的怪居然还敢一个人带2个拖油瓶，这是带着他们去送死吧？旁边一名刺客嘴角上扬，嘲讽道：“8成是垂涎旁边那小少女，想要在他面前装逼吧，寻找成就感。看着吧，一会儿他就知道装逼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脑子不好使，想要装逼刷17级、18级的怪就差不多了，居然刷19级的怪。”杨晨对于周围的嘲讽置若罔闻，提起手中的魔法杖，冰霜剑雨，漫天的冰霜剑雨刺向19级的野怪，刷刷，无数的白色光芒闪起，20多只野怪瞬间被秒杀，伤害6300，伤害6400，伤害6500。乔雪和杨鹏脑海中响起无数的提醒音。丁宁所在的队伍击杀了一只骷髅怪，获得经验值加260。丁宁所在的队伍击杀了一只骷髅怪，
获得经验值加260。这完全就是蹭经验，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自己的经验条突飞猛涨，升级到15级需要3万的经验值，如今他们只差15000的经验值，5、60只怪就足够了。连续2波技能，两人的身上闪过金色的光芒，达到了15级。地上的战利品散落了一地，杨晨看都不看一眼。乔雪和杨鹏两人只负责捡东西就行，就连捡东西他们也有些跟不上节奏。周围的玩家震撼无比，同时露出羡慕嫉妒之色。我日，这是什么鬼伤害？这尼玛也太恐怖了吧！6000多的伤害，我尼玛，我们队伍5个人砍一只骷髅怪都用上了吃奶的力气，耗费1分钟才能做到。他这杀一只怪比杀鸡还容易啊！之前出言嘲讽的刺客表情更加夸张。尼玛，这么高的攻击，要是我有这么高的攻击就好了，一刀一个小朋友。做他的女朋友真幸福啊，只需要跟在身后捡战利品就好了。那少女居然还捡不过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样的男朋友？什么都不用干，让我跟在身后捡战利品就好了。一名女法师露出羡慕嫉妒之色，释放着花痴一般的目光。旁边一名男战士冷笑一声，嘲讽道：你别想了，你也不看看他是谁？你们看看他们的 ID 吧，傲视天下，这可是咱们区的大神啊！霸王家族3000的人家族都被他一个人给干趴下了。以义当先的战神，傲视大神为了救那少女，侵犯险境，冒死相救。你觉得你有机会吗？还是回去洗洗早点睡吧。第50章镇魔塔。女法师一听，瞪大眼珠，狠狠看了男战士一眼。杨鹏和乔雪两人将地上的战利品捡起，送到杨晨的面前。大哥哥，这是刚才骷髅怪爆的，我们全部捡起来了。杨晨扫了一眼两人，无奈的笑了笑。这些东西和银币我都不需要，你们自己留着吧。现在你们已经15级了，可以把装备换上了。换上装备后，你们去前面的僵尸树林，那里的僵尸是18级的。你们两人换上装备，小心应付，应该问题不大。我得去抓紧时间升级，一会儿我再来找你们会合。乔雪和杨鹏点点头，眼眸闪过一抹坚毅之色。他们如今只能是拖油瓶，跟上杨晨只会拖后腿，必须尽快把等级提升上来。旋即两人回城将装备换上，宛如鸟枪换大炮一般。之前两人的攻击只有200左右，如今杨鹏的攻击能达到1000，乔雪的攻击更是可以达到1100左右。史诗武器加上一身紫色装备，在整个80区来说也算是中等偏上的玩家了。两人来到僵尸树林，周围黑色的泥沼之中，黑色的丧尸缓缓从地下升起。杨晨如今已经19级了，来到了24级机械军团的领地。这个地方一名玩家也没有，像他这么变态的攻击，80区找不出第二人，自然不会有人来这里刷怪升级。40多名身穿机械铠甲的野怪拔地而起，举起手中的机械武器向杨晨攻击而去。砰！一刀下去，杨晨血量减少了不少。这机械怪的攻击力还真不是一般的恐怖，至少攻击在4000多，这还不是精英怪。唯一的弊端便是速度太过于缓慢。杨晨凭借精湛的操作以及高额的敏捷度，顺利躲开一番攻击，提起魔法杖，岩爆兽！轰轰！3颗火球落下，地面颤抖，3只机械怪都还剩下50点的血量，这让杨晨吃惊不小。这机械怪的防御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凭他的攻击力居然无法一击秒杀。当然，若是释放冰霜剑雨和冰火炼狱这2个技能的话，技能中心位置的机械怪必定能秒杀。随后补上3个普通攻击，丁，恭喜您击杀了机械拉哥，获得经验值加830。1个半小时过去，杨晨已经击杀了100只机械拉哥。唰！一道金光闪过，他头顶的标志赫然变为了 LV 20级。丁，恭喜您升到了20级，成为天域世界80区首个20级玩家，赠送豪华大礼一份，请查收。当前经验值8650，距离下次升级还需要8650200000。看到这个经验值，杨晨感叹，果然后面升级需要的经验值太多了，到21级需要20万的经验值了。继续刷这里的机械拉哥经验值已经变为了630，连忙打开邮件，看看这豪华大礼都是什么。强化石 X20， 贡献值加1200，回城券 X1， 20级腰带粉色，确实不错，他是第一个达到20级的人。第2名和第3名的奖励应该是强化石只有10个，粉色腰带1根，再往后奖励会更少，甚至降为紫色装备。丁全区公告，诺丁城的勇士们已经有勇士达到了20级。100年前天域世界前辈们在诺丁城内放置了一座镇魔塔，20层的镇魔塔内关押着无数的黑暗生灵以及天域世界的叛徒。如今镇魔塔内的生灵以及叛徒已然苏醒，请诸位勇士维护天域世界的和平，前往镇魔塔击杀黑暗生灵与叛徒。镇魔塔内有天域世界前辈们的考验，若能直达20层，会得到前辈们丰厚的奖励。公屏之上瞬间热闹起来了。玩家 A，
卧槽，有人20级了！谁啊？玩家 F， 楼上的傻屌，看看等级排行榜就知道了。玩家 B， 不用看了，我已经看过了，傲视大神已经20级了。听说这镇魔塔首次通过20层的人会有特殊奖励，还可以获得紫色称号，还是研究一下镇魔塔吧。玩家 C， 研究镇魔塔，你发神经了，还研究镇魔塔？进入镇魔塔必须要求20级，等你达到20级再说吧。玩家 B， 还是抓紧升级吧，我马上就能到18级了，镇魔塔的首次通过肯定是我的。看到这条公告，杨晨并没有着急去刷镇魔塔，这镇魔塔20层可没有那么容易刷过的，每一层的野怪不同，过关可是需要不少操作技巧的。想要以实力直接碾压通过20层，至少的等级到达30级，攻击力超过3万才能做到。前世曾听闻过20区曾经有人用实力碾压过去，除此之外必须掌握通关的技巧才能顺利通过，这些通过的技巧都是一次次挑战慢慢摸索而来。当然对于通过技巧，杨晨早已了然于胸，在攻击力没有突破12000之前，他不会去挑战镇魔塔。整个80区的人疯狂的砍怪升级，半日的功夫过去，已有20多人达到了19级，18级的玩家已经有近万人。傲视天下似乎对镇魔塔没有兴趣，我得赶紧升级，通过镇魔塔，否则所有的奖励都被傲视大神给抢走了。整个80区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想法，疯狂升级。杨晨开始刷机械拉个精英怪，一只怪下去加上任务获得经验，平均击杀一只怪能得到1000点经验值。体力值刷完，他已经到了10万的经验值。20级他的武器可以换上传说级的魔法杖了。至于逆天套的套装属性太高，暂时他不准备更换。进入天域世界之前，他可是领取到了一份福利，25级的套装福利，等到了25级的时候，直接换上25级的套装，实力必然突飞猛进。乔雪和杨鹏两人的体力值也快刷完了，经过1个下午的奋战，两人都到了16级，击杀了一只精英领主。叮！精英领主死亡瞬间爆出了一双粉色的靴子，附近刷过的一个队伍眼睛瞬间就直了，露出贪婪之色。他们1个下午击杀了好几只精英领主，也没爆一件好装备，心里十分的不平衡。第51章疯狂升级，居然是粉色的靴子，这狗屎运也太好了。一名战士眸子闪过一抹阴狠之色，带有浓烈的羡慕嫉妒之意。他们两人身上的装备也不错，虽然攻击挺高，不过他们只有2个人，要不我们把他们2个给爆了，把那粉色靴子给抢过来。旁边的刺客同样露出阴狠之色，舔着自己的嘴唇说道。他们队伍另外3人毫不犹豫同意下，显然没少干这种勾当。5人不着痕迹开启 PK 模式，准备分散向乔雪和杨鹏包围而去。雪儿、杨鹏，你们怎么样？忽然一道声音响起，5人被吓了一跳，条件反射的转过身，刺客吓得差点栽倒在地上，额头溢出豆大的汗珠，眼珠瞪得老大，连忙招呼同伴停手。卧日，他们2个居然认识傲视天下！战士也拍着自己的躁动不安的胸脯，心有余悸道：幸亏没有动手，居然认识傲视天下，好险！一旁的法师一脸懵逼，满脸着急疑惑之色。我说你们在干嘛呢？那可是粉色装备啊，什么傲视天下不傲视天下的，他们就3个人，我们5个人上去抢他们绰绰有余。到嘴边的肉不能让他给飞了，弄死他们，没准还能把他们身上的好装备给爆出来。战士和刺客以及2人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要抢你自己去，你连傲视天下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在80区混？你想要回新手村去混，那你就自己去。霸王家族知道吧？霸王家族那么厉害的家族，3000多人的家族，被傲视天下杀掉了好几个等级。战士依旧心有余悸道：赶紧走，别让傲视大神看见了，一会儿他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估计1个技能就把我们给秒了。杨晨看到乔雪和杨鹏到了16级，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后带他们去诺丁酒店吃饭。当然了，2人身无分文，只能跟着杨晨蹭饭，还特意点了一瓶红酒品尝，味道和现实中的感觉一模一样。大哥哥，谢谢你，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知道我能力不够，不过等我找到我哥哥，我一定会让他报答你的。听到乔雪提起他的哥哥，杨晨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厉芒，稍纵即逝，认真的看着他。你知道你哥哥在什么地方吗？乔雪摇摇头，那双天真无邪的美眸之中出现伤感之色。我哥哥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和家里吵架闹翻了，然后离家出走了，这2年来家里都没有他的消息。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天域开服之前我给他打过电话，可那个电话号码已经没用了。我哥哥以前玩游戏十分厉害，而且还有自己的战队。天域世界开服，所有人都进入了其中，所以他肯定在天域世界内。他游戏天赋十分了得，我哥哥肯定也混得十分不错。等我找到我哥哥，我就让他报答你。提起他的哥哥，乔雪十分自豪，眉飞色舞。杨晨却内心十分苦涩，若他知道他哥哥其实是一个心狠手辣、恩将仇报的人会如何？
当然他不会说，即便是说了，乔雪也肯定不会相信，毕竟这是上一世他的经历。不过灭世确实在游戏方面的天赋十分了得，前世去往主城，乔雪联系上他的时候，他已经创建了一个帮派，而且实力还不弱。正因为如此，杨晨得以发育了一段时间。只不过后来帮派内出现了问题，灭世差点被人彻底击杀，杨晨舍命救了他，几人在一起重新奋斗，慢慢发育，熬了10年的时间，终于熬出头了。万万没有想到灭世会要他的命。好啊，等你见到你哥哥的时候，一定要带他见我。杨晨淡淡一笑，眼眸之中燃起仇恨的烈焰。按照剧情，他们前往主城后1个月左右，应该会联系上灭世。灭世，这一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至于如今寻找到灭世，没有任何可能。他按照上一世的记忆搜索了灭世的 ID， 可以无法查找。如今添加好友只能添加本区的，除非等到30级开启附近公共频道，那时候80区附近几个区的人都可以添加上。灭世应该是在40区，即便是30级也搜索不到，唯有前往主城之后可以试试。那时候每个主城都是相通的。吃过饭，乔雪和杨鹏去休息恢复体力，不过两人没钱，杨晨一人分了他们10个金币，让他们找地方休息。他得去把家族任务给完成了。接下来的3天，杨晨都会留一些体力帮乔雪和杨鹏两人刷怪升级，而这3天的时间，他已经达到了25级，乔雪和杨鹏也升到了21级。两人身上的装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乔雪身上的武器换为了20级的史诗级武器，腰带更是粉色品质，其余都是紫色装备。杨鹏的装备也相差不大，武器20级史诗，全身装备都是20级的紫色装备。杨晨变为了两人口中的陈哥，甚至杨鹏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乔雪的追求。按照他所说，只要能陪伴在乔雪身边，能每天看着她就好。他觉得杨晨太优秀了。直到杨晨告诉他，只是将乔雪当作妹妹后，再次燃起了希望。这些天，霸王家族的人终于安静了下来，甚至很少去抢夺其他玩家的野怪。整个霸王家族的玩家都苟着升级。3天的时间，霸王项羽在众人的帮助下，已经重新穿上了15级的装备，如今更是升到了19级。麻痹的，终于到19级了，顶多明天我就能到20级了。等我穿上20级的装备后，我霸王家族就重新满血复活了。族长，我们什么时候对傲视天下动手呢？最近铁血家族的人太狂妄了，简直有些目中无人。等我们搞定了傲视天下后，好好收拾一下他们。雄霸天下连忙靠过来，笑呵呵问道。霸王项羽可是说过，上次的100个金币，等报了傲视天下就给他，故此迫不及待。第52章强化5。霸王项羽冷冷看了他一眼，你是族长还是我是族长？要怎么做？需要你教我吗？随后看着一旁的霸王项庄，召集人手，给我去帮我升级。100多名霸王家族22级的玩家随他一起去刷怪。族长，傲视天下那边不管了吗？霸王项庄跟上后露出疑惑之色，连忙问道。霸王项羽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眸子之中涌现出无尽的恨意，面目狰狞，咬牙切齿道：不管！谁说不管？这个狗逼让我掉了这么多等级，还坑了我400个金币，我霸王家族这么多装备都被他给坑了过去。这要是不管了，我霸王家族以后在80区还怎么混下去？等我先到20级，得去把镇魔塔刷通关。霸王项庄点点头，随后露出诧异之色。族长，你要刷镇魔塔？霸王项羽一脸认真。有问题？不是族长，这镇魔塔不好刷，不能组队，只能一个人进去刷，而且进入其中的人根本不会碰面。20级去刷镇魔塔应该不行。霸王项羽一听，惊愕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眼珠瞪得老大。不能组队？按照他的想法，只要他升到了20级，这首次通关的奖励必定非他莫属。他霸王家族如此之多的人，到时候组队一起进入镇魔塔之中，让家族成员替他开道，几百人一起，定然能通关20层。如今才发现居然不能组队，这打个屁！还准备拿下丰厚的通关奖励，对付杨晨呢，这下没戏了，郁闷的不行。族长，还有一件事，这雄霸家族的人似乎有些不安分，不是说让咱们霸王家族的人低调点吗？铁血家族和傲视天下这2大仇人如今势头正盛，让我们低调点，苟着发育升级，不要去招惹太多的人。可这雄霸家族的人这些天四处招惹别人，甚至还打着我霸王家族的旗号去抢夺别的一些300-400人家族的野怪，收取他们的保护费。霸王项羽一听，眉头一蹙，眼眸闪过一抹厉芒，疑惑地问道：有这样的事？霸王项庄认真地点点头，是我们霸王家族有人在野外升级，遇到好几次偷袭，说是报仇，我们指使雄霸家族的人抢了他们的野怪，还强迫他们缴纳保护费。最关键的是，雄霸天下他们并没有把打劫过来的金币交给我们，这是让我们背黑锅呀！霸王项羽脸色顿时一变，闪过一抹怒意。
这个雄霸天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安分一点不安分一点。你去警告一下他们，我得先升级到20级。雄霸天下很快收到了霸王项庄的消息，脸色骤变，破口大骂起来：狗日的霸王项羽，把我们压榨干净了，还不准许我们去抢，居然还敢命令我，真以为他是我的族长呢？旁边的雄霸诸王一听，同样露出愤怒之色。族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发育啊！雄霸天下冷哼一声，眼眸出现阴鸷之色。不用管他们，哼，马上就有人到达30级了。等到了30级，会开启一片公共区域，咱们雄霸家族的主力军可是在79区，到时候我们就能和他们联系上了。什么霸王家族，到时候让他好看！杨晨来到仓库位置，将传说级的魔法杖取出。冰火魔杖，一星中品，红色传说级别，等级要求 LV20， 职业魔法师，魔法攻击加1200，智力加70，武器描述有 5% 的几率可触发 10% 的暴击效果。将这冰火魔杖更换上，他的攻击涨了好几百。之前可是有2张升星卡，一直没有用，连忙使用升星卡。丁恭喜您冰火魔杖升星成功，2星中品。丁恭喜您冰火魔杖升星成功，3星中品。100%幸运值太强大了，几乎失败率为0。同样使用升星卡的霸王项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张升星卡消耗完毕，2次都为失败，气得他想骂娘。迫不及待查看冰火魔杖的属性。魔法攻击2400，智力加100。将强化石取出，来到武器大师 NPC 处，开始强化装备。品质越高的武器，强化的费用越昂贵。勇士，你是需要强化装备，不知道你带来材料没有？强化石 X1， 金币1个。杨晨点点头，将强化石和金币放进去。丁，恭喜您武器冰火魔杖强化成功，强化加1。第2次需要强化石2个，金币2个，以此成倍的增长。丁，恭喜您武器冰火魔杖强化成功，强化加2。丁，恭喜您武器冰火魔杖强化成功，强化加5。丁至80区没有强化加5的装备，第1名强化加5的玩家返还强化石 X2。杨晨顿时喜出望外，这可谓是意外之惊喜啊！居然还能返还强化石，这 bug 太强大了，强化加10之前都不会掉。忽然公屏之上触发消息，丁恭喜玩家傲视天下将冰火魔杖强化加5。玩家 A， 卧槽，强化加5，这得多高的攻击啊！哪来的这么多强化石？这是一次的都没有失败吗？玩家 B， 傲视大神，别整天刺激我了好不好？我他妈心态崩了呀！我已经没有继续玩下去的信心了，我想要自杀。对于公屏之上的议论，杨晨看也没看。如今还剩下70多颗强化石，他不打算继续强化了，迫不及待取回冰火魔杖查看。冰火魔杖强化加5，3星中品，红色传说级别，等级要求 LV20， 职业魔法师，魔法攻击加6000，智力加230，武器描述有 5% 的几率可触发 10% 的暴击效果。一把武器的攻击就加到了6000多点，若是30级，将城主女儿的项链佩戴上，再将项链强化跟上，他自信30级，他能挑战一下40级的怪。第53章技能任务，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傲视天下，等级 LV25， 职业法师，复活次数3，满复活，力量380，智力960，敏捷500，物理攻击1200，魔法攻击13000，释放速度正 6%， 物理防御2500，魔法防御3000，物理暴击率 0.0%， 魔法暴击率 38.5%， 经验值13500400000， HP 5000， MP 5000，贡献值230点，杀戮值6300点，13000的魔法攻击，这个数据杨晨十分满意，毕竟他还穿着15级的逆天套装，若是更换上25级的套装，必定还能提升不少。连忙打开邮件，开服之前他可是领取了一份福利，25级的套装，如今终于到25级了，自然系统也将邮件发送过来。丁恭喜您获得了25级法师套装，黑袍套装5件套，5件粉色黑袍套装，全是粉色装备。杨晨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全部更换上。他的魔法攻击变为了15000点，增加了2000多点攻击力，这个也实属正常。虽然是25级的套装，不过却没有强化。之前的逆天套5件装备都被强化加3，甚至有一件强化加4。黑袍套装全部强化加3，再次消耗了35颗强化石。物理攻击2000，魔法攻击17000，释放速度正 9%， 物理防御3500，魔法防御3800，
攻击再次暴涨，唯一不足的是敏捷度没有多少提升。之前逆天套的靴子敏捷度加成之高，这黑袍套的加成却少了不少，故此敏捷度没有多少变化。17000多的攻击力，若触发暴击效果的话，能打出2万的伤害。黑袍套装效果，整体属性加15%，有 5% 的几率可以召唤出黑暗武士为自己战斗。黑暗武士持续时间3分钟。黑暗武士，杨晨顿时眉头紧蹙。黑袍套装属于暗属性装备，若他的技能是暗属性技能的话，穿上这套装，伤害还能增加不少。不过他并非暗属性技能，炎爆术、冰火烈焰、冰霜剑雨这3个技能都属于光属性。这黑暗武士上一世他见过，乃是恶魔深渊的人，在天域世界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天域世界的主神系统掌管着天域世界，实际上恶魔深渊还掌控了1/3。原本恶魔深渊只是天域世界的设定，通过挑战黑暗深渊获得装备提升自己。可上一世在后期，他却见过一名玩家身上有着恶魔深渊野怪的技能，甚至在替恶魔深渊做事。此人便称自己为黑暗武士，他们的目的乃是为了灭天域世界。他本想弄清楚这一切，可惜没等他弄明白，已经被蔑视和吐血暗害。如今想这些还为时过早，到达20级的人越来越多，镇魔塔这边也聚集着无数的玩家，他们都想要通关镇魔塔。可如今20层，连能打到10层的人都不足100，大部分人都被阻拦在了12层。杨晨十分理解，若没有记错的话，12层是3名虚拟玩家，1名战士，1名法师，1名射手。这3名虚拟玩家的攻击力会因人而异，越强则强，拥有挑战者 80% 的攻击力。3名虚拟玩家合起来的攻击力必定会超过挑战者。战士近身攻击防御，法师和射手输出，想要打过去，实力再强也没用，除非达到40级来挑战。因为3名虚拟玩家的等级只有35级，超过35级的伤害无法复制。杨晨并没有着急去镇魔塔，按照这速度，应该最近没人能通关。记忆中，上一世80区第一个通关的人是霸王项羽，不过现在怕是不可能了。霸王项羽被他杀了好几次，如今都还没到20级。来到诺丁城大殿之中，技能导师跟前，天域世界的勇士，你是想要从我这里学习到技能吗？杨晨点点头，是。勇士，你已经25级了，每5个等级可以学一个技能。你20级的时候并没有学技能，你想要学习25级的技能，需要你先学20级的技能。好，杨晨没有任何犹豫同意下。勇士20级的技能，我这里有好几个，这些技能都是曾经我的巅峰之作，如今我被困于此处，这些技能已无用处，希望你学会之后能继续守护天域世界最后的净土。这些技能你能学到哪个技能，全凭造化。幸运大转盘出现，这个转盘之上都是技能，20级以前的技能需要凭借运气，运气好能抽到一个好技能，运气差不言而喻，白色技能。25级开始，想要学习技能必须完成技能任务，方可学习技能。40级后前往主城会进行职业转职，之前所学的技能全部清洗掉，重新学习技能，那时候的技能才是最为重要的，故此不少人在此时都不会选择任务难度过大的技能。杨晨闭目凝神，转动大转盘，身上的100%幸运值忽然闪了一下。丁，恭喜您获得了红色技能雷霆冲击。好家伙，又是群攻技能还是红色技能？雷霆冲击，召唤雷电对方圆20米的敌人造成伤害，中心位置伤害加倍。这个群攻技能似乎攻击范围更广阔了，点击技能书学习。导师，我还想要学习25级的技能。NPC 露出满意的笑容，点点头。年轻的勇士，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是第一个来学习25级技能的。想要得到我的技能传承，必须得通过我的考验，我可不希望我的传人是百无一用之人。NPC 身上瞬间出现许多技能，白色、蓝色、紫色、红色。杨晨早有准备，毫不犹豫选择了红色技能任务，想要刷过镇魔塔，没有这个技能可十分困难。学习了这个技能后，通关镇魔塔随时都可以去。任务描述：前往坐标113178位置，寻找到堕落法师，将其击杀，并将他的灵魂结晶带回。公屏之上此刻十分热闹。第54章岩石怪。玩家 A， 这镇魔塔怎么打？12层居然有3名模拟玩家，攻击一模一样，一个打3个，打个尖儿。玩家 B， 鄙视表情，楼上的，你特喵才19级呢，你连进入镇魔塔的资格都没有，你个水军，还在这里议论镇魔塔的事，还12层打不过。玩家 A， 玩家 C， 不过不得不说，镇魔塔真尼玛变态，怎么会设计这么个东西出来？我刷了3次了，每次都第5层就结束了。镇魔塔内死亡不掉落等级，也不掉落任何装备，每天有3次复活机会，仅限于镇魔塔内3次复活机会完毕。在死亡的话，只能选择金币复活或者消耗自己真正的复活次数。不过大部分人只会用镇魔塔3次复活机会，3次机会都打不过，
那还打个锤子，肯定的需要提升自己。霸王飞天，你们这帮垃圾怎么可能通关镇魔塔？这第一次的通关奖励肯定是我霸王家族的。霸王乱舞，我们族长一会儿就会进入镇魔塔内，让你们这群垃圾都看看，你们霸王家族才是垃圾，整个家族都是垃圾。不少玩家内心纷纷咒骂起来，却又不敢将字打在公屏之上，只能在心里默默咒骂。若是将字打在公屏之上，又怕被霸王家族的人报复。铁血无情，哟，霸王臭屎们，你们又冒出来了啊！霸王项羽又出来了啊！还通关镇魔塔，就你们这帮臭屎，也只能吹牛。瞬间，双方的水军在公屏之上对骂起来。杨晨从大殿出来，乔雪和杨鹏立马围了上去。陈哥，你怎么不去刷镇魔塔呢？已经有人刷到12层了，还有8层就通关了。听说首次通过镇魔塔的奖励十分丰厚，万一被人捷足先登的话，那就损失惨重了。杨鹏疑惑地盯着他问道。杨晨淡淡一笑，看了两人一眼。你们怎么不去镇魔塔呢？乔雪嘟着嘴，气鼓鼓的模样。大哥哥，我们去了，我们刷到了第10层过不了。昨天我们还遇见了雄霸家族的人，雄霸天下说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刷镇魔塔？是不是怕自己也刷不过丢脸，败坏了你的名声，所以才不去？还骂了你，说的话十分难听。杨鹏同样义愤填膺，露出愤怒之色。陈哥，我觉得以你的实力，第一次应该就能刷到12层，每天有3次的机会，最多3天就能通过。雄霸天下说你连10层都到不了，要不是他们人多的话，我和雪儿准备好好教训他一番。雄霸天下，杨晨顿时眉头紧蹙起来。这个家族在他脑海中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上一次霸王项羽让雄霸家族的人做炮灰。如今霸王家族的人认出乔雪和杨鹏的身份，都不敢主动招惹，避而远之。可这个雄霸天下竟然还敢主动招惹挑衅，这让他十分费解。大哥哥，你不知道这个雄霸天下比之前的霸王家族还要可恶，依仗着背后有霸王家族的人撑腰，在野区疯狂地抢怪，打劫别人的装备和金币，甚至有时候无缘无故在城外见人就杀，还十分嚣张，让人家有本事来报复，甚至有时候还去调戏那些女玩家。天域世界最好的一点，女玩家受到男玩家霸王印上弓之际，可以直接选择死亡，而男玩家也会受到天域世界的惩罚，故此没有人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时候敢霸王印上弓，顶多是调戏占便宜。杨晨一时之间有些懵逼，这雄霸家族的人是疯了吧？霸王家族不敢做的事，他们都敢做，不过只要不招惹到他就行了。雄霸家族只有300多人，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没事，你们不用管他，我得去做个任务，你们也去做任务吧。陈哥，你不去刷镇魔塔吗？你可是我们去等级排行榜的第1名，不少人都想要看看你能不能通关呢。杨晨淡淡一笑，认真地看着他。镇魔塔我肯定会去的，不过不是现在，我得完成一个任务。镇魔塔外面每天聚集着10多万玩家，而且在镇魔塔外面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层有哪些人。都让开，让开！我们霸王家族的族长准备通关了。霸王项羽整个人意气风发，十分激动兴奋，拎起手中的长刀。这些日子他没少从雄霸家族的身份压榨资源，武器乃是20级史诗，更是强化加3，戒指和项链都是粉色装备，剩下的5件装备都是紫色套装，只不过这套效果不是很好，但也能比肩粉色的散装了。其中3件装备更是被他强化加2，当然他原本是想强化加3的，可惜脸太黑了，失败了10多次。他的攻击如今也有8000多，熬了许久，他终于熬到了今天。这几天的时间，苟着发育太痛苦了，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出来装逼了。都让开，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通关的。随后霸王项羽进入镇魔塔之中，结果在第10层的时候就死亡了，再次挑战依旧止步于第10层。杨晨浑然不知，来到任务坐标的位置，这里乃是一片光秃秃由岩石堆砌而成的山峰，岩石通体呈黑色，一只野怪也没有，更不用说堕落的法师了。莫非有隐藏地图？杨晨想了想，觉得十分有可能，准备探查整座山峰。轰轰！忽然整座山峰剧烈颤抖起来，那些岩石瞬间组成人形，踏步向他走来，头顶赫然出现 LV29 岩石怪。杨晨没有任何犹豫，提起魔法杖发动攻击。雷霆冲击！天空之上落下无数的闪电，攻击在这些岩石怪的身上，瞬间10多只岩石怪被秒杀。如今他可是17000多的攻击，居然没能全部秒杀，足以证明这岩石怪的防御力多强。这里有上百只岩石怪，想要全部击杀，必定会耗费一番功夫。幸好这些岩石怪太过于笨重，敏捷度极低，可以凭借他的敏捷度慢慢周旋。冰霜剑雨，冰火炼狱，岩爆兽。第55章烈焰囚笼。3个技能下去，30多只岩石怪血条被清空，爆出一地的战利品。杨晨灵活的走位，躲开剩余岩石怪的主要攻击，接上2个普攻，击杀2只血量见底的岩石怪。
正好他的技能 CD 时间刚好，再次一套技能打出。几分钟后，上百只岩石怪被全部击杀完毕。不远处忽然出现一名黑袍男子，手持一根魔法杖，身体周围一团黑色的烟雾挥之不去，持续环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年轻人，你来这个地方做什么？这个地方可不是你能来的。黑袍男子的头顶出现几个清晰的字样，堕落法师，同时还有一个感叹号，显然他就是任务的目标。杨晨淡淡看着他，你是天域世界的叛徒，我是天域世界的勇士，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堕落法师闻言，忽然发出阴冷的笑声，仰天大笑起来。杨晨全神贯注注视着他，忽然之间，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瞳孔急剧扩大，迅速离开原地。一团散发着黑色烈焰的火球从天而降。丁宁受到堕落法师的攻击，伤害230。暗属性的火球，他已经躲开了，不过被烈焰灼烧了一点边缘，居然被打出了230的伤害，不禁暗叹这暗属性的攻击真可怕，这堕落法师的伤害十分恐怖。冰霜剑雨，漫天的冰霜剑雨宛如坠落的流星一般刺向堕落法师。忽然他的魔法杖之上散发出一团黑色的光芒，一道黑色的漩涡出现，所有的冰剑都被这漩涡给吸收。杨晨瞳孔急剧扩大，惊骇不已，还有这样的操作，还能吸收别人的攻击，这尼玛也太变态了。岩爆兽，又是一个技能下去，3颗火球落下，依旧被这黑色的漩涡给吸入其中。堕落法师的头顶不停地跳出伤害，伤害80，伤害100，伤害120。杨晨瞬间明白过来，这堕落法师并非免疫伤害，而是利用技能吸收伤害，但无法完全吸收伤害，所以他的头顶才会跳出伤害。但这个技能一定 CD 时间，否则变成无敌的存在了。冰火炼狱，趁着堕落法师施展护盾漩涡之际，再次释放技能，地面之上冒出无数的冰块与烈焰，堕落法师的血条瞬间消失一半，同时他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杨晨恍然大悟，他的护盾漩涡只能吸收直线攻击伤害，冰火炼狱是原地爆发伤害，无法吸收。他所有的技能之中，唯有冰火炼狱这个技能可以对他造成伤害，一个技能打掉他一半的血量。堕落法师的防御似乎低得吓人，下一秒，一团黑色的云层出现，宛如银针一般的雨滴从天而降。杨晨连忙闪躲，幸亏他的敏捷度高，若是换一人的话，必定无法闪躲开。饶是如此，他依旧被打掉400多的血量，不过这点血量对于他来说算是在承受范围。终于，他冰火炼狱的技能 CD 时间到了，灵活的操作，顺利靠近堕落法师身边。冰火炼狱技能刚释放出，杨晨眼珠瞪得老大，惊骇不已。堕落法师居然瞬移到了20米之外，瞬移，堕落法师居然有瞬移技能，防御有黑色漩涡抵挡攻击，如今又有瞬移技能抵挡伤害，这如何打？根本没有办法。不过堕落法师也无法伤到他。杨晨眼眸忽然闪过一抹狡黠之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只能浪费1张召唤卡了。城主奖励4张召唤卡，上次用掉了1张对付霸王家族的人，今日击杀这堕落法师必须用掉1张。他的瞬移技能一次只能瞬移1次，他与银甲将军合力攻击的话，堕落法师避无可避，魔法攻击他能吸收，不过物理攻击可无法吸收。轰！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银甲将军从天而降，手持长剑直取堕落法师。杨晨瞬间与银甲将军拉开一段距离，绕到堕落法师身后，呈现出包围之势。希望不要浪费了这张召唤卡。冰火炼狱，杨晨释放技能，果然堕落法师再次使用了瞬移技能，逃离技能的中心点。砰！只不过他刚瞬移完毕，银甲将军一剑斩下，瞬间整个人被斩爆，数道颜色不同的光芒闪过。杨晨愣怔了一下，这么容易就死了。不过想想也是，银甲将军当初一剑可是能斩杀霸王家族300多人呢，12万的攻击，这堕落法师如何承受？估计系统也没有想到他会带上银甲将军来完成这个任务。迅速来到战利品前，无敌手速将战利品捡起。叮，恭喜您拾取了杀戮套制作图、腰带、史诗级套装。杨晨顿时欣喜若狂。这些日子他击杀了不少精英怪，更是杀了好几头 BOSS， 便是为了这制作图。可惜一直到25级也没有再爆一张，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技能任务居然爆了杀戮套的制作，完全是意外之惊喜。叮，恭喜您拾取了银币 X800。叮，恭喜您拾取了战天枪，25级史诗武器。战天枪射手和猎人都能使用，乔雪最适合使用，他打算回去之后给乔雪。叮，恭喜您获得堕落之渊图。堕落之渊图。杨晨连忙打开背包，仔细看了看介绍。堕落之渊图，进入主城后，可凭借此图传送到一处堕落之渊中，击杀里面天域堕落者，可获得大量经验值以及丰厚的奖励。叮，恭喜您拾取了飞天靴，25级史诗，敏捷度加500。这敏捷度加的也太高了，
若是让一名刺客得到的话，实力必定突飞猛进。收获不错，杨晨十分满意。回城提交任务，学习红色技能后，便可以进入镇魔塔之中了。诺丁城大殿内，技能导师愕然看着他：“年轻人，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相信烈焰囚笼在你手中必定不会辱没了他的威名。”烈焰囚笼技能描述：可对方圆5米内的敌人禁锢，禁锢时间30秒，被禁锢的敌人会被烈焰灼烧。技能 CD 3秒，每次施法消耗 HP 150点。第56章矛盾再起。镇魔塔处10多万玩家聚集在这里，居然有人刷到了13层，看来这镇魔塔的通关奖励极有可能被这人拿下。一名战士眼眸之中充满浓烈的羡慕嫉妒之色。13层而已，还有7层呢。越往后面越难过，咱们区的傲视大神还没有出现呢，他可是我的偶像，我觉得这镇魔塔的首次通关奖励肯定非他莫属。旁边一名法师得意地说道。战士瞥了他一眼，不屑道：什么傲视大神，镇魔塔都出现这么多天了，那傲视天下都没有出现过，8成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打不过，怕被人耻笑，所以不来。你放屁，不准侮辱我的偶像。什么偶像？我看就是垃圾。对，傲视天下就是垃圾，以后你就这么说，我雄霸家族罩着你。正当两人面红耳赤争论之际，雄霸天下带着雄霸家族的人过来，嘴角上扬，十分嚣张，站在了战士的边上。战士见雄霸天下给他撑腰，顿时目中无人起来，蔑视地看着那法师，嘴角上扬。看见了吧，我说了傲视天下就是一个垃圾，你还不信？居然认一个垃圾当偶像，我看你连垃圾都不如。雄霸天下嘴角上扬，上前一步：小子，以后你再敢说傲视天下是你的偶像，我雄霸家族的人见你一次杀你一次，让你滚回新手村去。哟呵，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么大的口气，原来是霸王家族的狗，雄霸狗啊，没想你这条狗也收狗了呀。你也就只能在背后说说，若是傲视天下在这里的话，你敢说吗？忽然一道讥讽声传来，铁血无情带着铁血家族一票人走了过来。这些日子，铁血家族有了杨晨资助的装备飞速发展，而且霸王家族也安分了不少。如今铁血家族已经拥有2600多人了，在巴什区俨然成为第2大家族，甚至整体实力能与霸王家族不相上下。霸王家族虽说人数占据优势，但被杨晨洗劫了2次，等级掉落严重，装备也差了不少。雄霸天下一听这话，眼珠瞪得老大，勃然大怒。忽然他压制着心中的怒意，嘴角上扬，反唇相讥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铁血家族的垃圾，你们铁血家族才是傲视天下最忠实的狗吧？人家傲视天下又不是你们家族的，何况也没承认过你们，这么着急当舔狗啊？垃圾果然是垃圾，一帮舔狗垃圾。铁血无情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异常难看，怒目圆睁。雄霸天下，你想找死是不是？你敢说我们铁血家族的是垃圾？雄霸天下顿时一愣，这些日子作威作福习惯，背后有霸王家族撑腰，没人敢如何，一时之间忘记铁血家族可是和霸王家族一直针锋相对的。不过他也不怂，你们铁血家族本就是垃圾，要不是去做了傲视天下的舔狗，你们铁血家族怕是早已在巴什区除名了，早就滚回新手村去了，还轮得到你们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吗？怎么想要动手啊？有本事来啊！我们雄霸家族可是霸王家族的人，只不过还没有合并而已。你敢对我出手，我们族长不会放过你的，老子锤死你！铁血无情瞬间开启 PK 模式，拎起手中的武器向他招呼过去。敢杀我们族长，弄死你们这帮垃圾！雄霸家族的人见状纷纷开启 PK 模式，铁血家族的人同样如此，双方瞬间混战在一起。周围的玩家纷纷傻眼了，瞠目结舌，一脸大血加粗猛逼，十分不明白为何铁血家族和雄霸家族的人忽然干了起来。来镇魔塔都是为了刷塔的，他们却是来打架的。众人纷纷为他们腾出地方。雄霸家族来了近100人，铁血家族也有80-90人，不到1分钟，雄霸家族的人就招架不住了，20多化作白光去复活。铁血家族不过损失了10多人。铁血无情，你们脑子抽风了是不是？这段时间没去找你们的麻烦，你们竟然敢来主动找我们的麻烦，真以为有傲视天下那个狗逼给你们撑腰，我霸王家族就怕了你们是不是？正当激战之际，霸王项羽带领着霸王家族几百人过来了，双方立马停下手来。铁血无情看着霸王项羽，没有任何的胆怯之意。霸王臭屎，你以为我铁血家族怕你不成？好好管管你们霸王家族的狗，别放出来咬人！铁血垃圾，你骂谁呢？霸王项庄抢先一步上前，伸手一指，怒吼起来：骂的就是你们霸王臭屎！操！铁血垃圾们，你们也就依仗着傲视天下那个狗逼，否则的话早就让你们都滚回新手村去。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看看
爸爸如今的攻击力如何了？霸王项羽怒喝一声，迫不及待提起手中的武器向他招呼过去。这些日子苟着发育，就是为了今天必须在众人面前好好炫耀一番。他的攻击力也有6000多了，已经赶上傲视天下了，让众人都对他膜拜。轰！一道旋风斩，铁血无情猝不及防，血条瞬间只剩下5点，头顶跳起，伤害3000。周围的人纷纷震惊不已。我日！霸王项羽之前不是被傲视天下杀掉了好几个等级吗？怎么忽然之间攻击力这么高了？他的攻击力应该有6000多7000吧？居然打出了3000的真实伤害！你们霸王家族还是霸王家族，发育的这么快？周围的人群议论纷纷起来。一名刺客惊呼一声，露出恍然大悟之色，众人的目光纷纷聚焦在他的身上。卧槽！我明白了，为何傲视天下不来镇魔塔了，一定是霸王项羽的攻击提高了，能与他比肩了，所以他不敢来镇魔塔，怕遇见霸王项羽。听到这议论声，霸王项羽心情十分不错，顿时仰天大笑起来，整个人更加得意嚣张。铁屑垃圾，看见了吧？真以为你们有傲视天下撑腰，我就怕你们了呀！告诉你们，就算傲视天下在这里，我也有实力和他单挑。今天先解决你们这帮垃圾，再去找那个狗逼算账。第57章依旧秒杀。这霸王项羽销声匿迹了好几天，这是去哪苟着发育了？攻击居然这么高，看来傲视天下的神话要被终结了。铁血无情同样惊愕的瞪大眼珠，无法置信，霸王项羽的攻击最多2击就能秒掉他，脸色异常难看。霸王项羽，你就只能在这里嚣张？若是傲视天下在这里的话，你还敢大放厥词吗？霸王项羽趾高气扬，十分享受现在的感觉，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嘴角上扬，十分得意。我不敢，你让那个狗逼过来试试呢？真以为80区他天下无敌呢？他敢过来，我打得连他妈的都不认识。铁血垃圾们，这些日子你们嚣张够了吧？敢得罪我霸王家族，今天让你们统统滚回新手村去！哟呵，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们霸王臭屎，难怪说话奇丑无比，老远之外我就能闻到臭味。让我铁血家族回新手村，你们霸王家族也不怕闪了自己的舌头？来，霸王臭屎，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实力，让我回新手村去！忽然人群中自动退让两旁，铁血战天带着铁血家族几百人出现，他的眼眸之中露出深深的不屑之色，目光落在霸王项羽的身上，出现嘲讽之色。霸王臭屎，怎么这几日攻击提高了，就目中无人了吗？来来，让我看看你霸王家族这几日发育成什么样了！铁血战天战意冲天，双目之中激动无比。这些日子他同样发育的不错，攻击力达到了7200左右，可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如今遇到了霸王项羽这个老对头，正好试试。霸王项羽同样如此，双目闪烁着兴奋之色，拎着武器迎上去。铁血战天如今24级，霸王项羽22级，虽说等级差了2个等级，不过装备的品质却丝毫不差，都是20级的装。两人都是战士，技能都是近战攻击，两人开始对攻。伤害2800，伤害3000，两人的血量都减少了一半。霸王项羽连忙停手，抽身往后退，惊愕地看着铁血战天，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攻击力居然也这么高。看来这几天你也苟着发育了不少啊！铁血战天冷冷瞥了他一眼，怎么？莫非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能发育？霸王臭屎，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最好管管你手下的狗。看看最近把我们诺丁城搞得怨声载道，到时候群起而攻之，你们霸王家族会成为众矢之的。霸王项羽顿时一愣，知道铁血战天这话什么意思。这些日子他也确实让雄霸天下去洗劫了不少东西，去压榨那些平民玩家。没办法呀，想要发育快，从别人那压榨是最方便的。自己去刷 BOSS 爆装备多困难，若是脸太黑，击杀10头 BOSS 也不见得能爆出一件好装备。等着别人爆了装备再去抢过来多好，发育的更快更猛更迅速。只是他不知道，他让雄霸天下去压榨100个金币，雄霸天下打着他霸王家族的旗号去压榨人家200个金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人越货的事天天干。人家都把装备给了，金币上交了，还要杀人家一个等级，铁屑垃圾！我怎么做需要你来教吗？说吧，今天想要怎么样？不要以为你们铁血家族靠上了傲视天下那个狗逼就可以压我霸王家族了，有本事让傲视天下那个狗逼过来，我和他单挑。哦，你要和我单挑？霸王项羽骂得正兴起，一道不戏谑的声音传来，杨晨嘴角上扬，缓缓踏步而来，周围的玩家纷纷让开一条路。哇，终于见到傲视小哥哥本人了，他长得还真帅气，不仅帅气，实力还这么强，最重要的是气质，这气质太迷人了。傲视天下终于出现了，上一次出现是 BOSS 出现的时候，帮助铁血家族抢 BOSS 吧，这消失了好几天，终于出现了，还以为他不会来镇魔塔呢，这下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他和霸王项羽究竟谁厉害。一名刺客兴奋地说道。一旁的法师瞥了他一眼，嘲讽道：“你这么激动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和傲视天下单挑呢。我看傲视天下应该能赢，不过终究是法师，之前刚开服，大家的装备都太差，他意外得到了不少好装备，所以能有逆天的战力。如今大家的差距在慢慢缩小，何况法师太脆了，即便是赢，恐怕也是惨赢。”周围的玩家一听他的分析，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点点头，都认为十分有道理。法师见得到众人的认可，更加来劲了，成就感十足。咱们去的大神之战要开始了。与此同时，霸王项羽顿时一愣，瞳孔急剧扩大几分，惊骇不已。尼玛，这人不能提呀，一提就出现了。不过看到自己一身20级的装备后，他信心倍增。傲视天下，之前的事，今天我们来个了解，我们来单挑怎么样？杨晨淡淡瞥了他一眼，目光一冷，提起手中的魔法杖，轰！岩爆兽，3颗火球落下。丁宁击杀了玩家霸王项羽，由于对方是白名玩家，增罪恶值+1。霸王项羽已经成为了尸体，等级掉落到了21级，血条还在疯狂地减少，瞬间被清空，头顶跳起恐怖的伤害，伤害13000。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惊讶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杨晨对于众人惊愕的目光置之不理，直径进入镇魔塔之中。许久之后，众人才回过神来。我日，刚才我看见了什么？13000的真实伤害，这尼玛是人打出来的？这傲视天下该不会被 NPC 上身了吧？他的攻击力至少在17800了吧？铁血战天也惊愕地愣怔在了原地，几日不见，还以为自己的战力快要追上傲视天下了，如今才发现不仅没有追上，反而落后了不知道多少。13000的真实伤害，太恐怖了！幸好当初他铁血家族选择了和杨晨做朋友，不然下场恐怕和霸王家族一样的悲惨。第58章进入镇魔塔。霸王项羽这一次没有选择原地复活，从复活泉出来，一脸大血加粗猛逼，在公屏之上愤怒地咆哮起来。霸王项羽，卧槽！谁啊？谁刚才偷袭了我，将我给杀了？项庄，你有没有看到究竟是什么人偷袭了我？我都没有看清楚，就把我给杀了。有种的，有本事光明正大的出来啊！居然搞偷袭，玩不起，小垃圾！众人瞬间无语了，搞偷袭，尼玛还能要点脸不？人家那是秒杀好不好？一个小技能就把你给秒杀了，居然还装糊涂！现场众人纷纷鄙夷的看着霸王家族的人。霸王项庄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连忙给霸王项羽回复：霸王项庄族长，没人偷袭，是傲视天下击杀了你，直接把你给秒了。霸王项羽，不可能，你逗我玩呢？他秒了我，我都没看到他怎么出手的，他怎么能秒我？麻痹的，老子现在的攻击可是7000防御力，也有4000多，他怎么秒我？尼玛，这霸王项羽还真是不要脸啊！4000多的防御，觉得自己防御很高吗？人家傲视天下的攻击近2万了，还4000多的防御，这是输不起啊！霸王项庄硬着头皮，族长，那个啥，别在公屏上讨论了。千真万确，你确实是被傲视天下给秒了，他的攻击我估计至少17800。霸王项羽，杨晨此时已经进入镇魔塔内，通过一层后都会获得相应的奖励，不过这些奖励与通关奖励相比不值一提。塔内宛如身处于一栋大厦内一般，3至20级的僵尸怪缓缓从地上冒起。这第一层没有任何压力，只要攻击有个3000多4000的人都能轻而易举的过。提起魔法杖，挥动一下，岩爆兽，3颗火球落下，地面颤抖，3只僵尸怪还没有完全从地面冒起，血条已经被清空。传送门开启，杨晨毫不犹豫迈入其中，进入第2层。第2层是一名模拟战士玩家，攻击在4000。对于杨晨来说，依旧没有任何压力，一个普攻下去，第2层通过。第3层，不到2分钟的时间，杨晨已经出现在了第10层。卧槽，傲视天下已经到第10层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这尼玛是一路跑上去的吧？我特喵得到第6层也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啊！废话，你也不看看是谁？傲视天下可是我们80区的大佬，你刚才没看见吗？霸王项羽都被秒杀了，人家攻击可是高达近2万，前面几层一个技能下去直接秒杀。不过还真是跑得挺快，这速度我就是不刷怪也跑不了这么快吧，敏捷度真高。估计在12层的时候他会停下脚步，12层可没那么好过了。第10层是10只蝙蝠怪，这10只蝙蝠怪都是27级，在他们的后方还有一名射手模拟玩家，攻击力6000多。10只蝙蝠怪迅速向杨晨袭来，射手在后方全力输出。杨晨扬起手中的魔法杖，冰火炼狱，同时他精湛地操作着避开射手的攻击，瞬间来到他的跟前，一个岩爆术，3颗火球落下，
射手直接被秒杀。同样10只蝙蝠怪也被秒杀。11层相比第10层还要简单，20只雪怪加上1只精英怪，连杨晨的冰霜剑雨也扛不住，直接被秒杀。顺利登陆上了第12层。进入12层，他面色凝重起来，一名战士，一名刺客，一名法师。战士和刺客的攻击力是他的 80%， 同样是高达1万多的攻击。法师更加变态，不仅拥有他 80% 的攻击力，并且复制了他 80% 的技能。踏出传送阵的瞬间，战士和刺客以极快的速度向他冲过来，法师紧随其后。烈焰囚笼，杨晨毫不犹豫施展出这个技能，将3人困在其中。这是一个控制技能，若没有这个技能，想要通关这镇魔塔十分困难。不过有了这个技能，那就不同了。释放出这个技能，他将自身的速度发挥到极致，不过依旧被那名法师的烈焰囚笼给困住。果然和预料中一样，这法师复制了他这个技能，他无法躲开，一时之间双方都被困住。这个技能的伤害不高，却是一个强控技能。但有一点，这法师无法100%复制，他的技能控制时间是1分钟，而这名法师的控制效果只有48秒，12秒的时间对于他来说足够了。砰！时间一到，杨晨顺利脱困，扬起手中的魔法杖，冰霜剑雨，雷霆冲击，2个技能落下，3人的血条瞬间被清空。12层的传送门出现，镇魔塔外的众人都在猜测杨晨能不能通关12层。能通关至少也需要半个小时吧，慢慢磨吧。沃日，傲视天下通关12层了，尼玛，人家2分钟都不到就通关了，给大神跪了。13层是2名法师和1名战士，攻击都是近9000，只要攻击力高，可以直接秒杀躺平。如若不然，可以凭借精湛的操作技巧躲避攻击伤害，慢慢将这3人磨死。杨晨直接躺平3人，一个技能下去秒杀。第14层没有任何压力，15层、16层、17层、18层，不到半个小时，杨晨已经登上了19层。4名射手站在4个不同的位置，他从传送阵出来，正好在4人的中间。4名射手毫不犹豫发动攻击，若非他上一世经历过，敏捷度超强，瞬间就能被秒杀。从传送阵出来，他早已做好准备，往一个位置而去。这个位置是上一世的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的经验，只有那个位置能躲避中心伤害。饶是如此，他依旧被打掉了1000多的血量，不过这点损伤他能承受起。躲避之后，立刻扬起手中的魔法杖，雷霆冲击，无数道雷电从天而降，2名射手被秒杀，同时他移动到被秒杀的2名射手的位置。另外2名射手迅速上前，如今杨晨的位置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射程范围之内，必须往前。冰火炼狱，杨晨早有准备，同样2人往前也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一个技能下去，另外2名射手被秒掉。第59章通关镇魔塔，通往20层的传送门出现，杨晨毫不犹豫进入其中。20层最后一层，5名 NPC， 1名战士，1名刺客，2名法师，1名猎人，5人配合十分默契，若被1人的命中的话，极有可能被5人瞬间秒杀。这5人的操作技巧十分娴熟，能达到中级玩家的水平，配合的天衣无缝。踏出传送门，战士一刀劈出，旋风斩落下。杨晨早有准备，迅速抽身闪避开。射手一支穿云箭而来，同时法师冰冻术落下。猎人从后方扔出一杆标枪，角度十分刁钻，避无可避，即便是杨晨也没有办法闪躲。4人的攻击几乎同时落在他的身上。忽然他的头顶跳起硕大的字样 Miss。 黑袍套的套装效果在持续战斗中，若受到重击会免疫1次攻击。从第1层到这第20层这么长的时间，4人的攻击落在他的身上，足以触发 Miss 效果。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否则战士的那一击他不会闪躲，更加不会给4人输出的机会。他也是在赌，若没有出现 Miss 套装效果，只能从第1层重新再刷一次。2名法师和射手如今已经在他的攻击范围，没有任何的停顿，挥舞起手中的魔法杖，雷霆冲击，冰火炼狱，岩爆兽，3个技能在2秒的时间全部释放，同时他快速移动位置，2名法师和射手瞬间被秒杀，化作3道白光溜走。刚离开所在的位置，一道刀气之上包裹着烈焰落下。杨晨虽然没有被命中，依旧被烈焰灼伤，跳起了400的伤害。战士烈焰刚落下，他整个人也落在了烈焰的位置，准备连招技能。杨晨在逃离的同时挥舞着魔法杖，烈焰囚笼。他早已计算好战士的连招技巧，算定了他会追击到那个位置，释放出控制技能。烈焰形成的囚笼将战士给困住。这一幕上一世他也用过，所以计算的分毫不差。这战士的速度太快，必须将其困住，才有可能通关。冰霜剑雨，无数的寒冰之剑落下，杨晨怕无法秒掉他，还补上了2个普攻。战士的血条瞬间被清空，杨晨的身体也倒飞而出。5人配合的太好，猎人冲后发，再次掷出一根长矛，
准确无误地击中他。猎人的伤害也奇高，高达1万多。杨晨的血条瞬间被打掉2/3，再来一击的话，必死无疑。镇魔塔内无法使用任何道具，召唤卡无法使用，连加血剂也无法使用。不过每通过1层后，会恢复10%的血量。前面19层他的血量一点也没有消耗，这猎人一击打掉他2/3的血量，足以看出多么恐怖。猎人一击之中再次蓄力，一根长矛再次投掷出，半空之中长矛忽然化为了一条冰龙，直奔杨晨而去。与此同时，杨晨也发动了攻击，技能 CD 刚好，雷霆冲击，无数的雷电从天而降，落在猎人的身上，瞬间他的血条被清空。猎人的血条刚被清空，冰龙已经到了杨晨的跟前，伴随着猎人死亡，冰龙自动消失。杨晨不禁暗叹好险，若不是他先手攻击，这冰龙必定能将他击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内，看似简单，却惊险万分，稍微有一丝偏差，他也无法通关。恭喜玩家傲视天下首次通关镇魔塔，获得丰厚奖励。全区公告：玩家 A 尼玛，傲视天下为何这么屌？直接通关了，他进入镇魔塔半个小时都不到吧？这就通关了？我尼玛打个10层都要半个小时还打不过呢，他这通关比吃饭还容易啊！玩家 B， 我严重怀疑傲视天下是一个挂逼，他绝对开挂了，我要举报。玩家 F， 楼上的我顶你，我也觉得他一定开挂了，我严重怀疑他进入的天域世界和我们不一样，他应该是进入了简易版。玩家 D， 傲视天下攻击太高了，刷镇魔塔完全就是高射炮打蚊子。玩家 C， 傲视小哥哥究竟有没有女朋友？在线求解答，我要做他的女朋友，有这么厉害的男朋友，每天带飞刷图多爽啊！玩家 G， 楼上的洗洗睡吧，傲视天下有女朋友了。镇魔塔外同样无数人惊叹不已，目瞪口呆，这尼玛就通关了，怎么就那么简单？他们连12层都打不过去呢。霸王项羽刚赶到这里，见傲视天下通关，想都没想带着霸王家族的人迅速离开。傲视天下这个狗逼居然通关了，这通关奖励必定不菲，他的攻击力必定又提升了，快走，一会儿找我们算账就完蛋了。恭喜您成为第一位80区首次通过镇魔塔的勇士，天域世界的前辈们为你准备了丰厚的奖励，希望你能承担起维护天域世界的重任，邮件下发。杨晨内心激动，终于来了，若没有记错，首次通关的奖励会有一张制作图，正是杀戮套的制作图，连忙点开邮件。恭喜你获得了杀戮套制作图1张，杀戮靴，整个人欣喜若狂，杀戮套的制作图还差帽子就齐全了，武器、裤子、衣服、腰带，加上如今的靴子，只剩下帽子了。恭喜你获得了镇魔戒、红色传说，同时触发了全区公告，毕竟获得了传说级的装备，公屏再次热闹起来。霸王项羽眼红的不行，愤恨道：傲视天下这个狗逼又得到传说级装备了，一飞冲天！傲视大佬，求求你不要刺激我们了，我特喵的粉色装备都没有见过啥样的，你这传说级的装备都来了，还要不要我活了呀？疯狂追逐，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傲视天下没拿传说级装备，我才会惊讶呢。杨晨打开背包查看镇魔戒的属性，装备除了5件套之外就是武器，还有首饰。目前等级的首饰只有项链和戒指，项链他已经有了30级的炙热天使项链，同样是传说级别，如今再得到镇魔戒，心情不言而喻。第60章通关奖励，镇魔戒一星上品，等级30级，职业无限制，物理攻击3000，魔法攻击3100，附加效果持续战斗中有 5% 的几率触发伤害翻倍效果， 3% 的几率触发10倍反伤效果，每日最多触发1次。杨晨瞳孔急剧扩大，果然是好东西，居然附带2个效果，100%伤害翻倍，他2万的攻击，若是触发效果，那就是伤害4万。10倍反伤这个效果更加恐怖，受到1000的攻击可以反弹1万的攻击回去，果然不愧为传说级的武器。恭喜你获得了金币 X30，恭喜你获得经验值加5000000。一道金光闪过，杨晨赫然升级到了27级，他原本只差几千的经验值到26级，50万的经验值下来，直接升到了27级。等级排行榜上，如今出现了几十名25级的人，通关镇魔塔后，他的等级瞬间超越了2个等级。恭喜你获得了红色称号镇魔人，红色称号所有属性加50，杨晨立马换上了这个称号。至于镇魔戒还差3个等级，等到了30级，将镇魔戒和炙热天使项链全部装备上，他的实力会有质的飞跃。镇魔戒和炙热天使项链在没有开启主城之前完全足够用，除非40级的传说装备，否则他不会更换。打定主意多收购一些强化石，将这2件装备至少强化到+5，到时候搭配上杀戮套，他
他的攻击力绝对达到恐怖的程度。丁，恭喜你获得天域世界贡献值加1200，贡献值1200点。天域世界的贡献值可是好东西，日后用到贡献值的地方之多，用途也十分广泛。丁，您已通关镇魔塔，完成镇魔塔所有成就，是否离开镇魔塔？进入传送阵，杨晨瞬间离开了镇魔塔。镇魔塔外面不少玩家都被刺激到了，疯狂进入镇魔塔内发，开始挑选。族长，咱们为什么要走啊？那个傲视天下获得了传说级的戒指，这可是当下最强的装备了，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埋伏他，将他身上的戒指给爆出来。霸王项羽一群人来到野区，雄霸天下连忙追上去，眼眸之中涌现出阴鸷的目光，问道。原本郁闷无比的霸王项羽一听，眉头微微一皱，回头看着他。埋伏他？你觉得我们能埋伏他？你想让我霸王家族和上次一样，再次掉落到诺丁城平均等级之外，还去埋伏？他的攻击力有多高，你不是没有看到，何况他身上还有召唤卡。雄霸天下眼眸闪过一抹狡黠之色，眼珠一转。族长，虽然他的攻击力高，不过我们人多啊，他的召唤卡召唤出来的银甲将军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可以耗着他，等时间到了，我们再一拥而上就能拿下他，反正我们霸王家族的人多。霸王项羽一听，嘴角上扬，眼眸闪过一抹异样之色，斜睨着他。行啊，那我命令你带着你们雄霸家族的人打前锋怎么样？雄霸天下的表情瞬间凝固，沉吟了片刻，尴尬的笑了笑。族长，你说笑了，我们雄霸家族都归您统领，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霸王项羽脸色一沉，嘲讽故意惊讶一声。雄霸天下，你这是当我是白痴吗？你们雄霸家族这些日子都干了什么？你别以为我不清楚，我让你们给我凑200个金币，你们雄霸家族至少凑了500个金币吧。当着我霸王家族的旗号，在外面惹是生非，杀人越货，什么都干。打劫来的金币还用来扩充你们自己的势力。雄霸天下瞳孔急剧扩大几分，露出震惊之色，一脸惊愕，完全没有想到霸王项羽居然知道到他中饱私囊。霸王项羽压榨他厉害，他去压榨那些平民玩家更厉害。一直以来，霸王项羽从不会理会这些事，完全没有想到今日忽然提起这件事，连忙辩解。族长，这件事完全是误会，你可不要听别人瞎说。霸王项羽冷哼一声。雄霸天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渴望着我霸王家族和傲视天下斗得鱼死网破，然后你做收渔人之利，对吧？在我面前玩这套，以后你再敢打着我霸王家族的旗号在外面干杀人越货的人，我就让你们雄霸家族滚回新手村去。说完，霸王项羽率领着霸王家族的人直径离去。望着离去的霸王家族一群人，雄霸天下的脸色阴沉的可怕。霸王项羽，你想让我回新手村，你给我等着，再过几天我让你们霸王家族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压榨了我这么多金币，到时候让你双倍吐出来。族长，现在怎么办？霸王项羽似乎不上当，我们还要继续对付傲视天下吗？一名雄霸家族的玩家露出疑惑之色，眉头微微一蹙问道。雄霸天下瞪了他一眼，怒吼道：对付个屁，本来我们就是打算让霸王家族和傲视天下大战，我们趁着混乱捡东西，把我们的装备捡回来。现在霸王家族的人不去对付傲视天下，我们这么点人过去不是送死吗？雄霸天下十分郁闷，还有几天的时间，有人到达30级后就会开启公共区域，到时候他就能联系上他们真正的雄霸家族了。一旦被雄霸家族真正的族长知道他带领的分支混得这么惨，他肯定会被降级，所以才想要捞一笔发育一下。可霸王项羽似乎最近转性了，也没有像之前那般干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沉吟了片刻之后，雄霸天下眼眸中的郁闷之色消散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狠之色。压榨那些平民玩家发育太慢了，我们必须尽快发育起来。那些平民玩家顶多能弄到点金币，那些顶级装备一般都不会放在拍卖行卖，想要搞好装备，我们得干票大的。身旁一名顶着 ID 雄霸貂毛的玩家瞪大疑惑的眼睛看着他。族长，怎么干票大的？第61章拔刀相助。雄霸天下眸子中尽显阴狠之色。打劫那些平民玩家没意思，我们去打劫一些小家族，那种50-60人的，这些人组建在一起，肯定身上有紫色装备，说不定还有极品装备，筛选一下，我们找一个家族先下手，我们自己壮大自己的势力。雄霸貂毛一听，顿时眼前一亮，露出兴奋之色。族长，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干了，反正现在我们可以打着霸王家族的旗号行事。正好前几天我和一个狂风家族的人有矛盾，他们狗屎运逆天找到了一头 BOSS， 还顺利爆出了家族令，说不定他们还有好的装备。雄霸天下一拍即合，兴奋道：行，那就找这个狂风家族的人，现在就去打探一下他们在什么位置。从镇魔塔离开，杨晨来到一处33级野怪的地方开始升级。
2个小时后，他身上的体力值已经所剩无几，准备回城购买加血剂。他的攻击已经高达18000了。杀戮套的材料30级的野怪，他准备去尝试一下。杀戮魔法杖，材料：金币 X50，变异龙核 X1，杀戮值 X2000点，封魔结晶 X1000。杀戮值足够了，金币也足够。变异龙核需要击杀变异龙，得等30级开启公共区域，在公共区域的精英怪。封魔结晶，这是35级封魔野怪身上爆。35级的怪，以他目前的等级击杀应该问题不大，只不过耗费的时间有些多而已。他打算等升级到28级再去尝试。封魔野怪等级太高，不仅耗费时间，血量消耗也十分严重，必须准备多一些加血剂。路过23级野怪区域，前方出现上百人。杨晨本来打算直径离去，毕竟在天域世界，这种杀人越货、寻仇报复的事屡见不鲜，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可当他看到这100多人头顶 ID 都是雄霸2个字样开头后，准备留下来一看究竟。雄霸天下在人群最前沿，他们家族的100多名玩家将10几名狂风字样开头的人里3层外3层的包围起来。你们雄霸家族想要干嘛？为何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恩怨吧？我们也没有得罪过你们吧？一名狂风家族的玩家瞪大眼珠，愤怒的警惕地盯着众人，厉声问道。雄霸貂毛立马跳了出来。什么恩怨？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啊？前连天你们狂风家族的人击杀了一头 BOSS， 那是我们雄霸家族养大的，就这么被你们击杀了，还把爆出来的东西给拿走了。你说有没有恩怨？把你们我爆出来的东西交出来，另外再赔偿10个金币，我们就放你们一马。狂风家族的人一听，惊愕的瞪大眼珠，怒不可遏，额头青筋暴起，面面相觑对视起来。尼玛，这借口也行，这不就是打劫他们了？ BOSS 还是他们养的？雄霸天下，你想要杀人越货直说好了，何必来这套虚的？雄霸天下这些日子的恶行，他们也有所耳闻，但下手的人都是没有组织、没有家族背景的平民玩家，万万没有想到雄霸家族的人今日会到他们头上动手。雄霸天下嘴角上扬，眼眸中尽显轻蔑之色。哟，还挺傲气的，既然都知道了，就把装逼和金币交出来吧，否则我霸王家族送你们回心守寸。狂风家族的领头人怒不可遏。雄霸天下，你就是霸王家族的一条狗，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我们交出装备，你们做梦。雄霸天下顿时脸色一沉，大手一挥，不给，弄死他们。雄霸家族的人纷纷开启 PK 模式，释放出技能，狂风家族的10几人瞬间被秒掉3人，剩下的人自然无力招架，跟雄霸家族的人拼了。这帮狗逼！杨晨此时缓缓靠近了雄霸家族的人，一脸冷漠，杀戮模式开启，提起手中的魔法杖，冰火炼狱。瞬间无数的冰火烈焰从地面上冒起，雄霸家族30多人化作白光飘走，尸体之上跳起恐怖的数字，伤害15000，伤害14800，伤害15100。卧槽，好劲儿猛，这是 NPC 吧？这么伤害也太夸张了吧？他是谁的朋友？居然出手救我们！狂风家族一名玩家惊讶地跳了起来，随后看着身边的几人，这一瞬间他们10几人只剩下7、8人了。众人面面相觑，对视一眼，纷纷摇头。这么猛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若是认识的话，岂不是可以在天域世界横着走了？别管认不认识，人家救了我们，一会儿得好好感谢人家。轰轰，雷霆冲击，无数的雷电落下，雄霸家族近50人被一击秒杀。雄霸天下回头一看，整个人快要暴走起来。傲视天下，怒吼一声，想都没想到，转身拔腿就跑。这么恐怖的攻击，足以秒杀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何傲视天下会发疯向他们攻击。不过他也不敢去询问，唯恐被波及。傲视天下，你个狗逼，你给我等着！公共区域开启之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岩爆兽，3颗火球落下，雄霸天下的血条瞬间被清空，化作一道白光飘走。至于原地复活，他可不敢再被杨晨杀一次，掉落一个等级。雄霸天下可是雄霸家族的族长，杨晨自然不会放过他。剩下的30多名雄霸家族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击杀完雄霸家族的人，杨晨没有任何的停留，转身准备离去。大佬，多谢你出手相救，我代表我狂风家族对你表示感谢。狂风玉天连忙追上去，真诚的开口。杨晨淡淡看了他一眼，不用谢，我出手并非是救你们，只不过是不喜欢雄霸家族的人而已，所以你用找不着感谢。旋即转身继续走，忽然身后传来一人狐疑的招呼声。杨晨，杨晨，是不是你？一名头顶 ID 狂风逆天的男子迅速追上，当他看清楚杨晨之后，露出兴奋欣喜之色。第62章久别重逢。哈哈，杨晨真的是你？刚才我还以为我认错了，一直不敢确定，没想到真的是。
大学毕业后，你说你回家创业，咱们就一直没有见过了吧？没想到居然在天域世界遇见你了，更加没有想到，你竟然是咱们80区的大神，傲视天下。可以啊，你小子，以后在80区你得罩着我们呢。狂风逆天十分激动兴奋上前，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脸上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对了，咱们寝室当初的3剑客今日齐全了，陶宇也在这里。一名 ID 为狂风乱舞的男子也追了上来，惊讶地看着杨晨，良久后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色，欢快地跳起来。真的是你杨晨，没想到咱们寝室的3剑客终于齐全了，大学毕业4年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天域世界重逢。杨晨此时也认出了2人，大学的同学，也是他的室友，当初3人志趣相投，组合在一起成立了3剑客。3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古代剑客那般行侠仗义，扶弱除强，成为一名大侠。狂风逆天叫宋哲，另外一人叫陶宇。大学3年3人可谓是铁哥们，一起吃饭，一起玩耍，一起学习，还曾经一起打架。这些记忆有些模糊，却又仿佛清晰可见，宛如昨天。4年没见，2人的变化十分大，不过那轮廓依旧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时隔4年会再次与2人久别重逢，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大哲、陶宇，我也没有想到竟然会遇见你们。他有些诧异，上一世他从未遇到过2人，可这一世却遇见了，似乎剧情的走向发生了偏差，故此他才会有些惊讶。杨晨，以前我记得你玩游戏比我们2个还菜呢，没想到4年没见，你如此了得。这开服不足1月的时间，居然成为了我们80区的大佬。上学的时候玩游戏，总是让我们罩着你，带着你玩游戏，现在该是回报的时候了，你小子可得罩着我们啊！宋哲欣喜若狂，陶宇在边上不着痕迹扯了扯他的衣角，他才收敛几分。2人的目光纷纷落在杨晨的身上，杨晨脸上之前的久别重逢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十分平静，甚至有些冷漠，挤出一抹笑容。是啊，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在游戏这方面走这么远。那个什么，我还有任务，我的任务有时间限制，我得赶紧去提交任务。宋哲顿时一愣，只能无奈地点点头。好，下次聊。杨晨旋即快步离开。陶宇在一旁用力扯了他一下，略微有些悲愤道：什么下次聊？我们连好友都没有加，哪来的下次聊？人家现在是咱们80区的大神，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菜鸟了，来世威震80区的大佬，我们2个不过是垃圾而已，带上我们2人不过就是拖油瓶，若想要和我们联系的话，怎么会连好友都不加？他已经不是当初的杨晨了。宋哲一听，整个人愣怔在了原地，眉头紧锁，不知道思考着什么。许久之后，他的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光亮，带着期望道：会不会是他有什么苦，所以不肯和我们相认？一定是这样，我不相信他会变成这样。陶宇略微有些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咆哮道：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已经跟你说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杨晨了，苦衷有什么苦衷？人家现在是80区的大佬，凭借一己之力可以团灭上千人的家族，80区有什么事能难住他？走吧，我们和他已经没有任何交集。陶宇怒吼之后，眼眶忽然红润了起来，转身直径离去。宋哲愣怔在原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望着早已消失的杨晨。杨晨内心也无比苦涩，上一世没有见到2人，却没想到这一世却遇见了。在天域世界能遇见熟人，他也十分开心激动。可他不敢，上一世经历了太多了。天域世界后期，为了活下去，获得装备，获得任何可以提升自己的东西，他遭遇过无数的背叛。只不过灭世和吐血隐藏得太深，也是下手最狠的人，直接要他的命。在灭世和吐血之前，他也遭遇过无数的背叛，故此他不敢相认，不敢宣泄心中激动的情绪。宋哲他们记忆在4年前，可他的记忆却不止4年，上一世的10年经历足以改变许多东西。他宁愿大学3年美好的记忆永远封存，也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之间的友谊破碎。他承受不起，上一世他已经经历过了，不想再承受了，不想这曾经的美好成为噩梦。回到城内，杨晨进入诺丁酒店内休息恢复体力值，购买了不少加血剂，给乔雪和杨鹏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们这2天无法和他们一起刷图，指导他们当前他们的等级去什么地方刷怪，经验值最高后前往疯魔野怪所在之地。乔雪和杨鹏在他的指点下，花同样的时间，经验值却比其他人长得更快一些，现如今已经是23级，休息2个小时后再去野区，必定能升到24级。来到疯魔野怪区域，周围的野怪都是34级以上的野怪，这里一名玩家也没有，只有一名 NPC。 他直径来到 NPC 的跟前，如今杀戮套只剩下帽子的设计图，而这张设计图便是在这名 NPC 的身上。上一世曾经有人从这里拿到杀戮套设计图，从这里领取到的任务。年轻人，你来这里做什么？杨晨冷冷道。击杀疯魔。 NPC 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年轻人，你要击杀疯魔，你可知道他们的实力有多强？你目前的实力有些弱了。杨晨自然明白自己的等级低，但他必须开始收集疯魔结晶了。何况这里的经验值，即便是他升到30级，也能满足他的升级需求。我有把握。年轻人，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天域世界需要你这样的勇士。我这里有一份图纸，若你能击杀一名精英领主，我可以将这份设计图赠予你。年轻的勇士，你是否愿意？第63章，杨晨失望。杨晨没有任何犹豫，选择领取任务。疯魔领主会在他击杀100只疯魔怪之后刷新一只，每击杀100只疯魔野怪就会自动刷出一头疯魔领主，这一点他是知道的。领取任务后，来到疯魔怪所在的位置，5只疯魔怪眼眸变为猩红色，快速向他发动攻击。杨晨连忙挥舞起手中的魔法杖，冰火烈狱，冰火烈焰从大地之上拔地而起，5只疯魔野怪居然没有被秒杀，这让杨晨有些惊讶。一只疯魔怪的血量居然高达1万，防御也有6000多，这一击下去还剩下4000多的血量，周围疯魔怪的攻击力也不弱，一击下来能给杨晨造成几百的伤害。同时几只野怪的伤害叠加在一起也能上千，杨晨必须闪躲野怪的伤害，这种基本操作对于一个拥有10年经历的资深玩家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何况他还带了不少加血剂，可以增加恢复血量。冰霜剑雨，丁，恭喜你击杀了疯魔怪，获得经验值加3000。一只怪有3000的经验值，果然不错，100只怪就能有30万的经验值，100只怪后会出现领主怪，足够他升一级。连续2轮攻击后，唰，一道金光闪过，之前他本就快要到28级了，如今终于经验值够了，等级提升后，他的功力属性也提升了不少。1个小时过去，100只疯魔怪终于完成。丁疯魔领主出现，请勇士小心应对。LV35 疯魔领主普通级，一只体型超过2米5的疯魔怪出现，看到他头顶的数据之后，杨晨有些无语了，居然是普通级别，任务可是击杀精英领主，100%幸运值，这一次居然没生效。转念一想便释怀了，不可能每次好事都让他占据吧，反正他需要的疯魔结晶不少，如今不过才100颗，距离2000颗还差得远。如今80区大部分人都不会来这里刷怪，否则拍卖行上定然有人卖疯魔结晶的材料。当然这疯魔结晶不仅稀有，而且价值很大，用途也极多，并非所有人都会卖。不过总有平民玩家会因为生活所迫买，尤其是别人的爆率极低，击杀10只疯魔怪能爆出2-3颗疯魔结晶就不错了。不过80区如今也有800多万人，一旦他们到了30级或者31级的时候，都会选择这里刷怪升级。杨晨不敢多想，全力对付疯魔领主，普通级的疯魔领主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只不过防御和血量多一些。几分钟后将其击杀，爆出了3颗疯魔结晶。刷，果然任务没有提示完成。杨晨一边服用加血剂，继续击杀刷新出来的疯魔怪。又是1个小时过去，终于100只疯魔怪击杀完毕，提示音响起。LV35 疯魔领主精英级，终于任务目标出现了。杨晨全神贯注应对，极快的速度避开疯魔领头的攻击。烈焰囚笼，冰火烈狱，冰霜剑雨，雷霆冲击，岩爆兽，一套完整的技能输出，连招技巧十分娴熟。靠近领主，使用控制技能将其控住，一套技能完美输出。最后杨晨怕无法秒杀，再补上一个普攻。丁，恭喜你击杀了疯魔精英领主，获得10颗疯魔结晶。拾取地上的疯魔结晶，杨晨来到 NPC 的跟前，提交任务。勇士，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是我天域世界未来的希望，这份设计图希望对你有帮助。迫不及待打开背包查看设计图，杨晨立马愣怔了，露出一抹苦笑。杀戮套，靴子设计图。靴子的设计图他已经有了，万万没想到任务得到的设计图会是靴子。上一世只是听闻这里可以领取杀戮套设计图任务，却没有打听到是靴子的设计图。今日的体力值已经刷完，他得抓紧时间回去恢复。2个小时后，杨晨再次来到疯魔怪的区域，开始疯狂地击杀疯魔野怪。1个半小时过去，他的身上再次闪过一道金光，到达了29级。组长，快看，傲视天下这个狗逼都已经29级了。霸王项羽正在拼命升级之际，霸王项庄打开等级排行榜，惊叫起来。霸王项羽一听这话，连忙打开排行榜，80区等级排行榜，第1名傲视天下 LV29， 第2名风云无敌 LV27， 霸王逆风 LV27。 霸王项羽气愤的不行，原本他都快要追上众人了，又被杨晨杀了一次，经过努力练级，如今也不过24级。霸王项庄都已经25级了，马上就要26级了。再看铁血战天，这个老对头已经27级了，这升级的速度也太夸张了。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霸王家族居然有人等级排名第2，都已经到27级了。这尼玛应该是杨晨动手的时候他都没参与吗？那个霸王逆风让他升级慢一点，
都比我这个族长高好几个等级了，这让我这张脸怎么放啊？族长，看来我们复仇无望了。这傲视天下都29级了，活生生的拉开了2个等级，我们与他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他的攻击力也越来越恐怖了，上一次一击就把你给秒了。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再继续争斗下去了。霸王项庄心有余悸，劝阻起来。这些日子他是真的怕了，每次找杨晨报仇都会掉落好几个等级。如今自己才25级，他也想要尽快升到30级去，否则大部分平民玩家都超过他的等级了，到时候霸王家族可就真的危险了。霸王项羽一听，蓦然回头瞪着他：傲视天下杀了我们这么多次，难道你就不想报仇？霸王项庄一愣，认真道：想报仇可也得有那个实力啊。族长，若是再让傲视天下杀我们一次的话，我们霸王家族就彻底完了，铁血家族的实力瞬间会超过我们。霸王项羽点点头，瞥了他一眼：放心，我不傻，这个道理我懂。你没看我最近几天都没有找傲视天下的麻烦吗？我决定了，等到了30级，公共区域开启，再找他算账。第64章突破30级。提到30级，霸王项羽立马兴奋激动起来。30级以后，公共区域就会开启，之前官方可是出了公告的，公共区域的野怪等级相同的击杀之后，不仅经验值高，还有额外的经验加成。公共区域还会出现领主怪，这些领主击杀之后，有几率出现和 BOSS 一样的装备。公共区域的领主怪之多，我们霸王家族这么多人，从领主怪的身上爆出好东西之后，再找傲视天下这个报仇，在此之前我不会招惹他的。霸王项庄一听这话，内心的担忧之色终于消散不少。若是发育好了去找杨晨报仇，他自然没有意见。沉吟了片刻，他依旧有些担忧，眉头紧蹙。这个道理我知道，不过族长，我担忧的是傲视天下他主动来找麻烦。昨天我听说傲视天下路过的时候遇见了雄霸天下他们，直接将他们100多人给团灭了。我是怕他发疯，万一对我们霸王家族出手，那样的话，我们家族的兄弟出去刷野怪也太危险了。霸王项羽一听，思忖了片刻，觉得十分有道理，狐疑的抬起头看着他：那你什么意思？霸王项庄犹豫了片刻，有些无法启齿。犹豫了片刻，我的意思是，应该和傲视天下讲和，缓解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咱们家族的兄弟们出去做任务，砍怪升级也大胆一些。那个啥，在兵法上，我们这叫什么计谋来着？反正等我们有实力了再翻脸。霸王项羽一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知道，这叫韬晦之计。不过怎么去缓和？难道让我主动跑过去给傲视天下说，我们不打了，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霸王项庄摇摇头，无语的笑了笑，用诧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族长，那眼神似乎在说：族长你在想什么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了？嗨，族长若是这样的话，傲视天下必定不会相信我们，估计完全不屌咱们。我们想要议和，我觉得必须拿出点诚意出来。霸王项羽疑惑地看着他：什么意思？拿出点诚意来？莫非你是让我拿一些装备和金币过去议和？霸王项庄有些着急地摇摇头：装备？傲视天下的装备可比我们好太多了，送过去的装备太差，人家肯定不会要；太好的装备，损失也太大了，我们也不愿意啊。何况贸然给他送过去，8成还会怀疑我们有什么动机。我觉得咱们可以采用和亲政策。霸王项羽顿时一惊，眼珠瞪得老大，无法置信地看着他，随后一翻白眼道：你是在现实中看电视看多了吧？还和亲政策？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顿时有些着急了，连忙辩解：族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想啊，和亲，给他送一个女朋友，更为重要的是，也算是在他的身边安插一个奸细，可以好好打探一下他的情况，比如他获得了什么好装备，去了什么地方，身上还有多少张召唤卡，或者他去了什么地方击杀 BOSS， 从哪里领取到了好任务，我们都可以得知。到时候我们需要翻脸的时候，他的情况我们就了如指掌了，也就不会像上次那样翻车了。霸王项庄越说越激动兴奋，觉得成就感十足，宛如一名谋士一般。霸王项羽一听，眼眸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顿时眼前一亮：你说的不错，在傲视天下身边安插一个奸细，打听他的情况，顺便看看他有什么装备那些，那我们就发财了。不过让谁去和亲呢？族长，这还不简单吗？你不是有个妹妹吗？还有这些日子你不是勾搭了那么多妹纸，随便找一个认干妹妹去和亲也行啊。霸王项庄早已深思熟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霸王项羽瞪着他：那些妹纸不可靠，说不定到了傲视天下那边把我们给出卖了。至于我妹妹，傲视天下不是有一个小女朋友吗？族长，你不知道，其实那个小女孩傲视天下只是当做妹妹而已。我亲眼所见，那个小女孩身边跟着另外一个男的，叫什么烟雨江南。
傲视天下还经常带着他们两人一起刷怪呢，真的是他女朋友，怎么会带上别的男的一起？霸王项羽一听，眼神闪烁，沉吟了片刻，一拍大腿：行，那你去找傲视天下说，只要他答应，我就让我妹妹过去。霸王项庄立马答应了下来，被傲视天下连续杀了几次。昨天听说雄霸天下100多人被人团灭后，心里忽然之间有了阴影，怕出去刷怪遇见了傲视天下，整整1天没有出去升级了。何清不过是说给霸王项羽听的，只要能缓和双方的关系，做什么他都觉得无所谓。杨晨在诺丁城休息2个小时后，恢复体力后，马不停蹄的再次赶往疯魔野怪区域，开始拼命刷怪。还差1个等级就能到30级，到了30级后，他便可以换上镇魔戒和天使炽热项链，这2件首饰穿戴上，他的攻击力必定暴涨，再来刷疯魔野怪势必会快很多，节约的体力也要多一些。从下午4点多刷到晚上8点多，杨晨的体力值终于耗尽，同时他的身上闪过一道金色。丁恭喜您升级，当前等级30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88000000。你是80区第1位升级到30级的玩家，天域世界前辈们送你一份礼物，请您查收。天域世界前期10个等级会触发一次升级奖励。杨晨打开背包看了看，金币 X3， 粉色装备1件，贡献值加100。粉色装备如今他不需要，这些奖励对于别人来说丰厚无比，对于他来说唯有贡献值有用。如今他可是80区名副其实的大佬，无论是金钱还是装备。公屏之上触发全区公告，丁恭喜玩家傲视天下升级到30级，成为80区第1位突破30级的玩家。第65章一盒。钱多多，沃日。傲视大神，求求你不要来刺激我们了好不好？风行天下，尼玛升级如此困难，我黑白昼夜通宵达旦的练级，如今才19级呢，傲视天下都30级了，怎么感觉他升级比吃饭还简单啊？左盟主，楼上的，你别吹牛了行不？通宵达旦的练级，我特么每天固定上线10次，10次都见你在公屏之上当水军，你这是通宵达旦升级水军呢？你看你的发言等级都成极品话痨，你能不吹牛？堂堂正正聊天不？风行天下。下一秒，红色全区公告出现，丁全区公告，诺丁城已有勇士突破到了30级，触发了地狱效果。为了能相互成长，开启公共区域，凌晨12点以后，公共地狱正式开启。达到25级的玩家可前往公共区域寻求更多的机缘。下一秒，公屏之上多了一个窗口，公共区域聊天窗口，79、80、81 3个大区的人都可以在此进行聊天。公共聊天区域每次发送消息5个银币一条消息，即便是普通消息也不免费。公屏瞬间热闹起来。米歇尔，哇，开启公共区域了，我得去公共区域看看有没有小哥哥，万一看上我了呢，到时候可以相约一起去主城那边。七少爷，楼上的你清醒一点吧，你不过23级，连25级都没有，去公共区域的资格也没有。米歇尔，雄霸天下和家族的人正在砍野怪升级，看到这条公告，整个人立马兴奋，激动的手舞足蹈起来。之前被傲视天下杀了一次，这2日心情十分低落，头顶之上仿佛布了一层阴霾，收敛了不少。如今那阴霾一扫而空，嚣张跋扈的性格再次出现。哈哈，终于开启公共区域了，我们雄霸家族的好日子来了。雄霸貂毛也激动兴奋起来了。族长，我们可以回归了，有了家族的帮忙，我们很快就可以起飞了。雄霸天下十分赞同，扫了一眼周围的人，快，抓紧时间把等级升级到25级去，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公共区域找大部队了。雄霸家族的人一听，奋力开始升级，到了25级，他们直接去公共区域刷怪，到时候他们家族的人自然会帮助他们。公共区域的野怪最低30级，故此需要达到25级的人才能前往公共区域。霸王项羽此时也十分激动兴奋，他刚好升级到了25级，达到了前往公共区域的要求。整个80区的人都在奋力升级，争取达到225级，准备凌晨12点后去公共区域看看。杨晨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封魔结晶，已经有500颗了，还差500颗才能足够1000颗，这还是杀戮魔法杖所需要的材料。另外5件所需要的材料都是相同。杀戮靴制作材料：杀戮值 X1800， 封魔结晶 X800， 金币 X40， 狼核。杀戮上衣制作材料：杀戮值 X1800， 封魔结晶 X800， 金币 X40， 修罗盒。狼核、修罗盒这些东西都是公共区域的精英领主所报，当然这得看运气了，并非每一只精英领主都会报。不过对于拥有100%幸运值的杨晨来说，这报率十分容易。回城准备休息之后，继续来这里击杀疯狂野怪。等他到了32级后，这里的疯魔野怪提供的经验值会降低不少，到时候他还得分一些体力去升级。想要将杀戮套装做好，需要耗费的精力可不是一星半点，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随后准备回城恢复体力值后再来继续刷封魔结晶。巴士区此时所有野怪刷新的地点都围聚着不少玩家，疯狂地升级。傲视天下！杨晨快要进城之际，一道声音传来，回头一看，来人露出诧异之色。霸王项庄略微有些畏惧，屁颠地跑了过来。傲视大神，不要误会，我是代表我们族长来讲和的。杨晨愣怔了一下，眼神连续闪烁几下，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霸王家族的人又想要搞什么。讲和？在他的记忆中，霸王项羽并非这样的人，嚣张跋扈，居然来和他讲和。傲视大神，你千万不要误会出手，我是真的来讲和的。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我们族长有个妹妹，打算介绍给你，做你的女朋友。我已经打听过了，你还没有女朋友。如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傲视大神，你也不用处处防备着我们了。杨晨顿时觉得有些好笑，一向高傲无比的霸王家族的人，居然主动来向他祈求讲和。霸王项羽居然将他的妹妹都给推了出来。你们霸王家族人多势众，可谓是我们巴士区第一大家族，干嘛跟我讲和？何况最近我也没有招惹你们霸王家族吧？只要你们不招惹我，我肯定不会招惹你们。霸王项庄苦笑一声，内心无比的苦涩。还第一大家族，如今铁血家族的整体实力都已经赶上他们了，若没有你杨晨插手，整个巴士区都在他们的铁蹄之下，他们霸王家族的人早就起飞了。傲视大神，我们家族虽然人多了一点，不过和傲视大神你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之前完全是误会，保证以后我霸王家族的人不会招惹傲视大神你了。杨晨神情冷漠看着他，你回去告诉霸王项羽，他的妹妹就不用介绍了，只要你们霸王家族不招惹我，我也不会招惹你们的。我还有事先走了。霸王项庄点点头，连忙回去告诉霸王项羽。哈哈，没想到傲视天下这个狗逼这么容易就相信了我们，没有了他的干预，我们可以加速发展，等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再好好找他算账。霸王项羽一听，欣喜若狂。第66章，公共区域开启，让家族所有到达25级的人都准备一下，凌晨12点都给我去公共区域。回到城内，杨晨立马去了仓库，将镇魔戒与炽热天使项链取出，终于到了30级，可以装备上这2件首饰了，顺便将120颗强化石取出。这些日子他时刻都留意着拍卖行上的强化石，只要价格合理，他都会选择拍卖下来。这120克强化石都是这些日子凑起来的。来到装备强化处，将镇魔戒放入开始强化。叮，恭喜您强化成功，您的镇魔戒强化+1。叮，恭喜您强化成功，您的镇魔戒强化+2。直到强化+5之后，他才停了下来。随后放入炽热天使项链，同样强化到5，强化石瞬间花去了62个，剩下58颗强化石，他不打算继续强化了，后面需要的强化石太多，如今拍卖行上卖强化石的人太少，都清楚强化石的重要性，故此没多少人卖强化石。他暗恨当初为何不多买一些强化石。杀戮套做好之后，强化同样需要不少强化石，他得提前准备好。戒指和项链在前往主城之前可以不用更换，剩下的强化石都得用在杀戮套之上。戒指和项链换上，他的攻击力瞬间暴涨。傲视天下，等级 LV30， 职业法师，复活次数3，满复活，力量680，智力1200，敏捷600，物理攻击2100，魔法攻击32000，释放速度正 9%， 物理防御4500，魔法防御5000，物理暴击率 0.0%， 魔法暴击率 40.2%， 经验值880000， HP 7000， MP 7000，贡献值1560点，杀戮值6450点，攻击力32000。果然这2件主要加攻击的装备加了不少攻击，杨晨十分满意。尤其是2件装备带来的附加效果和附加的伤害属性，一旦触发被动效果，他的伤害无法估量。如今再去刷封魔怪，速度必定提升不少，节约不少体力。强化完毕后，去酒店开了一间最昂贵的房间，准备恢复体力。刚进入酒店，收到了乔雪的消息。乔雪，哇，大哥哥你好厉害啊，都已经30级了。我和杨鹏已经26级了，马上就要27级了。我们打算晚上去公共区域看看，大哥哥要不要一起去？对了，这2天你都在忙什么？怎么没有见到你呢？杨晨，我最近几天都不能去，我有一个任务需要的时间比较多，等我忙完了找你们。对了，公共区域开启，你们若是好奇的话，就去看一眼吧。不过不要刷怪，公共区域野怪虽然经验加成高，但伤害也比较高，而且那个地方鱼龙混杂，还有79区和81区的人。我建议你们30级后再去公共区域刷怪，那样你们也有自保的能力。以你们现在的等级，去了公共区域也拿不了怪。前世的经验告诉他，公共区域开启，
不少人都十分好奇，甚至不少家族的人垂涎公共区域野怪的经验加成，疯狂地往里面挤，甚至一度爆满，不少人被挤了出来，而且十分混乱，经常混战。乔雪和杨鹏即便到了27级，进入公共区域也是势单力薄，在80区还好，若是碰上了其他区的人混战，不仅无法刷怪，甚至可能会被波及。乔雪，大哥哥，我听你的。不过公共区域会刷新不少领主怪，这些领主怪经验值高，甚至有可能爆出好装备，还有首杀奖励。大哥哥凭你的实力应该能拿下，你不去吗？杨晨，公共区域最大的价值并非是领主怪的首杀奖励，那些奖励不值一提。至于个人首杀奖励，等我完成任务后再去。公共区域最大的价值是到时候 BOSS 降临的时候，击杀公共区域的 BOSS， 抢夺下首杀，这奖励十分丰厚，所以我暂时不去了。乔雪惊讶表情，大哥哥，你怎么对公共区域如此了解？简直就是了如指掌。记得天域世界并没有说公共区域的领主怪首杀奖励是什么呀？你怎么知道奖励不好呢？杨晨当然不会说，因为上一世经历过，对于这些奖励十分清楚。杨晨，那个我在开服之前官网公告上见过，所以知道一些。你们去看看就行，等到了30级再去公共区域，我得恢复体力了。杨晨不敢再继续聊下去，这是他心中的秘密，也是这一世的金手指之一，任何人他都不会告诉。乔雪，大哥哥，我听你的。我和杨鹏就算想抢领主怪，也没有那个实力，我们就去看看就行了。我相信大哥哥所说的都是对的。杨晨关掉消息面板，开始休息，恢复自己的体力值。2个小时后，杨晨恢复好体力值，到楼下点了一份宵夜吃。虽说诺丁酒店价格昂贵，但如今大家的经济飞速发展，诺丁酒店平常也有不少人进来享用宵夜。今晚却寥寥无几，都赶到了公共区域的位置，等待着凌晨12点进入公共区域内，看看能不能抢下领主。杨晨对此无奈地笑了笑，虽说是3个区的公共区域，但如今3个区等级到30级的人绝对不超过50人。公共区域的领主怪最低都是30级，而30级的领主怪身上爆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35级和40级的领主怪，以目前的情况还无人能去击杀，就算大家合力在一起击杀，也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何况刚进入公共区域，不发生混战就不错了，团结一致击杀领主怪，暂时想都不要想。吃过宵夜，杨晨来到技能 NPC 跟前，30级了，他得将技能任务领取，获取自己30级的技能。年轻的勇士，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达了30级，你想从我这里学到我当年创造的绝学吗？杨晨神情漠然，点点头。是。第67章雄霸天神。年轻人，想要获得我所创的绝学，必须接受我的挑战。只有接受我的挑战，证明了你自己，你才有资格获得我的绝学。年轻人，你选择吧。我接受挑战。杨晨连忙同意。30级的技能算是主要技能，会学到一个类似于大招的技能。到了40级会面临转职，那时候学习技能需要十分慎重，转职后的技能会伴随着自己的一生。如今30级所学的技能算是在诺丁城的大招。大转盘出现，一共有7个技能，最高级别为红色技能。这一次杨晨没有领取红色技能任务，而是选择了橙色技能。虽说红色技能十分不错，但前世却听说一名法师在30级的时候领取了红色技能任务，完成任务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坑，单体技能对于法师来说无异于是鸡肋。这个橙色技能却是一个群攻技能，故此他选择了橙色技能任务。年轻人，你为何不选择红色技能呢？ NPC 诧异并带有疑惑地问道。红色技能不过是一个坑，故意摆放在这里坑人的，当然这话他不会说，笑了笑道，我不觉得技能好或者不好，我只选择适合自己的技能，适合自己的技能才能走得更远，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NPC 点头微笑，露出赞赏之色。年轻人，你果然不同于常人，天域世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认清自己才能走得更远。年轻人，去吧，去证明你自己的实力。技能任务，前往坐标114765，击杀诺丁城曾经的技能导师，他被黑暗侵袭，已经投靠黑暗。杨晨迅速赶往坐标完成任务，学完技能后，他得尽快去击杀疯魔野怪，一共需要5000颗疯魔结晶，如今他手中只有500颗，还差整整4500颗疯魔结晶。走在诺丁城的街道之上，原本是凌晨2、3点熙熙攘攘的街道，今夜萧条了不少，城内的人十分稀少。凡是达到25级的人都前往公共区域的传送入口处，等待着公共区域开启。丁至80区的玩家们注意，公共区域开启，可通过传送门进入公共区域内。众人的期盼之中，官方提示音终于响起。卧槽，都给让我开！我霸王家族的人要进入公共区域。霸王项羽之前那嚣张跋扈的模样再次回复，看着拥堵的传送门怒吼起来。哟，霸王臭屎，安静了几天，又开始迫不及待准备出来装逼了呀？
忽然身后传来一道十分不和谐的声音的。霸王项羽顿时勃然大怒，侧目一看，铁血战天也率领着铁血家族到达25级的玩家过来了。铁血垃圾，你该不会是跟屁虫吧？怎么我到哪你就跟到哪啊？铁血战天瞥了他一眼，冷冷道：霸王项羽，这公共区域莫非是你家的？你们这帮臭屎都能来，我铁血家族的人就不能来了？哼，铁血垃圾，今天不想和你们计较，大家都是为了公共区域的领主怪来的，你也不想这个时候实力受到损伤吧？我可先说好，进入公共区域，咱们两家各凭本事，谁能找到领主怪就归谁，谁也不能抢对方的。霸王项羽眼珠一转，一脸凝重地盯着他说道：他们两个家族如今的整体实力相差无几，他霸王家族只占据了人数优势，可进入公共区域是需要25级的玩家，之前被杨晨杀了好几次，他们家族的整体等级略微有些低，铁血家族的等级比他们高，进入公共区域发生战斗的话，肯定不是铁血家族的对手。铁血战天顿时一愣，眼眸闪过一抹诧异之色，有些无法置信，霸王项羽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大的血海深仇，只要霸王家族不招惹他们就行。霸王臭屎，你放心，只要你不招惹我们，绝对不会招惹你。霸王项羽冷哼一声，率领着霸王项庄一群人在前面开路，很快进入传送阵内，一道耀眼的白色光芒闪过，瞬间他们进入了公共区域。周围宛如海岛一般，整座岛屿十分辽阔，四面海水环绕，偶尔能看到几处木质凉亭，在岛屿的中间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片树林。这就是公共区域，这里的环境似乎挺不错的啊，像是一个度假的天堂一般，那边还有雕像。进入公共区域的众人纷纷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乔雪和杨鹏二人也进入了其中，两人观看了片刻之后退出了公共区域。1分钟不到的时间，80区进入公共区域的人达到了100万玩家，众人宛如潮水一般往岛屿中心位置而去，他们来这里都是寻找野怪和领主怪的，可不能被人捷足先登。雄霸天下带着30多名雄霸家族的人并没有着急去寻找野怪和领主怪，反而打开消息面板，输入一个人 ID 开始添加聊天。片刻之后，他关掉消息面板，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走，找到家族了，我们赶过去。随后向岛屿北边狂奔去。北边传送口乃是79区的传送口，79区进入了90多万玩家，在一处雕像下，近2000名玩家聚集着。雄霸天下带着30多人连忙过去，眼眶红润，来到一名头顶 ID 雄霸天神男子的跟前。不同的是，雄霸天神前面还有79区的标志，雄霸天神已经是30级了。族长，我终于见到了你们了，这些日子我们过得好苦啊！哎，雄霸天下装出一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起来。雄霸天神无语地瞥了他一眼，扫了一眼身后的30多人，顿时眉头紧蹙起来，露出一抹不悦之色。你怎么搞的？当初去80区的人应该有300多人吧？怎么就这么几个人达到了25级？要知道他们79区的雄霸家族已经发展到了4000多人，快要接近5000人，其中有3000多人到达了25级。他今天不过带来1800人进来，剩下的到达25级以上的人还没带进来。第68章卧底。雄霸天下内心猛地一惊，颔首低眉，眼珠急速转动起来，必须得找一个好借口。不过他们确实混得挺惨的，300多人只有30多人到达了25级，最重要的是还是刚到25级。纵观雄霸天神带来的1800多人，平均等级都在27级。族长，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我们区的人少了，势单力薄，这些日子被人欺压得好惨，我们被傲视天下杀掉了好几个等级。雄霸天神眉头一皱，面露狰狞之色，眼眸闪过一抹凶光。傲视天下是谁？你们80区的家族？雄霸天下摇摇头，不是，傲视天下就一个人，他是我们区的杀神，一个人能团灭1000人的队伍，一个人团灭1000人队伍，那1000人都是10几级的玩家吧？真是可笑，雄霸天下，你自己没能力带好队伍，找这么可笑的借口，你觉得我们会信吗？家族队长的职务，我看你还是卸下吧，你不适合做队长。雄霸天神旁边一名男子冷笑一声，冷嘲热讽起来。不仅是他，雄霸天神也有些不相信。雄霸天下狠狠瞪了那人一眼，恨得咬牙切齿。此人也是雄霸家族一名队长，他们双方素来不和，双方一直都在寻找机会，好好挑对方的刺。族长是真的，不信的话，你问他们。那个傲视天下是我们区的大佬，他的攻击力至少在17000左右。17000的攻击力，还是一个人？雄霸风云再次从一旁冷笑起来，嘴角上扬嘲讽道：雄霸天下，我说你吹牛是不是太夸张了呀？没有家族的支持，他能拥有17000的攻击力？我们族长的攻击力目前才16000呢。雄霸天下内心彻底怒了，双眼的怒火仿佛都快要喷了出来。
若不是雄霸天神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上去活撕了这个雄霸风云。这尼玛完全是和他对着干。雄霸风云，我有没有说谎？等到时候就知道了。我和族长说话，你插嘴做什么？莫非你以为雄霸家族你做族长了？你……雄霸风云也怒了，眼珠瞪得老大。好了，你们别吵了！雄霸天神怒喝一声，那双眸子之中涌现出无尽的寒光，一股戾气散发而出。敢杀我雄霸家族的人，不管他是谁，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不过雄霸天下，你若是敢骗我的话，你知道的，我让你彻底消失在天域世界。雄霸天下情不自禁的后背一阵发凉，连忙点头。族长，你放心，我绝对不敢骗你。雄霸天神瞩目在他的身上，嘲讽道：若你所说是真的，那你们80区的人还真是废物，这么多人连一个人也解决不了。不过这傲视天下也算是一个人物，碰上我霸王家族算他倒霉。他有没有进入公共区域？雄霸天下摇摇头，目光闪烁。不清楚，一会儿我去打听一下。不过霸王家族的人进入了公共区域，这个霸王家族把我们雄霸家族给奴役了。这个霸王项羽整天从我们的身上压榨金币和装备，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提起霸王家族，雄霸天下顿时眼前一亮，连忙说道：压榨我雄霸家族的东西，这个霸王家族还敢来公共区域？他带了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雄霸天神厉声问道。好像有1000人，他们在公共区域寻找领主怪。族长找一只领主怪，我可以给霸王项羽发消息，让他带上过来，然后团灭他们。他们身上爆出来的战利品应该十分不错。雄霸天神一听，顿时眼前一亮，露出喜色，顿时脑袋开窍，让雄霸天下在80区做卧底，看看80区的家族都在什么位置，每次带了多少人，然后他们从这边埋伏，杀人越货。这尼玛不想发财都难，远远比报领主怪来得快。好，雄霸天下，好好做卧底，你算是为我们雄霸家族立功了。所有人去找领主怪，找到之后把周围的人清理完，在周围埋伏起来。半个小时后过去，不少人都在岛屿上找到了领主怪，拼命的争夺领主怪，由此发生了不少混战。公共区域击杀别区的玩家不会产生任何的罪恶值，还会增加1点杀戮值。当然被击杀会掉落1个等级，同时会在传送门的位置复活，当然也可以选择原地复活。无法回到自己区的安全区复活，只能复活在传送门旁边的复活泉。当然复活泉有5分钟的复活保护时间，只要不出复活泉，别人也无法击杀。若不敌的状态下，可以选择自己的大区去。不过35级后想要升级快，都得来这公共区域，毕竟这里的野怪经验高。岛屿之上不少地方都爆发了混战，经验值没有获得不少，反而不少人被杀掉了等级，尤其是刚到25级的人，被杀之后掉落到24级，只能传送回自己的区去，毛都没有捞到一根，反而等级掉落了。霸王项羽一群人正在寻找领主怪，忽然收到了雄霸天下的消息，顿时兴奋地大笑起来。雄霸天下这个废物总算还有点用，居然让他找到了领主怪。那只30级的领主怪还没有人发现，我们赶紧过去拿下这只领主怪。霸王项庄也有些兴奋，找了足足半个小时，没有找到一只领主怪，却被雄霸天下给找到了。族长，兄弟们都在附近刷野怪升级，我让他们集合起来。霸王项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他赶紧去。集合完毕，1000人浩浩荡荡火急燎原地向雄霸天下所发的坐标赶去。族长，霸王家族的人找到领主怪了吧？这么兴奋激动地跑过去，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一旁刷野怪升级的铁血无情看着离去的霸王家族，眼神闪烁几下，向铁血战天问道。铁血战天犹豫了片刻，跟上去看看，不过告诉兄弟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出手，毕竟我们之前有过约定，只要霸王家族的人不违反约定，我铁血家族就不违反。第69章回新手村。铁血家族的1400多人迅速跟上去。霸王项羽一心想着领主怪，准备拿下这只领主怪的首杀，从未想过雄霸天下会背叛他。整整1000人没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领主怪的跟前，雄霸天下率领着30多名雄霸家族的人正等候着他。周围没有一名玩家，当然这都是79区的雄霸家族干的，将周围的玩家纷纷清理离开。族长，你看没有骗你吧？这只领主怪还没人发现。霸王项羽整个人兴奋的不行，望着不远处的领主怪，一拍他的肩膀。雄霸天下，看来最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还是有点用。这一次你为我霸王家族立功了，放心，等我拿下这只领主怪，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奖赏你。随后霸王项羽怒吼一声，布阵，快速拿下这只领主怪，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了。霸王家族1000人排好阵势，疯狂地攻击领主怪。雄霸天下趁着众人不注意，悄悄地溜走。虽说他和雄霸天神是一个家族，但如今大区不同，在没有前往主城之前，他们各为其主。公共区域
进入这里可直接攻击其他区的玩家，甚至都不用开启 PK 模式。若需要击杀本区的人才会开启 PK 模式。若想要只对付野怪的话，那就得开启和平模式。之所以公共区域混战之多，皆是因为大部分进入这里后都没有开启和平模式，在一旁刷野怪。一旦有其他区的人从这里经过，都会被技能所伤。这暴躁的心无法忍受，无缘无故两人也会干起来。雄霸天下，他们可不想被自己人所伤，在暗中躲起来，等战斗结束后再出来捡装备。霸王项羽一群人疯狂地攻击领主怪。杨晨此时已经赶到任务坐标的位置，曾经的技能导师出现，一身白衣，双手背后，面容还略微有些英俊。若非他头顶上的 ID， 都会认为他是一名玩家。年轻人，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居然达到了30级，你果然是天域世界的精英。年轻的勇士，我这里有不少当年我创造的绝学，还有黑暗堕落深渊的逆天功法，只要你加入我们，这些都可以给你。蓦然杨晨瞪大眼珠，眼眸闪过一抹惊讶之色，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剧情。曾经的技能导师投靠了黑暗堕落深渊，原本以为只是剧情设定，万万没有想到这曾经的技能导师同样可以传授技能。这是在天域世界官方和黑暗堕落深渊做选择吗？上一世他知道黑暗堕落深渊会脱离天域世界的控制，可那也是后期发生的事，这一世却这么早出现了。一时之间他陷入了沉思犹豫之中，他想要了解黑暗堕落深渊，若是选择加入黑暗堕落深渊阵营，必定能了解不少。旋即他摇摇头，这个念头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不能背叛天域世界，这是上一世的信念，一旦加入其中，日后便无法抽身了。若是其他的方法加入，他可以选择，但技能这种事定然不能选择黑暗堕落深渊，他身上的装备都是天域世界的装备，一旦选择黑暗堕落深渊，必定会排斥，无法发挥出最大的力量。你是天域世界的叛徒，我不会学习你的技能，我要为天域世界铲除你这个叛徒。技能导师斜睨了他一眼，冷笑一声，想要杀我？年轻人，你有这个本事吗？杨晨没有任何的犹豫之意，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动起来。烈焰囚笼。技能导师瞳孔急剧扩大，惊骇不已，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杨晨会有这个控制技能，身体周围瞬间被烈焰形成的囚笼困在其中。冰火炼狱，无数的冰火烈焰拔地而起，疯狂地对他造成伤害。你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技能导师身体周围弥漫出黑色的光芒，原本对他造成近2万的伤害，瞬间降低到了4000多。杨晨忽然之间有些明白，黑暗堕落深渊的技能似乎专为克制天域世界的技能伤害。不过这技能导师同为法师，防御力却不强，而且他的技能也是有时间限制的。雷霆冲击，再次挥动魔法杖，无数的骇人的雷电从天而降，杨晨身上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触发了被动效果，伤害100%增加，32000的攻击变为了64000。技能导师的瞳孔急剧扩大，惊骇的眼珠子都快要掉了出来。轰轰，顷刻之间他的血条被清空。杨晨收到提示，他的技能任务完成。任务完成，连忙回城，来到大殿之中的技能导师跟前，提交任务。NPC 惊骇不已，欣喜若狂。年轻人，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绝对有资格拥有我的技能，你应该是最适合继承我衣钵的人了。年轻人，其实我这个技能乃是当年我呕心沥血，耗尽毕生心血所创造出的，它的威力不仅仅于此。若你能替我找到遗物，我可以将它提升到红色品质，不知道年轻人你是否愿意？杨晨顿时一愣，旋即出现狂喜之色，这是技能任务的升级版。是了，没想到还有如此机遇，这个橙色技能他了解，十分不错，乃是一个群攻技能，若是能提升到红色品质，施展起来必定威力暴增。不知道要寻找何物？300年前，我在新手村的时候遭受过袭击，迷魂村内有我丢失的一颗魂晶，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若能替我寻回魂晶，我便能将这个技能完善，将其完善为红色技能。杨晨领取了任务，十分纳闷，这个任务如此简单，只是去新手村的迷魂村寻找魂晶。迷魂村当初做任务的时候，他也曾去过，里面不过是5级野怪的地盘。如今刚过12点，新手村的黑暗生灵侵袭应该刚过，此时回去没有任何的危险。进入诺丁城传送门，进入新手村。惊愕地发现，在新手村的马路之上，偶尔还能看到4级和5级的玩家。这都开服这么多天了，居然新手村还有人。第70章，击杀迷魂王。迷魂村的位置并不是很远，10分钟的路程便到了。一路上的野怪区域荒无人烟，这些野怪不会主动攻击。杨晨顺利到了迷魂村，来到一间千疮百孔的茅草屋外，周围的10几只野怪蜂拥而上。杨晨愣怔了一下，挥舞魔法杖，冰霜剑雨。这些野怪的血条还没清理完，野怪已经化作白光飘走，有一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丁你靠近了迷魂宗的领地，此处乃是300年前迷魂宗的宗门所在地，
你已经激怒了迷魂王，即将降临。杨晨恍然大悟，难怪刚才那10几只野怪会主动攻击他，原来这里有隐藏的领主，只是不知道这只领主怪的实力如何。轰轰，大地剧烈的颤抖起来，一头长着蜘蛛脑袋人身的野怪出现，同时他还有4双手。LV30迷魂王，30级的野怪，居然在新手村隐藏着一只30级的领主怪。若是之前在新手村有人引出这只领主怪的话，绝对是80区的灾难。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领取了这个任务，才会触发这只野怪。30级的领主怪，他必须严阵以待。吼吼！迷魂王似乎感受到了挑衅的味道，张嘴吐出一口紫色粘稠物。杨晨迅速闪躲开，不过依旧被这粘稠物所伤，身体上跳起伤害560。这若是被正面击中的话，至少能打出几千的伤害。迷魂王似乎早有准备，喷出毒液的同时，手中一把巨剑劈出，一道旋风剑气同时释放出。下一秒，一只冰雪覆盖的利剑直奔他而去。一套连招技能施展完毕，杨晨被打掉了近2000的血量。杨晨目光一凝，瞩目着迷魂王，一股寒冷的戾气散发而出。你的技能释放完了，现在该我了。提起手中的魔法杖，烈焰囚笼。迷魂王是暗属性，一看烈焰瞳孔急剧扩大，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杨晨早有准备，闪身到了他的身边，瞬间被困住。冰火烈狱，冰霜剑雨，雷霆冲击，炎暴兽。同样一套技能落下，迷魂王的血量瞬间被打掉了好几万，只剩下1万的血量。吼吼！迷魂王瞬间暴走了，怒不可遏。此时他的技能 CD 已经恢复好，又是一套技能打出，杨晨连忙闪躲。不过这迷魂王的速度极快，杨晨依旧被边缘伤害打中。忽然他身上的黑袍套闪烁一下，又激发了套装效果。杨晨明白，之前刷了那么久的野怪都没有触发过，如今却频频触发效果。一名浑身被黑色衣服长袍包裹的武士从天而降，杨晨能清晰感应到这黑暗武士与自己的联系。武士拔出长刀，施展出波浪斩。套装效果的黑暗武士，他的攻击会随着杨晨的攻击防御增长而增长。杨晨越强，黑暗武士则越强。有了黑暗武士抵挡伤害，他没有任何顾忌，再次一套技能释放出。叮！恭喜你击杀了迷魂王，获得经验值加12000。在迷魂王消失的位置出现闪烁着白色光芒的水晶石，这是任务材料，技能导师的魂晶。不过在一旁还有一块黑色的令牌，杨晨疑惑地捡起来。魂牌，迷魂宗的身份证明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信息，上一世杨晨也没有见过此物，说不定日后有用，扔进了背包内。回到诺丁城，技能导师 NPC 欣喜若狂。年轻人，谢谢你帮我完成了夙愿，明天中午12点你过来，我会将技能完善好，再传授于你。杨晨点点头，任务完成。现在是凌晨2点多，准备继续击杀疯魔野怪。等到他的体力值消耗完毕，再回来休息之后，这技能应该也就完善好，十分期待会是什么样的技能。来到疯魔怪刷新地点，一个冰霜剑雨技能下去，10多只疯魔野怪瞬间被秒杀。如今击杀疯魔野怪速度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次体力值消耗完毕，应该能够收集到1000颗疯魔结晶了。与此同时，公共区域的霸王家族众人已经打掉了领主怪2/3的血量，只剩下1/3的血量不到，胜利在望。霸王项羽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完全没有想到如此顺利，刚开启公共区域进入这里就能拿下一只领主怪。最为关键是，他们来了20多分钟了，竟然一名靠近的玩家也没有。看看其他地方，人山人海。快！领主怪就快要被击杀了，都给我加把劲！哈，这可是精英领主怪，我们霸王家族要丰收了！轰轰！咻咻！正当此时，无数的法师技能和射手技能落在霸王家族最外围的人之上，瞬间霸王家族近80多人被秒杀。霸王项羽一群人顿时一惊，猛然回身。卧槽！哪个狗逼居然敢偷袭我们霸王家族？族长，对方人不少啊！不远处出现黑压压一大片人，雄霸天神率领着79区的雄霸家族大部队气势汹汹过来。族长，他们是79区的人，还全部都是雄霸字样开头的人。霸王剑圣瞪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雄霸天神一群人。族长怎么办？他们一定是过来抢领主怪的。霸王项羽此时的心情比日狗还难受。尼玛，在80区向来都是他们霸王家族打劫别人，还从来没有人敢打劫他们，如今居然有人来打劫他们。更为重要的是，对方的人似乎比他们多了1倍，而且平均等级也在他们之上。雄霸家族的平均等级都是28级，他们霸王家族的平均等级只有26级，更别提人数上还处于劣势。可这领主怪马上就要拿下了，让他就这样离开，绝对不甘心。沉吟了片刻，霸王项羽来到前方，愤怒地指着雄霸天神一群人：79区的，你们想要干嘛？这领主怪是我们发现的，我们马上就要拿下了，你们却出现了，
莫非你们想要和我们开战，抢夺这领主怪？雄霸天神冷冷瞥了他一眼，看到霸王项羽的等级之后，露出深深的不屑鄙夷之色。第71章，可怜的霸王家族。开战？你们这帮垃圾也有资格和我雄霸家族开战？霸王项羽顿时就怒了，怒不可遏。在自己的区就算了，在这公共区域居然被人骂垃圾，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骂谁是垃圾？你们这群狗杂种才是垃圾！暗中偷袭算什么光明正大的人？雄霸天神冷哼一声，眼眸之中的浓烈之色更加浓烈。你一个家族的族长才26级，不是垃圾是什么？想过别的大区可能比较垃圾，却没想到你们80区的人竟然这么垃圾。一个大家族的族长才26级，说出去都丢人。霸王项羽瞬间暴走了，额头青筋暴起，有苦说不出。若非之前他去招惹杨晨，被人家杀掉了好几个等级，他坚信霸王家族在他的带领之下，早已平均等级是29级了。你个王八蛋！我霸王家族等级是差了一点，不过我80区的整体实力必定不比你们79区差。躲在暗中的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眼眸闪过一抹诧异与惊讶之色，没想到霸王项羽还有这一面，居然如此维护我们80区的荣誉。铁血无情惊讶地说道。铁血战天点点头，对于霸王项羽情不自禁地改变了几分看法。这个霸王项羽平时虽然嚣张跋扈，不过还是知道咱们80区荣誉的。若是掉了我们80区的颜面，以后咱们在这公共区域将被79区和81区的人看不起。不过霸王家族的人危险了，这个79区的雄霸家族人数众多，而且等级也比较高，霸王家族怕是招架不住。铁血无情眉头微微一皱，露出疑惑之色，扭头看着他。族长，那我们怎么办？铁血战天眉头紧蹙，沉吟了片刻，眼眸闪过一抹坚毅之色。先看看情况，虽然我们和霸王家族的人有不少恩怨，不过那是我们内部恩怨。在这公共区域，我们都属于80区的，若是在这个地方还不能团结一致的话，我们80区在这公共区域很难混下去。雄霸天神对于霸王项羽的话嗤之以鼻，宛如没有听到一般，看着一旁的雄霸风云。雄霸天下怎么搞的？居然被这群垃圾给压榨！给我杀了他们！雄霸天神连和霸王项羽对话下去的兴趣也没有，瞬间整个雄霸家族的1800名玩家纷纷发动攻击。霸王项羽顿时一惊，完全没有预料到雄霸天神如此干脆，说干就干，又惊又怒，瞪大眼珠。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干死这群79区的王八蛋！千万不要丢了我80区的脸！双方瞬间混战起来，刚碰撞在一起，霸王家族就被秒掉了100多人。没办法，雄霸家族的平均攻击力都在6000多，而霸王家族霸王项羽的攻击也只有9000多，1万都不到。反观雄霸家族的人死亡只有10几人。族长，他们的攻击好劲儿高啊！尼玛，普遍攻击都在6000多，我们打不过啊！霸王项庄一脸郁闷，这尼玛还怎么打？才刚开始，他们就被秒掉了100多人，攻击和防御都高得吓人，他们和雄霸家族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霸王项羽一脸凶狠，怕个锤子！咱们不能丢了80区的脸，给我干死他们！双方激战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霸王家族的人全部被击杀，雄霸家族这边损失了100人都不到，而且死亡的这100人直接原地复活。霸王项羽带来的这1000人中，大部分刚好到25级，被杀掉一个等级，连公共区域都无法来了，剩下复活的800多人在传送门的复活区域出来。族长，咱们还过去吗？霸王项羽瞪了他一眼，尼玛还过去？过去给人家送装备呢，刚才被杀，他们还爆出去了不好装备，等级也掉落了，可谓是损失惨重。过去个屁！马的过去就是给人家送福利的，狗日的79区！愤愤不平的他打开了聊天窗口，找到了公共区域的聊天频道。霸王项羽80区79区的雄霸家族，你们这帮杂种就依仗着人多，有本事咱们出来单挑。你们79区的人就这么点能耐，不会自己去打领主怪，就只会抢别人的吗？你们79区是土匪吗？雄霸巨剑79区咋地？抢的就是你们80区的，不服气吗？不服气的话，有本事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教教你们这帮垃圾该如何做人。霸王项庄80区，你拽个毛线！你个狗逼，雄霸巨剑对吧？我记住你了，下次别让我看见你，否则打的你妈都不认识。雄霸巨剑79区，哼，你们80区的垃圾也就只会耍嘴皮子功夫，实力不咋样，吹牛倒是很行。记住我了，行啊，我在坐标116178。霸王项庄对吧？有本事你过来啊，我在这里等你。垃圾就是垃圾，光说不做。霸王剑圣80区，你们拽个尖儿，我们80区的大神可不是你们能比的，只是他现在没有出现而已。你们等着，总有一天我们80区的大神会来公共区域的，到时候看你们79区的人还狂。雄霸爱法师79区大神，你们80区的大神来了，我79区也能秒杀他。雄霸天神
79区，霸王家族的人，你们听好了，我雄霸家族的人若是在公共区域见你们一次，杀你们一次。我雄霸天神说到做到，嘴皮子功夫，我雄霸家族不需要。霸王家族的众人骂骂咧咧退出了频道。一条消息可是5个银币，这聊的可是金钱呢。族长，你说我们会不会被坑了啊？雄霸天下告诉我们去杀领主怪，随后就出现了一群和他们一样的雄霸家族，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过来抢领主怪的，从始至终似乎连领主怪也没有看一眼，上来就对我们出手，完全是冲着我们来的呀。我们之前和他们也并没有任何矛盾啊。霸王项庄眼眸闪烁几下，忽然开口问道。第72章汉奸。霸王项羽一听，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诡异。这些日子雄霸天下几乎都没和他联系过，按照了解，雄霸天下应该对他极度不满，如今居然主动联系他，告诉他精英领主怪的位置。更为诡异的是，79区居然也有一个雄霸家族，这是巧合？刚才混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人看见雄霸天下和雄霸家族的人？霸王家族众人面面相觑，对视起来，都从对方的眼神读懂一个意思，没有见过。族长，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别说刚才混战的时候，我们开始刷领主怪之后，雄霸天下和他雄霸家族的人就不见了。他就是故意的，雄霸天下这个狗逼肯定和79区的雄霸家族脱不了关系，他这是骗我们过去，然后让雄霸家族的人埋伏我们。这个狗逼，他自己还是80区的人呢，居然和79区的人勾结在一起，暗算我们80区的人。我早就看出来了，雄霸天下天生就是一副卧底汉奸模样。霸王剑圣同样满脸怒容，从一旁吼了起来。霸王项羽一群人无语的看了他一眼，尼玛，早看出来了，为嘛不早说？所有人听到这话，纷纷怒不可遏。雄霸天下，你挺厉害的呀，敢坑我！带人从这传送阵门口守着，雄霸天下他们回来，立刻告诉我，老子最讨厌叛徒了。霸王项羽整个人怒火中烧，咬牙切齿的说道：族长，万一雄霸天下他们不回来怎么办？不回来？霸王项羽一惊，随后摇摇头，不可能，他们早晚都会回来的。雄霸天下他们是80区的人，只能在80区提交任务，领取任务，难不成还跟着79区的人回79区去吗？那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除非他们一直刷怪升级，任务不做了。铁血战天和铁血无情一群人见霸王家族的人落败，惊讶不已。霸王家族的整体实力和他们相差无几，完全没有想到霸王家族的人居然落败的这么快，暗叹79区雄霸家族的实力真强悍，随后带着家族的人准备离开。雄霸家族的人已经将地上的战利品捡起来，那只精英领主怪也拿下。雄霸天下以及他带去的30多人收获十分不错，分到了不少战利品，甚至一些雄霸天神看不上的东西，统统都扔给他。在80区还有200多人没有到达25级，将这些装备带回去，等他们到了25级后，把这些装备换上，他这一队人的实力必定暴增。雄霸天神眼中的垃圾，在他眼中可是宝贝。雄霸天下，注意你的样子，你可是我雄霸家族的人，别丢了我们家族的脸面，一些垃圾装备而已，至于这么激动吗？雄霸天下立马哭诉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族长，我也是没办法，我们被压榨的太惨了。对了，族长，我刚才还看见了我80区的铁血家族，这个铁血家族就是傲视天下的走狗，这些日子他们发育的不错。忽然他的眼前一亮，刚才混战的时候，他躲在一边，见到了铁血战天率领着铁血家族的人离开，正好把铁血家族的人也给洗劫一遍。雄霸天神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比他们自己去刷怪升级来得快多了，想要在天域世界发展的更快更猛，杀人越货这种事可以多干一些。看来你们80区的人不是很团结啊，那就把这个铁血家族也给洗劫一遍。铁血战天一群人找不到领主怪，回到自己刚才刷怪的地方，继续刷怪升级。这里的野怪经验加成也不错，他们家族有1400多人，也不用担心其他区的人来抢怪。浑然不知雄霸天下带着雄霸天神一群人过来了。族长，你看，铁血家族的人就在前面，那片区域都是80区的人在刷怪升级。雄霸天神一看，眉头微微一皱，眼眸之中凶光绽放，灭了这个铁血家族！身后1800名雄霸家族的人气势汹汹的直奔铁血战天一群人而去。500名战士在前，400名刺客穿梭在战士中间，后面全是法师射手输出。铁血家族的人众人浑然不知，无数的技能向外围的人招呼过来。卧日，滴血，滴血！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技能已经落在他们的身上，40多人瞬间被秒杀。雄霸家族的战士立马冲上来与铁血家族的战士缠斗。400多名刺客穿梭在人群中，身形宛如鬼魅一般，疯狂收割着刚才残血的人。转眼之间，铁血家族被秒杀了100多人。
而雄霸家族付出了零伤亡的代价。铁血家族的人并没有集中在一起，分散四周刷怪，否则刚才那一波绝对让他们损失惨重。铁血战天顿时就怒了，双目赤红一片。草泥马的，你们79区的狗逼想怎么样？雄霸家族的人并无一人回应他的话，疯狂地展开进攻。尼玛，真以为我80区的人好欺负呢？给我干死79区的！铁血战天彻底暴走了，拎着武器一马当先冲了上去。周围铁血家族的人纷纷加上了战局，近4000人开始了混战。周围并非铁血家族的人纷纷抽身，想要远离这混战区域，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雄霸家族的人见是80区的人，也不管是不是铁血家族的人，开启疯狂地杀戮，顿时引起了公愤。79区的杂种，你们打架不要波及无辜行不行？老子不是铁血家族的，管你是不是铁血家族的，只要是80区的都得给我躺下，老子和你们79区的狗逼拼了！以为我们80区的人好欺负呢？周围还有800多名80区的闲散玩家，此时也义愤填膺加入了战局，场面十分激烈。800多名闲散玩家加上铁血家族的剩下的1300人，足足2000多人，可依旧不是雄霸家族的对手。他们的装备差，等级也差，这些闲散玩家的实力更弱。第73章悲惨的80区。10分钟后，80区这边损失了400多人，雄霸家族损失了100多人，而且雄霸家族的人自持实力强悍，直接原地复活。那边发生了混战，好像是咱们79区的雄霸家族。战场几百米之外，7、8名79区的人注视着战场议论起来。挺好的，雄霸家族虽然在我们79区霸道了一点，不过到了这公共区域也挺牛逼的，回头问问他们还收不收人，我也去加入他们雄霸家族算了，真刺激。干死他们80区的，让他们都知道这公共区域谁是老大，以后公共区域就是我们79区的地盘了。对，干死80区这帮垃圾，妈的，刚才在那边我还和80区的人抢野怪干了一架，弄死这帮王八蛋。正巧这时有几名80区的玩家经过，他们也是一个小家族的成员，一听这话顿时就怒了。你们79区的才是垃圾，你们所有人都是垃圾。之前说话的那人瞬间瞪大眼珠，看清楚对方 ID 后，嘴角上扬，露出嘲讽之色。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你们80区的垃圾。你敢骂我们是垃圾，今天就看看谁是垃圾。80区那人瞬间暴走了，拉开自己的弓箭发动攻击，一支利箭射向那人。砰！那人的身体倒飞而出，头顶之上跳起伤害800。80区的垃圾们，你们找死！居然敢玩偷袭！瞬间双方混战在一起，双方的人数和实力都相差不大，一时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不过远处的同伴看见了，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公共区域好几处地方上演着80区和79区的人混战。铁血战天这边战斗持续了40分钟，铁血家族的人全部从复活区域出来，个个愤怒不已。那800闲散玩家也都被击杀了，雄霸家族的损失了800人，还有1000人一次也没有死亡过。这便是雄霸家族的实力，虽然等级掉落了，不过收获的装备材料、金币这些让他们可以增强不少实力，价值远远超过一个等级，等级掉落而已，占据了这么多资源，刷怪可以升回去。族长，这狗逼79区的人是不是疯了呀？先干了霸王家族，如今又干我们，这是存心跟我们80区的人过不去啊！这尼玛怎么办？铁血战天同样愤怒不已，不过也毫无办法，继续去公共区域。若再遇到雄霸家族的人，肯定还会被击杀，他们整体实力太差了，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先回去发育2天，把等级升上来了，再过来。此时公共区域的聊天频道之上，都快要被80区和79区的人霸屏了。唯唯诺诺，80区，你们79区的人真是狗，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放过，你们还是人吗？铁血无情，80区、79区的雄霸家族，你们是狗吗？我铁血家族招你还是惹你了？上来就杀我们！你们这帮狗逼！雄霸爱法师，79区杀的就是你们80区的人，不服欢迎随时来公共区域找我们。射手爱战士，79区、80区的垃圾们，你们也就会耍嘴皮子，有本事到公共区域来啊！整个公共区域都找不到几个80区的人，原来你们都窝在家里了，也就只会在公屏之上叫嚣。霸王逆天，80区、79区的碉毛们，你们就使劲狂，你们给我等着，3天之后再找你们算账。雄霸风云，79区，行啊，别说3天，随时随地我们雄霸家族都奉陪，别只躲在家里，有本事就来公共区域试试。双方在公屏不停的叫骂，杨晨此时的体力值再次耗尽，如今他手中的封魔结晶已经有1030多颗了，杀戮套武器的材料足够了，只需要变异龙核，杀戮套的武器就能拥有了。变异龙若他没有记错的话，乃是公共区域40级的领主怪，而且还必须刷新为精英领主才能爆出变异龙核。他打算过些日子再去公共区域击杀变异龙。体力值耗尽，
他的等级也升级到了31级。如今还差4000颗封魔结晶，按照这个速度还需要8天的时间，这还是他拥有系统 bug， 几乎每只野怪都会爆封魔结晶。若是换做其他人，刷1个月也不见得能收集齐全。当然不会有人花1个月的时间做杀戮套，1个月的时间主城都开启了，何况还是从现在开始做任务，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前世200多个大区，也只有1个区出现了杀戮套，可想而知这杀戮套多么不容易。打开消息看了一眼公共区域频道的聊天，杨晨无限感叹，有钱人还真多，5个银币1条的消息，他居然有10万条未读消息，这要是给他的话，不得发财了。回到诺丁城内，乔雪发来了消息：乔雪，大哥哥，我和杨鹏已经28级了。杨晨，很好，你们赶紧回来恢复体力值，恢复之后我带你们去刷。乔雪和杨鹏已经28级了，封魔怪的经验可不少，他组队分一些经验给他们也无所谓。封魔怪的经验值如今对于他来说已经无法满足升级的需要，单纯为了封魔结晶而已。这2天的时间，他虽说才收集了1000颗封魔结晶，但他及时恢复体力的话，应该可以缩短到4天的时间，每天刷1000颗封魔结晶。乔雪和杨鹏欣赏答应下，跟随杨晨组队，那完全就是躺经验，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霸王项羽去野外将自己的体力值刷完后，终于恢复到了26级，找了一家酒店休息。族长，我觉得我们可以和铁血家族的人合作一把。霸王项庄眼眸闪过一抹光亮，忽然说道。霸王项羽顿时一愣，眼神闪烁。合作？是啊，族长，这公共区域凭借我们霸王家族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铁血家族也是一样，他们刚才也被79区的狗逼杀了，我们一起合作还有机会。第74章新技能。霸王项羽顿时眼前一亮，点点头，愤恨道：你说的对，我们和铁血垃圾怎么说也是内部矛盾，79区才是真正的外人，我问问铁血垃圾的意见如何。旋即打开消息面板，输入铁血战天的 ID， 发送添加好友申请。铁血战天等级掉落，正带着家族的人奋力刷怪升级，忽然收到了好友申请，疑惑地打开消息面板，丁宁收到了来自霸王项羽的好友申请，是否同意？霸王项羽搞什么飞机，居然添加我为好友？铁血战天眉头微微一皱，犹豫了片刻同意下来。霸王项羽，喂，铁血垃圾，听说你们铁血家族在公共区域被79区的人杀得挺惨的呀，带了1400多人过去，现在都掉级了吧？怎么样，被人杀掉等级的滋味不好受吧？铁血战天，霸王臭屎，难怪你是一坨臭屎，说话这么难听，奇臭无比。你该不会是故意来消遣我的吧？你们霸王家族也没有比我们强多少啊，好不容易1000人升级到25级，结果刚去公共区域就被人家杀回了原地，我看你比我铁血家族还不如呢。霸王项羽感觉肺都要气炸了，强忍着心中的怒意。霸王项羽，铁血垃圾，今天不是和你吵架的，我来是有事和你商量的。到了30级后，公共区域地图有不少任务，而且升级经验丰厚，相信你不会放弃吧？所以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在咱们80区不用管，该怎么就怎么做。不过去了公共区域后，我们2家合作，一起对抗79区的如何？铁血战天嘲讽表情，哟，霸王臭屎，你不是向来挺高傲的吗？怎么如今要服软了，还要和我们合作了？霸王项羽有些怒意，铁血垃圾被从这里说风凉话了，你就说和不合作吧。铁血战天与众人商量一番后，都觉得可行。他们和霸王家族只能算是80区的内部矛盾，如今已经不是79区雄霸家族的事了，整个79区都和他们80区干上了。79区的人也在公共区域嚣张起来，见到80区的人就动手，双方宛如世仇一般，碰面就会上演一场厮杀激战。身为80区的人，绝对不能给80区丢脸。铁血战天，霸王臭屎，我答应你合作。不过，即便是我们2家合作，也干不过79区的人吧？霸王项羽，铁血垃圾，你们不是和傲视天下挺熟悉的吗？他都31级了，难道不去公共区域吗？虽然不想承认，不过傲视天下确实是咱们区的大神，只要他去了公共区域地图，咱们80区一定可以重新抬起头。铁血战天，你怎么不去说？霸王项羽，我和傲视天下势不两立，怎么去说？不过你放心，我和他的恩怨仅限于80区，在公共区域，我们都属于80区，这一点我还分得清楚。你和他关系不错，你去打听下。铁血战天，我从侧面问问，不过目前还是先提升等级吧，把等级提升上来了，再去公共区域。霸王项羽，我今日体力已经刷完了，我得去处理一个叛徒，到时候我再联系你。杨晨此时带上乔雪和杨鹏2人再次到了疯魔怪的位置，开始刷图。忽然之间他发现，带上2人，周围刷新的疯魔怪会多一些，只要不让2人出手，他一个人输出，爆率也是一样的。2个半小时过去，杨晨的体力值耗尽，乔雪和杨鹏2人从未出手，因此他们还剩下一半的体力值。
两人都已经升级到了28级，他们两人准备再去刷一会儿野怪，将体力值耗尽，应该能升级到29级。杨晨看了看收获，600多颗封魔结晶，他回去恢复体力值，再来刷一次。今日应该能收集到1100颗封魔结晶，果然组队报的东西要多一些。回到诺丁城内，立马进入技能导师大殿之中，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个技能完善后会变成什么技能。导师，我来了。NPC 看了他一眼，满意的笑了笑。年轻人，你来了，技能我已经完善好了。这个技能的名称叫浴火重生，乃是我耗费了毕生的心血完成，希望你不要辱没了这个技能。浴火重生这个技能出现在他的技能栏内。技能描述：浴火重生，火属性技能，技能落在自己身上，可瞬间恢复100%血量。若施展在其他玩家身上，可瞬间恢复玩家50%的血量。每次施展需要消耗 MP 加1000。技能 CD 时间5个小时。治愈技能，瞬间恢复100%的血量。这个技能已经不能称之为治愈技能，这完全是一个复活币。当他的血量低于100的时候，可以瞬间恢复所有血量。别人拥有3次复活机会，有了这个技能，相当于他有4次复活的机会，除非是有人能一击将他直接秒杀。要知道40级以后转职会出现辅助奶妈，加血最多也只能加1/10吧，这个技能太逆天了。回到诺丁酒店，准备休息体力值，铁血战天发过来消息。铁血战天，傲师兄，那个，我看你都31级了，你打算去公共区域吗？杨晨没有任何思考，直接回应，暂时没打算，我有任务。铁血战天一阵失望。公共区域虽然79区和80区激战，不过依旧有不少人会进入公共区域的海岛，要完成任务，而且升级经验值多。80区这么多小家族，很快公屏之上再次热闹起来。浴血凤凰，80区，你们79区的人是狗吗？干嘛一直追着我们80区不放？我浴血家族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进来就对我们攻击，怎么以为这公共区域是你们家的吗？浴血无双，80区、79区的土海家族，你们等着，我们浴血家族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土海屠天，79区，你们80区的人都是只会耍嘴皮子吗？就会在公屏之上瞎比比，实力与你们的嘴皮子功夫也差得太远了吧？第75章，敢做汉奸。土海无敌，79区、80区的就是一帮垃圾，实力不行，只能在公屏瞎逼逼了，一个像样的人也没有。刚才被我击杀的那人，连我2个技能都扛不住就挂了。你们80区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吗？唯唯诺诺，80区，你们79区的才是垃圾。哼，我们80区的大神没空来公共区域而已。若是我们80区的大神过来，你们79区在海岛将毫无立足之地。话费真贵，79区，悠悠，你们80区的大神，吓死我们了！你们80区的大神在哪里呢？公共区域开启这么长时间了，你们80区的大神在哪里呢？笑死我了！该不会是你们80区幻想出来的大神吧？唯唯诺诺，80区，气鼓鼓表情，我们80区的傲视天下，他就是我们80区的大神，他要是来了，海岛就没有你们79区的立足之地了。雄霸大哥，79区，那你叫你们80区的大神来试试，这么久都没有看见，估计是不敢来海岛吧？垃圾就是垃圾，总有说不完的借口。挥剑斩天，79区，那个什么傲视天下，你们区的大神估计连海岛都不敢来吧？他要是过来，我一个技能就秒掉他。恶魔少爷，79区、80区的孙子们，快来坐标，112137，我恶魔家族在这发现了精英领主怪，快过来拿啊！怎么整个海岛连你们80区的人影都看不到啊？叫那个傲视垃圾一起来，我恶魔家族教教他如何打领主怪。80区众人一阵郁闷，这些日子前往公共区域的人几乎都遭到了79区的打压，自己区的公屏上，无数人都在呼唤杨晨。唯唯诺诺，傲视小哥哥，你在干嘛呢？你可是我们80区的信仰啊！你快救救我们80区吧！79区的人太嚣张了。剑平天下，傲视大神，只要你去海岛，我第一个为你打前锋。不过公屏之上没有任何杨晨的消息，如今他正躺在诺丁酒店内回复体力值。乔雪和杨鹏两人看着公共区域聊天窗口，气愤不已。乔雪的俏脸一阵铁青，这些79区的人竟然敢这样说大哥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杨鹏同样有这样的想法，怒不可遏。可是陈哥让我们暂时不要去公共区域，大哥哥说了，没到30级不能去，我们去刷怪，等到了30级，去海岛好好教训教训79区的人。杨晨恢复体力值后，再次赶往封魔怪的地方，开始刷野怪，争取今日刷出1200颗封魔结晶。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二人也退出了聊天区域，率领着自己的家族的人疯狂刷怪升级。1日的时间悄然过去，霸王项羽到了27级，铁血战天也到28级，终于将等级提升上来。若是他们将这体力值用在海岛区域野怪的话，两人都快要30级了，两人都十分郁闷。族长，雄霸天下回来了，
正当他郁闷之际，霸王项庄兴奋地喊道，眼眸之中涌现出无尽的厉芒。这个王八蛋终于回来了，叫兄弟们都集合，给我杀爆雄霸天下他们！霸王项羽整个怒不可遏，愤恨地大吼一声，正愁没地方撒气，终于雄霸天下他们回来了。传送阵门口，雄霸天下率领着30多人欣喜若狂，雄霸天神分了200个金币给他，还有不少紫色装备，甚至粉色装备也有不少，史诗都有好几件。他们也拿到了不少经验值。雄霸天下过去的时候不过刚好25级，如今所有人都已经28级了，顺利与其余的人会合，将装备分配下去。他们家族趁着大半日的功夫，又有50多人到达了25级。雄霸天下准备明天率领众人再去公共区域，有雄霸家族的人保护着，那里简直就是天堂。族长，霸王家族的人过来了。雄霸碉毛忽然眉头紧蹙，看着气势汹汹的一大群人，露出担忧之色。族长，霸王家族的人似乎来者不善，他们该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雄霸天下同样眉头紧锁，露出担忧之色。不应该啊，79区的人对他们出手的时候，我们又没有露面，怎么会知道呢？霸王家族整整3000人全部出动，个个脸上洋溢着杀气，怒不可遏的模样，瞬间将雄霸家族的300人团团包围起来。雄霸天下眼神闪烁几下，露出一脸献媚的谄笑。族长，你怎么来了？霸王项羽脸色铁青，双目赤红，冷笑一声，露出狰狞之色。怎么来了？雄霸天下，你居然敢做汉奸！雄霸天下顿时心里一惊，后背一阵触然，不过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一脸无辜的模样。族长冤枉啊！我怎么会出卖你呢？族长，你可千万不能听信他们的话，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你们，我对霸王家族是忠心耿耿的。霸王项羽眼珠瞪得老大，冷笑一声。是吗？你们雄霸家族和79区的雄霸家族是什么关系？雄霸天下顿时一愣，眼珠不停地乱转起来，他怎么忘记这件事了？他们的家族名字是一样的。那个族长，我们只是碰巧家族名字一样而已，我们和79区的雄霸家族没有一点关系。雄霸天下，你还装？你演什么戏啊？麻痹的，我们和79区厮杀的时候，你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现在整个海岛之上，79区的疯狗见我们80区的人就杀，你们倒是好，不仅没有被杀，反而都升到了28级了。若你没有和79区的人勾结，你能升级这么快？你要不是卧底，我特么直播吃屎！霸王项庄从一旁跳了出来，怒目圆睁，指着雄霸天下。霸王项羽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对啊，整个80区的人都被79区的人疯狂攻击，人人都掉落等级。雄霸天下几人倒是好，不仅等级没有掉落，反而升了3级。第76章过街老鼠。雄霸天下眼珠瞪得老大，想要辩解，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他们身上太多诡异的事了，无法解释清楚。那个族长，我们就是运气好，进入公共区域后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一直在那里刷怪升级，直到体力值耗尽了，我们才赶回来。霸王项庄嘴角上扬，眼眸之中尽显嘲讽之色。雄霸天下，你个狗逼，出卖我们整个80区，让79区的人来杀我们，你觉得你能狡辩得了吗？把你的好友列表打开，如今公共区域开启了，你应该和79区的人添加上好友了吧？你好友列表内要是没有79区的人，我特直播吃1个小时的屎！霸王项羽恍然大悟，怒目盯着雄霸天下，把你的好友列表打开。雄霸天下面容瞬间僵硬，石化在原地。没错，他的好友列表内确实有雄霸天神的好友。一时之间，他百口莫辩，沉吟了许久后，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怒视着霸王项庄喝道：怎么，我不可以有好友吗？难道添加79区的人就能证明我是卧底？你白痴吧，你现在肯定没删聊天记录，拿出来我们看看就知道了。霸王项庄冷哼一声。雄霸天下彻底放弃了抵抗，瞬间面色变得狰狞无比，凶狠注视着霸王项羽。霸王项羽，你就是个垃圾，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的。之前你们压榨了我雄霸家族多少金币，坑了我们多少装备，这是你应该还给我们的。你们霸王家族就是垃圾，杀的就是你们。你敢杀我吗？你要是敢杀我的话，你们霸王家族永远也别想进入海岛，我雄霸家族会百倍奉还。雄霸天下说着，顿时狂笑起来，十分得意。霸王项羽，只要你们霸王家族把我服侍好，以后乖乖听我的话，我会跟我雄霸家族的族长说一声，到时候你们霸王家族就可以在公共区域刷怪了。霸王项羽冷笑一声，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压制不住。雄霸天下，让我服侍你。行，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既然你是雄霸家族的人，那就先从你们身上讨点利息，给我灭了这帮80区的叛徒。雄霸天下顿时脸色一变，吓得魂飞魄散。快冲出去，去公共区域找族长。饶是雄霸天下，他们如今装备提升了不少，可达到25级的人数太少，
雄霸天神给的装备都是25级的装备，他们根本无法穿戴，攻击力也提升不上来。霸王家族3000人瞬间吞没了雄霸天下的300人，雄霸天下挣扎了几下也被击杀。族长，果然这帮王八蛋是卧底，这是进入公共区域我爆出去的装备，麻痹的，居然被这帮狗逼给拿去了。霸王家族一人捡起雄霸家族爆出来的装备，兴奋地说道。将雄霸家族所有人击杀后，霸王项羽终于感觉心情舒畅了不少，依旧觉得不解心中的怒气，吩咐家族所有兄弟，以后看见雄霸家族的人，直接给我杀，把他们杀回新手村。这帮狗逼，还有去公屏告诉整个80区，雄霸天下是79区的卧底。1分钟后，整个公屏纷纷同仇敌忾，愤怒值遍布整个公屏。唯唯诺诺，雄霸家族竟然是卧底！我去，堂堂80区的人居然甘心做79区的卧底，让他们滚去79区好了。拔剑斩天，雄霸家族的人在哪？我要杀这帮走狗！伏魔天神，对，把雄霸家族的人找出来，让他们滚出80区去。身为80区的人，竟然勾结79区的人，残害我们80区的同胞。狂暴之主，79区的人真不要脸，光明正大和我们大战就算了，居然还安排卧底！必须将雄霸家族的人清除我们80区，还我们80区一个太平。从诺丁城复活区出来的雄霸天下一群人，看到公屏之上的消息后，顿时后背冒起一阵冷汗。雄霸貂毛警惕地扫了一眼周围，弯曲着身子，用衣服裹着自己的脑袋，生怕被人看到。族长，我们好像在80区混不下去了，这要是被人认出我们来了，估计得活吞了我们。雄霸天下额头之上冷汗直冒，同样警惕地环视周围一眼，连忙吩咐道：还愣着干嘛？不想死，还不赶紧将你们的 ID 给隐藏起来！众人一听，纷纷将 ID 隐藏起来，唯恐被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来。麻痹的，霸王家族的人真够狠的，击杀了我们一次不算，居然还让我们成为了80区的众矢之的，这尼玛和过街老鼠有什么区别？雄霸貂毛眼眸之中露出深深的恨意，愤愤不平。雄霸天下同样如此，冲着边上吐出一口唾沫，眼神阴狠至极。霸王项羽，你给我等着，等你们霸王家族到了公共区域，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赶紧走，出城往公共区域去，80区内是混不下去了。族长，我们还没到25级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海岛地图啊。一名23级的雄霸家族玩家哭着脸说道。雄霸天下瞥了这些人一眼，真不知道你们升级怎么就这么慢，居然还有22级的。先出城找个地方刷怪，先把等级提升起来，都隐藏好了，千万不要被人注意到，要是被人发现了，我可不管。一群人宛如过街老鼠一般，小心翼翼在诺丁城前行着，生怕被人注意到，之前的嚣张跋扈消失得无影无踪。杨晨再一次将体力值全部耗尽，今日收集了1200颗封魔结晶，还差2800颗，不停地刷封魔野怪，他也有些疲惫了。1000多只怪，他依旧没能升到32级，距离32级还差10多万的经验值。若是去刷其他地图，如今他至少是33级，甚至34级了，准备回城恢复体力值，好好休息，犒劳自己一番。回到诺丁城，杨晨直奔诺丁酒店，点了满满一桌的菜。乔雪发来了消息：乔雪，大哥哥，我和杨鹏已经30级。第77章偷袭79区。杨晨有些诧异，看来这2日两人十分勤奋，不过也正常，这些日子他的体力值全都浪费在了封魔怪的身上，两人都是按照他的提示去的地方，都是当下等级经验值最高的地方。杨晨，看来你们2个这些日子都很努力，正好我点了一桌菜，一起过来吃点。乔雪，大哥哥，那不好意思了，又蹭你的饭。吐舌头表情。很快他和杨鹏两人进入了诺丁酒店。大哥哥，你还不去公共区域吗？乔雪刚坐下，眨着他那天真无邪的美眸问道。他肚子里可是一肚子气，尤其是看到79区的人诋毁杨晨。杨晨沉吟了片刻，摇摇头，暂时不去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海岛的野怪虽然有经验加成，不过目前杨晨最想做的事是杀戮套，这是他在诺丁城立足的根本，同样也是前往主城之后立足的根本。如今他击杀封魔怪，虽然经验不多，但还有经验，若等级太高去刷，经验值会更少，故此他必须先收集完毕封魔结晶。至于海岛的经验加成，他一点也不稀罕，凭借他的实力，在80区击杀39级或者40级的野怪，经验值也是一样的高。目前他最想要做的事，只是收集封魔结晶。陈哥，你看到没有？公共区域79区的人十分嚣张，我们80区被欺负得很惨，79区的人还诋毁你呢。杨鹏愤愤不平，在一旁继续开口道。杨晨淡淡一笑，终于明白两人的意思，扫了一眼二人。公共区域现在去也没什么价值，他们想要说，让他们说去好了，何必在意？赶紧吃饭，吃完之后恢复体力值去。杨鹏和乔雪二人对视一眼，眉头不约而同皱起来，说服杨晨失败，
而且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也没有继续劝说。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如今不约而同刷起了镇魔塔，体力值刷完了，公共区域去不了，只能来刷塔了。两人如今都到了15层，16层始终过不去。霸王项羽一脸郁闷走出镇魔塔，收到一条消息：霸王剑圣族长，我们家族40多名兄弟去公共区域刷怪，又被79区的人给杀了。不过他们发现了79区雄霸家族的人，他们只有300多人，正在刷野怪。霸王项羽顿时眼眸闪过一抹光亮，随后目露凶光，找到铁血战天。霸王项羽，铁血垃圾，我的人在公共区域一处地方发现了79区雄霸家族的人，他们只有300多人，我们一方各出1000人过去，干他们一波，干完之后就撤退。你干不干？铁血战天，霸王臭屎，没想到你还挺有血性的。既然你霸王家族的人都去，我铁血家族自然也不会落后，就按照你所说的，我们各出1000人，10分钟后在传送门口集合。铁血战天立马招呼铁血无情集合人马，这可是好机会，明着不行，那就打击他们的小部队，2000人对付300人应该没有问题吧。霸王项羽这边也集合整整1000人来到传送门口，很快铁血战天带着人过来了。霸王臭屎，你们的消息没有错吧？霸王项羽摇摇头，十分坚定道：放心，10分钟之前得到的消息，他们肯定还在那里刷怪。铁血战天得到确认，顿时整个人散发出一股骇人的战意。走！一群人浩浩荡荡进入传送阵内，刚才安全区出去，便发现30多名79区的人正在刷野怪。麻痹的，79区的人太嚣张了，竟然敢在我们80区的传送门口刷怪，干死他们！身后的2000人个个摩拳擦掌，一脸愤怒。这2日，他们整个80区可谓是同仇敌忾，迫不及待，宛如潮水一般涌上去，瞬间30多名79区的人成为了尸体。你们79区的人不是挺厉害的吗？原地复活啊！你们这帮龟儿子，复活啊！一名霸王家族的玩家愤怒地盯着地上的尸体，怒吼起来。片刻，地上的尸体化作一道白光溜走，原地复活。傻子才会原地复活，再复活，再被杀一次，再掉一个等级，这种事可不能干。79区的公屏上出现了消息：无敌帅哥，快！80区的垃圾来公共区域了，大神们请求支援。土海无敌，80区的垃圾还敢进入公共区域？等着，我土海家族马上集合人马过去。与此同时，海岛内，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率领着2000人已经到了雄霸家族刷怪的位置。果不其然，300多名雄霸家族的人正在这里练级。队长，是80区的人，他们的人好多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正在刷怪的一名雄霸家族玩家顿时眉头紧蹙，眼眸闪过一抹惊慌之色。雄霸家族的队长回头一看，顿时脸色阴沉下去，眼眸闪过一抹厉芒。80区的这帮垃圾竟然敢围攻我们！走，离开这里。虽然他们雄霸家族实力强悍，不过300多人对付2000人，除非是脑子有坑，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等大部队到了再反攻。队长，80区的垃圾把我们给包围了。队长一听，脸色一沉，露出狰狞之色。和他们拼了！双方瞬间混战在一起。这名队长已经达到了30级，其余人基本上都是29级，这便是雄霸家族的实力。若是他们都升级到30级，完成了装备更换的话，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2000人也不见得能拼过他们。5分钟过去，雄霸家族的300多人全部成为了尸体，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损失了800多人，这可是一个恐怖的比例。靠！这79区的人实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废话，你没看公屏之上的聊天记录吗？雄霸家族不少人都已经30级了，幸亏这300多人到达30级的人不多，拿上战利品赶紧走，一会儿79区的人该来了。瞬间，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飞快离开了现场。第78章发现雄霸天下。79区雄霸家族的援军赶到后，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早已逃之夭夭，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气得雄霸风云直跺脚。公共区域聊天窗口，雄霸风云79区，你们这帮80区的垃圾只会搞偷袭吗？有种的出来，我们光明正大的战斗。铁血狂战80区，说的你们79区的人没搞偷袭一样，之前还不是偷袭了我们80区，咋地？不服气你过来要我们啊！有种你来啊，我们就偷袭你们这帮垃圾了，你能怎么样？雄霸风云顿时勃然大怒，甚至有种想要带人冲入80区的冲动。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是79区的人，闯入80区会受到排斥，所有属性压制到 50%， 也就是说10000的攻击，若进入别的区只有5000的攻击，防御5000也会变为2500，名字也会变为红名，任何人击杀他们都不会产生罪恶值，反而会增加杀戮值。当然他击杀80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罪恶值，不过他不敢。给我找，海岛上有80区的人，直接给我杀。
随后他带来的1500人分散开寻找80区的人，见人就杀。公屏之上出现无数的咒骂声。花舞人间80区，你们这帮79区的畜生，老子和你们势不两立，从今天开始我不刷怪了，我就看看你们79区的人有没有落单的人，千万不要落到我的手里。风雨大哥80区、79区的人儿子们，你们给我等着，我和你们势不两立。无数的愤怒话语出现，随后大半日的功夫，整个海岛彻底混乱起来。80区不少人潜入海岛内，见到79区的人落单或者10几人上去就杀，杀完就跑。79区的人也疯狂还击，双方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大半日的功夫，2个区的人谁也没有刷怪，满地涂地找人，见面就干，不过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饶是如此，双方也有近10万的人在相互击杀。81区的人就在一旁看戏，然后刷怪升级，很快81区的等级成为公共区域平均等级最高的。主要是81区的人没有被杀掉落等级，反而一直在刷怪升级。79区和80区的人都没有得罪他们。如今双方势同水火，一旦把81区牵扯进来，谁也招架不住啊。81区也乐得清闲，反正可以看戏，还能砍怪升级，砍怪无聊了就看看2个区的人互杀，这种事还真不好找。白衣剑圣，靠！79区的人实力还真恐怖，咱们区的傲视大神为嘛还不去海岛呢？若他去海岛，我愿意做马前卒，为他抗住伤害，让他在后面无限输出，不为别的，就是为出心中的恶气。恶魔战天，我也愿意，只要傲视大神对79区的人动手，我也愿意做人肉护盾，弄死这帮79区的龟儿子。杨晨依旧在疯魔野怪的位置刷疯魔结晶，体力值刷了2/3，终于他升级到了32级，将剩下的体力值刷完，今日收集了800多颗疯魔结晶。如今只差2000颗疯魔结晶，这个材料就齐全了。这些日子已经有玩家在开始刷疯魔野怪了，疯魔结晶的材料应该在拍卖行有卖得了，这种珍贵的材料只会在前期有人卖，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其中的价值。若非他上一世知道杀戮套的话，他也不会收集这疯魔结晶。打开拍卖行，果然有人在卖疯魔结晶，不过这数量实在太好，看来其他人的脸不是一般的黑，爆率低的吓人。今日他见一人击杀了50只疯魔野怪，也就只得到了2-3颗疯魔结晶。若非他拥有100%幸运值，想要做这杀戮套，恐怕整个人都会疯。800多万玩家，达到击杀疯魔怪的人至少有100万的玩家，居然只有200多颗疯魔结晶。不过也正常，他们爆率极低，许多人击杀疯魔怪不过是为了升级和完成任务，而且不少人也会将疯魔结晶留起来自己用。有200多颗也不错，迅速将这200多颗疯魔结晶挨个拍下，花了30个金币。如今还差1800颗疯魔结晶，他打算回去恢复体力值后再来刷一次。到时候若拍卖行有疯魔结晶的话，一并拍下。成交一处28级野怪的地方，雄霸天下一群人躲在这里刷怪升级，争取早日到达25级，前往海岛地图之上，这样他们就安全了。在这80区内，每时每刻他们都提心吊胆，每每有大批人马经过，都会下意识地注意到他们，唯恐是来对付他们的。你看对面的那群人，这么多人居然全部隐藏了 ID， 这应该是一个家族的人吧？我看他们在这里刷图，今天是第2天了。附近几名玩家凑在一起，露出疑惑之色，好奇地打量着雄霸天下一群人。是啊，1-2个人隐藏 ID 很正常，怕被仇家寻仇。不过一个家族的人隐藏 ID， 这也太夸张了吧？家族的人不都喜欢招摇，显摆自己的实力，然后让别人加入自己的家族吗？这群人有毛病吧？另外一名玩家眉头紧蹙，注视着雄霸天下一群人，无语地说道：卧槽，那帮人是雄霸天下家族的，其中几个人我见过，之前还抢我的怪呢。原来这帮叛徒躲在这里抢我的装备，居然还和79区的畜生勾结在一起。另外一人直勾勾地注视着雄霸天下一群人，忽然之间瞳孔急剧扩大几分，露出憎恨之色，咬牙切齿怒吼起来。另外2人一听这话，纷纷仔细注视着雄霸天下一群人。妈的，果然是雄霸家族的，就因为他们害死了我们不少80区的兄弟，原来他们都隐藏了 ID 躲在这里刷怪，快打开公屏通知大家过来。风云谢拜是80区的人，赶紧来坐标111156。雄霸天下的人躲在这里刷怪，他们把自己的 ID 都给隐藏了起来。第79章，族长，我要退家族。公屏之上瞬间热闹起来，烟花四起。卧槽，原来雄霸天下儿子们把 ID 隐藏了躲起来刷怪了，难怪找不到他们。80区的兄弟们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弄死这帮79区的走狗。吃鸡达人，给我留一个79区的走狗，我马上到，我一定要手刃仇人。超过3000人使用了传送券，输入坐标直接传送过去，可想而知在众人的心中多么仇恨雄霸家族。雄霸天下一群人全神贯注刷怪升级，压根没看公屏。下一秒周围传送过来3000多人，附近刷野怪的玩家
也纷纷往这里集结而来，空前团结。雄霸貂毛抬起头，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疑惑地看着一旁的雄霸天下。族长，似乎情况不对啊，你看周围怎么出现了这么多人啊？瞬间，雄霸家族所有人纷纷停下手来，疑惑警惕地看着周围的玩家。片刻之间，人数已经增加到了4000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雄霸天下，你以为你隐藏了 ID， 我们就不认识你们了？你们这帮79区的走狗，弄死他们！瞬间，4000人发动攻击，无数的技能招呼上去。雄霸天下300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团灭了，原地复活！别闹了，雄霸天下一群人可不敢原地复活，等待他们的就是再一次屠杀。从复活泉出来，又是一大票人将他们雄霸家族的人团团围住。雄霸天下，你们这帮79区的走狗，因为把 ID 隐藏起来就不认识你们了吗？告诉你们，我们80区以后谁不露出 ID， 就当做你雄霸家族的人处理。雄霸天下一群人傻眼了，若是这样的话，他们将无处藏身。尼玛，这些人也太狠了！无论是谁将 ID 隐藏起来，就当做他们雄霸家族的人来处理。虽说被团团围住，不过这是在诺丁城内，城内无法开启 PK 模式，也不能击杀玩家，这倒不用担心。不过他们的升级的做任务啊，不然如何发育？看这情况，一旦他们出城，立马会被包围起来。之前他们死过一次，今天又死一次，还剩下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这次机会用了，再被击杀的话，那他们就真的死亡了。雄霸天下顿时心中后悔不迭。尼玛，昨天就应该逃离80区去海岛地图，为何要答应家族内的人一起帮他们练级，到了25级一起去海岛呢？这下好了，想要离开诺丁城都难。这些围堵之人，他们去升级了，又有另外一批围堵之人，只要他们离开诺丁城内，周围的人会毫不犹豫一拥而上。族长，我想要退出家族，可不可以？卧槽，太吓人了，我还想活着，我可不想死。忽然雄霸家族一名玩家哭着脸喊道。下一秒，另外一人也开口了：族长，我也想要退出雄霸家族。雄霸天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家族群内收到了消息，连忙打开消息面板。丁玩家，雄霸罪过，退出雄霸家族。丁玩家，雄霸大哥，退出雄霸家族。一时之间，20多人退出了雄霸家族。雄霸罪过连忙举起双手，做出一副投降的模样，看着周围的众人：别误会，我们生是80区的人，死是80区的鬼，绝不做79区的走狗。我们已经退出了雄霸家族，你们让我们走吧。20多人的 ID 上已经没有了家族信息，显示为没有家族的人。雄霸天下彻底绝望了，他也想说自己退出雄霸家族行不行？这尼玛当卧底太难了，他在80区混不下去了，算了，不能放弃。随后雄霸天下以及剩下的人就在城内蜗居着，同时雄霸天下给雄霸天神发了求救的消息。这消息过去10分钟都没有回应，宛如石沉大海一般。恢复完毕体力值的杨晨再次前往疯魔怪的地方，开始收集疯魔结晶。霸王项羽从镇魔塔17层出来，碰上铁血战天从16层出来，顿时兴奋起来。铁血垃圾，你还在16层晃悠呢，我都已经到第17层了。铁血战天冷冷瞥了他一眼，冷哼道：霸王臭屎，你说话还是那么难听。17层怎么了？我很快也能到17层，刚才不过是差了一点而已，我再来一次必定能到17层。霸王项羽一翻白眼，眼神闪烁几下，连忙上前。铁血垃圾，我们都已经29级了，你没有打算再去海岛图吗？你看看79区和81区的人，他们的整体等级都高过我们了。若不去海岛图的话，我们发育实在太慢了。铁血战天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在本区内也能升级，不过经验值却远远不如海岛图来得快。他们在本区升1级，在海岛图至少能升到1级半，甚至2级。长此以往下去，他们与其他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霸王臭屎，你说的话我当然明白。虽然不想承认，不过79区的实力确实比我们强。过去就是送死，反而还把装备爆出去，送人家材料装备金币。霸王项羽眼眸闪过一抹光亮。我有办法，咱们在海岛打下一片区域，不用太大，就我们80区的人在那练级，然后守住这片区域就行。我们2家联合，然后再招募一些小家族一起加入。我们80区到达25级的人，如今至少也有100万玩家吧。我就不信雄霸家族的人能干过我们。顺便看看79区有没有落单的人，还可以顺便击杀了。铁血战天一听，顿时眼前一亮，沉吟了片刻，抬起头看着他：你有把握吗？霸王项羽一怔，拍着自己的胸脯：我有80%的把握可行，何况我们80区和79区仇深似海，升不升级无所谓，主要是我霸王家族丢不起这个人，不能让79区的人小看了我们。铁血战天一愣，诧异的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霸王臭屎，没想到你还挺有血性的。你霸王家族去了，我铁血家族自然也要为80区出力。
第80章又败了。这话对霸王项羽十分受用，顿时整个人眉飞色舞起来，嘴角上扬。铁屑垃圾，别小看我霸王家族，回去把你们家族的人集合起来，我现在就回去组织，这场一定要给79区的人一点颜色看看。霸王项羽开始在公屏之上招募人员，鼓舞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79区的人。80区不少人纷纷爽快答应，这些日子他们可被79区的人欺压得挺惨，心中怒火早已无法控制，可惜势单力薄无法应对。如今霸王家族牵头，不少人纷纷义愤填膺加入进来，很快霸王项羽组建了10万人，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在传送阵门口集合，个个气势汹汹，怒不可遏，终于到他们报仇的时候了。霸王项羽站在人群最前沿，成就感十足。80区的兄弟姐妹们，这些日子79区的畜生们把我们欺压得太惨了，今天就是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一会儿进去之后，跟着我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一起冲，见到79区的人往死里干。80区威武霸气，干死79区的。80区威武，众人的情绪高涨到极点，心中的愤怒值彻底被点燃。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率先带着自己家族的人进入传送阵，剩下的人纷纷紧随其后，进入公共区域海岛地图，干死79区的。10万80区的玩家宛如潮水一般涌进公共区域，士气高涨，一路狂奔几分钟，一个79区的人也没有看见。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一脸大写加粗懵逼二字，对视了一眼，这什么情况？79区的人呢？居然一个也没有。80区的10万玩家纷纷露出疑惑之色，之前他们进入公共区域，随时都能看见79区的人，如今他们集合好了大部队，却一个人也没有看见，这什么情况？80区的垃圾们是在找我们吗？忽然前方出现大批79区的人，雄霸天神走在最前沿，身后跟着至少5079区雄霸家族的玩家。雄霸天神的旁边还有一名刺客 ，ID 夜雪无痕，在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近5000人顶着。夜雪 ID 开头的玩家显然是79区另外一个大家族。雄霸天神和夜雪无痕两人都已经是34级，再升一级，他们可以穿上35级的装备了。两大家族后面至少跟着9万多名79区的玩家，气势汹汹。雄霸天神蔑视的扫了一眼霸王项羽等人，露出不屑之色。你们80区就没有一点像样的人吗？都是一帮垃圾，30级的玩家也没有几个。霸王项羽，你不是你们区最强的家族吗？你一个族长居然才29级，看看你们家族的精英队员都30级了，真是可笑，还想要偷袭我们？你觉得这么容易让你们偷袭吗？霸王项羽眉头紧锁，郁闷的不行，明的打不过，没想到偷袭居然被发现了。79区的人怎么会提前得知消息，百思不得其解。片刻之后，他瞳孔急剧扩大，猛然抬起头，露出恍然大悟之色，愤怒的不行。你们79区的才是垃圾，在我们80区居然安排了间谍，又是雄霸天下告诉你的是不是？铁血战天此时也反应过来，一定是他们在公屏召集人员的时候，雄霸天下看到了，将这个消息告诉了79区的人。雄霸天神没有否认，白了他一眼。既然你都清楚，10区的话，把我雄霸家族的人安全给我送出来，否则让你们80区的人永远无法踏进公共区域一步。霸王项羽顿时就暴走了，让我把雄霸天下送出来，你做梦！我要让他滚回新手村去！来吧，你们79区的垃圾们，干死他们！双方根本无法避开这一战，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一马当先，冲入人群中。铁血垃圾，来，咱们比比，看看今天我们谁杀79区的人多，谁输了是谁的儿子。铁血战天瞥了他一眼，怕你不成？铁血战天已经30级了，霸王项羽还是29级，两人的攻击都有1万左右。铁血战天换上了3件30级的装备，攻击能达到1万2。雄霸家族的平均攻击都能达到9000左右，大部分人的攻击都高达1万多。雄霸天神的攻击更是高达1万8。若他升级到35级，换上35级的装备，再将装备强化一下，必定能突破到2万。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装备都是强化加3。夜雪无痕的攻击力与他不相上下，他是一名刺客，敏捷度高的吓人，穿梭在人群中疯狂地收割。1万8攻击力的刺客，一个普攻也能秒杀一人。雄霸天神是一名射手，疯狂地射出冰箭，箭雨落在地上还发生了爆炸。我靠！雄霸天神的攻击真是恐怖，那技能至少是粉色技能吧？正准备上前，帝霸王项羽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铁血战天也停了下来，心有余悸，震惊不已。他的攻击力至少在17000多，这都赶上傲视天下了。不过瞬间，80区近1万人被击杀，79区那边不过损失了3000多人而已。雄霸家族和夜雪家族的人都十分聪明，让其他家族的人冲前锋，他们家族的人在后面全力输出。他们两大家族的攻击力十分恐怖，80区没有伤害可以匹敌，太夸张了。
撤退吧，我好不容易升上来的等级，不能又掉下去了。这掉等级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霸王项羽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从遇见杨晨之后，他等级经常掉，开服前还试图称霸全区，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也太大了。铁血战天顿时一愣：你刚才不是还豪言壮语要干死79区的吗？怎么现在立马就怂了？霸王项羽瞥了他一眼：卧槽，这是怂吗？我这是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这尼玛继续打下去，那就是故意送人头。第81章，救乔雪杨鹏，撤退！霸王项羽大吼一声，100米无敌的速度发挥到极致，刚才冲的有多快，撤退就有多快。铁血战天虽然不甘心，但依旧大手一挥，让自己家族的人撤退。79区的人太猛了，攻击太高，继续下去，他们恐怕会损失惨重。回去之后，一定要把雄霸天下给弄死，让他彻底消失在80区。80区的垃圾们，往哪里跑？79区的人疯狂追逐起来，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率领众人往传送门的位置一路狂奔而去，打不过只能回80区去。族长，不能跑了，79区的狗逼派人堵住了传送门的位置，我们过去就是送人头。最前沿的霸王家族的玩家一脸郁闷无语的跑过来，一脸愤怒的怒吼道：族长，回去之后一定要弄死雄霸天下他们，这个狗逼都是他搞出来的鬼。79区的人早就准备好了，把我们的退路给封死了。族长没办法了，干死79区的。霸王剑圣一脸凶狠，从边上怒吼起来。前有狼后有虎，他们想要安全回到80区已经是不可能了。霸王项羽也愣怔住了，气愤的不行，前后看了一眼，露出凶光。卧槽，和79区的人拼了！近20万玩家瞬间混战在一起。若是在之前，他们虽然会败，不过不会败得太惨。如今逃走阵型大乱，双方刚碰撞在一起，出现大量的伤亡。79区阵型一点也没有乱，战士在最前沿，刺客紧随其后，随后法师、射手、猎人在后方输出。很快，80区一半的人被送去复活，依旧有近2万人冲到了传送门的位置，跑回80区去。铁血战天和霸王项羽两人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被人列为主要针对对象。两人被杀了一次之后，趁着众人不注意原地复活，拔腿就跑。半个小时，激战结束，79区损失了1万多人，80区5万多人掉落一个等级。公共区域聊天窗口，雄霸无双，79区，哟呵，你们80区的人不是挺狂妄的吗？不是放出豪言壮语要杀我们79区的人吗？怎么刚来就不见了？你们这帮垃圾跑哪里去了？夜雪无敌，79区，80区的垃圾们，你们也太垃圾了！我夜雪家族待在79区太无聊了，本来想要好好玩玩的，没想到你们这么垃圾。唯唯诺诺，80区、79区的畜生们，等我们80区的大神来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这么说了。笑面虎，79区，别吹牛了行不？你们80区的大神，你们80区的大神在哪里呢？整天听你们说那个傲视天下，现在都没有见到人影。他要是敢来公共区域，不用我们区的雄霸天神和夜雪无痕两位大佬出手，我都能秒杀他。王者无敌，79区，和这帮垃圾说这么多干嘛？看看他们区的实力就那样，他们眼中的大神，在我们79区啥也不是，只会在这里瞎逼逼。我们79区的人一出马就跑。铁血垃圾，看来想要针对79区，必须先回去把雄霸天下这个王八蛋除掉。逃脱之后的霸王项羽一脸愤恨，盯着一旁的铁血战天开口说道。铁血战天狠狠瞪了他一眼：霸王臭屎，这还不是你们霸王家族搞出来的？雄霸家族不是你们霸王家族的附庸家族吗？现在成为我80区的毒瘤了。霸王项羽顿时不说话了，目光直勾勾地注视着前方。不远处几十名玩家正在围剿2名玩家，一名男的，一名女的。铁血垃圾，你看那2人是不是和傲视天下一起的那个丫头和那个烟雨江南？乔雪和杨鹏到达30级后，进入了公共区域。如今79区大部分人都回去了，他们的体力值已经刷完，可依旧有不少79区的人在这海岛活动。看到杨鹏和乔雪2人是80区的，二话不说干了起来。杨鹏和乔雪早已今非昔比，面对30多人，2人击杀了79区10多人，只是被打掉了1/3的血量。附近79区的人纷纷赶了过来，很快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出现，直奔杨鹏和乔雪而去。铁血战天听到他的话，定眼一看，眼眸闪过一抹狡黠之色，迅速起身，拎起武器冲了上去。铁血家族的人紧随其后。铁血垃圾，你干嘛？霸王项羽疑惑地问了一句，旋即瞳孔急剧扩大，露出恍然大悟之色。靠！你想救他们2个，让傲视天下欠你人情？妈的，不能让你们铁血家族独占鳌头！霸王家族的，跟我弄死79区的！79区的人刚到乔雪和杨鹏的面前，还没来得及出手，铁血战天和霸王项羽赶到，他们2个家族的人合在一起，依旧还有800多人。无数的法师技能和射手技能招呼上去，
79区的100多人瞬间被秒掉50多人。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早已憋足了怒气，正好宣泄心中的怒气，瞬间79区剩下的50多人被秒杀，还有10多人原地复活，被无情的再一次砍翻在地上。79区的畜生们，起来啊，继续复活啊！看着地上的尸体，霸王家族的人怒吼起来。乔雪和杨鹏愣怔地看着霸王项羽、铁血战天救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可霸王项羽居然会救他们，让人匪夷所思。我们都是80区的，在这公共区域得一致对外。见两人直勾勾地注视着他，霸王项羽有些不好意思说道。乔雪和杨鹏忽然之间对霸王项羽感官好了不少，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当然他们不知道，上一世的霸王项羽可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只不过这一世遇见了杨晨，不知不觉改变了不少。霸王臭屎，别说这些没用的了，79区的人一会儿就该来了，我们赶紧回80区去。铁血战天在一旁催促一句，随后一大群人连忙往传送门去。第82章收集完毕。周围围观的玩家一脸大写加粗懵逼2字，他们都准备好看一场大戏了，小板凳和瓜子都准备好了，就给他们看这。杨晨的攻击太高，击杀周围的疯魔野怪，直接秒杀，连伤害数字也不出现，让人一阵唏嘘感叹。整整一个下午，众人的体力值全部耗尽。杨晨收集了400多颗疯魔结晶，霸王家族收集了200多颗，铁血家族也收集了200多颗，两个家族加起来有500颗，一共900多颗，还差100多颗。果然没有幸运值的人，爆率太低了。不过杨晨也十分满足，回去恢复体力值后，今天晚上他便能将剩下的100多颗疯魔结晶收集完毕，期待已久的杀戮套终于快要到手了。至于杀戮值，公共区域便是一个赚取杀戮值的好地方。杀戮值一共需要11000点，目前他有6000多点，还差一半。傲师兄，还差100多颗，等我们回去恢复体力值后再来继续。杨晨摇摇头，不用了，这100多颗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你们恢复体力值后抓紧时间升级吧，努力让自己升到30级，这样你们能换上30级的装备，整体实力会提升不少，到时候再去公共区域。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一听，顿时露出兴奋激动之色，他们报仇雪恨，一雪前耻的机会终于要到了。放心，傲视大佬，我今晚通宵练级，争取让霸王家族所有人都到30级。对了，你们刚才给了我不少疯魔结晶，我一人给你们50个金币，算是酬劳。铁血战天连忙摆手，这可是8届杨晨的好机会，断然不会要这50个金币。霸王项羽更不会要，想要抱住大佬的大腿，帮一点忙，哪能要酬劳啊？这不是浪费了抱大腿的机会？两人再三拒绝，执意不肯收下，说称自己要回去恢复体力练级，一副落荒而逃的模样。杨晨无奈回到诺丁城，将疯魔结晶全部放入仓库，进入诺丁酒店休息恢复体力值。奋战了这么多天，疯魔结晶终于要马上收集够了，胜利的曙光近在眼前。乔雪和杨鹏两人也开始恢复体力值，准备再去练级。2个小时后，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疯狂地在野外刷怪练级，杨晨独自一人来到疯魔野怪处。半个小时后，100多颗疯魔结晶到手，如今只差杀戮值和海岛区域的领主怪所报的东西了。算算时间，公共区域已经开启了5天，2天之后便是1周的时间。7天后的晚上8点，公共区域的领主怪会全部刷新为精英级别，其余时候公共区域的领主怪皆为普通级，偶尔会刷新精英级。上一世无人发现这个规律，后来才发现每周末晚上8点都会全部刷新为精英级别。这些天他虽说一直在击杀疯魔野怪，不过也留意着公平之上的信息，80区被压制的十分厉害，与79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原来平均等级只是相差1-2个等级，如今至少差了3-4个等级。唯有让霸王项羽他们升到30级，换上30级的装备，这样他们80区和79区的差距才会缩小。这2日的时间，杨晨也准备挑战一番80区的领主怪。这些日子他的精力都耗费在了疯魔野怪之上，他自身的实力并没有提升多少。他在80区发育的好，79区同样有发育很好的人，雄霸天神的攻击至少有2万多。上一世公共区域开启的时候，他也听说过79区的雄霸家族，只不过上一世他没有遇见过79区雄霸家族的人，他被打压得太惨，32级了才进入公共区域。那时候已经开启通往主城的传送门，雄霸家族和霸王家族的人已经离开了诺丁城。但他记得公共区域刚开启的时候，霸王家族和雄霸家族发生过好几次激战，2个家族的实力不相上下。这个时候霸王项羽和雄霸天神的攻击力已经有2万3左右。后来霸王家族和雄霸家族的人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在公共区域坑杀81区的人，彻底占领公共区域。不知不觉这一世的剧情似乎改变了，80区和79区彻底对上了，而81区的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79区雄霸家族整体实力也非常强，
不少人的攻击应该都有1万多。他升到33级，攻击力如今只有3万5，凭借他一己之力很难扭转乾坤。趁着这2日的时间，他必须好好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否则2天后精英领主怪他无法抢下，这是杀戮套的关键材料，他必须夺下。如今他身上还穿着25级的黑袍套装，30级的装备都没有。至于换别的装备，若没有强化的话，连他25级的装备也没有，更加没有套装效果。一时之间，他感觉强化石有些不够用。这些日子他手中的强化石增加到了100颗，可依旧差太多了。若是之前强化装备的强化石可以返还就好了，不过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强化加5之后，属性几乎会成倍的增长，可以将炽热天使项链和镇魔戒强化一下。目前首饰除了这2个部位后，还有手镯，但开启手镯部位需要等到40级。上一世他曾听人说过，有人提前开启了手镯部位，是因为无意之间领取到了一个隐藏任务。他打算这2日的时间把等级提升到35级，拿下这个隐藏任务，提前开启手镯部位。这个隐藏任务在40级野怪区域，如今整个80区的人还没人前往40级野怪区域。从诺丁城购买了不少加血剂后，前往冰封谷。一片冰封光秃秃的山谷内，40级的野怪遍布满地。杨晨想要领取这个任务，还得从这里杀进去。不假思索，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舞起来。冰火炼狱，岩爆兽，轰轰！附近20多只野怪被秒杀，附近的野怪似乎受到了刺激，纷纷狂涌而来。这些野怪聚集在一起，无疑是给了他很少的输出机会。雷霆冲击，第83章，冰角兽王。无数的紫色雷电从天而降，40多只野怪被一击秒杀。趁着这个空隙，杨晨迅速穿过去，密集的提示音响起：叮，恭喜你击杀了冰角牛，获得经验值加4000。叮，恭喜你击杀了冰角牛，获得经验值加4000。一路之上，杨晨疯狂地刷怪，同时服用了好几次加血剂。这40级的野怪虽然血量不高，但攻击力却挺高。快要到冰封谷唯一一名 NPC 跟前的时候，他的体力值快要消耗完，一道金光闪过。叮，恭喜你升级到34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50012000000。越往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越多，35级需要120万的经验值。来到 NPC 的跟前， NPC 费格兰眼眸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年轻人，你果然是我天域世界的勇士，只身一人居然能到这里。此处已经被冰角兽控制，十分危险。年轻人，你来这里做什么？杨晨顿时一愣，居然无法直接触发隐藏任务。不过他可以肯定，隐藏任务就在费格兰的身上，极力回想着上一世记忆中那人是如何触发隐藏任务。许久之后，他抬起头：我来这里是为了击杀冰角兽，你为何在这里？费兰格露出一抹苦笑：我是天域世界的先锋官，当年我来此处征战，全军覆没，我也被中了冰角兽的诅咒，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杨晨坚定认真地望着他：我能帮助你离开这里，让你解脱痛苦。费兰格浑浊不清，悲伤的眸子忽然之间放出一道光亮，露出激动兴奋之色。年轻人，你真的能助我脱困？可以，我会为你击杀冰角兽，让他的诅咒之力消失，让你恢复自由。杨晨重重的点头。费兰格更加激动兴奋。年轻人，我被困这么多年，即便是解除了诅咒之力，我也无法继续活下去。不过能让我解脱，摆脱这诅咒的折磨，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无以为报，我只剩下一个从小到大一直佩戴的手镯，若你能助我解脱，我把这手镯赠送给你。丁触发隐藏任务，帮助费格兰解脱，是否领取任务？杨晨露出喜色，终于触发了这个隐藏任务，毫不犹豫领取这个任务。冰角兽乃是在一幅隐藏地图内，在前方的传送门内。杨晨看了一眼身前近100只野怪，看来今日想要进入其中是不可能了，至少得满体力的时候才能进入其中，而且还要在前面节约体力。回到诺丁城内恢复好体力值后，杨晨再次来到这里，凭借高额的敏捷度避开外面的野怪，顺利到达费格兰的面前，提起手中的魔杖挥舞起来。轰轰！雷霆冲击，冰霜剑雨，2个技能下去，传送阵门口被杀出一条血路。杨晨一个闪身到传送门跟前，进入传送门内，眼前一黑，瞬间恢复视线，他已经身处于一片昏暗的成为废墟的宫殿之中，周围有上百只野怪，在中央的位置，一只长着冰角的兽王端坐在椅子上。LV40 冰角兽王头顶的标志证实了他的身份。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擅自闯入本王的宫殿内，给我杀了他！周围的野怪一拥而上，杨晨顿时眉头紧蹙。这些野怪虽然防御力不行，但攻击力却十分之高，迅速往后退，挥舞着手中的魔法杖。冰火炼狱，无数的烈焰和冰焰疯狂窜起，冲上来的10多只野怪瞬间被秒杀，剩下的野怪也被这个技能阻止住。杨晨趁机再次挥舞魔法杖，雷霆冲击，
无数的雷电从天而降，落在20多只野怪的身上，伤害23000，伤害24000。20多只野怪被秒杀，若是被其他人看到这一幕，必定震惊不已，打出2万多的真实伤害。几个技能下去，只剩下10多只野怪了。冰角兽王硕大的眼珠瞬间瞪得更大，勃然大怒：可恶的人类，我要让你死！冰角兽王如同一枚炮弹一般弹射过来，用他的冰角撞向杨晨，地面上激起一阵尘烟。杨晨早有准备闪避开，不过依旧被冰角兽王的余波给伤到，打掉了他几百滴血。果然这冰角兽王的攻击不是一般的高，如今他34级挑战40级的领主有些吃力。最为关键的是，这只冰角兽王还是精英级别，一般来说领主怪和 BOSS 都是随机刷新级别，大部分都是普通级别，遇到精英级别的时候很少。可杨晨做这种隐藏任务，刷新出来的都是精英级别，普通级别的他有把握拿下，可精英级别的凭借他自己不是一般的困难。虽说已经34级，身上的套装却还是25级的装备，相差实在太大了。冰角兽王一击落空，剩下的10多只野怪纷纷涌上来。冰霜剑雨，杨晨挥动手中的魔法杖，一个技能下去，10多只野怪瞬间被秒杀，同时再次施展技能炎爆兽，3颗火球落在冰角兽王的身上，跳起伤害数字，伤害12000。我日，才1万2的伤害，杨晨脸色有些不好看了，心中一阵腹诽。这冰角兽王的防御力竟然高达2万多，更为恐怖的是，他居然有100万的血量。受到攻击的冰角兽王宛如被刺激到一般，双目变为了猩红色，冰角散发出一团耀眼的光芒，一团光芒急速发出。杨晨瞳孔急剧扩大，抽身闪避，依旧被打掉1000滴血。同时身上的黑暗套装闪过黑色光芒，被动效果触发，黑暗武士出现。黑袍套装是25级的装备，召唤出来的黑暗武士最高等级只有30级。黑暗武士拔出自己的武士刀，跃地而起，一刀劈向冰角兽王的头顶。杨晨也挥动着魔法杖，烈焰囚笼，冰火炼狱，2个技能同时施展出，黑暗武士的剑气斩也落在了冰角兽王的头顶，瞬间打掉冰角兽王3万多的血量。吼吼！第84章先锋手镯。冰角兽王彻底怒了，冰角再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团白色光芒直奔黑暗武士和杨晨而去。杨晨再次闪躲开，黑暗武士却不闪不避。轰！冰角兽王的攻击正中黑暗武士，没有任何悬念，黑暗武士被一击秒杀。见杨晨逃脱，冰角兽王忽然张开他那血盆大口，发出恐怖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声波伤害距离冰角兽王越近，受到的伤害越高。杨晨被这声波伤害瞬间打掉1500滴血，他的血量还剩下2/3不到，冰角兽王还有90多万滴血，想要击杀冰角兽王，凭借他一己之力根本办不到，除非他有30级的套装。轰！冰角兽王再次发动光芒冲击，这一次杨晨不闪不避，一道巨大的身影拦在他的身前，一身银色铠甲，威风凛凛。冰角兽王的攻击连他的防御也破不开。银甲将军提起手中的巨剑，陡然一剑劈出，地动山摇，废墟宫殿不停地坍塌。冰角兽王瞬间被打掉9万的血量。杨晨终于松了一口气，若没有召唤卡，他必定无法击杀冰角兽王。不过现在不用他出手了，在一旁拿出加血剂喝下，乖乖地坐着看戏。银甲将军3剑下去，冰角兽王被打掉27万的血量，银甲将军也被打掉了几千的血量。恢复好血量后，杨晨也开始继续挥舞着手中的魔法杖，重新加入战场。2人合力一起，一击下去打掉冰角兽王10万的血量。很快冰角兽王招架不住了，只剩下8万多的血量。银甲将军一剑下去，轰！冰角兽王爆裂开，数道光芒闪过。丁，恭喜你击杀了冰角兽王，获得经验值加5000000。丁，恭喜你升到35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35000120000。一道金光闪过杨晨，到了35级，看着地上的战利品，迅速上前拾起地上的东西。杀戮套设计图，帽子。整个人顿时欣喜若狂，他的杀戮套一直缺少帽子的部位，如今终于凑齐了所有部位。金币 X10，光芒手镯，粉色装备，居然爆了手镯，还是40级的装备，职业通用，40级会开启手镯部位，所以手镯最低等级也是40级。当然，除了费兰格手中的手镯，35级可以佩戴。一直精英领主能爆这么多东西，完全是他自身的 bug 所为。你尼玛完全将一个精英领主能爆的东西极限给爆了出来。离开隐藏地图，杨晨并没有着急去提交任务，他的体力值还有多余的。更为重要的是，银甲将军召唤时间乃是1个小时，才过去20分钟，还剩下40分钟，这可是免费的劳动力，万万不能浪费了。旋即在冰封谷内疯狂地刷怪练级，银甲将军一剑下去，
至少能为他挣到3、4万的经验值。若可以无限召唤的话，这就爽了，升级比吃饭还简单。1个小时过去，银甲将军的召唤时间早已到了。将他的体力值全部刷完后，姗姗来迟到费格兰跟前。年轻人，你果然是天域世界的勇士，你居然真的击杀了冰角兽王！感谢你让我解脱，这只手镯乃是我随身之物，现在赠送给你。杨晨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先锋手镯，橙色史诗级。先锋手镯，职业通用，等级35级。描述：先锋手镯乃是天域世界先锋官手镯，无法交易，任务绑定。智力加450，敏捷加180，魔法攻击加4000。史诗级的装备，这手镯果然不错，只不过可惜是任务绑定，无法交易。到了40级有更好的手镯后，肯定要换。这先锋手镯居然是绑定的任务手镯，到时候只能将其分解或者扔掉。年轻的勇士，我马上就要消失了，你目前无法佩戴这手镯，我帮你一把。费格兰苍老的面孔之上浮现出慈爱之上。丁，恭喜您提前开启手镯部位。年轻的勇士，谢谢你为我解脱，再见。刹那间，费格兰的身体逐渐消散，最终化为灰烬，飘散在冰封谷。杨晨内心一阵感叹，许久之后才回诺丁城去。来到仓库，将强化石取出，将先锋手镯强化到+3。至于继续往后强化，太过于浪费强化石了，尤其是这先锋手镯无法交易，连金币也换不回来，都无法放到拍卖行上卖。杀戮套需要不少强化石，不能过多的使用。进入诺丁酒店休息，2个小时后已经是周末晚上7点50了。公共区域聚集着不少人，霸王项羽已经32级，铁血战天33级，两人带着自己家族的人早早等候在这里。铁血垃圾，没想到你升级挺快的呀，居然都33级了。铁血战天瞥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霸王臭屎，你也不赖啊，都32级了。这不是有傲视大佬的指点吗？去什么地方练级经验值最多？傲视大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要是还把等级升不上来，那也就不用混了。对了，傲视大佬怎么还没来呢？大佬不是说今天晚上8点是咱们80区的机会，公共区域所有领主怪都会刷新为精英级别。这公共区域可是有上百只领主怪呢，我们要是能拿下一半的话，那我们就发达了。霸王项羽说着，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铁血战天冷哼一声：霸王臭屎，别想了，100只领主怪你还能全部拿下？傲视大佬可是说了，咱们80区能拿下20只就不错了。不过79区和81区的人都不知道晚上8点会刷新精英领主的事，我们的机会还是挺大的。说着，铁血战天也露出了兴奋激动之色。铁血垃圾，你就放心吧，傲视大佬已经告诉我了。我故意在公屏之上拉拢人马，说今天晚上凌晨12点的时候，公共区域所有领主怪会刷新精英级别，保存体力，大家一起12点进入公共区域。雄霸天下等人必定会将这个消息告诉79区的狗逼们，他们应该会保留体力值，等着我们12点进去埋伏我们。第85章吴梦家族。等他们12点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拿下了大部分 BOSS 了。霸王项羽越说越兴奋激动，铁血战天顿时眼前一亮，嘴角上扬。看来雄霸天下那帮狗逼还是挺有用的，还可以利用他们传递假消息。霸王项羽嘴角上扬，眼眸之中尽显阴狠之色。雄霸天下这帮狗逼整天躲在城内，我倒要看看他们不升级了，只要离开诺丁城，我就弄死他们。此时乔雪和杨鹏也来了，霸王项羽连忙上去，疑惑地看了两人一眼。傲视大佬呢？不是说晚上8点一起进入公共区域吗？乔雪看了两人一眼，解释道：大哥哥还在恢复体力值，之前他告诉我们，若是到了8点他的体力值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话，让我们先进去，等他恢复好之后再赶过来。我们先进去吧。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点点头，旋即进入公共区域。霸王家族3300多人全部都达到了25级以上，铁血家族的2900多人亦是如此，双方合起来5000多人浩浩荡荡进入其中。果然公共区域只有81区的人，很少见到79区的，基本上都回去恢复体力值，等着凌晨12点。当然偶尔还是能见到80区的玩家，一个区几百万人，总有人会来这里。我们分散开，去2只领主怪的位置等着，马上就要刷新了，刷新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杨鹏按照杨晨的吩咐告诉两人。铁血家族和霸王家族迅速分散开，去了2只35级领主怪的位置，等候着刷新。8点一到，果然领主怪瞬间变身成为了精英领主怪。哈哈，傲视大佬果然没有骗我们，领主怪真的刷新了，精英领主怪，兄弟们快，以最快的速度击杀这只精英领主怪。族长跟着傲视大佬简直太爽了，当前等级什么地方经验值高，领主怪什么时候刷新他都知道。
霸王项庄在一旁同样激动无比，跟着傲视大佬混准没错，赶紧的快速击杀这精英领主怪。不仅领主怪刷新为了精英级别，整个海岛之上所有的野怪也刷新为了精英级别，经验十分丰厚。杨晨从诺丁酒店出来，直奔岛屿而来。独自一人进入岛屿后，立马来到一只任务领主怪面前。杀戮套的5件装备所需要的材料都是从35级领主怪的身上爆，唯有武器的材料是在一只40级的领主怪身上爆。以他目前的等级，击杀40级的精英领主怪还是不够。他的攻击力没有问题，可防御力低的吓人，毕竟他身上穿的是黑袍套装，还是25级的。沃日，居然刷新成为了精英领主怪，嗨，我们要发财了。此时领主怪跟前有70-80人， ID 全部是无梦开头，显然是一个家族。这些人都是79区的人，本来他们是组队来这里击杀领主怪，忽然之间领主怪变为了精英领主，让他们兴奋激动不已。他们无梦家族在79区只是一个小家族，一共才200多人，79区的整体实力提升，其实大部分还是雄霸家族和夜雪家族提升了。在此之前，他们连击杀领主怪的机会也没有，几乎所有的领主怪都被雄霸家族和夜雪家族的人霸占着。今晚不知道雄霸家族他们抽什么风，居然让所有人回去恢复体力值。趁着这个机会，无梦战神带着70-80人来这里杀领主怪，却没有想到领主怪居然刷新为了精英级别。队长，这可是我们的造化啊！旁边的一名玩家也兴奋了起来，准备全力攻击。这精英领主怪可不是那么好杀的。无梦战神面色忽然变得十分凝重起来，众人同样严阵以待。族长，有人过来了！正准备攻击的无梦战神一群人不约而同纷纷转过身，露出警惕之色，生怕有人来和他们抢这精英领主怪。不过看到只有1人之后，旋即松懈下来。还是80区的，还是一个人。这小子不会是想一个人来击杀精英领主吧？队长，我去杀了他。80区的人也配抢我们79区的怪？无梦战神眼眸闪过一抹兴奋之色，迫不及待上前。我来！一群人迅速上前，将杨晨给团团包围起来。80区的垃圾，你胆子不小啊！没看到我们79区的大爷们在这里吗？你居然还敢主动过来送死！小子，你若是主动给我们10个金币的话，我可以放你一马，怎么样？杨晨淡淡的看着他，嘴角上扬。想要金币，自己过来拿。无梦战神顿时一愣，旋即怒目而视。你一个脆皮法师，还是一个人，也敢这么狂？给我爆了他！10多名战士立马冲了上去。杨晨提起手中的魔法杖，将自己的速度发挥到极致，迅速往后退，同时挥动魔法杖。冰霜剑雨，无数的寒冰利剑落下，10多名战士瞬间被秒杀，躺在地上成为了尸体，头顶跳起恐怖的数字。伤害36000，伤害37000。无梦战神惊骇的眼珠子都快要掉了出来，情不自禁的惊呼起来：卧槽，这什么鬼伤害？这法师开挂了吧？其余人也被吓唬了一跳。队长他的敏捷度也好高啊！众人愣怔住，杨晨可不会。趁着无梦家族的人愣神之际，再次挥动魔法杖。冰火炼狱，雷霆冲击，连续2个技能下去，无梦家族的人全部被秒杀，变为尸体躺在地上，只剩下无梦战神一人，瞠目结舌的愣怔在原地。你个法师，你开挂了吧？愣怔了许久才回过神来，吞吞吐吐颤巍巍指着杨晨问道。回应他的是一个技能研爆术，3颗火球落下，他也变为了尸体。从复活区域出来，无梦家族的人依旧处于震惊之中。队长，刚才那个法师好强，他的攻击力好可怕，不是说80区的人都是垃圾吗？怎么他这么强？联系我们79区的大佬来帮忙吧。第86章击杀领主怪。无梦战神沉吟了片刻，摇摇头，不行，好不容易遇到一只精英领主怪，要是让雄霸家族的人知道了，哪还有我们的份？通知族长他们，让他们过来帮忙。我们先去看看情况，盯着80区那人。击杀了79区的无梦家族，杨晨二话不说，开始提起魔法杖攻击领主怪。35级的精英领主好打多了，一个技能下去能打出2万多的伤害，他的血量也只有50万。烈焰囚笼，冰霜剑雨，冰火炼狱，雷霆冲击，研爆术。一套技能输出完毕，接上2个普攻，刚好烈焰囚笼的时间到，杨晨连忙闪避，躲开领主怪的攻击。他的血量瞬间被打掉12万。杨晨凭借他灵活精湛的操作，顺利躲开领主怪的主要攻击。无梦战神一群人此时也回到了这里。我看到他打出来的伤害之后，惊愕不已。沃日，队长，这个80区的法师穿的什么装备啊？居然打出这么高的攻击，还是一个操作流啊！这么精湛的操作我还是第一次见。无梦战神听到这话，顿时眉头紧蹙起来，眼神不停的闪烁。麻痹的，这个法师的攻击力太恐怖了，5套技能下去，估计就能秒掉这领主怪，
等不到族长他们来了，你们都准备好，一会儿领主怪快没血的时候出手抢下来，不能让80区的垃圾把精英领主怪给抢走了。吴梦家族的几十人纷纷点头，缓缓靠过去。杨晨连续几套技能下去，领主怪的血量只剩下5万多了，再来2个技能，领主怪便能击杀。此时吴梦家族的人已经靠得很近，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对于吴梦家族的企图，杨晨自然一清二楚。旋即他不再释放技能，转而使用普通攻击，配合上研爆术，时间降低了不少。不过这领主怪的血量本来也就不多了，一个普攻下去也能有1万的伤害。1分钟之后，领主怪只剩下1万2的血量。吴梦战神一群人终于按耐不住了，抢下领主怪！70多人蜂拥而上，准备靠近攻击范围抢下领主怪。杨晨早有准备，技能留到现在，正是为了应对吴梦家族的人。冰火烈狱，一个技能下去，10多人被秒杀，剩下的人也不敢继续往前冲。左手边释放出烈焰囚笼，控住20多人；右手边冲上来的10多人被雷霆冲击这个技能给秒杀。领主怪趁机发动蓄力一击，准确无误地打在杨晨的身上，瞬间他的血量险些被清空，只剩下500多点血量。他也没有想到领主怪居然还能发动攻击，迅速转身挥动魔法杖，研爆术，3颗火球落下，领主怪最后的血量瞬间被清空，化作一道白光，几道光芒闪过，留下几件战利品。吴梦战神见状，瞳孔急剧扩大，露出贪婪与兴奋之色，眼眸闪过一抹凶光。他还有几百的血量了，一起上杀了他！快原地复活一次！地上尸体有20人直接原地复活，连同剩下的人一起准备对杨晨发动攻击。杨晨眼眸闪过一抹厉芒，魔法杖挥动，一团烈焰落在他的身上。卧槽，这个法师干嘛呢？他的技能放错了吧？难道明知是死，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吴梦家族一名玩家瞪大眼珠惊讶道。吴梦战神也愣怔住了，一脸大写加粗懵逼2字，十分不解杨晨这是什么操作。下一秒烈焰熄灭，杨晨的血量瞬间恢复满，不仅是血量，连 HP 也恢复满状态。卧槽，什么情况？他居然血量恢复满了！冰霜剑雨，冰火烈狱，雷霆冲击，烈焰囚笼，研爆术，一套技能施展出，吴梦家族的人还没回过神来，再一次被集体秒杀。丁，恭喜你击杀了精英领主望破犀牛，获得经验值加1000000。一道金光闪过，杨晨升级到了36级，在冰封谷银甲将军为他赚取了不少经验值，只差几万的经验值就能升级。如今击杀了精英领主怪，正好升级。吴梦家族的人不敢再继续原地复活了，就算有这个念头，也没有这个实力啊。第2次原地复活可是需要100个金币，默默地从安全区域复活。队长，那个法师也太诡异了吧，为毛一下血量加满了呀？80区什么时候出了这妖牛逼的人啊？吴梦战神扫了众人一眼，大写加粗懵逼2字，郁闷的不行。他之前可是33级，准备来这公共区域升级，没想到运气逆天，遇到了一只精英领主怪。如今精英领主怪被抢了，自己还被杀掉了3个等级，回到了30级。尼玛，若是再掉1级的话，他连30级的装备都穿不上了。我他妈怎么知道？怒吼一声，吴梦战神连忙联系自己的族长。很快 ，ID 位吴梦妖王男子率领着近200人，气势汹汹地从传送阵内出来。吴梦战神，你们怎么在这里？精英怪呢？吴梦战神一脸郁闷地将刚才的事讲述了一遍。吴梦妖王瞠目结舌，眼珠瞪得老大看着他。80区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族长，这人估计是80区的大佬，他的名字好像叫傲视天下。精英怪被他抢走了，我们告诉雄霸家族的人，说80区的人来了。吴梦妖王沉吟了片刻，打开消息面板，联系雄霸家族的人。杨晨击杀吴梦家族的人后，立刻赶往下一只领主怪的位置。5件装备可是5只不同的领主怪。望破犀牛领主怪的身上抱了一件粉色战士靴子，还是35级的，另外还有2件紫色装备。材料的第2只精英领主怪，如今还没人发现。20分钟后，杨晨顺利拿下了这只领主怪，100%幸运值的优势彰显无疑，别人刷10次也不见得能爆的材料，他这一击杀一个准。收集好战利品之后，杨晨赶往第3只精英领主怪的位置。对于这些领主怪的位置，他可谓是记忆犹新。上一世因为实力太差，只能慢慢的磨，所以对于这些领主怪的位置记得十分清楚。第87章阡陌阁。与此同时，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也将拿下了2只精英领主怪，双方带了几千人，只要没有大家族来，领主怪几乎不会被抢。族长太爽了，我们拿下精英领主怪了！霸王项庄兴奋地说道。这么久以来，他们霸王家族不仅没能在公共区域拿到任何好处，反而被杀掉了不少等级，装备也丢了不少。如今终于拿下一只精英领主怪了，心情不言而喻。还有你说，抓紧时间拿第2只精英领主怪。
霸王家族3000多人浩浩荡荡往第2只精英领主怪而去，铁血家族同样如此。杨晨来到第3只领主怪跟前，忽然身旁出现一名戴着面具的女玩家，在她的身手还跟着4名神情冷漠的男子。面具女子的身材十分完美，凹凸有致，一身黑色皮衣皮裤将她的完美身材展露无遗，而她的 ID 也被隐藏了起来。不过她身后4名男子的 ID 却没有隐藏：阡陌风、阡陌雨、阡陌雷、阡陌电。这5人都是81区的。杨晨的目光落在几人的身上，同时女子5人的目光也落在他的身上，相互打量着。杨晨眼神连续闪烁几下，瞳孔急剧扩大几分，露出不可思议之色。若他猜测不错的话，这几人都是阡陌阁的人。阡陌阁是一个家族，阡陌家族在上一世进入主城后，听人提起过，家族势力十分庞大，在新手区的时候横跨好几个区，并且在每个区都发展十分不错。还有一个传闻，阡陌家族的族长是一名女的，传闻艳丽四方，令无数人折服在她的绝世容颜之下。可惜只是传闻，她并未见过。当初他们并不在一个层次，到她进入主城的时候，阡陌家族已经成为了传说。至于去哪了，她不知道。几年之后，她遇见过一次阡陌家族的人，后来便没有再见过。而阡陌家族传闻族长有4名保镖，与眼前4名男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他从未想过阡陌家族会在81区，毕竟上一世他没有交集，无从得知。你就是傲视天下？沉吟了许久，面具女子有些疑惑，带着不确定的口吻问道。杨晨的目光也落在她的身上，疑惑下意识问道：你是阡陌阁的族长？虽然女子戴着面具，但也能从她那双明若秋波、带着高冷之色的美眸中看到愣怔之色，十分诧异为何杨晨会知道她。看来你果然是80区的傲视天下了。之前在公屏之上，你们80区和79区吵架，经常提到你的名字，80区的人都很崇拜你，你是80区公认的第1人。现在看来你果然不简单，居然知道我阡陌家族。莫非你们80区也安排了卧底在我们81区？杨晨眉头微微一皱，淡淡一笑：自然没有，只是听说过阡陌阁，再看他们4人的名字，猜测你们是阡陌家族的。女子微微点头：你的思路很清晰，你想要拿下这头精英领主怪？杨晨没有否认，点点头：是。莫非阡陌族长你也打算拿下这头领主怪？阡陌阁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他不打算与他们发生冲突，如今已经和79区势同水火，若与81区交恶的话，他们80区很难在公共区域立足。是，我们双方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这里的，我阡陌家族也不会故意欺负谁，所以这头领主怪的归属我觉得十分有必要争论一下。杨晨眉头紧蹙，不知道阡陌族长觉得如何争论呢？很简单，我想看看80区大佬的实力，他们4人都是我阡陌家族的佼佼者，当然我阡陌家族也不会欺负你。4人之中你选2人，若你能胜过他们，这头领主怪我阡陌家族送给你，我们将他的血量打到3万以下交给你，反之也是同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杨晨眉头皱得更紧，不明白这个阡陌族长想要做什么，但这只领主怪他十分需要，拿下这只领主怪还缺2只，杀戮套的装备就齐全了。若是耽误的时间太长，另外2只领主怪被人拿下就不好了。好。随后阡陌雷和阡陌雨2人不约而同上前一步，眸子之中流露出钢铁硬汉坚毅眼神，让杨晨十分诧异。这2货在没有进入天域世界之前，莫非真的是保镖不成？阡陌雷是一名战士，阡陌雨是一名刺客，2人都属于进攻职业，而他是法师，远程职业。女子嘴角微微上扬，那双令人内心动荡不已的眸子中出现一抹自信之色。81区在这公共区域虽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冲突，但他十分坚信3个区之中，他们81区实力是最强的，这一点毋庸置疑。阡陌雷和阡陌雨2人在现实之中也不知道配合了不知多少次，2人的实力仅次于他，即便是80区的大佬也不例外。阡陌雷率先发动攻击，一把巨剑出现在手中，迅速靠近杨晨，扬起手中的巨剑，霸气绝伦，一剑落下，一道红色的剑气直奔他而去。杨晨早有准备，在他动手之际连忙抽身往后退。阡陌雷眼眸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万万没有想到杨晨的敏捷度这么高，这都快要赶上刺客的敏捷度了吧？这是把自己当做刺客在培养啊！女子那双美眸也闪过一抹诧异之色，十分不解，法师不应该加伤害和智力吗？敏捷度搞这么高？在阡陌雷动手之际，阡陌雨也出手了，他是一名刺客，敏捷度之高，甚至比杨晨的敏捷度还要强上几分，化作一道残影，犹如疾风一般，瞬间到了杨晨的跟前，扬起手中的月牙匕首。杨晨瞳孔急剧扩大，扬起手中的魔法杖，烈焰囚龙。阡陌雨的速度太快，无法捕捉他的准确位置，凭借感觉释放的技能果然刚刚好，瞬间他被控制住，
阡陌羽依旧对他造成了3000点的伤害。杨晨后背一阵冷汗，继续往后退。若非及时控住阡陌羽，这一击必定能秒杀他。阡陌羽的攻击至少在2万。第88章神秘女子。阡陌雷此时也追了上来，他的敏捷度可没有这么高。雷霆冲击！杨晨再次释放出技能，阡陌羽被烈焰囚笼技能控制住，无法闪躲。无数的紫色雷电落下，他的瞳孔急剧扩大。他是一名刺客，防御力可不强，只是希望杨晨的攻击不要太高。顷刻之间，阡陌羽的血量只剩下10点不到。当然，这是杨晨故意所为，开启了血量保护模式。阡陌羽自然也明白，主动退出，服用加血剂。阡陌雷也被雷霆冲击打掉了5000的血量，若是在技能中心地带的话，他也必定被秒杀。不用继续了，你们已经输了。阡陌雷还准备继续动手，女子忽然淡淡开口喝住他。杨晨也没有继续动手，连忙拿出加血剂服用，开始慢慢恢复自己的血量。阡陌阁的人果然很强，若是4人一起上，他绝对只有被秒杀的份。80区的大佬果然名不虚传，法师居然有控制技能，了不起。目前的等级拥有控制技能的法师少之又少，没想到你居然获得了控制技能。若没有这个控制技能的话，你想要赢估计会很难。杨晨没有否认，点点头。刺客和战士都属于近身职业，阡陌羽敏捷度在他之上，稍微给他一丝机会近身后便能秒杀他。何况一旁还有阡陌雷，唯有先将刺客秒杀，他才有可能活下去。战术策略，你的战术策略也十分清晰，我阡陌阁遵守诺言，这只精英领主怪送给你。小姐。阡陌殿顿时眉头紧蹙，面露着急之色。服从命令，留下1万的血量，动手。阡陌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深知无法改变小姐的决定，犹豫了1秒，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舞起来。无数的法式技能落在领主怪的身上，同时一旁的阡陌风也开始动手，拉开自己的弓箭，一个技能接上一个技能。阡陌雷也加入了战斗，唯有阡陌羽在原地恢复血量。3分钟后，领主怪只剩下1半的血量。女子看着杨晨，淡淡道：“我阡陌阁说话算话，希望你下次还能这么好运。”旋即，女子带着4人直径离开。杨晨眉头微微一皱，十分不解他所说的下次还能有这么好运是什么意思。从他的身上，他总是能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可他十分清晰地记得，即便是上一世在天域世界10年，也从未见过他。沉吟了片刻后，他决定不再去想，领主怪的血量已经恢复到1万2了，提起手中魔法杖，冰火炼狱，一个普攻下去。领主怪被击杀，他再次获得10分的经验值和1件粉色装备以及1件紫色装备，当然最重要的领主材料也收集到了。打开背包一看，不知不觉他竟然有了3件35级的粉色装备，100%幸运值果然强大无比。忽然之间他有些明白，他所击杀的这5只领主怪的材料对应着5件装备的每个部位，也就是说5只领主怪爆的装备都不同，加上他100%幸运值所爆的装备都是法师装备。5件粉色散装装备价值定然超过他身上的黑袍套装，毕竟等级相差太大。不过这5件粉色装备若是全部强化的话，需要的强化石可是不小的数目。他准备全力升级到40级，将杀戮套制作好，直接换上40级的装备，没有任何停留，赶往下一只精英领主怪的位置。小姐，你不是需要那领主怪的材料吗？为何要让给他？远离此地后，阡陌殿眉头紧蹙，十分不解，露出疑惑之色问道。女子淡淡道：“因为还他一次。”旋即女子侧目看着4人：“你们觉得傲视天下如何？”4人对视了一眼，阡陌羽眉头一皱，回想着刚才的情景，很强，他的攻击力至少在3万5左右。女子倾城美眸中闪过一抹复杂之色，嘴角微微勾起，仿佛在回忆什么，犹豫了许久之后，直径离去。79区传送门处，吴梦家族的人着急地等待着。终于，吴梦妖王的消息面板闪烁起来：“族长怎么样？雄霸家族的人来了吗？”吴梦妖王看着消息，一脸郁闷，麻痹的，不知道雄霸家族的人抽什么风，非要等到凌晨12点才进入这里。叮！下一秒，他的消息面板再次闪烁起来：“雄霸风云，你说谁？80区的傲视天下。”吴梦妖王：“是80区的傲视天下，他一个人2个技能秒杀了我吴梦家族几十人。”雄霸风云，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杨晨此时已经开始击杀第4只精英领主怪，拿下这只就只剩下最后一只领主怪了，再有1分钟的时间，他便可以顺利拿下这只领主怪。冰火炼狱，冰霜剑雨，2个技能下去，领主怪的头顶之上跳起恐怖的伤害，伤害18000，伤害15000，周围的人瞠目结舌，惊骇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到了地上。沃日，这个法师伤害真鸡巴高，还是80区的，80区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啊？
几名81区的玩家直勾勾地注视着杨晨，这人应该是80区的大佬吧？尼玛，这伤害真恐怖，独自一人也能击杀精英领主。我们几人组队砍这么一只精英野怪都这么困难。丁，恭喜你击杀了虎狼兽，获得经验值加1000000。杨晨捡起地上的战利品，兴奋不已。还剩下最后一只领主怪，然后就是最后武器的材料——变异妖龙。变异妖龙乃是公共区域40级的领主怪，同样也是40级领主怪之中最厉害的4只之一。想要凭借他的实力击变异妖龙很难，除非用上召唤卡。银甲将军召唤卡只剩下最后一张了，他实在舍不得使用。这时他的消息面板闪烁起来：霸王项羽，傲视大佬，我和铁血家族一共拿下了6只精英领主怪。我让人在79区传送门的位置潜伏着，79区的雄霸家族的人进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提前进来了。我们要不要先撤？第89章，再遇故人。杨晨顿时眉头紧蹙，还剩下最后一只领主怪，必须拿下。如今79区和80区势同水火，若今日不拿下的话，79区的人必定会来捣乱。杨晨，没事，你们先回去，我还有一点事。霸王项羽，傲视大佬，你一个人会不会太危险了？要不然我们过来帮你。杨晨，没事，我一个人安全的多。你们先到传送门那边刷怪升级，若是79区的人真的过来，人数多的话，你们先回80区去。人多眼杂，上一世杨晨已经经历过了，一个帮派几万人，难免会有其他人的奸细混入其中。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之中，若还有雄霸天下那样的人的话，才是最麻烦的。他独自一人，79区的人即便进入公共区域，短时间之内也无法找到他，除非是运气逆天，能如何巧合的碰上最后一头精英领主怪，必须拿下。杨晨往最后一头精英领主怪的位置赶去。80区的垃圾也赶来公共区域活动。不远处，2名80区的玩家被79区7、8名玩家给围住。杨晨本想直径离去，可看到两人面容之后，他犹豫了片刻，缓缓走了过去。公共区域是你们79区的吗？凭什么我们80区的人不能来？一名玩家怒目而视，咆哮起来：和他们两个垃圾废话什么？爆了他们！79区的8人扬起手中的武器就准备动手。这8人的平均等级都在34级，80区的2名玩家不过刚到29级，一旦动手根本不是对手。轰轰，8人还没来得及动手，3颗火球从天而降，3人瞬间被秒杀。剩下的5人看着3人头顶跳起的恐怖伤害，惊骇的瞪大眼珠，条件反射的回头注视着杨晨。沃日，他的伤害怎么这么高？杨晨，80区的2名玩家一眼认出了他。宋哲露出兴奋激动之色，连忙上前来到他的身旁。杨晨，我就知道我们3剑客的情谊不会轻易斩断。陶宇眼眸闪烁几下，露出疑惑之色，不过依旧走到了他的身旁，一言不发。杨晨确实有些不放心，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逢巨变，一夜之间家里的产业破产，自己的父亲承受不住压力跳楼自尽，母亲悲痛欲绝，精神恍惚，在路上开车祸去世，父母双双离世。他上学的生活费都成了巨大的问题，全靠陶宇和宋哲2人接济他，才能完成最后1年的学业。这份恩情他还没报，这一次就算是报恩了。杨晨没有回应他的话，寒冷无比的目光注视着79区的5人。80区的垃圾，你敢杀我们79区的人？你们不想在这公共区域混了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是79区夜雪家族的。回应他们的是一个技能，冰霜剑雨。无数的寒冰利剑落下，79区的5人血条瞬间被清空，躺在了地上。夜雪家族的5人愤怒地从复活的位置出来，开始呼叫夜雪家族的人。杨晨看着陶宇和宋哲2人，你们暂时不要来公共区域了，80区和79区的叫上劲了，你们的等级太低，实力也不强。陶宇顿时眉头一皱，嘴角上扬，嘲讽道：你是想让我们2个离开对吧？你觉得我们实力不强就是拖油瓶对吧？留在你的身边就是一个累赘是吧？杨晨眉头一蹙，看着他眼神闪烁几下，他是担心2人会彻底消失在天域世界，提醒他们。不过他却没有否认，他们注定不会有什么交集。既然陶宇这么认为，他也不辩解。你们回去吧，我还有事。说完，杨晨转身准备直径离去，伸手传来宋哲的声音：杨晨，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我宋哲的兄弟，我相信你。若你有什么苦衷的话，尽管说出来好了，我们是兄弟，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杨晨愣怔了一下，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回头看着他：我是真的有事，79区的人快要来了，你们先回去吧。陶宇双拳紧握，额头之上青筋暴起，双目之中带着血丝，再也无法忍受。杨晨，你现在是我们80区的大佬，我明白你看不起我们，不过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的。你个白眼狼！听着陶宇的话，杨晨淡然一笑，
离开的速度再次加快几分。来到最后一只领主怪跟前，此时领主怪已经被打掉一半的血量了。击杀这只领主怪的人是81区的人。杨晨顿时眉头紧蹙起来，自己终究是来晚了一步。出手抢夺这只领主怪的话，唯恐得罪了81区的人，一个控制不好，激起整个81区的矛盾就不好了。81区击杀这头领主怪的人只有8人，他们的实力明显不够，只能慢慢在这里磨领主怪。想要击杀这只领主怪，付出的代价恐怕不小。此时8人也察觉到了杨晨过来，服用下家血迹，其中一人回头看着他：“你们80区的人也想抢这只领主怪吗？”杨晨摇摇头，淡淡开口道：“不，我想和你们合作一把。”那人眉头微微一皱，露出疑惑之色，不解地望着他：“合作？怎么合作？我替你们击杀这只领主怪，我只要他爆出来的一种材料就行，其余的东西我都不要。我知道你们来这里也许是完成成就任务的，我可以给你补偿，这件装备给你们。”杨晨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之前报的35级粉色装备。那人顿时一愣，好奇地看着杨晨，犹豫了片刻问道：“你确定你一人击杀这只领主怪，不需要我们帮忙？”杨晨点点头：“好，成交。”杨晨二话不说，率先将粉色装备直接交易给他。队长，他是一名法师吧？居然一个人想要击杀一只领主怪，是不是疯了呀？你管他是不是疯了，估计一会儿就会挂了。咱们也赚了一件粉色装备，他若是打不下来的话，我们再继续击杀这只领主怪。趁着这个时间，我们还能好好恢复一下血量。第90章变异妖龙。另外一人顿时眼前一亮，露出欣喜之色：“对，你说的对极了，他拿不下这只领主怪，我们还可以接着打，完全是稳赚不赔。他一个脆皮法师，攻击高也没用。”看着还有25万血量的领主怪，杨晨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舞起来：烈焰囚龙、冰霜剑雨、冰火炼狱、雷霆冲击、炎暴兽。一套技能下去，领主怪的血条疯狂锐减，只剩下18万的血量，伤害15000，伤害14000，伤害16000。我日，他的伤害好鸡巴高！卧槽，80区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啊？一套技能下去，领主怪开始反击。杨晨对于这只领主的技能规律十分熟悉，上一世他来击杀这只领主怪不下8次，最后一次才将其成功击杀，仿佛早已预料好一般。杨晨迅速闪躲，每一次都准确无误地避开了领主怪的攻击。他竟然还是一个操作流，这精湛的操作技术可以称之为一流大师了吧？大佬，此人一定是80区的大佬。杨晨的技能 CD 时间到了，又是一套技能输出，领主怪的血量再次被打掉7万多，只剩下11万的血量，太夸张了！尼玛，这也太打击人了！我们8人还死亡了一次，才打掉一半的血量，他这上来2、3套技能就能秒杀这只领主怪吧？恍惚之间，杨晨又是一套技能下去，领主怪的血量只剩下4万。30秒之后，杨晨的技能 CD 时间再次恢复，一套技能输出。叮，恭喜你击杀了魔术兽，获得经验值加1000000。杨晨连忙上去从地上拾起材料，81区的8人也纷纷上前。放心，我只要这材料，其余的东西都是你们的。2件紫色装备，金币8个，还有1件粉色装备，以及一些用不上的材料，这可是白拿啊！8人迅速上去一抢而空。杨晨露出欣喜之色，杀戮套5件装备的材料全部齐全，如今只差武器的材料了。他在思考要不要去拿下变异龙，还有最后一张召唤卡，若是使用召唤卡的话，拿下变异妖龙应该没有问题。如今击杀40级领主怪的人少之又少，现在去反而能安心的击杀，不用担心有任何人来抢夺变异妖龙。沉吟了片刻后，往变异妖龙的位置而去。40级领主怪在海岛的中心区域，穿过一片稀疏的树林，来到一座废墟的大殿跟前。变异妖龙正盘旋在废墟大殿之上。LV40 变异妖龙，周围一名玩家也没有，如此他可以安心的击杀变异妖龙，使用出最后一张召唤卡。轰！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2米多高，身穿银色战甲，威风凛凛，银色巨剑握在手中，踏步向变异妖龙而去。每踏出一步，宛如拥有千斤之力一般，激起无数的尘烟。吼吼！变异妖龙感觉有人靠近他的领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整个废弃的宫殿剧烈的颤抖起来。银甲将军身上不停地跳起伤害数字，伤害50，伤害60，伤害45。声波攻击，杨晨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没有鲁莽的上去。银甲将军这么高的防御，居然也被打出几十的伤害。他若是上去，恐怕能瞬间秒掉他2/3的血量。银甲将军举起手中的巨剑，一剑劈出，一道浑厚的剑气散发而出，轰击在变异妖龙的身上，发出惊天巨响。伤害69000，接近7万的伤害。
这变异妖龙果然强悍，不愧为公共区域40级的顶级精英领主怪之一，防御力有3万，攻击力低于3万的人，连他的防御也破不开。这变异妖龙的血量高达200万的血量。轰轰！受到攻击，变异妖龙勃然大怒，张开他那血盆大口，一团烈焰从他嘴里喷出，宛如喷火器一般。银甲将军不闪不避，硬扛着烈焰的灼烧，跃地而起，再次一剑劈出，一道贯穿天地的剑气落下，变异妖龙被这一剑劈落在地上，激起一阵尘烟，弥漫四周。伤害82000，这是银甲将军打出暴击伤害了呀！杨晨眼眸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同时银甲将军身上的血量也被打掉了3000多，不禁暗叹变异妖龙的攻击力也高得吓人，银甲将军的防御力可是十分恐怖啊，居然被打出了3000的伤害。变异妖龙躺在地上后，发出一阵愤怒的悲鸣声，再次从地上腾空而起，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吐出一团冰柱。银甲将军瞬间被冰冻住，身体之上覆盖上一层厚厚的薄冰，不到1秒的时间，冰块被震得粉碎，再次被打掉了2000点的血量。不过银甲将军的血量以每10秒恢复100点的速度恢复着，连续2剑劈出，2道剑气落在变异妖龙的身上，被打掉了30万滴血。吼吼！变异妖龙愤怒的咆哮声，庞大的身躯以极快的速度扫过来，神龙摆尾。砰！一声闷响，银甲将军2米多高的身躯倒飞而出10多米之远，凌空一个翻滚，平稳地落在地上，迅速再次上前。变异妖龙再次发动了声波攻击，这点伤害对于银甲将军来说无关痛痒。杨晨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变异妖龙的攻击他已经掌握了，提起手中的魔法杖，加入了战场。烈焰囚笼，烈焰形成的囚笼瞬间将变异妖龙给困住。雷霆冲击，冰火炼狱，冰霜剑雨，炎暴兽，4个技能落下，打出了5万的伤害。杨晨暗自咂舌，难怪杀戮套如此稀少，这变异妖龙即便是40级的人也无法拿下吧。变异妖龙再次升空，张开血盆大口，杨晨早有准备，急速后退，银甲将军独自一人在前面抗住伤害。变异妖龙一套技能释放完毕，杨晨的技能 CD 时间也到了，再次一套技能输出。杨晨和银甲将军联手一起，终于将变异妖龙打掉了60万的血量，还剩下140万。第91章，领主怪被抢。半个小时后，杨晨还剩下1半的血量，银甲将军同样只剩下1半的血量，变异妖龙还剩下30万滴血，胜利的曙光近在眼前。烈焰囚笼，杨晨再次挥舞魔法杖，将变异妖龙给困住，疯狂地输出。队长，傲视天下果然在这里。变异妖龙的血量降低到19万，正在这时，周围出现了1000多人，领头的正是雄霸风云，他带来了1000多名雄霸家族的玩家，吴梦家族的200多人也在。队长，那个傲视天下居然在击杀40级的精英领主怪，我日，要不要这么屌？居然一个法师敢单挑40级的精英领主怪，快看旁边的人是谁，怎么看着如此眼熟呢？是啊，我也觉得眼熟，那名战士好劲儿猛啊，还是一个巨人，这尼玛攻击力超过10万了吧？那是哪个区的？1000多人面面相觑对视起来，那眼神似乎都在询问对方。众人都露出懵逼之色，但众人都觉得熟悉。雄霸风云也绞尽脑汁回忆起来，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同时，另外一个方向也出现了5人，正是阡陌家族的5人。阡陌雷眼眸闪过一抹诧异之色，无法置信看了一眼与变异妖龙激战的杨晨。小姐，那个傲视天下居然也在击杀变异妖龙，他旁边那个战士是谁？如此生猛的战士，为何从未听说过？阡陌羽、阡陌殿、阡陌风也被震惊住了，无法置信地注视着银甲将军，露出疑惑之色。女子峨眉微微一皱，片刻之后，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光亮。那不是玩家，是诺丁城的银甲将军。什么？4人不约而同惊愕地瞪大眼珠，无法置信。金甲将军和银甲将军不是诺丁城城门的守卫吗？这可是 NPC 啊，还是战力卓绝的 NPC？ 这闹哪样啊？从来没有听说过 NPC 会来帮玩家打架刷怪的。这银甲将军吃错药了，放着诺丁城不守，居然来这里帮杨晨打变异妖龙。小姐，他是怎么做到的？许久之后，阡陌雷惊愕地问道。开挂了吧？阡陌与眼神闪烁，女子十分镇定淡然，美眸之中只有些许惊讶之色，摇摇头。并非真正的银甲将军，若是城门口的银甲将军，攻击力至少在20万以上。这个银甲将军应该是召唤出来的，这也可以召唤。4人瞳孔再次急剧扩大几分。召唤卡，他应该是做某个任务得到了召唤卡，至于是什么任务不清楚，我们也没有碰上这个任务，但他一定是使用了召唤卡。小姐，你的任务不是需要击杀变异妖龙吗？变异妖龙马上就要爆了，
我们出手抢过来。阡陌风那双饱经风霜的眸子之中闪过一抹厉芒，其余3人皆是如此。女子却摇摇头，不用了，我们只有5人，银甲将军的一击谁也无法抵挡，足以秒杀我们5人。任务而已，每天领主怪都会刷新，我们可以明天再来。何况对面雄霸家族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也绝不会袖手旁观。4人对于他的话毋庸置疑，言听计从，站在他的身后注视着一切。杨晨也发现了雄霸家族和女子5人，顿时内心郁闷无比，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再有一套技能变异妖龙就能击杀了。对付变异妖龙原本就吃力无比，如今还得分心提防众人，尤其是阡陌阁的5人，虽说只有5人，但这5人给他的压力不亚于雄霸家族的1000多人。都别发愣了，跟我一起出手拿下变异妖龙，抢过来！雄霸风云瞬间回过神来，瞪大眼珠，40级的精英领主啊，必定会爆不错的东西，顿时双眼泛着绿光，怒吼一声，冲上去。雄霸家族的1000多人紧随其后，靠近变异妖龙，释放技能。此时变异妖龙只剩下8万多的血量了，杨晨怒不可遏，他的技能处于 CD 状态，银甲将军也刚施展技能，无法连续施展，面对漫天的技能无能为力。轰轰，大地一阵剧烈的颤抖，无数的技能落在变异妖龙的身上，8万滴血瞬间被清空，数道光芒闪烁起。雄霸家族中一名35级的玩家瞬间升级到了36级，显然最后一击出自于他之手。杨晨彻底怒了，辛辛苦苦打了半个多小时的变异妖龙被人抢了，最后一击不是出自于他之手，100%幸运值无法发挥作用，极有可能无法爆出变异龙核。这可是最后一张召唤卡，没了银甲将军，他想要独自击杀变异妖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如何。抢下战利品，杀了傲视天下！雄霸风云兴奋无比，刚才他可是看到了橙色光芒，足以证明领主怪爆史诗装备了，40级的史诗装备啊，一件装备就足以发财。不过下一秒他感觉一道犀利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直击他的心神。杨晨的技能 CD 时间刚到，面对蜂拥而来抢夺战利品的人，毫不犹豫挥舞起魔法杖，这些人双目通红，一门心思想要抢夺战利品，完全忘记了攻击杨晨。烈焰囚笼，瞬间烈焰形成的牢笼困住20多名玩家。雷霆冲击，冰霜剑雨，冰火炼狱，连续3个技能下去，雄霸家族60多人被瞬间秒杀。杨晨出手，银甲将军也出手了，一剑劈出，贯穿天地的剑气落在人群之中，锐不可当。地面被撕裂开一道大约10米的裂痕，200多名雄霸家族的玩家被秒杀，还有200多人被打掉一半的血量。蜂拥而上的众人惊骇不已，终于醒悟过来，刚才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完全忘记了还有2尊杀神。雄霸家族的阵型已乱，杨晨趁机来到雄霸风云的跟前，挥舞起手中的魔法杖，炎爆兽，3颗火球落下，雄霸风云瞬间被秒杀，等级从36级掉落到35级。银甲将军也再次发动攻击，200多人被秒杀，剩下的众人纷纷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不敢上前半分。第92章杀上门。雄霸风云被秒，一时之间众人群龙无首，觊觎银甲将军和杨晨恐怖的攻击，不敢继续上前。阻止住众人，杨晨迅速回到变异妖龙死亡的位置，心中默默祈祷爆出变异龙核。与此同时，雄霸风云直接原地复活，露出愤怒之色，方才忘记了攻击，现在可不会，都给我原地复活一次！抢下战利品！雄霸家族众人回过神来，提起手中的武器，准备发动攻击。战士迅速上前，刺客施展出鬼魅般的速度向杨晨靠近，法师和射手猎人在后方准备输出。杨晨看到地上的战利品之后，忽然眼眸闪过一抹欣喜之色，迅速上前将这东西拾起。正当他准备继续拾取地上战利品的时候，无数的利剑与法师技能蜂拥而来，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拾取地上的战利品，抽身离开。银甲将军再次发动了攻击，一剑劈出，雄霸家族又是200多人被秒杀，不过依旧无法阻止住众人。在雄霸风云的指挥下，剩下的众人上前将地上的战利品一抢而空，杨晨也被打掉了好几百的血量，如今他只剩下1000多滴血量。他身上的装备不错，爆了他！雄霸风云怒吼一声，指挥众人上前，而他自己却以极快的速度往后撤退。他可不想做这个出头鸟，不论是杨晨还是银甲将军，攻击那都是十分恐怖的，他可不想再被杀一次。若是再被杀，他就掉落到34级了，连35级的装备也穿不上了。杨晨技能 CD 时间到，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舞起来，冰火炼狱，雷霆冲击，冰霜剑雨，烈焰囚笼。瞬间雄霸家族100多人被秒杀，一旁的银甲将军冲入人群，开始大杀四方。短短1分钟的时间，雄霸家族被杀了700多人。杨晨躲在银甲将军身后输出，有了银甲将军抗住伤害，加上他精湛的操作技术，
很少有技能打中。雄霸风云一看情况不妙，瞳孔急剧扩大，想都没想转身拔腿就跑。剩下的400多人见他逃走，毫不犹豫跟上，却被杨晨一套技能加上银甲将军的一击灭杀掉200多人。银甲将军的召唤时间还剩下20分钟不到，杨晨沉吟了片刻之后，眼眸闪过一抹厉芒，看着地上的战利品，将20颗强化石捡起，随后通知霸王项羽他们过来捡战利品。至于阡陌阁的5人，从始至终站立原地，注视着战场没有出手。杨晨看了5人一眼，带着银甲将军直径离去。几分钟的时间，杨晨到了79区传送门的位置，传送门旁边就是复活泉，在公共区域死亡的人都会从这里复活，才能离开公共区域。雄霸风云一群人一路狂奔来到这里，终于安心不少，开始呼叫支援。队长，我想起来傲视天下旁边那名战士是谁了，那好像是诺丁城城门口的银甲将军，一模一样。周围的众人一听恍然大悟，难怪自己会觉得熟悉，原来是银甲将军。雄霸风云瞥了他一眼，冷哼一声，不是好像，那就是银甲将军。卧槽，这个傲视天下是天域世界的儿子吗？居然能把 NPC 给叫过来了，这也太屌了吧，这简直无敌啊，居然可以叫动 NPC。 雄霸风云眉头微微一皱，用看白痴的眼神扫了一眼众人，那是召唤卡。不过这傲视天下确实有些本事，居然能弄到召唤卡。这召唤卡肯定是有时间限制的，等召唤时间到了，凭借他一个人翻不起风浪，等着援兵过来。话音刚落，众人的脸色纷纷巨变，杨晨和银甲将军出现在了这里。队长，傲视天下追过来了。杨晨没有任何的废话，提起手中的魔法杖，直接发动了攻击。烈焰囚笼，冰霜剑雨，一套技能往众人的身上招呼。不少人被杀了一次后，他们等级掉落到了35级之下，连35级的装备也穿不上。最为关键的是，不少人将他们30级的装备放在拍卖行上秒掉，如今只剩下裤衩和背心，防御力低的吓人。手中的武器，不少人变为了木棍，这还玩个屁！技能落下，200多人被秒杀，银甲将军也开始大杀四方。一剑下去，300多人的血条被清空，化作一道道白光飘向旁边的复活泉。雄霸风云吓得大惊失色，转身准备进入传送门，准备回79区去。其余众人皆是如此，尤其是不少人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之前不少人被连续杀了2次，这要是再被杀，那就是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雷霆冲击，冰火炼狱，还没完全进入传送门的60多人被杨晨2个技能给秒杀，其中有20人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银甲将军更加生猛，尤其是这些人的防御力骤降。杨晨出手之际，银甲将军已经击杀了400多人。雄霸风云和剩下的100多人顺利通过传送门回到79区去。进入79区内，雄霸风云一群人心有余悸。我去，好险！这个傲视天下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幸亏跑得快。雄霸风云一脸愤怒狰狞，操！傲视天下，我雄霸家族和你势不两立。不过下一秒他们傻眼了，杨晨泛着一身红光出现在了他们79区内，银甲将军同样如此。操！居然敢进入我们79区！大家不用怕，别的区过来，所有属性会压制 50%， 他只有1半的攻击力，爆了他！雄霸风云顿时一愣，不过下一秒露出狰狞之色，怒吼一声。不过他忘记了，此时他雄霸家族的人攻击力极低，防御力也低得吓人。银甲将军被压制1半的攻击，那也有5万的攻击力，杨晨也有2万多，何况他们只有100多人。雷霆冲击，冰火炼狱，冰霜剑雨，3个技能下去，雄霸家族的100多人瞬间被秒杀。这下他们可不敢原地复活了，选择了回自己的主城安全区复活区。这尼玛简直就是一个杀神，居然杀到他们79区门口来了。第93章，愤怒的79区。公共区域复活的众人见杨晨消失，不敢停留，连忙传送回79区。可万万没有想到，杨晨已经在79区内堵截他们。刚从传送门出来，恐怖的攻击落在他们的身上。1分钟的时间，回来的900多人再一次被秒杀。这一次有近100人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剩下的众人都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机会。当然也有100-200人选择原地复活，不想浪费自己的复活机会，结果被无情的再杀一次，甚至有人从35级掉落到了31级。同一时间，79区的公屏之上闪烁起红色通告：丁有80区玩家入侵本区。收到这条消息后，79区众人纷纷惊愕不已，不少人疯狂往公共区域传送门的位置赶去。只不过当他们赶到之后，杨晨和银甲将军早已不见了踪影。银甲将军召唤时间到了，杨晨可不会傻傻的等着79区的人找上门来。回到公共区域，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带着家族的人已经过来把地上的战利品全部捡完，当然这都是杨晨通知他们过来的。随后一群人回80区去。傲视大佬，太爽了，这些日子
我们可被79区的人欺负得太惨了，如今爆了79区这么多装备，简直太爽了。回到80区，霸王项羽整个人十分激动兴奋。铁血战天在一旁瞥了他一眼，一翻白眼，鄙夷道：霸王臭屎，你这么激动干嘛？好像这些装备都是你抢过来的。铁血垃圾，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计较。傲视大佬，这些装备怎么处理？霸王项羽虽然垂涎这些装备，不过也知道这些都是杨晨的战利品，如何分配得看大佬的意见。强化石给我一半，其余的你们自己分吧。霸王项羽更加兴奋了，这可都是35级的装备啊，正好他们马上就要到35级了，若是装备上，他们家族的实力必定提升不少。傲视大佬，这实在是受之有愧啊。内心兴奋，不过嘴上还是要客套一些。不用客气，你们抓紧时间把等级提升到35级吧，再过几天公共区域就要有 BOSS 降临了。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一听，纷纷露出凝重之色。官方早已通知过，公共区域开启2周之后会有 BOSS 降临，若能拿下 BOSS 会得到丰厚的奖励，届时不仅是 BOSS，2周后海岛之上所有的领主怪会再次刷新被精英级别，这是一场丰厚的资源争夺战。届时不仅仅是79区、81区的人也会参与进来抢夺。傲视大佬，你放心，我们会好好提升自己的等级。杨晨迫不及待回到诺丁城，从仓库之中将杀戮套的材料给取出，拼命收集材料这么久，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来到武器装备大师处，年轻人，你是想要请我为你打造装备吗？杨晨点点头，是。年轻人，我可以为你打造，不过需要你的设计图纸，不知道你有没有设计图纸？大师，请看。从背包内拿出杀戮套全部的图纸递过去。武器装备大师瞳孔急剧扩大几分，露出惊骇之色，猛然抬起头看着他，陈虎发生改变。年轻的勇士，你居然拥有完成的杀戮套的设计图，你是我天域世界的希望。杨晨淡淡一笑，大师，你能为我打造吗？武器装备大师用力点头，极其肯定。只要你能提供上面所需要的材料，我必定为你打造出来，这也将是我毕生的杰作。上面所需要的材料可不同寻常。杨晨二话不说，将背包打开，封魔结晶和领主怪所报的材料展现出来。武器装备大师更加激动无比，肃然认真地注视着杨晨。年轻人，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你过来取装备。杀戮套的必须注入灵魂力量、杀戮值，3天之后杀戮值你得带过来注入其中。若3天之后无法将杀戮值注入其中的话，整套装备也将无用。多谢大师，3天之后我会带上足够的杀戮值过来。杀戮值它已经足够了，3天之后可以直接过来取装备。进入公共区域击杀领主怪，体力值并非没有消耗多少，如今他已经36级了，他准备把体力值刷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升级到37级。想要高额经验，自然是公共区域经验最为丰厚。不过如今公共区域的情况，他能预料到79区的人估计抓狂了。果然公屏之上已经炸了。雄霸风云79区，傲视天下，你 SB 依仗着自己有召唤卡，杀我这么多次，有本事来公共区域决战。无梦妖王79区，傲视天下，你居然敢到我79区杀人，你就会搞偷袭，有本事光明正大来啊！雄霸天神79区，傲视天下，我雄霸家族与你势不两立。唯唯诺诺80区，哇，傲视小哥哥好厉害啊，赢家好喜欢哦，居然去79区杀人了，傲视小哥哥威武霸气。79区的垃圾们，你们这么多人都对付不了傲视小哥哥，还敢说偷袭你们？狂风暴雨80区、79区的垃圾们，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偷袭呢？尤其是雄霸家族的，尼玛带了1000多人，想要围剿我们傲视大佬，结果被傲视大佬杀掉了好几个等级，居然还有脸说是偷袭？这样也算是偷袭的话，那岂不是承认你们79区雄霸家族的人都是废物了？菊花三怒80区，傲视大佬，你就是我们80区的神，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79区的垃圾们，我们傲视大佬一个人到你们79区，你们也拦不住，还敢在这里叫嚣？雄霸超人79区，你们80区的才是垃圾，傲视天下那个垃圾不是偷袭的话，现在让他来公共区域啊！双方骂得不可开交，当然杨晨此时不会去公共区域。第94章反间谍。对于公屏之上的对骂，杨晨一笑置之，随手关掉消息面板。丁宁收到一条好友申请，杨晨疑惑地打开看了一眼，准备忽略，可备注上却是写着陶宇。依稀记得之前在公共区域，陶宇那愤怒的神情，按照情况他不应该会添加好友的。犹豫了许久，他最终还是同意下来。陶宇，杨晨，我知道你现在看不起我和宋哲，觉得我们是拖油瓶，添加好友不是我的本意。宋哲那小子让我添加的，他不好意思添加你为好友，所以我来添加。放心，我不会找你的，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总有一天会超过你。杨晨淡然一笑，内心有些苦涩，并没有回复消息。
马上就要凌晨12点了，进入诺丁酒店吃宵夜，随后进入公共区域，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79区的人，大部分人都已经将体力值刷完，回去79区去了。雄霸天神此时愤怒无比。晚上8点，海岛之上的领主怪全部刷新为精英级别，他们雄霸家族居然完美的错过了，夜雪家族的人同样完美错过了，只因为雄霸天神说晚上12点领主怪才会全部刷新。夜雪无痕神情冷漠看着他，雄霸天神，你该不会故意坑我夜雪家族，然后偷偷派人进入海岛之上抢精英领主怪吧？雄霸天神一听这话，眼珠瞪得老大。夜雪无痕，你话可不能这么说，我雄霸家族的人一直都在79区的范围内，若我知道8点海岛之上的领主怪全部刷新为精英领主的话，你觉得我雄霸家族的人会待在79区内吗？夜雪无痕眉头微微一皱，眼眸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雄霸风云不是带了你们雄霸家族1000人前往海岛之上吗？谁知道你是不是把大部队留在79区内，然后派雄霸风云带着1000人偷偷去打领主怪？要不是他们遇见了傲视天下的话，你们的计谋就得逞了。雄霸天神一听，郁闷的心中掀起无数的怒火，有苦说不出。这夜雪无痕冤枉人还真有一套啊，简直让他无从辩解。麻痹的明明是雄霸风云听了无梦妖王的话，带上去围剿杨晨，如今有理说不清了。深吸几口气，压制住中心中的怒意。夜雪无痕，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雄霸风云带人过去我都不知道，他只是听说80区的傲视天下过来了，带上去围剿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雄霸天神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夜雪无痕直勾勾地注视了他好久，眼神闪烁几下。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海岛区域今天晚上领主怪会全部刷新为精英级别？雄霸天神不假思索回应道，是我雄霸家族在80区的卧底告诉我的，他们说傲视天下会在今天晚上凌晨12点率领80区的人进入公共区域，因为凌晨12点所有领主怪会刷新为精英级别。夜雪无痕眯着眼睛，这么说消息是你雄霸家族的卧底传过来的？族长，我明白了，一定是雄霸天下叛变了，一定是这个王八蛋投靠了80区，然后故意传递假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让80区的人发育一波，他们偷偷进入海岛杀精英领主，我们等到12点进去，他们已经把体力值刷完都回去了。一旁的雄霸风云眼眸闪过一抹光亮，连忙上前说道。雄霸天神顿时愣怔几分，相信了几分。夜雪无痕此时也站起身来，有些动怒道，雄霸天神，亏你还是族长，还没有你的手下聪明，你在80区安插卧底的事，80区的人早就知道了，已经不是1次2次了，1次2次80区的人会走漏消息，难道3次4次还会走漏消息吗？你当人家是猪吗？你雄霸家族的卧底在80区难道不会引起公愤吗？他们迫于压力投靠了80区也不一定，所以故意将这消息透露给你，让他们80区发育一波。雄霸天神，你还真是猪脑子。夜雪无痕说完之后，转身直径离去，留下一脸错愕的雄霸天神。与此同时，80区传送阵的位置，雄霸天下一群人乔装打扮，甚至改了 ID 之后，终于混到了这里。族长好险啊，刚才差点就被人认出我们来了。雄霸貂毛拍着自己的胸脯，心有余悸说道，他们好不容易才混出来，这些日子躲在诺丁城内完全脱节了，他们等级还有人才26级，雄霸天下也不过29级，这日子混得凄惨无比。别废话了，赶紧走，免得夜长梦多，一会儿被80区的人发现了，我们就完了。过去之后，我给咱们雄霸家族的族长发消息，让他过来接应我们。一群人顺利进入了传送门内，到了公共区域，雄霸天下立马兴奋起来，之前的嚣张跋扈之色再次洋溢在脸上。哈，我们终于过来了，这海岛之上才是我们真正的天堂。旋即给雄霸天神发过去消息，让他派人来接应他们。雄霸天神此刻愤怒不已，狗日的雄霸天下居然敢背叛我，我最恨的就是背叛了。是啊，之前还发消息告诉我他被80区的人围困了，这么忽然之间又能传递消息了，我简直就是猪，我居然相信了他的话。雄霸风云在一旁火上加油道，族长，其实这件事你不必过分自责，只能说你太相信雄霸天下那个狗逼了，所以才会被骗。叮！正当这时，雄霸天神收到了消息提示，打开消息一看，整个人更加愤怒了。雄霸天下这个狗逼居然来公共区域了，还让我派人接应他。雄霸风云开启100%的想象力，瞳孔一缩。族长，现在事情更加明了了，雄霸天下一定是投靠了80区的人，他被80区的人团团围住，怎么可能进入公共区域？一定是80区的人故意让他来的，好混入我们79区，然后做80区的卧底。第95章，族长你是好人。雄霸天神深信不疑，怒不可遏。这个雄霸天下刚才欺骗了我一次，如今又想要来骗我，真当我是白痴吗？
三番两次的想要骗我，这是在欺负我的智商。接应他，行，我这就去接应他。雄霸风云连忙跳出来，眼眸闪过一抹激动之色。族长，这种小事交给我就行了，让我来，我带人去收拾雄霸天下。正好之前我们还有一些矛盾，这次一并结算。以前我觉得咱们都是自己人，一个家族的，一点矛盾不算什么。如今我才发现，这个雄霸天下居然吃里扒外，我亲手解决掉他。雄霸天神想了想，点点头。行，那你带上去解决掉他。我最痛恨的就是叛徒了。雄霸风云迫不及待带上1000多人前往公共区域。之前他掉落到34级，如今在公共区域消耗掉所有体力之后，又升到35级。海岛之上，雄霸天下一群人在指定的位置等候着雄霸家族的人过来接应。族长，咱们去了79区，无法回城怎么办？是啊，族长，恶魔深渊的恶魔一旦出现，我们必须回到安全区躲避啊，否则我们都会被杀死。1周只有3次复活的机会，而且被恶魔深渊的恶魔所杀，无法使用金币复活，只能有复活次数。1周可是会有5次恶魔深渊降临。雄霸天下眉头紧蹙，今天是周末，恶魔深渊刚过，他们的复活机会也刷新了。他想了想，没事，等族长派人过来接应我们之后，我们先在这海岛之上刷怪升级，等我们等级高了，装备上来了，到时候也可以回80区。只要我们分散进入80区的人不会认出我们来的。族长，你看，咱们雄霸家族的大部队来接应我们来了，哈，这至少有1000多人吧。一名玩家从地上站起身，兴奋地指着雄霸风云一群人说道。雄霸天下也站起身来，整个人异常激动兴奋。雄霸风云，没想到居然是你过来接我们。以前看你挺不爽的，今天一看你还挺可爱的，带这么多人来接我回去，我雄霸天下也算是有面子了。雄霸风云冷笑一声，眼眸之中寒光闪烁。是啊，我来接你们回家了。雄霸天下，我会让你很有面子的，给我杀！杀光这群叛徒！雄霸天下瞳孔急剧扩大，震惊不已，脸色骤变，愤怒地咆哮起来。雄霸风云，你什么意思？你想要干嘛？回应他的是无数的技能。雄霸天下一群人没有丝毫的防备，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猝不及防之下，200多人直接被秒杀。雄霸风云，你个 SB， 你公报私仇啊！族长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雄霸天下额头青筋暴起，愤怒地吼起来：族长，告诉你，雄霸天下就是族长让我来的，你居然敢做叛徒，出卖我雄霸家族！我做你妹的叛徒！老子什么时候做叛徒了？哪个王八蛋说我做叛徒啊？雄霸天下一边怒吼，一边急速逃窜。不过他们的等级和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很快就被追上，直接被团灭。原地复活雄霸天下一群人是不敢了，只能选择从传送门口复活泉复活。只不过他们刚出复活泉，再一次被杀了。雄霸风云早有准备，安排了一部分人在复活泉埋伏着，一旦雄霸天下他们复活，立刻将他们击杀。雄霸风云此时也率领众人赶到了80区复活泉的位置。雄霸天下一群人复活之后，根本不敢离开复活泉。至于回80区去，别想了，门口被堵住了，他们这点人冲不过去，就算能冲过去，估计也会被80区的人给杀了。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了，他可不敢冒险。雄霸风云，老子已经跟你说了，我他妈没有出卖家族，也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家族的事，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卧槽！雄霸风云，你个 SB， 该不会是你向族长说我出卖家族，是叛徒的吧？你居然这么坑我！雄霸风云冷哼一声：雄霸天下，别狡辩了，我和你是有矛盾不假，不过我雄霸风云可不是公报私仇的人。你有没有出卖家族，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心里清楚个毛啊！雄霸风云，一定是你，老子就知道一定是跟族长说什么。雄霸天下整个人双目血红，怒不可遏，整个人快要抓狂了，一时之间有些后悔做卧底。如今80区回不去，回去肯定被击杀，79区也去不了。更为重要的是，如今连复活泉都出不去。雄霸天下，别装了，我和族长都知道了，你就躲在复活泉内吧。复活泉只有5分钟的保护效果，我看时间到了，你能躲到什么地方去？雄霸风云冷哼一声，眼眸之中凶光大放。等他们的复活保护时间到了，给我杀了他们，弄死这帮败类叛徒！雄霸天下双目血红一片，整个人快要疯了。一旦保护时间到了，他们就彻底完了。这可是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若是再被击杀，那就是真的死亡了。族长，我们怎么办？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说来接我们的吗？怎么变成杀我们的了？这帮畜生，早知道我就不进霸王家族了，这是过河拆桥啊！雄霸貂毛整个人快要哭了，郁闷的不行，他是真的不想死啊！卧槽，我要是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我们被雄霸风云给坑了。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一会儿保护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往传送门冲，回80区去。我会拖住他们，为你们争取时间的。你们尽快回去，留在80区还有一线希望。雄霸碉毛一群人一听，顿时感动涕零。族长，你真是大仁大义，在这种生死关头，居然主动牺牲自己，成全我们。族长，你一路走好。雄霸天下一听，上去就是一脚。走个锤子，老子还没有死呢。正好保护时间到了，雄霸天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传送门。至于拖住雄霸风云，绝不可能。第96章，经验加成消失。我靠！族长，你不是要为我们拖住雄霸风云他们吗？雄霸碉毛眼珠瞪得老大，紧随其后往传送门的位置冲去。这时候留下的必死无疑，若能冲入传送门内，还有一线生机。想跑！雄霸风云见状，怒喝一声，一马当先，拎着手中的长刀上去，迅速劈出2刀。20多人彻底消失在天域世界，后方的1000多人也纷纷发动了攻击，火球、冰柱、剑雨蜂拥而来，瞬间200多人被秒杀。雄霸天下剩下100滴血不到，雄霸碉毛更惨，只剩下50滴血。不过两人运气逆天，进入了传送阵之中，回到了80区。至于追入80区内，雄霸风云没这个胆量，他们79区和80区势同水火，一旦进入80区，被压制 50%，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好不容易恢复到35级，穿上了35级的装备，他可不想再掉到34级去。队长，雄霸天下和雄霸碉毛逃走了，怎么办？雄霸风云一脸郁闷，犹豫了片刻。不管了，雄霸天下命大，不过他已经彻底废了，才29级，刚才被我们杀了2次，现在27级。雄霸碉毛更惨，26级。等他们发育起来很难，不用管了，走回去恢复体力值。雄霸天下和雄霸碉毛顺利回到了80区内。族长，现在怎么办？雄霸天下瞥了他一眼，眼眸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似乎在说：“你小子命还挺大的，还能怎么办？回诺丁城恢复血量仙，把家族解散了，凑钱把 ID 给改了。这个雄霸天神也太狠了，我帮他做了这么多事，居然还想要我的命。”雄霸天下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家族给解散了。改 ID 需要50个金币，雄霸天下还有一些存货，回到诺丁城内，进入仓库将金币取出，趁着众人不注意，将自己的 ID 名字给改了。想要继续在80区混下去，他的名字铁定是不能继续使用了。杨晨算了算时间，再次进入了公共区域，按照前世的记忆，来到40级野怪区域变异黄蜂群。这些黄蜂的个头已经有半个人大，这便是变异黄蜂。快看，那是谁啊？一个法师居然没组队，敢单挑匹马来公共区域练级，还去刷40级的黄蜂怪，他脑子瓦特了吧？附近正在刷38级野怪的玩家顿时被杨晨的举动给吸引住。你看，还是80区的人，听说80区最近被79区的人打压的挺惨的呀，居然还敢单挑匹马来公共区域刷怪，还要挑战40级的野怪，估计撑不了10个回合。另外一名玩家讥讽起来。队伍中一名颇有姿色的女玩家露出惋惜之色，无奈的摇摇头。这小哥哥挺帅气的呀，怎么年纪轻轻脑子就不好使了呀？这是想不开吧？一名法师独自一人来这公共区域刷图，还要去刷40级的野怪。我赌100个银币，这个法师撑不过3分钟。一名玩家嘴角上扬，率先开口道：“我也赌100个银币，我觉得他顶多能支撑2分钟。”杨晨一言不发，来到黄蜂怪的中间，提起手中的魔法杖挥舞起来，冰火炼狱。无数的冰焰烈焰从大地下冒起，周围10多只黄蜂怪瞬间被秒杀，头顶跳起可怕的数字：伤害32000，伤害32500。卧槽，这法师的伤害高到爆炸了吧？尼玛，这是人打出来的伤害！我的天，3万多的真实伤害，他的攻击力达到了4万多。80区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人了？快看他的 ID， 傲视天下。不是说80区最厉害的是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吗？整天2个家族和79区的人干架，这个傲视天下是谁啊？怎么从没有听说过呢？几名玩家惊愕的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对视起来。哇，小哥哥不仅帅，而且实力还这么强大，简直太迷人了。那名女玩家花痴地望着杨晨，一双美眸泛起桃花。与此同时，杨晨又是一个技能释放出，冰霜剑雨，又是10多只野怪被击杀。公共区域野怪经验值就是多，除了本身的经验值外，还有额外的经验加成。一只野怪经验值在5000，100只野怪就是50万的经验。杨晨只需要击杀120只怪左右，就能升级到37级。我日，40级的野怪在他的手中，怎么感觉比杀鸡还简单？我们组队砍38级野怪都无比的艰难，砍这么多刀才能砍死一只，好羡慕能像他一样，一刀一个小朋友啊！81区的几名玩家露出深深的羡慕嫉妒之色，干脆连怪也不刷了，直勾勾地注视着杨晨刷怪。
宛如是他们在刷怪一般，看得津津有味，激动兴奋不已。很快，杨晨杀了上百只变异黄蜂，又是一套技能释放出，一道金光从他身上闪过，他顺利升级到了37级。丁，恭喜你升到37级，距离下次升级需要经验值114000000。由于你的等级超过公共区域平均等级之上，无法继续获得经验加成。我靠！杨晨一阵无语，不过这个也是正常的操作，毕竟还有不少玩家还停留在20多级，甚至一些游戏小白还在10多级。这是天域世界为了让大部分人追上大部队的等级，所以等级太高之后无法享受经验加成。而那些10几级的玩家，即使不用来公共区域也能享受到经验加成，目的便是让他们尽快追赶上。没了经验加成，一只怪只有4000的经验值，100只怪不过40万的经验，想要升级到38级需要140万的经验值，这得刷上300多只野怪了。想要升到38级，估计需要1天多的时间。真牛逼！这就升级到37级了。几名玩家深深地感叹起来。这个傲视天下铁定是80区的大佬了。不过比起我们区的大佬还是差了一些。阡陌阁的族长阡陌止昨天就到了38级了。第97章反伤效果。你们看，79区的人过来了，好像还是夜雪家族的，他们也是来刷变异黄蜂的。这下有好戏看了。79区和80区一直不对付，这夜雪家族听说在79区还挺厉害的。一名玩家看着不远处过来的20多人，露出的兴奋之色。是啊，看来有一场大战了。这个傲视天下攻击虽然高，不过终究是一名法师。杨晨并没有注意到靠近的夜雪家族，全神贯注地刷怪。夜雪家族的人反而注意到他在海岛之上独自一人刷怪练级的少之又少，何况还是一名法师单刷。有人在刷黄蜂怪了，是80区的，还是傲视天下？族长可是说了，今天我们家族有兄弟在公共区域被击杀了，出手的人就是傲视天下。夜雪无双眉头一皱，眼眸之中闪过一抹寒光。这个傲视天下攻击挺高的，听说雄霸家族1000人都没能拿下他，我们悄悄靠过去，不能让他发现了，从背后偷袭，一起输出。他是一名法师，绝对脆的一匹，绝对能秒杀他。20多人静悄悄地慢慢靠近杨晨，提起手中的武器，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81区的女玩家见状，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愤怒与担忧之色，愤愤不平。79区的人居然偷袭，他们这么多人对付一个人，居然还用偷袭的方式，不行，我得提醒傲视帅哥，不能让他们偷袭成功。妹纸你可别胡来，这是他们80区和79区的恩怨，你这一提醒，夜雪家族的人肯定会找我们算账，到时候会连累到我们的，你可千万不要冲动。队伍里面的其他人顿时吓了一跳，瞳孔急剧扩大，连忙阻止住他。女子扫了几人一眼，撇了撇嘴，你们放心好了，赢家只是心疼傲视帅哥而已，这么帅气逼人的帅哥居然当着我的面被击杀，有些于心不忍。我只是说说，不会真的提醒。队伍之中其余几人一听这话，终于放心不少。夜雪无双一群人已经靠近杨晨，忽然他瞳孔急剧扩大，露出狰狞之色。动手！爆了他！20多名夜雪家族的精英纷纷释放技能，夜雪无双乃是夜雪家族的队长，这20多人都是他们夜雪家族的精英人员，平均等级都达到了35级，平均攻击力也在12000左右。冰柱、火球、剑雨、刀气蜂拥而向杨晨，准确无误地攻击在他的身上。哈哈！80区的大佬就这么被秒杀了，被我们给击杀了。顿时夜雪无双兴奋地大笑起来，他可以回去慢慢吹嘘了。不过下一秒，夜雪无双一群人傻眼了，惊骇的眼珠都快要掉了下来，背后一阵触然。杨晨的血量没有丝毫的减少，身体闪过一抹光芒，头顶跳起几个大字10倍反伤。镇魔戒的被动效果无意之间触发了，当然这也与杨晨100%幸运值有关，镇魔戒可是有10倍反伤的效果。轰轰，无数的攻击反伤在夜雪家族的众人身上，还是10倍反伤，他们的攻击力12000，10倍那就是12万，瞬间20多人成为尸体，血条顷刻之间被清空。夜雪无双吓得魂不附体，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刚才没有出手，否则他也成为尸体了。这尼玛打个锤子啊！10倍反伤，自己发动攻击，把自己给打死，这完全是游戏漏洞吧？夜雪无双感觉自己的心态崩了呀，愣怔在原地又不敢动手。地上的20多具尸体化作白光飘走，直接去复活，原地复活他们可不敢，10倍反伤太夸张了。杨晨也没想到竟然会无意之间触发被动效果，若不是触发了被动效果的话，他必定被秒杀。那略微俊朗的眸子中变得凶狠凌厉起来，猛然转过身盯着夜雪无双。夜雪无双彻底绝望了，10倍反伤让他吓坏了，甚至忘记了逃走。看到杨晨转过身，后背一阵发凉，挤出一抹笑容。那个刚才都是误会，傲视大佬，我们是无意的，只是想要击杀野怪。
一时之间，他有些语无伦次起来。杨晨给了他一个回应，3颗火球落下，瞬间他的血条被清空，伤害36000。81区的几人惊骇不已，宛如见鬼一般，许久才回过神来。这什么情况？他有反伤甲，10倍反伤，这尼玛也太夸张了吧！谁还敢攻击他？叶雪无双一群人从复活泉出来，心有余悸，纷纷不平。队长，那个傲视天下开挂了吧？还能反伤攻击？之前开区的时候，官方也没有介绍过啊，这什么情况？太夸张了！这游戏有 bug， 我不想玩了，我要退出天域世界，行不行啊？就是队长，看来这傲视天下击杀雄霸家族1000人是事实了，太恐怖了。叶雪无双眉头紧蹙，眼珠不停地乱转，沉吟了许久之后，目光一凝，看着几人。我明白了，他身上有镇魔戒。镇魔戒？对，族长说过，我首次通关镇魔塔获得丰厚的奖励，这其中就有镇魔戒。雄霸天神通关后也获得了镇魔戒，镇魔戒附带效果，雄霸天神的镇魔戒有 1% 的几率触发10倍防御的效果。他说过，镇魔戒最好的效果就是10倍反伤，没想到这个傲视天下狗屎运这么好，居然获得了顶级镇魔戒。那队长，我们还过去吗？叶雪无双想了想，眼眸闪过一抹厉芒。镇魔戒的效果又不是每次都能触发，几率极低，刚才他已经触发一次了，肯定不能再触发了。多召集一些人过来，一定要弄死这个傲视天下。我们叶雪家族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很快传送阵内过来了500多名叶雪家族的人，叶雪无双率领众人直奔变异黄蜂怪的位置而去。靠！傲视天下跑了！叶雪无双也郁闷无比，完全没有想到杨晨已经离开了。当然，他并非是跑了，没了经验加成，他已经换了一个经验比较高的地方刷怪。第98章，幸运任务再现。叶雪无双吩咐其余人分散寻找杨晨，随后自己就地刷怪升级。他原本可是36级呢，如今掉到35级去了。杨晨将体力值刷完后，回到诺丁城恢复体力值。体力值恢复好后，准备吃点东西。霸王项羽却发来了消息：霸王项羽，傲视大佬，这本区升级太慢了，我和铁血战天刷了好久也没能到34级，要不我们再去公共区域练级吧？杨晨，可以，到时候我通知你们。79区的人恢复好体力值后，必定也会前往公共区域练级，只要和他们的主力部队错开就行。还有2天的时间，2天之后，杨晨便可以拿到杀戮套了。目前为止，他的杀戮值只要7850点，杀戮套可是需要杀戮值11000点，还差3000多点，正好趁着这2日的时间将杀戮值全部凑齐。想要快速凑齐杀戮值，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从79区的身上拿。刚才击杀叶雪家族20多人，运气逆天，爆了人家一件35级的粉色靴子，还是强化加2的猎人靴子。正好乔雪氏的职业是猎人，通知他和杨鹏过来一起吃饭，顺便把靴子给他。大哥哥，哇，你又请我们吃好吃的吗？乔雪可是一个小馋鬼，坐下后狼吞虎咽起来。杨鹏也不客气，拿起一个鸡腿，笑呵呵塞进自己嘴里。陈哥，听说每个区有10万玩家达到40级后，就会开启去主城的传送门，到时候就会前往主城了。陈哥，你打算去哪个主城啊？乔雪一听这话，放下手中美食，眨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美眸，直勾勾地望着他。他也想要知道杨晨去哪个主城。我和雪儿的等级肯定跟不上你，万一你先过去的话，知道你在哪个主城，我们到时候也好过来。杨鹏解释起来。提及去主城，杨晨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乔雪，不出意外，去主城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他便会和灭世相见。乔雪也会见到他的哥哥，他和灭世之间注定不死不休，心中的恨意无法压制，一旦见到灭世，他会毫不犹豫出手。那时候他和乔雪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上一世事发突然，灭世和涂雪忽然向他痛下毒手，让他彻底消失在了天域世界。乔雪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可这一世不同，他怕面对这些。沉吟了许久，回过神，回想着上一世他所在的主城米兰城吧。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去米兰城，不过具体决定到时候再说。你们2个加油练级，何况刚开启通往主城的时候，我也不会立马过去，还得等几天。那时候你们应该能到40级。赶紧吃饭，一会儿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要去公共区域练级，我们一起过去。大哥哥，你放心，我和杨鹏会努力的，争取到时候和你一起去主城。雪儿，我给你一件东西，今天报了叶雪家族一双靴子。乔雪下意识地同意交易申请，当他看到背包内的靴子后，美眸瞪得老大，十分愧疚。大哥哥，你这些日子给了我不少装备了，我和杨鹏也报了一些装备，这装备你还是留着吧。杨晨无所谓的摆摆手，不知道是因为上一世的记忆，还是这一世怕杀了灭世之后乔雪会伤心，想要弥补他，充斥着复杂的情绪。没事，这是猎人的装备，我留着也没用。那你可以卖啊，这应该能卖好几10个金币呢。
乔雪眨着天真无邪的眼睛说道：“没事，几十个金币对我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吃过饭，乔雪和杨鹏去恢复体力值。杨晨在拍卖行上疯狂地购买强化石，一颗强化石如今的价格涨到了1个金币。杨晨不由感叹，真是物价飞涨的时代啊！花了120个金币，将整个拍卖行的强化石全部买下，加上仓库内的几十颗强化石，还有这些日子收集好的强化石，足足有230多颗。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升星卡了，之前2张升星卡已经用掉1张，只剩下1张。40级之后，升级的速度会缓慢不少。40级的套装，他准备打造的好一些。前往主城之后，杀戮套就是他立足的根本。想要换上顶级装备，必须有本钱。叮！恭喜你收到幸运任务。听到系统提示音，杨晨整个人激动兴奋起来。幸运任务不定时发布，等了许久，终于再次等到了幸运任务。还有6天的时间，公共区域会遭到强大 BOSS 的入侵。希望天域世界的勇士们能齐心协力，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击杀这10头入侵 BOSS。天域世界的探子已经发现其中1头 BOSS 藏匿的地点，不过遇到一些麻烦，无法传递消息。希望勇士你能击杀1000只血蝙蝠，如此便能让探子顺利传递回来消息。杨晨瞳孔急剧扩大，什么意思啊？意思他若完成任务，可提前击杀1头 BOSS， 拿下首杀奖励。7天之后 ，BOSS 降临势必会3个区的人疯抢，尤其是首杀奖励，必定会引发无数人争抢。提前把 BOSS 击杀了，拿下了首杀降临，到时候其他2个区的人完成首杀之后，却没有出现首杀降临，不知道他们的表情会如何精彩。毫不犹豫接受下这个任务，血蝙蝠39级的怪，1000只血蝙蝠，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2次的体力。这个任务只能由他一人完成。正好今晚赚到足够的杀戮值后，明天去击杀血蝙蝠。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乔雪和杨鹏的体力值也恢复满。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整整6000人聚集在传送阵门口等候着。傲视大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进入海岛吗？见杨晨3人过来，霸王项羽迫不及待地迎上去。上一次杨晨堵住79区的门口杀人，光是听听都让人热血澎湃，激动不已。如今跟随着杨晨一起进入公共区域，迫不及待想要和79区的人较量一番。第99章海岛对峙。铁血战天同样如此，这些日子被79区杀了这么多次，这都是因为他们80区没有大佬的原因。如今杨晨出马了，他们有了主心骨，迫不及待想要一雪前耻。整个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皆是兴奋无比，杨晨俨然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进去！旋即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众人纷纷进入传送阵内，众人宛如潮水一般涌入公共区域内。附近正好有20多名79区的玩家在练级。在这之前，原本这里还有几名80区的玩家，79区这20多人出现之后，无情的被击杀。如今躲在复活泉内不敢出去，回80区去。他们又不甘心，来这公共区域可是为了做任务的，任务还没完成，就此回去实在不甘心。如今一看80区的大部队出现，顿时眉飞色舞，激动兴奋起来。哈哈，是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咱们80区的大部队来了，走，跟他们一起干死79区狗日的！几人提起手中的武器，冲向79区的人。是80区的人来了，快闪！20多人瞳孔急剧扩大，转身想要逃走，不过已经来不及了。霸王项羽一马当先，冲入人群之中。靠！还想跑？你们79区的杂碎们，这些日子杀我们挺爽的吧？还想要跑？霸王项羽一刀下去，打掉1人1半的血量。霸王剑圣和另外几人上来立马补刀，同时铁血战天也击杀1人，后方无数的法术射手技能落下，20多人瞬间被秒杀，化作一道道白光飘走。杨晨连出手的机会也没有，一大群人往海岛南方的位置而去。这个区域距离81区的传送门最近，79区的人很少到这边来，故此杨晨让他们来这边练级。一路之上遇到不少79区的人，3分成群组队练级，无一幸免，被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带头全部放倒。最多的一支100人队伍，2人杀得十分起劲。铁血垃圾，这感觉真爽啊！尤其是杀79区这帮 SB， 老子刚才一个人至少杀了20个。铁血战天瞥了他一眼，不服气道：“霸王臭屎，你才击杀了20个，我至少杀了25个，得意个屁！一会儿我就超过你，练级，赶快练级！”霸王项羽大吼一声，率领着霸王家族的几千人分散开，不同的等级刷怪的位置不同，方圆几百米内都是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人。杨晨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练级，他已经37级了，来到附近一副40级野怪的位置开始练级。79区内，雄霸天神以及夜雪家族大部分人都已经将体力值刷完，公屏之上火热起来，让雄霸家族和夜雪家族的人去公共区域帮忙。雄霸天神二话不说，开始召集家族的人，
足足召集了3000人，叶雪家族也召集了2000多人，还有79区几个小家族的人也凑了2000多人。7000人浩浩荡荡直奔公共区域而去。79区的人疯狂地在海岛之上寻找杨晨一群人，80区不少闲散玩家被无情的放倒，和霸王项羽他们之前一样，所过之处见到80区的人便杀。足足1个小时，终于发现了杨晨他们。雄霸天神立刻集合队伍，气势汹汹地逼近。族长，79区的人来了。霸王剑圣眉头紧蹙，注视着雄霸天神一群人。霸王项羽看了一眼雄霸天神一群人，眉头紧蹙，露出凝重之色。都不要刷怪了，站立好阵型。霸王家族的3000多人迅速排列好阵型，铁血战天也招呼他们家族的人排好阵型。傲视大佬，79区的人来了。杨晨也赶了过来，露出凝重之色，警惕地注视着对面。没事，只有雄霸天神来了，叶雪家族的族长没来。战士抗住伤害，刺客伺机而动，法师射手猎人在后方输出。铁血战天往前一步，做出一副身先士卒的模样，眼眸之中出现坚毅之色。傲师兄，你放心，你的输出伤害高，我们为你抗住伤害，一定干死79区的 SB。 这些日子欺负我们80区的人，今日让他血债血还，只要能宣泄心中这口恶气，让我们做什么都行。铁血家族的人兄弟姐妹们，一会儿给我拼命的干！霸王项羽顿时一愣，心里一阵嘀咕，尼玛又被铁血垃圾抢先了，同样拍着自己的胸脯道：傲视大佬，你放心，我霸王家族的人也愿意身先士卒，为你抗住伤害。旋即他扫了一眼身后3000名霸王家族的人，都给我听好了，一会儿被杀之后，都给我原地复活一次。身上没金币的赶紧分一下，今天干死79区这帮 SB。 霸王家族众人身上金币不足2个的，纷纷向其他人借金币。80区的垃圾们，你们胆子不小啊，居然敢杀我79区的人，还敢在这海岛之上光明正大的辩解。雄霸风云上前一步，怒目扫视众人一眼，怒吼起来。瞬间他的目光停留在杨晨的身上，可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傲视天下，你个 SB， 你也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你也在这里，今天我79区这么多人在这里，我看你怎么逃。顿时他整个人兴奋起来。一旁的叶雪无双同样如此，露出兴奋之色，伸手一指杨晨：傲视天下，今天就把你给爆了。兄弟们都听好了，谁能爆傲视天下一次，我奖励50个金币。杨晨淡淡扫了一眼二人，嘴角上扬：想要爆我，来吧。雄霸天神的目光也落在杨晨的身上。你们80区的人都挺崇拜你的，认为你是他们80区的大佬，今天我就要让你们80区的人看看，他们崇拜的大佬有多垃圾。79区的兄弟们，谁能给我爆了傲视天下，我另外再奖励100个金币。瞬间79区众人的眼睛都红了，直勾勾地盯着杨晨，露出贪婪之色，迫不及待想要冲上去爆了杨晨。第100章傲视大佬。霸王项羽此时不干了，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瞪大眼珠怒吼道：80区的兄弟们，你们都听好了，保护好傲视大佬，为大佬抗一次伤害，我霸王项羽奖励50个金币。一旁的铁血战天顿时眼皮一跳，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尼玛，这霸王项羽为了抱上大腿讨好杨晨还真是不择手段啊，抗一次伤害奖励50个金币，可不能让他抢占了上风。转身冲着铁血家族的众人挥了挥手：铁血家族的人听好了，一会儿都保护好傲视天下，为他挡住关键伤害的，我一次奖励100个金币。怒吼完之后，他用得意挑衅的眼神看了一眼霸王项羽，气得霸王项羽直跺脚：杀光80区这帮垃圾！雄霸天神也懒得废话，瞥了一眼霸王项羽和铁血战天后，冷冷开口说道：干死79区的狗 SB！ 双方瞬间开始冲锋，近万人开始混战起来。一旁81区的玩家乐了，也不刷怪升级了，坐在一旁准备看戏。双方的战士碰撞在一起，刺客不停地穿梭起来，身形如同鬼魅一般收割残血。无数的法师射手技能落下，最前方的战士最为吃亏，技能基本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乔雪和杨鹏两人也毫不犹豫加入了战场，唯有杨晨没有动手。他目光如炬，扫视了一眼战场，忽然他的目光定格在雄霸家族一支100余人的法师团队之上。这些人应该是雄霸家族的顶尖输出力量，他们的攻击力至少在15000左右。杨晨将自己的速度发挥到极致，凭借着精湛的操作技术，迅速来到战场中间，来到技能输出范围。我靠，是傲视天下，快杀了他，就能拿到100个金币了。他一个法师居然敢冲入前锋来！顿时一名79区的玩家兴奋地吼起来，周围10几名79区的玩家个个露出兴奋之色，拎着手中的武器向杨晨冲过来。冰火炼狱！杨晨挥动魔法杖，瞬间10多人被秒杀，周围还准备上前的人纷纷愣住了。我靠，好恐怖的伤害，这100个金币不好挣。
秒掉这10几人，杨晨没有任何的停留，对准那100名法师的位置挥舞魔法杖。烈焰囚笼，雄霸家族的法师此时也发现了杨晨，想要后退，不过已经来不及了，瞬间被烈焰囚笼困住了20多人。冰霜剑雨，雷霆冲击，2个技能下去，瞬间秒掉了30多名法师。没了这支高额伤害的法师团队，80区玩家的伤亡也减少了不少。这个傲视天下居然有控制技能，他这技能怎么都这么好啊！剩下的法师疯狂往后躲，尤其是一些35级的人，他们身上大部分都穿着35级的装备，一旦被杀，等级掉落，连35级的装备都穿不上，那时候只能任人宰割了。岩爆兽，3颗火球落下，杨晨直接秒掉了附近的夜雪无双。他是一名刺客，属于近战职业，而且他的攻击力也超过，达到了18000的攻击力。夜雪无双顿时就郁闷了，这都被发现了，好不容易刷回了36级，如今又回35级去了，气愤不已的直接原地复活。刚复活，杨晨瞬间到了他的跟前。卧槽！傲视天下，你个 SB 你盯上我了是吧？夜雪无双眼珠瞪得老大，眼眸闪过一抹厉芒，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极致，拼命的向杨晨冲去，扬起手中的匕首。刺客职业主要是速度与暴击超高，近身之后他十分自信能秒掉杨晨，一刀挥过，杨晨被打掉了2500滴血，关键时刻他躲开了，避开了中心伤害。夜雪无双惊愕的瞪大眼珠，十分无语。我靠，傲视天下，你他妈一个法师加这么高的敏捷度干鸟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地之下冒起无数的冰焰和火焰，夜雪无双再一次被击杀，连带着附近10多名79区的玩家一起。等级掉落到了34级，3件35级的装备无法自动脱落到背包内，最为关键的是自己30级的匕首还爆了出去。一咬牙一跺脚，夜雪无双再次选择了原地复活，第2次复活是100倍的价格，200个金币。他之前被杨晨杀了一次，使用了1次复活机会，再复活就只剩下最后1次了。这1周才开始，周日还要打 BOSS， 不能浪费复活次数。一道巨大的白色光芒闪过，夜雪无双想要捡回自己的匕首，杨晨早已准备好了，挥舞魔法杖，烈焰囚笼瞬间将他控住，失去了3件装备，还没有武器，一个普攻将夜雪无双再次给秒了。夜雪无双心态彻底崩了，欲哭无泪，不明白怎么就被杨晨给盯上了。等级掉落到了33级了，原地复活不可能了，那可是需要2万个金币的价格。这种高额复活目前无人能承担得起，还好每天凌晨12点，天域世界官方会清洗所有高额复活。无奈之下，化作一道白光飘走。夜雪无双乃是夜雪家族的带队人，如今他这个带队人跑了，夜雪家族的人群龙无首了，没人指挥，只能混战了。杨晨服下加血剂，借助霸王家族和铁血家族的掩护，来到一处夜雪家族人员聚集比较多的地方，一套技能释放出，近100多人直接被秒杀，夜雪家族的人顿时心生退意。夜雪家族的兄弟，不用怕，我们来支援你们。雄霸风云率领着100多人再次冲过来，铁血无情也率领100多名战士过来。雄霸 SB 们，你铁血无情爷爷在此。双方刚碰撞在一起，铁血家族20多人被秒杀，雄霸家族只不过被杀了7、8个人，这便是2个区之间的差距。不过这点时间足够了。杨晨的技能 CD 时间再次到了，又是一套技能输出，吓得雄霸风云脸色巨变，转身拔腿就跑。好不容易到36级，他可不想成夜雪无双那样，剩下100多名雄霸家族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被杨晨的一套技能直接秒杀。